晚上7点，百西穿着刚买的黑色大衣，端着热可可，坐在广场的长椅上看音乐表演。他长得好看，又偏偏有一双很无辜的眼睛，看上去就软绵绵的，没什么脾气，很好接近的样子。坐下来才10分钟，就有人跃跃欲试的想跟他搭讪。你好，你是 M 大的学生吗？百西抬起头，发现是个挺年轻的男生，长得挺高，脸微微有些红，局促的看着他，一眼就能瞧出目的不纯。我是这附近 M 大的学生，看你有点眼熟。那男生支支吾吾说着自己都不信的话，能跟你加个微信吗？朵西心里有点纳闷，自己是把 gay 写脸上了吗？他礼貌性的笑了下，回道：不好意思，不能。我也不是学生，只是在等人。那男生还不死心，还坚持不懈的找话题。你是等谁？朋友吗？百西皱了皱眉，正想把人打发走，一抬起头，却看见他等的人正从10米外的地方朝他这儿走。10米开外，七旬今天也穿了一身黑，腰细腿长，走在广场上也像在走 T 台，一双桃花眼，高鼻薄唇，本应该是招蜂惹蝶的长相，却因为过于冰冷的气质，显得高不可攀。百西一看见七旬就下意识笑了起来，到了嘴边的话也全都忘了。他看也没再看那搭话的大学生一眼，随手把喝完的热可可扔进垃圾桶，拔腿就往七旬那儿跑去。那男生阻拦不及，眼睁睁望着他跑向一个身材高大的英俊男人，知道自己是彻底没戏了，只能无奈的摸了摸鼻子，走了。七旬看见百西往自己这儿跑来，就没再动，而是站在原地站等他。他俩约好了今天一起吃晚饭，但他还有工作没忙完。百西就先到他公司旁边的广场等了会儿。等百西跑到面前，他轻轻扶了下百西的手臂，问道：等很久了吗？没有，我也就刚来了10分钟。百西对他笑笑，围巾包住大半张脸，只能看见弯弯的眼睛。两个人一起往广场外走。七旬的车停在了公司地下车库，所以是开百西的车去餐厅。开车的时候，七旬还戴着耳机跟助理语音，交代工作上的后续。百西看上去是在专心开车，眼神却总是不自觉往七旬身上看。他上次见七旬已经是上个月的事情了，最近七旬工作很忙，他就很自觉没有去打扰，一直到七旬空闲了点，才试探性约七旬吃饭。见不到七旬的时候，百西的日子过得也平静安稳，和往常没什么不同。但是等他真的见到人了，他才发现自己还是很想七旬。连等红绿灯的时候，他都要假装漫不经心的扭过头去多看几眼。七旬还在语音，他在工作中的样子一向有些冷淡，看着比平时还要不好亲近，但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低垂的眼睫，线条漂亮的嘴唇，在百西看来都充满了致命的吸引力。他必须拼命克制，才能假装出一副正经面具。想到这里，百西不由暗骂了自己一句没出息。他认识七旬好歹也10来年了，暗恋七旬也6年了，守着一个朋友的身份，一步也不敢逾矩。本来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七旬的喜欢能够慢慢淡去，可没想到他到现在连对七旬的脸都没能脱敏。红绿灯跳到了绿灯，停滞的车流重新向前。百西开着车驶过十字路口，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回忆着自己暗恋七旬的这几年。他跟七旬的关系说来也简单，两家的父母算是生意场上的朋友，所以他跟七旬其实很早就认识。但七旬打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优秀聪慧，他比七旬小了2岁，没什么上进心，日子过得懒懒散散，自然也就没什么交集。如果他没有在高中喜欢上七旬，那他跟七旬应该会一直维持这样的状态，说不上朋友，却也能勉强算个熟人。可偏偏他在18岁情窦初开的年纪喜欢上了七旬，还一发不可收拾。这场迟来的暗恋像夏日里的野蔷薇，潜滋暗长，收都收不住。
他特意考去了七旬的大学，用了2年时间，终于在七旬身边挂上号，成功从不怎么熟的熟人变成了能跟七旬约饭看电影的朋友，偶尔还能去七旬家里串个门，生日也会互送礼物，但也就仅此而已了。他跟七旬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没有再进一步。到如今他大学毕业已经2年了，他还是没有敢跟七旬告白，甚至不敢让他知道自己的喜欢，就这样一个人默默暗恋，认真且怂。用他发小梁宋的话来说，就是白瞎了这一张好脸。博熙在心里叹了一口气，他倒是一直承认自己很怂，但这还不是因为七旬太难追了，这些年找七旬告白的人没有100也有80，还不是全都折戟在了半路。他并不觉得自己告白会有什么胜算，他好不容易才在七旬的生活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又怎么敢轻易拿这段关系冒险？在开车去找停车位的时候，百熙不着边际的想，他是不是该去找个寺庙拜一拜，许个姻缘什么的。听办公室的小姑娘说还挺灵的，没准诸位神佛看他可怜，一个心软就让他得偿所愿了。他想到这儿，不由自主就笑了一下，虽然是没谱的事情，但是幻想一下也很快乐，幻想又不犯法。但他没想到的是，虽然他还没有去虔诚的供香，但也许他暗恋的过于苦逼，神佛真的应允了他的许愿。仅仅5个小时后，他的愿望就实现了。在跟七旬吃完晚饭后，他又去了七旬家，一起看了球赛。球赛最后谁输谁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天，在酒精的催化下，他成功睡到了自己朝思暮想了6年的人。百熙醒过来的时候，人还有点懵，屋子里暗沉沉的，让人的大脑也变得迟钝了。他一睁开眼，看见的就是对面灰色的墙面，深木色的衣柜上放着几个玻璃灯罩，还有一个蓝色的玻璃摆件。百熙眨眨眼，他的脑袋还有点疼，但不妨碍他认出那柜子上的摆件还是他自己送给七旬的。这是七旬的卧室。意识到这点后，百熙立刻就被吓清醒了。他蹭的从床上坐了起来，然后就嘶了一声，腰软的不像话，某个不可言说的地方，包括大腿附近都隐隐作痛。他惨白着脸在室内看了一圈，床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七旬不在卧室。他疯狂回忆昨天都发生了什么，只能隐约记起他昨天跟七旬吃完饭，又来七旬家一起看球赛。看球赛的过程里，他俩都喝了酒，一开始只是浅几杯，但后面也不知道怎么的，聊起了大学的事情，酒也越喝越多。再然后，他好像就借着酒劲抱住了七旬，记忆到这里戛然而止。百熙再也想不起来后面都发生了什么，他喝断片了，把最重要的环节给忘得一干二净。但他记不记得已经不重要了。他掀开被子看了一眼，就凭锁骨上的咬痕和手腕上的抓痕，任何一个成年人昨天发生了什么？他跟七旬睡了，在2个人都喝多了酒的情况下，他不知道自己昨天都干了点什么，但按照他对七旬的了解，像七旬这种自律到极点的人是不会主动对他做什么的，多半是他借酒发疯，硬把七旬给推了。七旬估计也醉得厉害，酒精的催化下，2个人就真睡了。百熙呆坐在床上，头发乱蓬蓬的，脑子里一片空白。隔了好几秒，他才嗷的一声把脸埋进了手掌心。这都什么事儿啊？他认真的思考自己是应该继续装睡，还是趁着七旬不在赶紧逃跑。但不等他考虑出一个结果，卧室内浴室的门就打开了。七旬擦着头发从门内走出来，跟坐在床上的百熙打了个照面。七旬没穿上衣，只穿了一条黑色的睡裤，结实有力的上半身赤裸着，腹肌十分漂亮，胸前皮肤上可以清晰的看见几道抓痕，锁骨上还有个显眼的牙印。百熙心里咯噔一下，分分钟想挖个地洞把自己埋进去。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能在七旬身上留下这么多痕迹的人，只能是他了。他没想到七旬压根没出去，
只是在洗澡，这下可好，装睡和逃跑一个都来不及了。他只能呆呆的看着七旬走近，然后又坐在了他身边。等七旬坐下来，他才发现七旬的嘴唇也破了，很明显是被咬破的。百熙彻底说不出话了，默默的把被子往身上拉了拉，不知道该说什么，打开这个尴尬又沉默的早晨。但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七旬就先开口了：“你醒了？身上难受吗？”他上下打量百熙几眼，又道：“抱歉，昨天事发突然，我没有做安全措施。你现在起得来吗？要不要我抱你去浴室？”百熙被这话问得差点呛住，他惊恐的看着七旬，不知道他怎么能这么淡定的跟他说没做安全措施，而七旬还面色平静的看着他，甚至准备伸手来抱他洗澡。百熙光速退后，伸出一只手抵在身前，仿佛一个被非礼的贞洁烈女。不用，他激动的声音都有点变形，我自己能去洗澡。七旬果然停住了，他望着百熙这戒备的姿态，挑了挑眉，像是有点疑惑，但还是收回了手，重新坐直。气氛似乎变得更凝重了。过了几秒，七旬才说道：“那行吧，你自己洗澡。衣柜里有浴袍，我去准备早饭，有什么需要你就叫我。”说完这话，七旬就出去了，把卧室留给百熙。百熙在床上坐了好一会儿，都闹不明白现在是什么状况。在他的想象里，七旬不说是怒不可遏，最起码也应该是冷淡回避。因为七旬有点精神洁癖，相当讨厌人碰他，连被爱慕者抓了手都会拿湿巾擦手。如今他借着醉酒跟七旬发生了实质性的关系，七旬居然还能这么淡定，甚至能镇定自若的问他能不能起床。百熙揉了一把脸，不知道是他和七旬谁不对劲。他又在床上坐了会儿，才撑着直不起来的腰，小心翼翼从床上挪下来，慢吞吞走进了浴室里。他泡在浴缸里，温热的水覆盖过他的肩膀、皮肤。百熙闭着眼，仰着头，苦中作乐的想，也许他该庆幸跟七旬这几年的友谊还算坚固，所以即使发生了这种意外，七旬也没想跟他翻脸。但要是时间能倒回1天前，他说什么也不会喝那瓶酒。百熙磨磨蹭蹭洗完了澡，穿着七旬的浴袍在镜子前吹头发。这衣服他穿着嫌大，松松垮垮，露出修长的脖颈和大片的胸前肌肤。他其实长得很好看，亚麻色的半长发，皮肤很白，五官精致，眼睛却很圆很润，笑起来会露出个小酒窝，是一看就会让人心生好感的长相。这些年追过他的男男女女其实也不少，如果不是他一心在七旬这棵树上吊着，少说也该交往过7、8个情人了。可偏偏他吸引来再多的人，也始终打动不了他心仪的那一个。百熙泄气的放下了吹风机，在浴室里又站了会儿，实在是没法再拖延了，他才不情不愿的从浴室里走了出去。来到餐厅的时候，七旬已经换好灰色的居家服，坐在餐桌前等着他。晨光里，他的眼睛呈现出一种疏离的琥珀色，不笑的时候更显得凌厉，像个高高在上的审判者。桌上放着2份白粥，七七八八摆了数十样小菜和点心，都很清淡，是百熙喜欢吃的那家粤菜的外卖。百熙沉默的在七旬对面坐下，他的椅子上放着软垫和靠枕，他坐下也不会太难受。先吃点早饭吧，七旬看着他，不然你没有力气。百熙想了想也是，乖乖拿起勺子喝粥。他现在有点破罐子破摔，反正他在七旬面前一向没有主动权，索性等着七旬来宣告2人的结局。等百熙吃的差不多了，七旬也放下了筷子，拿餐巾擦了下嘴角。他问百熙：“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关于昨晚？”来了。七旬到底还是问他了。伯熙放下勺子，一直超速跳动的心脏砰砰撞击着胸口。他不敢看七旬的眼睛，低头看着桌子，想了想，还是挣扎着
想把这件事含糊过去。昨晚就是个意外，我喝多了，你也喝多了，要不这事情就这么过去吧。他咬了咬嘴唇，声音更小了一点，就什么当没发生。他私心里是希望这件事接过去的，他巴不得七旬能忘了这事。七旬却颇为不可思议的抬了抬眉。他知道百皙一向性子软，但没想到会软到这个份上。他的视线落在百皙的脖子上，靠近锁骨有个很深的吻痕，是他昨天弄出来的。虽然昨天这事确实是个意外，他跟百皙被酒精控制了大脑，但他还没有醉到神志出离，早上起来后还能回忆起大部分事情。他知道自己昨天不算温柔，甚至可以说是粗暴。即使这场情事不算单方面的强迫，也说不上多么温存。伯希也完全可以要求他负责，但百皙却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七旬看着百皙的眼神多了点无奈。百皙，别低着头看着我，他说道。百皙不大乐意的抬起头，像个被老师点名的小学生。他看着百皙，关于昨天的事情确实是意外，我们两个都喝醉了，但我并不会因此就逃避我的责任。百皙听到这里，慌忙摇了摇头，想说这事儿大半责任在他。垂涎七旬美色的也是他，七旬倒也没必要往身上揽。但他还没开口，就听见七旬又轻描淡写投下来一个炸弹，炸得他魂飞魄散。也许你不记得了，但你昨天抱着我说你喜欢我。七旬说出这几句话的时候很平静，并没有质问，也没有厌恶，就像在说今天天气还不错。但百皙却完全呆住了，嘴唇微张，眼睛也瞪圆了，因为他是真的不记得了。他但凡还有一丝神智，都绝对会阻止昨天的自己说出这些话。他怎么就把真心话给说出来了？酒精果然害人不浅。他结结巴巴的试图补救，不是我喝醉了，但七旬没给他撒谎的机会。又说道，你说你从高中就喜欢我，喜欢了6年，还问我为什么没有看出来你喜欢我。说到这里，七旬看了看他，抱歉，我确实一直没看出来。百皙又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了，他连最后一块遮羞布也没了。暗恋七旬并不丢人，但是被七旬这样轻描淡写的捅破，他还是感觉到了一丝难言的羞耻，好像所有秘密都被摊开在了阳光下。他听见七旬在对面问，你真的很喜欢我吗，百皙？想跟我交往的那种喜欢？这个问题问的百皙心口有点疼。他看着七旬，抿了抿嘴唇。比起他的难堪和不安，七旬自始至终没什么情绪流露，并不咄咄逼人，也没露出排斥，只是冷静。但就是因为这样，他的心口才愈发沉下去。伯希在短暂的沉默后点了点头。事已至此，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七旬能问出这样的话，根本就没有给他狡辩的余地。是的，我喜欢你。百皙的手在浴衣上攥紧又松开，心里除了难过，也有一丝轻松。暗恋6年，他终于能把自己的喜欢宣之于口。但是这6年实在过于冗长沉重，他竟然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他对着七旬很勉强的笑了笑，回答了七旬的问题。我当然想跟你交往，做梦都想。喜欢你6年也是真的。我高中就喜欢你，最后考去 S 大也有你的原因。想离你近一点，跟你当朋友也是我故意的，但我知道你不会接受我，所以我没有想过更进一步。我本来觉得时间长了，总有一天我会不喜欢你，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会来。百皙抿了抿嘴唇，到最后才敢看着七旬的眼睛。很抱歉，但昨天真的不是我故意的，我没想过用这种方式得到你。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有点难以启齿，又有点恳切。他确实不是故意的，但他怕七旬误会他，怕七旬觉得他是故意灌醉了他。他很紧张的看着七旬，生怕在七旬脸上看到厌恶的神情。
但好在七旬没有，只是露出了一点诧异。百西抽了抽鼻子，有点想哭。早知道他这一腔暗恋会在今天被戳破，他还不如找个风清日朗的日子，搞个浪漫点的告白呢。这样哪怕是被拒绝，以后回忆起来也算留了个浪漫的收尾。他小声问七旬：“你现在是不是挺反感我的？”他甚至没敢用讨厌这个词，怕自己承受不住。但七旬抬起头，像是不知道他为什么问出这个问题。没有，七旬摇了摇头，喜欢我又不犯法。百西不合时宜的被这句话逗得有点想笑，这真是七旬式的回答。他端起桌上的水杯，喝了口水，最大的秘密也已经暴露了。他现在反而有些坦然了。最坏的结果就是他跟七旬彻底无法当朋友。他从暗恋七旬的那天起，其实就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毕竟能够暗恋成真的人只是少数，以悲剧收场才是常见的结局。就是他可能要花很久的时间去放下七旬，百西脑子里一片混乱，思绪飘忽得很远。但他还没想完，就听见七旬又叫了一声他的名字，百西。他被这一声唤回神智，抬起了头。他跟对面的七旬对上了视线，晨光里，七旬浑身都被镀上了一层柔光，英挺的五官有种迷人的慵懒，像一只漫不经心的豹子，燕足后流露出了几分温柔。七旬认真的看过来，用一贯的冷淡口吻问他：“你要跟我交往试试吗？以结婚为前提的那种。”百西有一瞬间觉得自己出现了幻听，他露出茫然的神色，怀疑这个早上给他的冲击力实在太大，以至于他的臆想变成了实体。他傻乎乎的问七旬：“你刚刚说话了吗？”说了。七旬神色平静的又复述了一遍：“问你要不要跟我交往。”客厅里响起了啪的一声脆响，百西手里的杯子掉在了地上，摔得四分五裂，里面的水淌了一地，全都洒在了浅木色的地板上。他今天冻得咳嗽了起来，脸都快给憋红了。5秒钟前，他还觉得自己已经可以承受任何结局，但现在这个场景实在是超出了他的想象力，他做梦都不敢做这么离谱的。百西咬了咬舌尖，疼痛让他清醒了一点。他简直不明白七旬在想什么，他自认为自己关于七旬的研究已经能接近满分，却还是跟不上七旬的脑回路。他充满迷惑的看着七旬，眼睛瞪得圆溜溜，像个炸毛的猫。七旬看得有些好笑，唇角都往上翘了翘。百西已经不咳嗽了，他的手指在桌子边缘上抠了几下，明知道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还是小心翼翼的，抱着1/1000的期望问七旬：“你为什么会说想跟我交往？你是同情我吗？还是有一点喜欢我？”他最后3个字问得很轻，像咖啡杯上的热气，轻飘飘融在冬日的空气里。他心里知道这个可能性极低，但是问出口的一瞬间，心脏还是雀跃的跳动了2下。万一呢？人总会有点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七旬一如既往的诚实，他说道：“不是同情，但也还说不上喜欢。伯西，我不想骗你。”百西脑海里的粉色泡沫吧唧一下碎了，他干巴巴的哦了一声，局促的看着七旬：“那是为什么？你不想失去我这个朋友？”要真是这样，他倒是也值得骄傲一下，这说明他在七旬心里还挺有分量。七旬说道：“我觉得我们可以恋爱试试，今天过后，我们已经很难再当朋友了，为什么不考虑换一种关系？你喜欢我，我对你也很熟悉，比起去跟陌生人接触磨合，我们在一起反而要好得多。这几年我父母一直频繁给我安排相亲，但我都没去见，因为我很讨厌浪费时间。但如果对象是你，我觉得可以接受。”百西的心脏因为这最后一句话没出息的又加速蹦跶了几下。他跟七旬当了这么些年的朋友，当然知道七旬大学就出柜了。虽然现在同性婚姻已经合法，但毕竟不是社会主流。
七旬当时出柜，惊掉了一堆人的下巴，跟家里僵持了许久，才得到了同意。而七旬的爸妈在想通以后，立刻就跟普天下所有家长一样，开始操心儿子的婚事。等七旬大学一毕业，就积极安排相亲，并不因为他的性取向就允许他逃脱婚姻的制裁，只是七旬几乎没同意过。百熙很容易就领会了七旬的意思，他跟七旬门当户对的，相貌性格也不差，彼此知根知底。七旬估计也是被家里催婚催烦了，恰巧发现他这棵窝边草居然对自己有非分之想，就想抓来培养试试。反正都是相亲，跟陌生人还是跟他这个朋友又有多大的区别？七旬坦率的看着百熙，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先交往，要是相处顺利，也可以考虑结婚。虽然对七旬会说出的话有心理准备，但百熙还是被震得有些头晕眼花，手心都要冒汗。他还在这儿纠结七旬会不会对他培养出心动呢？七旬都能考虑结婚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七旬上赶着要追他呢。他有点傻乎乎的看着七旬，觉得他既像沾着糖霜的毒药，也像一个瑰丽迷醉的美梦。如果换个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一定觉得那人失心疯了。交往是这么随便的事情吗？只需要单方面的好感和另一方的不讨厌就可以成立吗？如果谈了2天就后悔了怎么办？但偏偏提出这话的人是七旬，是他暗恋已久、朝思暮想的七旬。百熙没出息的咽了下口水，像个被胡萝卜吊住的兔子，犹豫着吃还是不吃。仔细想想，如果他真的和七旬交往，吃亏的人反而是七旬，毕竟他才是暗恋的那一个。他俩试着谈恋爱，万一成功了，那就是老天开眼，天赐姻缘，他一朝翻身把歌唱，过去的苦逼暗恋一笔勾销。而就算没成功，他也不过是被打回原形，接受自己原本的结局。百熙抿了抿嘴唇，望着七旬晨光里轮廓深邃的脸，被鼓得神志不清，一个好字几乎要脱口而出。但在他开口之前，七旬又补充了一句：你不用急着给我回答，你可以好好考虑2天。这句话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仿佛百熙才是占据了主动权的那个。但他知道这只是七旬不动声色的贴心，他顺着七旬的话点了头。好，我再考虑考虑。他想，也是应该给彼此一个考虑的时间，没准七旬清醒以后，突然就后悔了，不想跟他试试了。百熙并没有在七旬家留太久，这一个早上的经历对他来说堪称玄幻。虽然七旬看上去一切如常，但他却像一个潜逃的犯罪分子，恨不得速速逃离作案现场。七旬家里没有适合他尺码的衣服，好在附近就是商圈。秘书买了衣服送来以后，百熙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辞。七旬也没有强硬挽留他，知道他需要一点时间思考。他们昨天回来的时候开的是百熙的车，但百熙今天的身体状况显然不适合自己开车回家。七旬又在车库里重新挑了辆越野，对百熙说道：我先送你回去，你的车我让助理之后开去你家。百熙扣着安全带，胡乱点头说好。他不知道七旬为什么能做到这么自然，但反正他是没七旬这功力。他一上车就假装睡觉。过了大半个小时，百熙感觉到七旬碰了碰他的手。行下车了。百熙睁开眼，稀里糊涂的跟着下了车，却发现面前不是他家，而是医院。他不明所以的望着七旬。七旬锁了车，拉着他往前走。昨天没做安全措施，可能伤到你了，约了医生给你检查一下。百熙一下子从脸红到耳朵根，差点原地冒烟。这一个早上他接受的雷霆之击已经够多了。他试图从七旬手中挣脱，不怎么配合。我没事，不需要这么紧张，我不需要检查。七旬却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严肃又认真，不怒自威，必须去。你不想之后发烧再被送来吧？百熙被他一看就又蔫了，也不挣扎了，乖乖跟着往前走。
检查的过程比百熙想的好一点，这是家私立医院，院长是七旬认识的人，医生也上了年纪，挺和善的样子，对年轻人的这些事情波澜不惊。七旬全程都陪着百熙，几乎代替了百熙回答问题。医生眼神在两人间扫视了几下，大概误以为他们是对青涩的情侣，还笑着调侃了百熙一句：“年轻人别害羞，你男朋友对你蛮好的。”百熙扯了扯嘴角，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七旬就是这样矛盾，明明是冷淡疏离的性格，却又矛盾的又细致耐心，责任心也很强，对任何事情都不会逃避。就像现在，七旬并不喜欢他，但是七旬觉得现在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就一定会照顾他，对他负责。刚才七旬对他提出了交往，但如果他豁得出去一点，直接趁势要求七旬跟自己结婚，七旬也搞不好真的会答应。百熙看了看七旬的侧脸，又喜欢他又觉得有点郁闷，就是这种反差般的温柔，把他牢牢给鼓住了6年。医生检查完说问题不大，开了几个药膏，让百熙记得抹。出了医院，七旬才送百熙回了家，但他送的地址不是百熙自己独居的公寓，而是百熙爸妈的别墅，跟七旬爸妈家离得不远。百熙也没异议，他毕业以后就单独买了一套高层公寓，但也时不时回家住，两边跑的时间基本差不多。到了家门口，远远的就能看见他家院子里的木芙蓉，颜色艳丽的挂在枝头。七旬没有进去，在大门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下车，百熙的手放在了车门上，又回头看了七旬一眼。七旬也看着他。车内空间狭窄，七旬的眼睛很黑也很亮，像一泓深泉，倒映着百熙的影子，气氛无端暧昧起来。百熙低下了头，手掌无措的在裤子上蹭了蹭。他虽然不记得昨晚的事情，但脑子里似乎又残留了一些碎片，隐约记得七旬落在他唇上的吻，把他压在床上不许逃脱。他咳嗽了一声，脸上烧得慌，马不停蹄的准备逃跑，但他的手才拉开了车门，就听见七旬问：“能问你个问题吗？”他又停下来，转头看七旬：“什么问题？”七旬微微偏过头：“你说你高中就喜欢我了，但我想了很久，我们高中应该接触不多，你怎么会喜欢我？”七旬是认真在问这个问题，他并不是一个好奇心重的人，喜欢他的人也多如过江之鲫，原因也无非那几种，他根本无意探究。但百熙似乎不太一样，他跟百熙差了2岁，高中也不同校，所以他自始至终想不起来他在博西的高中生涯扮演过怎样的角色。但百熙昨天落在他颈窝里的眼泪太滚烫了，让他在宿醉醒来后也无法若无其事的回避。他很确信百熙是真的很喜欢他。百熙没想到他会问这个，愣在那里好半天没说出话。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喜欢七旬呢？这个问题在6年的时间里似乎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但他又无比清晰的记得一切的开始，记得6年前的冬日夜晚，七旬在路灯下看着他的样子。他并没有很想回答这个问题，大概是他沉默太久，七旬没再追问。不想说也没事，你回去记得休息。百熙顺势接了台阶，那我先走了。他胡乱跟七旬摆了摆手，推开车门走了。他进了家门，园丁正在给院子里繁盛的草木修整枝叶。他爸妈都不在，应该是去公司了，只有妹妹坐在客厅里，拿着 iPad 不知道在看什么。他妹妹叫百若，跟他是双胞胎，除了长相几乎没有丁点相似，跟七旬一样，从小样样拔尖，性格也强势。兄妹2个脾气虽然不像，关系却从小亲近。百若看他回来还挺高兴的，但等百熙走近了，没聊2句，他就奇怪的问：“你今天怎么脸色有点白？昨天熬夜加班了？”百熙当然不能说实话，随口敷衍了几句，就赶紧溜上了楼。百熙在房间里躺了一天，借口没睡好，
连午饭也是让阿姨送来了房里。他不太想去想七旬的事情，昨天到今天发生了太多事，挤得他的大脑内存已经不够用了。但他即使是坐在地毯上看电视，也还是没有办法把七旬从脑子里赶出去。电视里放着乏善可陈的偶像剧，年轻漂亮的男女主在大学里相遇，争论着你爱不爱我的狗血问题。而百熙透过落地窗望着他窗外的那棵香樟树，这棵香樟树是他高中时候移栽过来的，6年过去，这棵树已经很高了，亭亭如盖，一年四季都绿意葱茏。他又想起今天上午七旬送他回来时候问的那个问题，问他到底为什么会喜欢他。就像七旬说的那样，他高中的时候跟七旬明明就没有什么交集。他升上高2的时候，七旬已经在念大1了，两个人似乎八竿子都打不着。但少年人的喜欢往往就是毫无道理，有时候只需要一个眼神，一次牵手，甚至一句玩笑。他当时没有回答，并不是因为觉得羞于启齿，他只是觉得七旬应该已经忘了这件事，没有说出来的必要。如今他盘腿坐在地毯上，对面的书架上就放着他高3的毕业照，记忆倒是如潮水般涌来。他喜欢上七旬就是在他高3的冬天，寒假离春节只剩下7、8天。他那时候正处于叛逆期，为了大学报什么专业跟父母吵得不可开交。有一次战争升级，他一气之下干脆摔门出去了。他心里堵着气，沿着街道闷头走了许久，等他停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早就偏离了马路，走到了离家很远的一个公园附近。天色很晚了，这附近也没什么人，只有路灯还亮着。他在广场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天气寒冷，他只穿了毛衣就跑出来。没多久就觉得手脚发麻，起身去旁边的贩卖机上给自己买杯热咖啡。但是一摸裤兜却傻眼了，他的手机和零钱全都忘记带了，摸遍了口袋也只有钥匙跟一颗巧克力。他跟那贩卖机大眼瞪小眼，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四下无人，但他又没有凭空变出手机的本事，只能被冻得原地跺脚。正在他纠结要不要去投奔发小梁宋的时候，旁边伸出了一只修长白皙的手，拿着手机滴的一声扫码付款。他转过头，看见了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年轻英俊，眼角眉梢都透着一股疏离，居高临下的望着他。是七旬。那时候他跟七旬还不熟，却也不至于不认识。元旦的时候他爸妈还参加过七家举办的晚会。七旬从贩卖机下面拿出了2罐热可可，往他手里塞了一罐。他拿着饮料傻乎乎的看着七旬，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反应。过了一会儿才笨手笨脚的拉开了易拉罐，喝了一口。谢谢。他对七旬说道。七旬拿着可可却不急着喝，上下打量几眼，问道：你是百家的小孩吧？怎么一个人在这儿？百熙愣了一下，他当然不会说自己是跟家长吵了架跑出来的，这一听就很没面子。但他也不会说谎，支支吾吾道：我出来散步，在这里坐一会儿。这一听就是假话，尤其他还低着头说的结结巴巴。好在七旬没有追问，不知道信还是没信。他反问七旬：你怎么在这儿？我刚从朋友家出来，他住这附近。七旬几口喝完了那罐热可可，手一抛就扔进了垃圾桶里，在他身边坐下，问道：你不介意我在这坐一会儿吧？百熙摇了摇头，这广场又不是他家开的，当然谁坐都行。两个人就这样安静的坐在长椅两端，互不打扰。七旬也不跟他说话，只是低头刷着手机。他的侧脸很好看，睫毛很长，就这样不说话往那儿一坐，也像幅风景画似的。百熙一开始还有点不自在，后来却觉得身边有个人还挺好。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四下鸦雀无声，又黑压压一片。他一个人坐着，其实也有点害怕。七旬虽然看着清瘦，
但他知道七旬运动搏击样样精通，让人充满了安全感。他喝着热可可，低头想自己的事情，想他要报的专业，想他上一次的模拟考试成绩，想他爸妈昨天还在说有空了带他和妹妹去旅游。他跟父母的关系其实不坏，他爸妈也并非真的不讲道理。他想着想着气就有点消了，开始后悔自己就这样跑出来。而在他纠结自己要不要回去的时候，他听见旁边的七旬冷不丁问他：你现在气消了没？要不要我送你回家？百西一愣，反应过来后脸皮有点烧，知道自己刚刚拙劣的谎早就被拆穿了。七旬一眼就看出他是跟家里闹了别扭，他有点羞恼，刚想嘴硬说不需要，身上却多了一件衣服。七旬把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给他披上了。穿着吧，你手都冻红了，再待下去会着凉。七旬淡淡说道。百西到嘴边的话一下子被打断了，傻乎乎的看着站起来七旬。路灯下，七旬的身形格外高大，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月色和路灯的光让他显得温和了许多。他竟觉得七旬的眼睛十分温柔。回家吧，天太晚了，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我送你。七旬说道。百西裹着七旬的外套，闻到了一股极浅的佛手柑的味道。他跟七旬对视了几秒，最后乖乖的站了起来。他后来才知道，他那时候长得矮，七旬记错他的年龄，拿他当15、16岁，才会对他如此尽心尽责。可是当时的他并不知道。他被七旬打车送回了家，一路上两人都没说什么话。等车到了他家门口，七旬并没有进去，站在花园外跟他告别。他有点局促，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只是把外套还给七旬。他老老实实跟七旬道谢，谢谢你送我回来。七旬抱着外套，像是没想到他会道谢，笑了一下，神色柔和了许多。七旬揉了下他的头，眼神里有点调侃，不谢。你下次就算想离家出走，起码要记得带手机。20岁的七旬比起日后的严肃克制，要多了一点年轻人的肆意张扬，笑起来的样子也很俊朗。百西被这个一闪即逝的笑容聊得怦然心动。即使七旬已经走了，他还是呆呆望着七旬的背影，觉得七旬帅得一塌糊涂。他就是在那一刻爱上了七旬，毫无道理，也毫无预兆。他后来拉着发小偷偷摸摸去了七旬的大学，混在一堆大学生里，看七旬率领辩论队比赛，被穿着西装的七旬帅得神志不清，同时暗下决心一定要跟七旬考上一个大学，然后光明正大站在七旬面前追求他。后来他确实如愿以偿，成为了七旬的学弟，却在刚进学校的第一天就经历了大喜大悲。好消息是，七旬确实喜欢男人；坏消息是，七旬已经有男朋友了。百西的回忆到这里紧急停止，他并不是很想去回忆七旬的初恋。当初就是因为七旬有了对象这件事，才让他追求七旬的雄心壮志胎死腹中。哪怕他后来好不容易跟七旬混熟了，七旬也在大四跟初恋分了手，他却已经失去了那股破釜沉舟也要告白的勇气。因为自从和前任分手后，七旬就变得更难以接近了。本来男神恢复单身是件造福人民的事情，然而七旬却像是彻底绝了恋爱的心思，一心扑在工作上，俨然是跟工作私定了终身。这些年敢于跟七旬告白的勇士也不少，环肥燕瘦，男女都有，美的各具特色，有些即使以百西身为情敌的眼光来看也很优秀了，却愣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功。百西也旁敲侧击问过七旬原因，七旬的回答很简单，只有3个字，没兴趣。这3个字浇灭了百西告白的勇气。他承认自己胆子小，宁愿守着一个朋友的身份，也没敢越雷池一步。这么多人都没能成功，他又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可是现在，距离他暗恋七旬已经6年过去了，跟七旬交往的机会却猝不及防的躺在了他面前。电视里的偶像剧已经播完了，开始放片尾曲，
天色已经暗下来。屋子里没有开灯，漆黑一片，只有花园里朦胧的灯光从落地窗里隐隐约约透进来。百西坐在地毯上一动不动，他摸了摸手腕上的手表，这是七旬去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是定制款，他拿到的时候特别高兴。他想起七旬说，反正我们以后也当不了朋友了，不如在一起试试。百西想，这话说的其实很对，横竖他俩也回不到从前了，不如赌一把，也许是老天爷都看不下他的墨迹。从中推了他一下，他拿起手机，一片黑暗里，只有手机屏幕的光格外显眼，照出他视死如归的表情。他给七旬发了消息，约七旬明天见面。10分钟后，那边就有了回复，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好。因为约了七旬见面，百西这天连上班都心不在焉的。他是 Muse 杂志时尚版的副主编，办公室里一堆的年轻女孩，跟他关系都很好，吃零食也不忘分他一点。百西一边吃着巧克力，一边等着下班。其实他时间挺自由的，但是主编还在办公室里坐着，他不好意思先走。磨磨蹭蹭，终于到了下班时间。百西婉拒了同事们聚餐的建议，拎着包就跑了。姑娘们倒没他着急，收拾着东西，看他迅速消失的背影，热热闹闹的闲聊。咱们白主编是不是约会去啊？好几次了，都看见他赶着下班。不是吧？我记得他单身。以前单身不代表现在还单着吗？帅哥总是抢手的。百西从大厦里走出来，刚下台阶，就看见七旬的车停在不远处，而七旬站在车旁边等他，一身灰色风衣，身材高挑，气质绝佳，来往的行人都要多看他几眼。见到他过来，七旬替他打开了副驾驶的门，两个人一路都没怎么说话，只有德彪西的音乐在车内流淌。今天晚饭是在他俩都很喜欢的私房菜馆吃的，百西想着接下来要说的话，心里有点紧张，一直有些心不在焉的。七旬倒是气定神闲，他灰色的风衣里头是件黑色毛衣，很衬他的气质，低调又优雅，哪怕是在低头剥虾，也显得英俊斯文。百西咬着筷子看了他一会儿，突然说：七旬，你前2天问我的话还算数吗？七旬头也没抬，你是问要不要跟我交往吗？算数的。说话间，七旬把自己面前的白瓷碟推给了百西，里头整整齐齐码着几只包好的虾，还放好了调料。他抬起头望着百西，示意他继续说。屋子里是恒温的，即使已经立冬了，室内也很温暖。百西觉得有些脸热，喝了一口冰凉的柠檬水，平复了下心情。我想跟你交往试试。说出这句话比他想象中要困难不少，百西差点咬着自己的舌头。但是话一开头，他心里反而轻松多了。他看着七旬的眼睛，脸颊因为羞赧有些粉。我不想勉强你，如果你后悔了，不想跟我在一起了，随时可以退出，不用觉得对不起我什么的。百西认真的看着七旬，明明两个人都还没有开始，他就把后路都给七旬安排的明明白白。这世上多的是恩爱情侣在分手的时候翻脸，闹得很不体面。他不希望他跟七旬也会走到这一步。七旬又露出了诧异的表情。其实百西在他的生活圈子里算个艺术，他的朋友大多跟他相似，目的明确，行事果决。但百西却完全相反，明明生了一张天生该被人簇拥的美人脸，家世也显赫，脾气却很好，做事情不争不抢，让人觉得舒服。他没有对百西的话提出异议。百西的头顶悬着一盏草编的灯，暖黄色的光将百西笼罩起来，堪称赏心悦目。那就这么说定了。他对百西笑了笑，像冰雪消融，眼角眉梢透出一股慵懒的勾人意味。你好，男朋友。他拿手里的玻璃杯跟百西的碰了碰，冰块在杯子里发出清脆的碰撞声。这简简单单的3个字
让百熙的脑海里炸起了烟花。他从来不知道这个称呼能有这么大的杀伤力。百熙几乎要握不住手里的杯子。放在3天之前，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居然真的会跟七旬在一起。他咬了咬嘴唇，也对着七旬笑了笑，脸颊红扑扑的。你好，男朋友。他重复了一遍七旬的话，却说得很小声，像一个怕被人发现的秘密。一直到出了私房菜馆，百熙都觉得自己像踩在云上，走路都轻飘飘的。刚才付完账，七旬就很自然的过来牵他的手，两个人像每一对普通的情侣一样十指相扣。七旬神色淡然，好像这个动作根本无足挂齿，但百熙却觉得自己可能需要拨打120，最不济也该吸个氧什么的。他当然知道牵手在情侣间不算什么，他跟七旬连酒后乱性都有过了，牵个手根本不值一提，但他却还是很没出息的，差点同手同脚。他喃喃说道：“我还是觉得有点猛。”七旬听见了，低头问他为什么，总觉得有点不真实。百熙回答的很老实：“我没想过会这么突然跟你在一起了，感觉像做梦。”他有点不好意思，却又很坦诚的看着七旬：“我太喜欢你了。”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大概是在七旬面前丢过脸了。现在百熙也不是很怕对七旬坦白自己的喜欢。他眼睛亮晶晶的看着七旬，很无辜的一双下垂眼，干净又柔软，明明20多岁了，但也许是因为被保护的很好，还是很天真澄澈的样子。七旬的心头突然被不轻不重的挠了一下。其实他决定跟百熙恋爱，确实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只是因为合适，因为跟百熙在一起很舒服，还远远谈不上爱。他本身也不是一个把爱情看得很重的人，但今天的月色这样好，百熙望着他的眼神又这样明亮，让他觉得自己做的这个决定其实不坏。他摸了下百熙柔软的头发，放低了声音：“你不用这么紧张，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不需要想太多。”百熙仰头看着他，有一瞬间，他觉得时间像是倒回了6年前的冬夜。在他家的花园门口，梅花开了花骨朵，暗香浮动。20岁的七旬也是这样看着他，对着他笑了一笑。他一瞬间鬼迷心窍，脱口而出：“那我想亲你。”他一说完，人就清醒了，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暗恋太久，果然容易变得不正常。他刚才还在因为牵手就小鹿乱撞呢，怎么现在就把心里话给吐露出来了？得寸进尺说的就是他吧？他疯狂想要找不啊，不是，你当我没说，我就是想想。但他的话还没说完，七旬已经低下了头。七旬吻了他。今天是10月23号，霜降，天气已经开始转冷，但七旬的嘴唇是温热的、柔软的。百熙睁着眼睛，连呼吸都凝滞了。他望着七旬纤长浓密的睫毛，只觉得全世界都安静了。今晚月色很美，七旬温柔又迷人，一切都刚刚好。在暗恋七旬的第6年，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初恋。因为这一个吻，百熙一晚上都没睡得好，翻来覆去的想起七旬就嘿嘿傻笑。他回忆着七旬扫在他脸上的睫毛，亲吻以后低头望他的样子，还有分别时候在地下车库，七旬抱了他一下。他的心里简直是小鹿乱撞，像是一夜之间又回到了纯情的少年时代。得亏了他今天住的是自己独居的公寓，笑得放肆了也没人发现。他觉得自己前2天的纠结简直是自讨没趣，跟七旬交往分明就是个天大的馅饼，傻子才往外推。第2天他顶着2黑眼圈起床，用了点遮瑕才盖住。但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即使睡眠不足，人也看着精神奕奕。成为七旬男朋友这件事，比百熙想象中还要美好1万倍。他一开始还没能适应身份的转换，总还维持着朋友的界限，不敢轻举妄动。但是连着几天，七旬都来接他下班，2个人像所有普通情侣一样约会牵手。七旬会亲他，也会拥抱他，睡前也会跟他说晚安。
百西一开始还动不动死机，后来却也慢慢脱敏了。午休的时候，他也抱着手机跟七旬聊天，说的都是些没营养的废话。要是按照往常，他是绝对不会去打扰七旬的，朋友间没资格腻腻歪歪。他很识趣，但现在七旬却耐心的回他消息，还应他的要求给他拍照。看桌上刚换的盆栽，百西的嘴角无法抑制的上翘，去茶水间倒咖啡的时候也忍不住微笑。旁边的同事早就怀疑他最近约会去了，如今看他这春风得意的模样，心里也猜到了8、9分，笑着打趣他：白主编，心情怎么这样好？谈恋爱了？百西也不介意被问，只是摸了摸自己的脸，这么明显吗？同事喝了口咖啡，揶揄他写在脸上了。百西也不反驳，靠在桌子边上，刚谈上，是我喜欢了很久的人。同事便露出了微妙的笑容，但他也没追问，懂得都懂。跟心上人当了情侣，是个人都忍不住沉醉。恭喜！他冲百西抬了抬杯子。倒完咖啡，博西重新回到办公室，他正在看一份稿子，手机却响了。来电者是他发小梁宋。百西看见屏幕上跳动的2个字，才后知后觉想起，他这几天沉浸在跟七旬的恋爱里，几乎把这个最铁的发小忘得一干二净。真是罪过。跟七旬这种大学才熟起来的朋友不一样，梁宋跟他是真正的竹马。从父母辈就是朋友，2个人穿着开裆裤的时候就认识，从小学一路同学到大学，友谊堪称金刚不破。即使是他高1就跟梁宋出柜的时候，友谊的小船也没打翻。梁宋在短暂的挣扎以后就接受了，还反过来开导他。也正因如此，梁宋是他身边唯一清楚他对七旬的感情的人，见证了他这6年来的一路暗恋。往常2人隔3差5就要聚一下，时不时一起组队打个游戏。最近他却8、9天没跟梁宋联系了。电话接起来，梁宋在那边问：喂，西西，你最近干嘛呢？好些天你都没声了，晚上要不要出来吃个烧烤？梁宋的声音略带沙哑，大概是刚起床，他是个画家，工作时间和日常作息都相当自由散漫。百西举着手机，一时不知道该不该说实话。他跟七旬恋爱这事情还没有告诉任何人，不管是身边的朋友还是他亲妹。他倒也不是刻意隐瞒搞地下情，就是这恋爱谈了也没几天，远远没到稳定期，贸贸然去公布了，回头他跟七旬万一掰了，反而徒增麻烦。但梁宋又不一样，除了是他漫长暗恋的见证者，还是他最亲密的基友，他俩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秘密。唯一一点小问题是梁宋不太待见七旬，确实有点事情，百西支支吾吾，这2天还挺忙。梁宋信了，以为是工作的事情。那你今天有空吗？出来吃饭？梁宋的声音喜滋滋的。我给你介绍个朋友，是我堂妹的同学，比你大2岁，特别帅，185，是个设计师，脾气挺好，人也稳重。百西一听就懂了。梁宋对于他吊死在七旬这棵树上相当不满，前2年还能勉强按捺住，这1年来眼看着他的情路还是毫无动静，像是要暗恋七旬到地老天荒。梁宋就急了，秉持着旧爱忘不掉，一定是新欢不够好的宗旨。梁宋开始热心给他输送帅哥，就指望他能看上一个，顺利移情别恋。百西有点头疼，别，宋哥，不用想着给我介绍人了，咱俩吃饭可以，别带外人。梁宋大为不满，你渐渐怎么了？又没非逼着你谈。百西，我跟你说，你就是恋爱经验太少，才会。眼看着梁宋又要老生常谈，百西一句话堵死了他接下来的话。真不用，我那什么，最近有对象了。百西说这话的时候还有点不自在，钢笔在手指间转了一圈，又啪嗒一声掉在桌面上。梁宋在那边安静了几秒，随即充满震惊的嗷了一嗓子：谁？卧槽，哪位勇士？
你认真的吗，博西？百西被刺激的耳膜都疼，情不自禁把手机挪开了一点。但梁宋显然很高兴，这人我认识吗？博西你够可以的，谈了对象怎么不带给我见见？快快快，约出来！百西有点好笑，他知道梁宋这是发自内心替他开心，但如果梁宋知道了他对象是谁，可能就笑不出来了。他也挺忙，我先不带给你见面了，今晚咱俩可以约一下。我也跟你说点事情。你别带那个设计师啊！梁宋一叠声说好，你早说你有对象了，我才不给你拉皮条。那就这样说定了，晚上7点，老地方，咱们大学旁的那家烧烤店见。梁宋说完就挂了电话。百西继续干活审稿子，他心里估摸着晚上他绝对会被梁宋严加审问。等到快下班的时候，他打了七旬的电话，告诉他今晚不见面了。他跟梁宋约了吃饭。七旬跟梁宋也认识，虽然关系平平，但是好歹都是一个圈子的，偶尔也会见面。如果说梁宋因为百西对七旬有点意见，那七旬对梁宋就只有2个字：不熟。但他知道百西跟梁宋关系很好。好，你玩得开心，等散场了要我去接你吗？不用，百西笑了笑，我不喝酒，可以开车。他纠结了2秒，又对七旬说，我可能会告诉梁宋我俩的关系，你介意吗？介意的话我就不说了。因为他知道七旬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告身边人自己恋爱了。像他俩这样从朋友变成恋人的圈子的重合度又高，恋爱的关系一旦传出去，用不了多久，周围人应该就全听说了。七旬那边还在办公，电话里传来敲键盘的声音，夹杂着七旬没什么起伏的声线。为什么要介意？他不是你朋友吗？他说的太理所当然，百西都愣了愣。我就是觉得你可能不想声张，知道的人多了也不方便。百西嘴上这样说，心里却有点高兴，但梁宋本来也不是多话的人。我又不是在谈地下情，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七旬声音很平静，甚至还反过来问，我对你来说很拿不出手吗？你都不敢让朋友知道。怎么会？百西失笑，你要是拿不出手，那就没人拿得出手了。你特别好。这最后4个字，百西说的真心实意，声音也有点甜蜜，软软乎乎，像在撒娇。七旬敲键盘的手顿了顿，他还挺吃百西这一套的。他现在才发现，百西以前在他面前有多收敛，明明是个挺爱撒娇也挺粘人的性子，却硬生生逼着自己成熟稳重，从不过分打扰，进退有度。2个人又聊了几句，百西才挂了电话，收拾收拾去跟梁宋见面。约饭的地点是百西跟梁宋大学常去的烧烤店，就在他们母校旁边的小吃街上。梁宋先到，他裹着一个薄款羽绒服，坐在窗边，戴着个鸭舌帽，挺清秀的一张脸，身材也清瘦，跟他火爆的性格完全形成反比。百西在他对面坐下，梁宋一见他来就眉开眼笑的，仿佛农民伯伯望着自己丰收的白菜，满眼慈爱。我已经点过单了，你看看要不要再加点？梁宋把菜单推给他。百西扫了一眼，觉得差不多了，就这些吧，不用添了。他解开了2颗衣服扣子，开了瓶冰可乐，室内空调很足。他有些热了。梁宋按捺不住，等百西喝了2口可乐，就迫不及待问道，你怎么说谈对象就谈了？谁啊？有照片没？叫什么？多大？身高多少？活像在查户口。百西没急着回答，喝了大半杯可乐，才慢悠悠放下杯子。他注视着梁宋的眼睛，诚恳道，哥们，我也不是故意瞒你的，就是怕你有点接受不了。我男朋友你其实认识。梁宋这时候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还乐呵呵的。哟，我认识，谁啊？不会是潘文宇吧？他说的是他俩另一个朋友，是他们所有认识的人里少数几个 gay 之一。
不至于吧？小潘同志虽然长得还行，但好像跟你撞型号了呀。梁宋还挺操心，忧虑的皱起眉，你为爱作揖啊？这都什么跟什么啊？百熙无语，他清了清嗓子，也不跟梁宋卖关子了，直截了当道：我是跟七旬恋爱了，真的，刚交往6天。梁宋呵呵一声，完全没当回事。爱不是，你逗我呢？是谁都不可能是七旬啊！我跟你说认真的，别胡闹。你到底谈没谈对象啊？伯希就知道他是这反应，他不得不又强调了一次，我没说谎，真是七旬，我俩在一起了。他坦诚的看着梁宋，10秒后，梁宋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他不可置信的看着百熙。等意识到百熙不是在开玩笑后，他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声卧槽！梁宋一拍桌子，吼道：你这还不如跟潘文宇恋爱呢！梁宋被这个爆炸性的消息震得七荤八素，10分钟后才冷静下来。作为百熙最亲近的发小，他当然是知道百熙跟七信那点破事的。高3那段时间，百熙天天在他耳边七旬长七旬短，他听得耳朵都快起来老茧，还要陪百熙偷摸去看七旬的比赛。百熙被七旬帅的在台下捧着脸发花痴，他就在旁边欣赏大学学姐们娇俏的身姿，倒也互不干扰。但他那时候并没把百熙的暗恋没当回事。少年情怀总是诗，来得快去得也快。他自己高中谈过的恋爱就好几段，最长不超过3个月。不仅好聚好散，还祝福对方尽早找到下一任。他压根就不觉得百熙对七旬的感情能有多长久。但他万万没想到，百熙是个一根筋到底的人，暗恋这种事情也跟马拉松一样有毅力，愣是6年都没移情别恋。这就导致他对七旬相当不满。他的不满充满了主观色彩，纯粹是觉得七旬瞎了。百熙这么漂亮乖巧的小贝哪儿找去，七旬怎么不开窍？但现在坐在吵闹的烧烤店里，百熙却告诉他自己跟七旬恋爱了。梁宋抱着胳膊审视着百熙那张写满了心虚的脸，啧了一声。他盯着百熙的眼睛，你先跟我解释解释，我才几天没跟你见面，你就跟七旬在一起了？你跟他表白了？百熙拿筷子戳了戳盘子里一块烤土豆，不是很敢直视梁宋的眼睛。倒也没表白，他咳了咳嗓子，在人声嘈杂的烧烤店里慢吞吞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梁宋讲了一遍，从他在七旬家醒来开始，到他前几天答应七旬交往结束。他越往后声音越小，因为梁宋的目光像要在他脸上烧出一个窟窿来，眉头也皱得死死的，恨不得能夹死一只苍蝇。反正事情就是这样，我俩决定交往，给彼此一个机会，说不定我们就那什么。百熙想了想，在脑海里刨出个词：喜结连理。梁宋听到这4个字，终于没忍住，狠狠翻了个白眼。还喜结连理，别鸡飞蛋打就不错了。他恨铁不成钢的看着百熙，仿佛在看一个迷途的羔羊。你让我怎么说你？你多大个人了？你还能喝多了跟人睡了？梁宋比百熙大半年，从小就拿自己当百熙当半个哥。他看百熙的眼神就像看见自家白菜给人拱了。你这还算是跟七旬？你要是跟别人睡了，你哭都来不及。百熙一脸无辜的看着他，可要不是七旬，我也不会跟人喝这么多酒啊。这话倒也没错，但梁宋还是觉得心气不顺，又狠狠剜了他一眼。恰好这时候店员来给他俩上菜，百熙乖觉的夹了个鸡翅给他。行了，你别忙着训我了，先吃东西。梁宋郁闷的咬了口鸡翅。听完来龙去脉，他倒是信了七旬跟百熙是真的在一起了。七旬虽然整天一副冰块脸，像是被人欠了8个亿，做事却言出必行。从道理上讲，发小终于泡到了心仪的男神，他作为朋友应该敲锣打鼓帮忙庆贺。但这两人在一起的方式怎么就听着这么不靠谱呢？他给自己倒了杯冰镇气泡水，一口气喝了半杯。
全当降火了。百熙看他看得有点好笑，在桌子底下轻轻踹他一下，你不是还怂恿我拿下七旬吗？我现在真拿下了，你怎么倒不乐意了？梁宋翻了个白眼，我让你用这种方式拿下了吗？如果他七旬是因为喜欢你才跟你在一起，我现在就把你八抬大轿送他床上去。但他现在只是他不想往百熙心里扎刀，没说出接下来的话，只能烦躁的挠了挠头。百熙倒是没什么，自然而然接了话茬，他只是出于责任，觉得我跟他很合适，并不是因为喜欢我。他对梁宋笑了笑，并没有什么难过的意思。你说的我都想过，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事情，七旬也许永远不会和我在一起。他又不欠我什么，交往这事情也是我愿意的。他淡定的说道。我已经想通了，是赌一把，还是直接认输？我选前者。梁宋也明白这个道理，暗恋的是百熙，又不是七旬。七旬本没有必要去照顾百熙的情绪，要是换了他自己，他也不能保证自己比七旬处理的更理智。但他又本能的偏心百熙，总觉得百熙哪都好。七旬凭什么睡了，百熙还不开窍？这两种感情在他心里来回拉扯，让他的面色一时十分扭曲。百熙看他的脸都能猜出他在想什么，忍不住笑了。他拿装着可乐的杯子去碰梁宋的酒杯，别纠结了，你不应该祝我脱单快乐吗？梁宋郁闷的看了看百熙，不情不愿碰了个杯。那他对你好吗？他一边往烤肉上撒辣椒粉，一边问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好啊，百熙提到这个话题就不自觉笑得更甜了，比我想的还要好很多。我以前还真不知道七旬谈恋爱是这个画风。梁宋咬着一只烤虾，狐疑的挑了挑眉，总怀疑是百熙滤镜开的太厚。不过他也没反驳，恋爱中的人都是白痴，他拒绝探讨。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看了看百熙，认真道：其实我也没真的讨厌七旬，我跟他也就是个路人甲乙的关系。我只是觉得你对他太喜欢了，单恋的时候你还能保持清醒，现在真谈上了，万一到时候结果不好，你得多难过呀。他到现在还记得大学里百熙为七旬干过多少蠢事，他也由衷的知道百熙到底有多喜欢七旬，喜欢到只是在学校的荣誉墙前看见七旬的名字都能自顾自笑起来。百熙一只手撑着下巴，歪着头看梁宋，他没有反驳梁宋的话。他知道梁宋说的有道理，但再多的道理又有什么用呢？千言万语都敌不过他对七旬的喜欢，不问前路，不求结果的那种喜欢。你说的很对，但我已经当了6年胆小鬼了，这次我不想当了。我跟七旬在一起才6天，但这6天比之前的6年都让我快乐，所以我不想去管以后，我就想要现在。百熙说到这里，本就漂亮的脸都变得更为生动，眉眼却跟朗月一样温柔明亮。梁宋看得都愣了一愣，他太了解百熙，所以他知道百熙脸上此刻流露出的情绪是真的。七旬真的让百熙很快乐。梁宋沉默了一会儿，没再说什么。毁人姻缘，天打雷劈。他拍了拍百熙的肩膀，那就行，你开心就好，反正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他冲百熙笑了笑，露出了左侧一颗小虎牙。祝你得偿所愿，拿下七旬。百熙也笑，那就借你吉言。两个人暂且放下了关于七旬的话题，一边吃饭一边天南海北的胡扯，一直聊到了快10点，才从烧烤店里走出来，慢悠悠往停车场散步。走到一半，百熙的手机震了一下，他拿出来一看，发现是七旬给他发的消息，没什么多余的内容，只是问他到家没有，下面附着2张音乐剧票的截图，是百熙之前说想看的那一场，时间是后天万圣节。百熙低头给七旬回语音，说他还没到家，在路上。梁宋在旁边听了一耳朵，忍不住问道：你俩要去约会吗？万圣节
百熙心不在焉的，眼睛粘在屏幕上。七旬特地休了一天假。梁宋挑眉，心里头有点不可思议。他之前不待见七旬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七旬那人一天到晚端着张扑克脸，好像多说几句话能要了他命，一看就是冷心冷肺的。真谈了恋爱也不会哄人。他暗搓搓觉得百熙就算要恋爱，也应该找个知冷知热、温柔贴心的。可他现在听着百熙跟七旬的聊天内容，听到七旬这种工作狂居然会为百熙空出假期，内心又有点微妙。他怎么觉得七旬对百熙还挺上心的？到了停车场，梁宋跟百熙各自找到了自己的车。百熙跟他挥挥手，那我回去了。梁宋点头，注意安全。他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最近我要忙画展，可能没什么空，等过阵子有时间了，再约你跟七旬吃个饭。百熙一愣，随即笑了笑，好。梁宋说完又觉得有点别扭，感觉自己像投敌了一样。火烧火燎打开车门，一溜烟开走了。万圣节当天，百熙对于今天的约会还是挺期待的。出门前，他特地在他那个颇大的衣帽间里选了许久，最终穿了一身剪裁利落的黑色长大衣、纯色围巾，半长的头发也特地打理过，有一种慵懒的凌乱感。他身上唯一一抹亮色是手腕上挂着的一个小南瓜手链，是他们杂志社送的万圣节礼物，百熙看着挺有意思，就戴上了。七旬在他家楼下等他，看着他从台阶上走下来。等百熙进了车，淡淡夸了一句，你今天很好看。百熙心里有点小得意，别的不提，他对自己的颜值倒还是蛮自信的。他觉得自己跟七旬外形很相配。他看了看七旬，也夸了一句，你也很帅。七旬嘴角翘了下，谢谢夸奖。他说这话的时候，侧头望了百熙一眼，外边天已经黑了，车内也不甚明亮。七旬的眼睛是桃花眼，平时不笑还只是好看，现在却如春水化开，情深意浓，看得人招架不住。起码百熙就不行，他被七旬这一眼看得像浑身过了电，脸都红了，眼神躲躲闪闪。七旬也没想到百熙这么容易脸红，挺稀奇的抬了抬眉。他盯着百熙看了会儿，突然伸出手，轻轻捏了一下百熙的耳坠。你耳朵好红，七旬轻声道，可我还什么都没做。他这后一句声线压得很低，在这安静闭塞的车内却清晰可闻。百熙脸红得更厉害了，他崩溃的想，什么叫还没做？你还想做什么？他捂着脸跟七旬求饶，你别看我了，哥，你开车好吧？七旬闷笑了一声，摇了摇头。百熙以前有事求他也会叫哥，从前听倒不觉得有什么，可是现在变成恋人，这声哥落入耳朵里，却有了点别样的意味。但他也没再逗薄熙，他觉得百熙已经快被热熟了。他开车离开了小区，载着百熙去约会。七旬订的音乐剧是比较早的一场，看完才不到9点，还来得及吃晚饭。但七旬对万圣节的盛况显然经验不足，中国人对这个节日没什么真情实感，却热衷于聚会与玩闹。他忘了提前让秘书预订餐厅，处处都爆满，相熟的几家私人餐馆又离得太远。两个人在街上转了一圈，才找到一家还有空位的小餐厅。店很隐蔽，灯光也不算明亮，空间很窄，门口悬着一串铃铛，一推门就能听见叮叮当当的声音。菜单上餐品也有限，主营汉堡。薄熙倒是无所谓，但他望着七旬西装革履的拿着个汉堡，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他没忍住，拿手机拍了张照片，偷偷笑起来。七旬侧头看他，怎么了？百熙收起手机，一本正经道，没什么。两个人坐的是靠窗的位置，时不时就有行人走过。不少年轻人都特地做了万圣节的节日打扮，穿成女巫或鬼怪的样子。
七旬盯着窗外看了一会儿，突然问百熙：“你记不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我们几个社团也搞了个万圣节舞会？”百熙当然记得，那时候七旬已经大4了，在学校的时候不多，难得回来一次就被社长给拉来参加舞会，以至于那天舞会上简直是争奇斗艳。博熙倒是没怎么打扮，穿着毛衣牛仔裤就去了。但是他那天运气奇烂，抽到了小丑牌，在舞会结束的时候被惩罚穿女装。他想起这事儿还觉得有些丢人，不过他觉得七旬应该不会记得，因为那一整晚七旬兴致都不高，大半时间都坐在沙发上。但他下一秒就听见七旬说：“我记得你那一年好像扮了女巫。”百熙差点把刚喝进嘴的柠檬水喷出去。他不可思议的看着七旬：“你怎么会记得？你不是在玩手机吗？”他那天只在舞会最后10分钟被拉去换了妆，出来的时候他还特地看向了七旬所在的角落，确认七旬没有看他，才又是低落又是松了一口气。七旬却不告诉他答案，你猜？百熙当然是猜不出来的，只能归结于七旬记忆力太好。吃完晚饭，七旬就送百熙回家了。走到半道的时候，天下起了雨，等到了百熙家楼下的时候，雨势已经变得很大了，雨刮器不断的来回摆动，雨声连绵不断，车窗上蒙了一层薄雾，把外界的一切都给虚化了。百熙坐在座位上没动，他心里还有点不想结束这个夜晚，但又找不到什么理由。他侧头去看七旬，嘴唇动了动，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七旬却像是看透了他心里在想什么。车内很安静，七旬解开安全带的声音都被放大了。他越过两人之间的隔档，捧住了百熙的脸，他的嘴唇贴上了薄熙的嘴唇，舌尖撬开薄熙的牙齿，勾住了百熙的舌头。这个吻不再是之前那样浅尝辄止，百熙的睫毛抖得不像话，片刻后却又认命的闭上。他不是第一次跟七旬接吻了，但每一次他都觉得神魂颠倒。他能听见雨滴啪嗒啪嗒敲在挡风玻璃上的声音。11月份，窗外已经十分寒冷，但是车内却很热，像某个与世隔绝的藏身之所。而他跟七旬是一对落单的患难爱侣。他的手勾住七旬的脖子，很笨拙，也很小心翼翼，像溺水的人抱着唯一一根浮木。不知道过了多久，七旬才慢慢的松开了他。百熙已经有点喘不过气了，脑袋还有点发懵，仰头望着七旬。他总觉得七旬的眼睛很有杀伤力，却不知道自己的眼睛也很美，尤其是现在这样眼睛湿润雾蒙蒙的望着人的时候，又脆弱又勾人。七旬的大拇指在百熙的眼尾摩挲了一下。我之所以记得你大学穿过女装，是因为你那天很漂亮。刚接过吻，七旬的声线有点低哑，后来还有隔壁系的人来跟我要你的联系方式。他在大学的那场派对上确实兴致不高，准确说，整个大4他都过得枯燥而忙碌。但是百熙穿着黑色长裙出来的时候，他还是短暂的惊讶了一秒。一般男生穿着裙子都会很搞笑，但是百熙没有。他穿了一件露背的黑色长裙，清瘦高挑，脖颈修长，皮肤在灯下白到发光，明明是男性的轮廓，五官却很清丽，有种雌雄莫辨的魅力。他那时候跟百熙只能算普通朋友，百熙在他印象里就是个安静内敛的男生，话不多，很乖巧。但他那天望着舞池中间的百熙，听到身边人发出的惊叹，突然意识到这个男孩也没有他印象里那么青涩。他那时候并没想到未来他跟百熙会有什么故事，这种经验更像在海报上望见了风华绝代的演员，是一种不含情欲的赞赏。可是现在4年过去了，当初那个男孩已经长成了漂亮的青年，就依偎在他的怀中，被他吻的眼神迷离，却还是用一种柔软依赖的眼神看着他。七旬说不清心头是什么感觉，像被猫爪子挠了一样，但他没有在做什么，
只是替百熙理了下耳边的碎发。他又亲了下百熙的额头，解开了车门的控制。你该回家了，他对百熙说道，像一个最体贴温存的绅士。百熙却迟迟不动，他的背靠在车门上，头挨着窗户，窗户是冷的，但他却头脑发热，冷静不下来。他甚至不敢看七旬，却又轻声对七旬提出了邀请。你要上来我家坐坐吗？他说。成年人都会懂这句话的意思，但百熙真的是第一次发出这样的邀请。他蜷缩在座位上，低着头，脸颊泛着酡红，像一颗成熟饱满的果实，亟待采撷。七旬本来真的准备当个绅士，但在这种冷雨萧瑟的夜晚，拒绝情人的邀请显然不够体贴。他凝视了百熙好几秒，才轻轻颔首。好。伯熙家在第17层，电梯上行的过程里，他一直盯着自己的脚尖。到了家门口，他也笨手笨脚的，差点输错密码。滴答一声，门开了。屋子里漆黑一片，百熙的手摸上门口的开关，玄关处的灯应声而开。暖黄色的灯光洒在走廊上，照亮了壁橱上的小蓬莱松。百熙没能再打开客厅的灯，因为七旬把他抱了起来，重新吻了他，两个人一边接吻一边跌跌撞撞的倒在了沙发上。客厅里很昏暗，百熙却能清晰的看清七旬脸上每一处细微的表情。他伸着胳膊捂住了脸，小声说，房间里有工具。他还是没好意思说出那几个字。七旬在吻他的耳朵，听到这话，低声笑话他，嘻嘻，你这算不算蓄谋已久？七旬很少这么叫他，像是戏谑，却又带着点溺爱的口气。百熙心头一颤，他很想反驳不是，但他想了想，自己的行为又实在不算清白，又只能默认了。七旬在沙发上吻了他一会儿，就把他抱进了房间。百熙倒在床上的时候还很紧张，虽然上次已经发生了关系，但那到底是醉酒，醒来后百熙几乎不记得了。而今天他跟七旬都很清醒，谁也找不到理由开脱。百熙把胳膊挡在脸上，眼睛却又忍不住从下面偷看。七旬垂着眼在解扣子，修长的手指一路向下，他明明没什么表情，像每一个下班后的寻常夜晚，但细看却又觉得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荷尔蒙。百熙脑子里一片江湖，只剩下一个念头，七旬好特么帅。但他很快就没心思想东想西了。七旬在床下是个绝对克制冷静的人，床上却截然相反。百熙一开始还能撑住，到后来却丢人的哭了出来。他觉得自己没昏过去，就已经算是表现很好了。结束后，百熙累得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洗澡也是七旬抱着他去的。大概人一旦突破肉体关系，就容易变得没羞没躁。百熙上一次还贞洁烈女一般拒绝了七旬帮他，这次却自暴自弃的想，反正也是七旬干的好事，他收尾也是应该的。他坐在浴室的小圆椅子上，由着七旬帮他吹头发。灯光下，七旬穿着黑色的浴袍，头发还没来得及吹干，有几颗水珠从发梢滚落，滴在漂亮的腹肌上，结实的胸膛上还有几道抓痕，跟他平时斯文冷峻的样子很不一样，有种散漫的性感。百熙没忍住，伸手戳了戳七旬的腹肌，结实有力，线条漂亮，是他再过100年也赶不上的。他有点羡慕，但他这人健身向来3天打鱼2天晒网，还能维持住不错的身材，全靠基因好。但他没摸2下，就被七旬抓住了作乱的手，再摸就出事了。七旬低头看他，很平静的问，你还有力气再来一次吗？百熙1秒认怂，收回了爪子。恰好他头发也干得差不多了，七旬又把他抱回了床上。现在时间已经快12点了，照理是该入睡了，但两个人却都没什么睡意。七旬是惯常睡得晚，而百熙明明身体上已经很疲惫了，精神上却还很亢奋。他跟七旬抱在一起，身上是同一种柑橘的沐浴露味道，充盈在被子里，
很清新，也很好闻。其实他也不算第一次跟七旬同床共枕，两个人认识6年，也曾经一起出去旅过游，机缘巧合下也一起纯洁的睡过鸡绝。但那时候就算睡在一张床上，他心里也清楚七旬离自己很远，而不像现在，即使什么话也没说，他却觉得这个人属于他。七旬一只手揽着百熙，一只手从床头柜拿起了一个相框看了看。他刚才就注意到这张照片了，但是没细看，现在一望，那照片上果真是他。七旬认出来，这是自己毕业典礼时候的照片。照片上他站在人群中，其他人都被虚化了，人潮海海，唯独他清俊挺拔，像有一道天光垂落，照在他身上。即使是七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张照片很美，很有意境。谁都看得出拍摄者的感情。他问百熙：“这是你拍的吗？”百熙从七旬拿起这个相框起，就觉得大事不妙。这个相框摆在他床头很久了，今天七旬留宿事发突然，他就忘记把相框给收起来了。从前就算七旬来他家做客也好，借宿也罢，都不会进他卧室，所以他就大意了。这简直是大型社死现场。但他还是闷闷的嗯了一声：“是我拍的。”七旬问：“为什么要放在床头？”百熙真诚的看着他：“我说辟邪，你信吗？”“不信。”“那你还问？”七旬其实也知道答案，无非就是出于喜欢。但他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放双人照？你跟我合照也不少吧？”百熙眼睛眨了眨，揪着七旬衣服上的带子，在手指上绕了2圈。双人照放在床边太像情侣了，有点自作多情。他说道：“还是单人照好一点。”七旬怔了怔，没想到是这个答案。他突然想起伯熙邀请过他出席自己的毕业典礼，但他没有参加。倒不是故意不去，是那天正好有工作，所以他没有去，只是让秘书送了礼物跟花。于情于理，他的应对都算得上礼貌体面。但他现在却想，如果他那天出现了，百熙应该会很开心。他忍不住摸了摸百熙的后颈，像在安抚一只温驯的猫。百熙却没察觉到七旬的情绪变化。说起毕业，他就想起自己大学的苦逼岁月。本来他还觉得七旬毕业了，他说不定能从暗恋七旬的魔咒里逃离出来，结果根本是妄想。但如今想起来，似乎也不是没有有趣的事情。他嘴角弯了弯，跟七旬说：“其实我大学暗恋你的时候，干过不少蠢事，大概因为丢人次数够多了，他反而不介意袒露自己的爱意。”七旬颇为好奇的看过来：“比如呢？”百熙想了想，那可太多了，真要说他可以说上3天3夜。比如我跟你明明不是一个专业，却硬要蹭去旁听你的选修课，听也听不懂，我就在后排画设计图，蹭了1个学期，连教授都认识我了。登山社也是因为你才去报名的，第一次爬山我恨不得把自己埋山脚下。还有大4我去旅游，听说当地的祈福绳结对姻缘很灵，送了人就有可能牵上红线，我买了想送你，又怕被看出来，最终给所有朋友都带了个礼盒，只有你的那份，我塞了个绳结进去。说到这里，他侧过头对七旬笑了一笑。刚才在床上他哭得厉害，现在眼睛跟鼻尖还是红红的，可他笑起来却像得了便宜的小狐狸，灵动又可爱。他对七旬说：“现在想想，这绳结还挺灵的。”虽然迟到了2年，但月老还是听取了他的愿望。七旬心头微微一动。其实他之前想问百熙，暗恋这么长时间又这么痛苦，为什么伯熙没有想过放弃？他自己并不是一个执拗感情的人，得不到就会选择另一条路。他谈过恋爱，也分过手，但这对他来说也只是人生中一段普通的经历，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所以他并不是很能理解百熙这种绵长的深情。但是现在跟百熙睡在一张床上，呼吸交错，他看着百熙的眼睛，他大概明白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百西并不是没有想过放弃，只是没能成功。他在被子底下抓住了博西的手，手指与百西的手指贴合在一起。睡吧，他对百西说。第二天，七旬一早就起来了，他公司里还有事。百西困得睡眼朦胧，半睁着眼睛在床上看着七旬穿西装。七旬在低头扣袖口，侧脸优越的宛如雕塑家的杰作。他倒不是非要盯着七旬，纯属半梦半醒，脑子里一片空白，无意识的在发呆。七旬倒是觉得百西这副呆呆的样子有点可爱，他穿好衣服，在百西脸侧上亲了一下。我走了，下班见。他走出卧室，很轻的关了门，但百西却被这一亲弄清醒了。他抬起手背碰了碰脸颊，过了一会儿，忍不住轻轻笑了起来。反正也睡不着了，百西就躺在床上玩手机。他们杂志刚出过刊，这几天比较闲散，他可以晚点再去公司。他先是刷了会儿视频，又登录 ins 看了看。他这人很不喜欢发动态，但却喜欢偷偷围观，是不折不扣的点赞党。刷着刷着，他就看见七旬发了一条最新的 ins， 没有文案，只有一张照片，拍的是一只放在深蓝色真丝被套上的手，根骨修长，手指纤细，手腕上挂着一根黑色手链，手链中是一个小南瓜吊坠。很简单的样式，却衬得皮肤白皙明净。那是百西的手，也不知道七旬什么时候拍的。百西当然不会连自己的手都认不出。他往下翻了翻，七旬很少发 ins， 但是却有不少人关注他，尤其是那些对七旬暗自欣许的人，逮着一切机会在七旬面前刷存在感。博西对此十分理解，毕竟他自己以前也老干这事。七旬朋友圈里塞着一堆合作伙伴、父母长辈，他几乎不用，反而偶尔会在 ins 上更新一点日常。但是七旬从前发的东西就跟他这人一样，一股子禁欲的味道。可他今天发的这张图，只要是长了眼睛都能看得出，这张图里快要冲破屏幕的暧昧气息。这显然不是七旬自己的手，背景还是床上，除了是一起过夜的人，再没有别的解释。这甚至不能用炮友来解释，毕竟七旬这种性格的人是绝对不会把炮友特地晒出来的。这张照片宣示主权的意味实在太过明显。七旬的 ins 底下顿时一通鬼哭狼嚎，不可置信的问七旬，不会是明曹有主了吧？这些乱七八糟的询问，七旬一概没回。而在最顶上是七旬跟他好兄弟钟雨潭的聊天。钟雨潭，卧槽，七旬，你老树开花了？什么情况？七旬，谈对象没见过吗？短短2行字，却像炸弹投入了深水中，一旦激起千层浪。连钟雨潭都跟着发了一串问号。七旬没再回复钟雨潭的追问，大概是工作去了。但他随便的一句回复，直接斩断了那些对他还怀有期望的各路桃花，只留下来一地破碎的芳心。百西默默给七旬点了个赞，然后又抱着被子在床上傻笑了10分钟。他一直知道七旬很好，他也知道七旬决定跟他交往就不会敷衍他，会坦坦荡荡回应他，但他没想到七旬能比他想的还要好。百西又在床上磨蹭了一会儿，眼看着时间快要9点了，终究还是起床洗漱了。刷牙的时候，他抬起自己的手腕看了看，想起刚才那张 ins 的照片，觉得七旬多少还是要了点脸的，只拍了个手背。因为他的手腕要是再侧翻一点，轻而易举就能看见手臂内侧的咬痕，脖子和锁骨也是一片红印，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昨天受了什么严刑拷问。百西刷牙的动作慢了下来，想到七旬昨天在床上的样子，脸色红了红，无声骂了句流氓。但是骂归骂，他今天一天上班心情都很好，黑色的高领衫严严实实挡住了一身春色。他坐在办公室里，望着外面天清云淡的天气，没忍住拍了一张自拍发在 ins 上。很普通的视角，
也是没有文案，只有一颗蓝色的爱心表情。他喜欢蓝色。10秒后，七寻给他点了赞。这天过后，七寻跟百熙就经常在对方家留宿了。食色性也，这话一点也没错。博熙从前觉得自己是个挺清心寡欲的人，虽然热衷于看小黄漫画，也对着七寻那张英俊的脸浮想联翩过，但他整体上是一个不算重欲的人。可他现在站在七寻家的浴室里洗脸，觉得自己可能大错特错。他从前清心寡欲，那纯粹是因为缺乏实战经验，纸上谈兵当然看不出什么。而这半个月来，他几乎快把人生里知道的所有 play 都尝试过一遍了。想到这里，他就忍不住扶额。七寻还在浴室外等他，而他面对镜子，面色沉重的摸了摸自己的腰，十分怀疑自己要不是仗着年轻，很可能就要肾虚了。他审视的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试图从自己脸上找到一丝虚浮的蛛丝马迹，认真思考自己是不是得节制点。他就算还年轻，也得讲究下可持续发展，可不是谁都跟七寻那个牲口似的。想到这儿，他又有点唏嘘，短短20来天，七寻已经在他这儿已经从男神变成流氓，又进化成了牲口。但他还没来得及思考完毕，七寻在外面敲了敲门，问他还没好吗？百熙回过神，开了门，一眼就望见七寻抱着手臂靠在门边看他，黑色的浴袍松松垮垮，垂着眼望他，性感的无话可说。啪的一声，百熙脑子里那个举着节制牌子的小人就给拍到了地底。他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挂在了七寻的身上。两个人一边接吻一边倒在了床上。做完之后，百熙进入闲者时间，躺在床上一动不想动。他在郑重反思自己怎么如此经不起美色诱惑。七寻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出去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手里端了2份蛋包饭，问百熙起来吃夜宵吗？百熙立马又从床上爬了起来，吃。但他吃着蛋包饭又有点奇怪。七寻不喜欢佣人一直留在房间里，平时也不怎么在家吃饭，所以阿姨们只是每周固定上门打扫，所以这肯定不会是阿姨做好的夜宵。他问七寻，你刚刚点外卖了吗？不是，我做的。七寻说道。百熙惊奇的抬了抬眉，他赌上他暗恋七寻6年的尊严，七寻这人的厨艺水平明明跟他差不多，煮个泡面下个馄饨就了不得了，什么时候还会做饭了？你会做饭？他狐疑的看着七寻，我怎么不知道？七寻面色平淡的，现学的。你不是喜欢吃蛋包饭吗？前2天阿姨过来，我就学了下，挺简单的。百熙咬住了叉子，他这样子是有点傻气的，嘴角还沾着罗勒碎，眼睛乌溜溜的看着七寻，像是想笑，又像在忍住。七寻帮他擦了擦嘴角的一个碎屑，奇怪的问他：你怎么了？百熙没说话，却飞快的凑过去，在七寻脸上亲了下。七寻的轻微洁癖又发作了，推他：你嘴上都是酱。百熙听了反而更乐了，他啪嗒啪嗒在七寻脸上又亲了几下，得意洋洋的把油呼了七寻一脸。七寻忍无可忍，把他拉到膝盖上打了下屁股，他才消停。吃完夜宵，两个人重新洗漱，躺在床上。百熙扫视着七寻的卧室，大半个月前这里还是只属于七寻一个人的空间，走的是性冷淡的灰色系装修，但是不知不觉这里逐渐有了他的气息。桌子上放着他买的小盆栽，衣柜里挂着他的几件衣服，浴室里也多了他的洗漱杯。他正在东想西想，突然听见七寻说：有个事情忘记告诉你了。他抬起头，我明天下午要出差，临时有事去洛海市，大概5、6天。七寻看他一眼，这几天不能跟你见面了。百熙迟钝的哦了一声，倒也没有怎样。七寻本来就经常要出差的，只是从前并不会需要跟他报备。他打了个哈欠，拍了下七寻的胸口，
知道了。戚总，工作加油。戚寻却捉住了他的手，低头审视他。百熙不明所以的眨着眼。戚寻微妙的问：你都没有点舍不得我吗？百熙一愣，随即笑起来。他认真的想了想，最终还是诚实的回答：也还好。他含蓄的跟戚寻解释，人也是需要劳逸结合的，距离也会产生美。我原先1个月见你2面，当然天天想见你，现在每天都能见到你。运动量也有点超标，偶尔也想休息休息。戚寻脸色更微妙了。你这就是得到了就不在乎了。戚寻不轻不重的捏了下百熙的脸。他当然没有生气，就是做做样子，但他一冷脸格外有威慑力，有种别样的酥感。百熙瞬间给迷得5迷3道的。他凑过去亲戚寻的下巴，少来，你明明知道我多喜欢你。他语气里带着点嗔怪，眼睛却在笑。戚寻就也笑了一下，在灯光朦胧下笑得很是好看，温柔又迷人。百熙心下一动，他几乎要脱口出去问戚寻：那你呢？你有多喜欢我？但话还没出口，他就清醒了，暗自咬了下舌尖，把这句话咽了回去。他不想破坏现在温情的气氛，现在这样就挺好。戚寻看着他的眼神完全就是个完美的情人，这就够了。戚寻是在晚上到达洛海市的，一落地他就给百熙发了消息，说自己到酒店了。但2个人没能聊上几句，时间已经挺晚了，戚寻明天一早还有会议。百熙不想打扰他休息，催他去睡觉，你快点去睡吧。戚寻桌上还放着明天的会议材料，点了点头。好，那你也早点睡，晚安。说完他就挂了视频。百熙看见的最后一个画面是戚寻一只手扯松了领带，他心里忍不住有点可惜，因为戚寻扯领带的样子还挺帅的，他倒是不介意多看几秒，但他也没多么在意。既然不用聊视频了，他就又从床上蹦下来，去给自己贴了个面膜，然后打开投影仪，边吃夜宵边看起了电影。戚寻离开的第一天，他过得还挺滋润的，并没什么离别的多愁善感。看完电影，他就又趴在床上玩游戏，越玩精神越亢奋，一直玩到早上4点多，睡了几个小时就爬起来上班。好在他底子好，脸撑得住，就算熬了夜也不影响颜值。一连几天，百熙跟戚寻都没什么时间聊天。戚寻那边工作很忙，往往都是聊不了几句就要挂掉，而百熙这边工作也排满了，开完会还要审稿子安排采访，吃饭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他对此倒也没什么抱怨，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除了爱情还有工作和生活，谁也不会像中学生一样几天没法见面就觉得天崩地裂，要说100句情话抵消距离。他在临下班的时候接到了他妈的电话，吴莫女士在电话中轻言细语埋怨他，说他个小没良心的好多天没回家，勒令他速速滚回家，说阿姨还给他煲了汤。这么多天没见你，我都快想不起我儿子是圆是扁了。百熙看一眼桌上日历，才想起自己确实快1个月没进家门了，罪过实属不孝，不怪吴莫女士不给他好脸。好好，我下班了就回去，正好之前给你订的旗袍也好了，我一块儿带给你。他们上期杂志有个对旗袍老裁缝的专访，手艺极好。吴莫女士刚刚50，身材气质维持的优雅雍容，又向来喜欢好看衣服，百熙就特地带她去定做了一身。他妈果然被带跑了思路，美滋滋道：已经改好了，上次几个小地方修好没？我吃饭前要试试。2个人又聊了2句，吴莫惯常称了儿子的工作2句，得到百熙承诺会在家里住个2天，才满意的收了电话。下班以后，百熙先绕去如意巷子里取了旗袍，才开着车回了家。11月，院子里头的木芙蓉已经谢了，三角梅倒还在。他进了家门，先是把旗袍给了他妈，然后就坐在沙发上
跟妹妹聊天。百若也是刚回来没多久，他今年已经正式进入家里公司工作了，锻炼个几年可能就要接手公司里，所以他比哥哥还要忙。两个人上次见面还是2个星期前，一起抽空吃了个午饭。百若端着一盅甜汤在喝，上上下下把自己哥打量了一遍，评价道：“你好像胖了一点。”百希闻言摸了摸自己的脸，真的吗？大概是在外面吃饭次数太多了。一直跟他说到这儿，紧急咳嗽了一声，下半句堵在舌尖，好险没有露出来，因为他最近都是跟七旬在外面约会。但这事儿他还没有告诉家里，所以他看了看百若那双冷清的眼，若无其事的接了撒了个小谎，跟梁宋聚餐多了点。百若听完却轻哼了一声：“是吗？我前2天才刚见梁哥呢。”百若不咸不淡瞥了他哥一眼。梁哥一个人在逛超市。百希心虚的别开了眼，不是很确定百若是不是意有所指。他妹妹从小聪明，做事情也沉稳持重，他在百若面前就像个透明人似的，什么都很难瞒过他。好在吴墨已经换好旗袍出来了，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吴墨在他俩面前转了个圈，让他们看看合不合适。百希跟百若立刻齐齐鼓掌。百若不遗余力的夸赞道：“挺好的，走出去别人肯定以为你是我姐。”吴墨冲女儿翻了个傲娇的小白眼：“你就知道哄我。”又转头对儿子道：“西西挑衣服的眼光倒是还不错。”他们3个人等了约半小时，百家最后一个人，百希跟百若的爹白子华才从外头回来。他一进门，先是跟吴墨抱了下，这才有空搭理自己的一双儿女。百希跟百若从小就吃够了狗粮，早已见怪不怪。一家4口坐下来吃饭，饭桌上有说有笑的，他们家向来不是那种古板的家庭。吴墨跟白子华什么都能跟孩子聊上2句，但是聊着聊着，话题不知道怎么就拐到刘家的小儿子婚事上去了。这刘家的小儿子从前也算个浪子，最近却收心了。据说这老婆还是他狗腿的追了大半年才追上的，现在好的蜜里调油，俨然是现实版浪子回头。吴墨跟白子华是过来人，对于这种故事虽然有点八卦，却也没太当回事，一时情浓是有的，但还要看以后。只是他说着说着，眼睛就看向自己一双儿女，说起来：“之前还有人想给你俩相亲，我倒也不急着催你俩结婚，就拒绝了。可是你俩怎么都跟出家了似的，谁也不恋爱啊？”吴墨就纳了闷了，他这一双儿女模样、学历、身家，样样都是出挑的，却偏偏2个都好像没长恋爱那根弦，这么多年谁也没带个对象回来。吴墨恨铁不成钢道：“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男朋友都换了3、4个了。”白子华也在旁边帮腔：“确实，我可是费了好大劲才追到你们妈妈的。”百希跟百若互看一眼，谁也不搭腔，老老实实埋头喝汤。尤其是伯希，他总不能说：“爸妈，我正谈着对象，你俩也认识。”就是戚家的七旬，他爸妈前阵子还跟你们吃过饭。好在吴墨也只是嘴上念几句，倒也不是真的在催他俩恋爱。很快又跳过了这个话题，只是他低着头舀了舀碗里的汤，像是自言自语：“算了，感情这是总要自己愿意的，我们也操不上心。但是父母嘛，不管你们带什么对象都会接受的，只要对你俩好。”百希听得心头一动，百希心里清楚，他爸妈对他的性取向应该早就有所怀疑了。大1的时候，他藏匿的 BL 像漫画就被家里不幸发现了。本来以为会是一场狂风暴雨，但是吴墨跟白子华的脸色几经变换，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只有吴墨不轻不重说了他一句：“多大人了，还看漫画？”对于漫画的内容却只字不提，就这么轻轻接过了。伯希想，如果他现在出柜，他爸妈大概率也是会点头的。但是他跟七旬恋爱还没几天，要是这时候出柜，总有点逼迫七旬的意思。他想了想，
觉得还是要等跟七旬稳定一点再说。吃完晚饭，百西跟百若陪着爸妈打了圈麻将，就去睡觉了。他输的最多，1个月的工资都搭进去了，以至于吴莫女士都心生怜爱，摸着他的狗头说：“儿子，都怪妈不好，把你生得太傻了。”可把百西给郁闷的。他睡前还想跟七旬聊一会儿，但又想起七旬今晚有酒会，又没有去打扰。他在床上翻了个身，明明是在看刚出的美剧，但信息却不在屏幕上。他不得不承认，他有一点想七旬了。他翻了翻手机相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的手机里多了许多他跟七旬的照片，有单人的，也有双人的，有些还是七旬给他拍的。有一张是他坐在飘窗上的照片，穿着七旬的白色衬衣，过于宽大了，松松垮垮的露出锁骨，下半身没穿衣服，修长的腿若隐若现，但因为刚起床，他还没醒过神，睡眼惺忪的拿着个苹果在啃。七旬坐在床上看他，顺手拍了一张，但拍完这张照片没多久，七旬就又把他抱回了床上。百西想到这里，脸红了红，心里又骂了一句老流氓，但是老流氓远在千里之外，他身边空空荡荡，想撒娇也没对象。百西又有点怅然。一觉睡醒，百西照旧去上班。已经过了最忙碌的那几天，百西今天要空闲一点，中间还悠哉悠哉吃了个蛋糕当早茶。当他把最后一角蛋糕塞进嘴里的时候，他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请进。门被推开了，他的小助理童家从门后露出一个脑袋，脸上挂着一种迷之姨母笑，像是八卦又像是揶揄。白主编，有送给你的东西啊，我给你拿进来啊。百西被他笑得瘆得慌，那你拿呗，是不是我前天网购的杯子？童家摇了摇头，噔噔噔跑出去。他再进来的时候，怀里捧着一大束快把他人都挡住的花。百西吃惊的望着那束花，非常漂亮的一束玫瑰，肉粉色的卡布奇诺配着红棕色的多头玫瑰，复古又优雅。这是给我的？百西问。童家把花放到桌子上，大力点头，笑嘻嘻道：当然了，不然还能是给我的吗？百西心里猜到了这花是谁送的，毕竟他现在也没别的对象，但他又觉得有些不可置信，总觉得七旬不像是会搞这种惊喜的人。可他很快找到了花束上的卡片，没有什么肉麻的情话，也没有寄语，只有一个简单的落款，写着七旬2字，干净又利落。旁边的小助理已经掏出手机咔咔拍照了。他是知道百西有男朋友的，却没有见过，心里好奇的不得了。他想，白主编这么好看，男朋友应该也很帅吧。果然，这年头好男人都喜欢男人去了。他问百西：白主编，这是你男朋友送的吧？好浪漫哦，我男票怎么就不开窍呢？他最后一句略带抱怨，嘟了嘟嘴。百西一笑，从玫瑰里抽出了几支，递给他，要不要？放在你办公桌上。小助理顿时又眉开眼笑，要的。这花挺好看，我下次也订一个。说完他就拿着花出去了。办公室里只剩下百西一个人，他看了这束阳光下格外漂亮的玫瑰一会儿，没忍住，还是打通了七旬的电话。对面很快接了起来，背景音有点嘈杂，像在室外。怎么了？七旬问，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百西听见七旬的声音，眼中不自觉带上了笑意。没什么事情，就是刚刚收到了你送我的玫瑰。你怎么会想到送我花？今天又不是什么节日，也不是他的生日。七旬那边正在实地考察，但他对秘书做了一个中指的手势，走到了旁边的角落。没什么原因，只是早上出门看见花店的玫瑰花很漂亮，觉得跟你很配，就想送你一束。他说的平平淡淡，也全都是实话。他住的酒店旁边就开着家花店，他路过的时候
恰好看见了开得正好的玫瑰，他突然就想起了百西，觉得百西与这玫瑰相配相配。百西握着手机，好半天没说话。七旬说的寻常又温柔，好像只是桩无关紧要的小事，这也确实不是个大事，但他心口何止是小鹿乱撞，简直是大鹿哐哐撞墙。他甚至怀疑七旬是不是在哪个培训班进修过，不然怎么能这么撩人于无形。我也想起你了。百西结结巴巴的回应道，不是说想你，而是说想起你。七旬笑了笑，我知道，但他没能再跟百西多聊几句。电话那头，七旬的秘书轻声提醒该去下一个行程了。百西只能把话又憋回肚子里，贴心的对七旬说，你先去忙吧，晚上再聊。他想了想，又补了一句，玫瑰花很漂亮，我很喜欢。那就好。七旬低声道。等电话真的挂了，百西坐在位置上发了会儿呆，觉得心口饱胀着一股气，又酸又甜的，总想说些什么。他沉思3秒，马不停蹄的拨打了梁宋的电话。所谓发小，不只适合当垃圾桶，还适合被强塞狗粮。梁宋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本来好端端的拼着乐高。百西一通电话打来，他被迫听完了百西的800字恋爱感想，连玫瑰花都拍了8个角度，全方位无死角，一定要他看清这爱情的见证。梁宋在电话那边狠狠的翻了个白眼，没救了，真的。恋爱脑的发小怎么处理合适？还是拖出去埋了吧。百西还在感慨，我怀疑七旬是不是连当男朋友都有 K 派，不然怎么能这么完美，又酥又撩的？这难道就优等生的尊严吗？暗恋的人明明是他，为什么真谈起对象，撩人的那个却是七旬？输了。他跟梁宋说，我现在特别想见他。梁宋无语摇头，你真的没救了。百西照单全收，他要是有救，还会在七旬这棵树上吊上6年吗？但在他开口前，梁宋及时拒绝了他进一步的秀恩爱。求你了，放过我，我已经对七旬的生日、身高、星座、喜欢颜色倒背如流了，真的不想再知道他床上喜欢用什么姿势。伯希抗议，我才没讲。是吗？但我觉得我再不制止你，你就快把七旬的大小报给我了。说到这里，梁宋又微妙的停了下，问道，他大吗？不会中看不中用吧？伯希，话题是怎么突然就从小清新1秒变成午夜场的？你脑子里都装的什么东西？百西嫌弃道，黄色废料倒一倒，超标了。谁要跟你说这个？那到底怎样？不说我就默认了。梁宋不依不饶，伯希挺中用的。梁宋在电话那头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串爆笑。因为那束玫瑰花，百西回家的时候心情还是很好。晚上在客厅看电视，也无意识轻哼着歌，哼的还是小情歌。百若在旁边吃薯片，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他早就发现百西不对劲了。上次跟百西见面吃午饭的时候，他就发现百西脖子上像是有个吻痕，但他心里纵有惊涛骇浪，面上却平静无波，觉得万一是自己看错了。可是过了2天，他有事路过伯希那个公寓，正想去找他哥喝杯咖啡，但他才走到花坛旁边，却看见七旬跟百西一起出现在了公寓楼下。2个人牵着手，明明没做什么过于亲密的动作，但2人对视的氛围却莫名有种暧昧，他立刻察觉出了点不对。再看百西回家这2天，动不动就捧着手机傻笑，还会背着家里人去发语音，这要是没有情况，他名字就倒过来写。他放下杂志，盯着百西看了许久，百西终于感受到了他的视线，抬起头来。百西一看见百若这种神情就出得慌，分分钟想起小时候被百若翻出他没及格的物理卷子。他也不知道在心虚什么，摸了摸自己的脸，怎么了？
百西摸了摸脸，我脸上有东西吗？百若本来是打算盘问下百西的，问他是不是跟七旬在恋爱，但他看了看他哥那张温润如玉的脸，最终又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他也不想问了，百西真的想说的时候自己会说，但他又有点糟心。百西虽然是哥哥，但是也就早出生了3分钟，他们俩从小就不太像。百西天生脾气好，性子软，而他性格强势，总觉得自己要承担起照顾兄长的责任，所以他痛心疾首的望着百西，像看见一颗水灵灵的白菜自己长脚跑了。百西一脸莫名，没什么，就是觉得你耳钉挺好看的，他随口敷衍了下。下次我也买一个。百西信以为真，他摸了摸耳朵，是吗？这是你七旬哥送我的。他说着说着，止不住又露出一个甜笑，是他朋友设计的，你要是喜欢，我帮你预约下。咔嚓，百若又咬碎了一片薯片，渣子掉了他满身。这还用问吗？这要没谈他名字倒过来写，他就是嘴欠，提什么不好？提耳钉。百若深呼吸了一口气，低下头，波澜不惊的拍了拍衣服。不用了，我突然想起我耳钉也够多了。百西在客厅里待到了9点多，跟百若看完了一部挺有名的老电影。电影最后，40年没见面的男女主隔着街道对望，屏幕像水墨画一样晕开，将街道上的人都化作了虚影，只剩下男女主是清晰的，一个站在街道这边，一个站在街道那边，又变回了他们年轻时候第一次见面的样子，就这样静静对望着。百西看的眼睛有点红，他一向喜欢看爱情文艺片，但是自己又容易共情，经常看得长吁短叹。他还想跟他妹妹聊2句观后感，结果扭头一看，百若面无表情的又拆了一袋饼干，满脸都写着铁石心肠。见他还看过来，还把饼干递给他，吃吗？百西，不用了。他婉拒了妹妹的好意。百若点点头，一脸理解，我懂，你们时尚圈的要保持身材。百西第1万次确定，他这辈子都没法跟百若在某些事上达成共鸣。电视上已经放完了片尾曲，百西看了眼时间，站了起来。我先上去了。薄若拿过遥控器看综艺，看也没看他，拜拜。百西回房间洗了个澡，他趴在床上，有点想跟七旬视频，却又不知道七旬忙完了没有。正在纠结的时候，七旬那边倒是发来了消息，问他你在干嘛？百西飞速回道不干嘛，在房间。2秒后，七旬的视频电话就打了过来，百西1秒就接起来。七旬大概没想到百西接起来这么快，他也是刚洗完澡，上半身还没穿衣服，只穿了条柔软的睡裤，头发湿漉漉的，水滴落在胸肌上，又一路往下滑去。他半垂下眼望着屏幕对面的百西，一双桃花眼在昏暗的灯光下反而更动人心魄，他性感的像一尊艺术品。百西极没出息的咽了下口水，他自己满脑子小火车，却还要倒打一耙，率先指责七旬，你怎么都不好好穿衣服，太不守难得了，在外面都不知道守身如玉。七旬在床边坐下来，把手机放在支架上，正对着自己。床头的灯光清晰的照出他俊美的脸，肩背结实宽阔，像是刻意要展示给百西看。我不守难得。七旬还是第一次收到这种评价，挺稀奇的。他冲百西抬了下眉，我如果真的不准备守身，你现在就见不到我了。百西没明白什么意思啊。七旬说，合作方刚才还热烈邀请我出去喝2杯，并且暗示我作陪的都是漂亮的男孩。七旬有些轻蔑的笑了一下，他倒是精明，知道我对女人不感兴趣。百西一听就炸毛了，这都什么人呐，谈生意还是拉皮条？他皱起眉头，难得这么粗鲁的吐槽。明知道七旬没有去，
他却还是跟 X 光一样上上下下把七旬巡视了一遍，像是生怕七旬给人占了便宜。他有点别扭的问七旬：“那你怎么回他的？他下次要是还邀请你呢？”他有点不高兴，但不是对七旬。七旬喝了口水，他靠坐在床头，往身上披了一件薄薄的灰色睡衣。他忙了一天，到现在也有点疲惫，声音里带着一点沙哑和慵懒，却反而更加撩人。他望着百熙，眉眼慵懒，眼神却清冽。我跟他说，我已经有一个漂亮的男孩了，要是惹他生气，也许回去我就进不了门了。百熙瞬间就哑火了，刚才的气势汹汹一下全没了。空气安静了几分钟，百熙抱着被子，屋子里开着地暖，热得像春天。我哪有这么凶？他小声嘀咕，脸却红扑扑的，也不知道是热的还是被撩的。他心里很满意七旬这个回答，他甚至是有些痴迷的望着屏幕里的七旬。之前暗恋七旬的时候，他还曾经想过，会不会他是因为得不到七旬才会如此迷恋？万一他跟七旬真交往了，没准滤镜就碎了，能够客观冷静的看待七旬了。可是现在他跟七旬也交往了一阵子了，他却好像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要更爱七旬。七旬当然也是有毛病的，有轻微的强迫症和洁癖，有起床气，性格固执，很难被说服。但这些细微的小毛病在七旬的优点面前似乎全都无足轻重，像太阳出来前的星星，很快就隐匿不见了。而七旬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看了他一会儿，突然咳嗽了一声，把被子拉过来盖住了自己。他问百熙：“你刚才在干什么？”百熙还有点心不在焉，在跟若若看电影，但我俩永远聊不到一块儿。为什么？百熙看他一眼，他跟你一样，觉得所有感情纠葛都很蠢。你们俩应该很有共同话题。七旬笑了笑，他确实这样，但他可没少陪百熙看那些无聊影视剧。他问百熙：“你这几天都住在爸妈家吗？不回公寓了？”百熙点头：“应该过2天回去。”他跟七旬抱怨：“我妈也是，我好一阵子没回来。”他就变着法子让阿姨做好吃的，这才几天我腹肌都要没了。他坐直了身子，撩开睡衣给七旬看，薄细的肚皮一片平坦，白皙紧实，倒是看不出有发胖的迹象。但纵使七旬拿着放大镜看，也很难看出什么腹肌，百熙就没成功练出来过。所以七旬识趣的没有说话，但他的眼神又不自觉沉了沉。百熙腰很细，皮肤也白，臀部却有肉，愈发显得不盈一握。被抱在怀里的时候尤其明显，有时候在床上他都怕自己太过用力，会不小心把百熙的腰给捏碎了。刚才百熙脸红红的看着他，就让他有点心猿意马，不得不拉过被子掩饰。现在百熙还自己撩开衣服，他又不是柳下惠。七旬面色古怪的看着百熙，他真的很难怀疑百熙不是故意的。百熙本来还抓着衣服，片刻后却从七旬的沉默与神色里微妙的意识到了什么。他默默把睡衣放了下来，气氛变得暧昧又粘滞，连呼吸都带着热气。百熙咳嗽了一声，眼睛也不敢直视七旬，小声说：“你要不那什么，去浴室自己解决一下。那什么，酒店提不提供飞机杯？”他说的有点语无伦次。七旬却没说话，他又不是什么苦修的僧人，她的男朋友跟她隔着一个屏幕，虽然碰不到，他也不打算过于委屈自己。他的视线从百熙的胸口一路向下，声音也变得更低，带着命令的口吻：“百熙，把衣服脱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神色里有种微妙的冰冷。他在床下是事事都会询问百熙的贴心男友，在床上却是个说一不二的暴徒。明明披着柔软的睡袍，很居家也很日常，眼神里却充满了掌控欲。百熙心头一颤，他嘴上不说，心里却对七旬这种反差喜欢的不行。他觉得七旬一直是个矛盾体，又冰冷又有责任感。
又贴心又不容反抗。但就是这种矛盾反而很迷人。他没有反抗七旬，乖乖的脱了睡袍。他有一张很无辜的脸，但是对于性爱却十分坦诚。他隔着屏幕对七旬笑了笑，眼睛湿润，嘴唇润红，像个纯真的妖精。七旬刚刚拒绝合作方邀请的时候，并没有多想，除了因为他有了百希，也是出于自己一贯的原则。但是此时此刻，他却在想，还有哪个男孩能漂亮的过现在的薄希？结束以后，百希躺在床上，眼角眉梢都残留着欢愉，懒洋洋不愿意动弹，但他也不想去睡觉，像个考拉一样趴在枕头上，明明打着哈欠，还要跟七旬说话。他问七旬：“你是不是后天才能回来？”七旬嗯了一声：“应该是。”薄希有点失望。七旬出发前，他信誓旦旦说自己完全不是粘人精，对于男朋友出差这件事根本不在意。但是他现在撅着嘴看着七旬，理直气壮的想，他就是想当粘人精，就是要挂在七旬身上。都怪七旬总撩他，又送他玫瑰，还要隔着屏幕勾引他。他忍不住低声跟七旬撒娇：“我好想见你哦。”这句话的尾音黏黏糊糊的，带着情是过后的绵软。七旬静静看着他，他从来不是色令智昏的人，做事情也绝对专注。但百希的样子看上去像个没得到糖果的小孩，而且他知道，百希并没有真的在跟他要求什么，只是忍不住思念，这反而让他心里一软。他对百希说：“你还有年假吗？我明天可以让人去接你。等我忙完手上的事情，还能陪你在这里玩2天。”百希眼睛里立刻燃起了小火苗，他在枕头上撑直了身体，歪着头看七旬，心里又想去又有点纠结。我有年假，但是我过去不会影响你吗？七旬摇了摇头。不会，说不定我效率还高一点。他对百希说，因为要赶紧结束工作才能陪你。百希笑起来，那我要去。薄希光速跟公司请好了假，虽然就去3-4天，但他还是收拾出了一只小行李箱，复古的红棕色皮箱，里头不仅放了好几套搭配好的衣服，还有配饰和手表，充分体现了他臭美的本质。百若在旁边看得神色微妙，百希刚才倒也没隐瞒，饭桌上坦坦荡荡说他要找七旬去玩2天。他俩朋友做了好几年，吴墨跟白子华也都认识七旬，印象好得很，谁也没起疑，还让他多玩2天。只有百若心想，他哥这哪是去旅游，分明是羊入虎口。羊自己还挺乐意。现在再看百希忙前忙后，小蜜蜂一样跑来跑去。他冷笑一声，在这一刻与梁宋达到了深切的灵魂共振。百希忙活半天，终于想起旁边还坐着自己妹妹。他问百若：“我这次去洛海市，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啊？特产什么的，我给你带回来。”百若摇头：“现在有什么不能网购啊？用不着。”百希无语：“你真的好没情调。”百若道：“咱家有你一个多愁善感的就够了。”他看了看时间，差不多该去上班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那只满满当当的小皮箱就竖在沙发边。他看了看他哥一早上都翘起的嘴角，叹了口气，也笑了一笑，对百希说：“玩得开心啊，哥。”然后他就拿着车钥匙走了。七旬的司机是在午饭后来接百希的。司机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跟在七旬身边好几年了。百希也认识，上车就叫了一声李叔。李叔冲他笑了笑：“百少爷。”两个人寒暄了几句，车内就慢慢安静了下来。百希打开手机导航，看了看地图，这一趟高速要3个多小时，不算长也不算短。车子开到半道上的时候，天上飘起了些雪，还很小，只是一点雪粒子刮在车玻璃上。车里暖气开得很足，百希打了个哈欠，有点困。他看着窗外想，这应该算今年的初雪吧。
看韩剧的时候，初雪似乎总要发生点什么浪漫的事情。什么男女主的初吻，年少的相遇了，还有求婚了，不然好像都对不起老天飘这一场雪。他想，那他千里奔赴来找七旬，应该也算浪漫吧。他想到这里，又无声的笑了笑，也说不上原因，就是挺高兴的。其实去年的时候，下雪天他也跟七旬在一起，他去七旬公司找他吃饭，但是七旬还在加班，他就坐在旁边先等着。等候的过程里，外头就下雪了。七旬还在专心的盯着电脑，眉头微蹙，根本分不出心神注意周围。他站在窗边，很慢很慢的在落地窗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爱心。那一天什么也没发生，七旬的工作持续到了10点多，两个人最后也没出去吃饭，而是喊的外卖。可他竟也觉得很不错。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好像无论做什么，只要是跟他待在一起，就都是好的。想着想着，百熙眼皮越来越沉，慢慢睡着了。车里放着舒缓的音乐，外头雪落无声，也不知道过来多久，车子才缓慢的停了下来。百熙迷迷瞪瞪的睁开眼，人还不太清醒。他含糊的问司机：“到了吗？还是进收费站？”司机没回答他，因为他旁边的车门被人打开了。冬天的风夹着冰雪的气息飘了进来，让百熙瞬间一激灵，人也清醒了不少。他抬起头，还没到傍晚，天还很亮。七旬撑着伞站在车边，低头望着他。雪簌簌的落下，七旬穿着黑色的长大衣，身后是风雪，伞下的脸清俊苍白，比所有电视剧的男主都要好看。百熙有一瞬间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现实，傻乎乎的看着七旬。七旬伸手碰了碰他的脸，问他还不下来吗？百熙这才如梦初醒。他从车里钻出来，门童已经从后备箱把行李箱提走了。司机也很有眼力见，得到七旬的首肯，就把车开走了。酒店门口就剩下百熙跟七旬。百熙刚想和七旬说话，就被冷风吹得打了个哆嗦。他为了见七旬精心打扮过，只穿了个松垮的拼色毛衣和牛仔裤。好看是好看，但一点也不抗冻。七旬也知道他这个人要风度不要温度，虽然就短短几步路，他还是把自己的大衣给百熙披上了，拉着人进了酒店。酒店内自然比外面温暖多了。在等电梯的时候，七旬也没松开百熙的手，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七旬问百熙晚上要吃什么。都行，百熙说道，还不是很饿，下雪就不出去了吧？在酒店餐厅或者喊外卖也行。好，这家厨师的手艺还不错。他们说话的时候，旁边走过来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士，40上下的年纪，长卷发，很知性干练，也来等电梯。她一见七旬就打了个招呼，七总。七旬也对他点点头，肖经理。百熙不认识这人，却也猜到应该是七旬合作方的员工。肖经理却注意到七旬怀里的百熙，他礼貌的问道：“七总，请问这位是？”七旬低头看一眼百熙，百熙也在抬头看他，眼睛圆溜溜的。四目相对，七旬突然笑了一下：“这是我男朋友。”他介绍道。肖经理微微有些惊讶，他倒是听过这位七总性取向方面的八卦，却没想到会见到七总的男友，还这样坦荡的介绍出来。但他很快就掩饰了，恭维道：“您二位很般配。”般配这个词取悦了百熙，他刚才还有点不好意思，现在却从七旬怀里仰起脸，冲着肖经理笑了一下：“谢谢。”他长得本来就显小，又套着七旬的大衣，像个偷穿大人衣服的少年，一笑还露出个小酒窝。肖经理猝不及防被可爱到了，一直到他出了电梯，心里还在暗自嘀咕：七总这男朋友到底多大？总不会还在上学吧？那七总可够禽兽的。七旬并不知道自己的形象因为百熙已经岌岌可危，
虽然他知道了也不会太在乎。他带着百熙进了房间，挺大的一个套房，他住了6天，里头还是冷冰冰的，并没有添上多少私人物品。门刚一关上，百熙就扑进了他怀里。七旬的力气当然是比百熙大得多，却还是顺着百熙倒在了门上。黑色大衣掉在了地毯上，但是谁也没顾得上。百熙仰头看着七旬，眼睛亮晶晶的，说：“我好想你。”刚在外面没好意思说。大厅里有工作人员，刚才电梯里又有个肖经理，硬是把他憋了一路。七旬摸了摸他的头，低声道：“我知道。”他当然知道百熙会想他。两个人互相看了一会儿，百熙轻轻踮起脚，把嘴唇贴上了七旬的嘴唇。情人相见，什么也没做，先接了一个长长的吻。晚餐就是直接在酒店吃的，伯熙还挺喜欢这家酒店的铁板烧。吃完饭，百熙就把自己的行李全都拿了出来，那只小皮箱看着不大，却挺能装。七旬在酒店里住了这么几天，都没什么私人物品，他一来就到处都留下了他的痕迹。七旬在旁边看着他，觉得他像个搬家过冬的小松鼠。伯熙出差都不会忘记护肤，这次也带了一堆护肤的瓶瓶罐罐。洗完澡就给自己敷了个海藻面膜，他自己敷就算了，还要往七旬脸上涂。七旬躲都躲不了，最后只能靠在床头，被百熙摁在那里涂了一脸。他并不是那种不修边幅的男人，相反，他很考究，注重穿搭，也会有基础的护理，但是再多就超出他的耐心了。七旬看着百熙：“你要是我堂弟们，现在离被揍就不远了。”他以前可没少拿堂弟们练手，他这人长得斯文，却并不主张素质教育，弟弟不听话，揍一顿就行。百熙挑眉，他刚想说点什么，就听见七旬又慢吞吞补完了下一句：“但你是男朋友，舍不得下手，咬一下算了。”七旬把百熙揪过来，对着他没被面膜覆盖的嘴唇轻咬了一下，他的睫毛也轻轻扫到百熙的睫毛。百熙顶着一脸面膜泥，也看不清表情，但他心里却在疯狂尖叫：七旬这是什么神仙男友？这么会聊，到底给不给人活路了？面膜需要敷15分钟，时间到了。百熙又拉着七旬一起去洗脸。七旬生无可恋的看着镜子里2张一样绿油油的脸，他现在陪百熙干的这些傻事，随便拿一桩出去，都够他那几个损友笑半年。但更可怕的是，听着百熙叭叭叭的跟他讲护肤功效，他居然也觉得还挺可爱。他跟百熙以前就是这样，两个人明明工作兴趣都不一致，性格也相去甚远，但是待在一起也不会觉得无聊。他临时要去忙工作，百熙就在一旁自己看 iPad， 谁也不会尴尬。七旬擦了擦脸，心想其实他跟百熙真的挺适合在一起，也许没什么波澜壮阔，但已经超过了大部分貌合神离的夫妻。起码今天下午他在酒店门前等着百熙，打开车门看见百熙的那一刻，他是发自内心感觉到了高兴。他低头看了看百熙，眼睛里是连自己也没察觉的温柔。百熙倒是感觉到了，可他误会了七旬眼神的意思，以为七旬是嫌他动作慢，他飞速把东西扔进了化妆袋里，然后就跟个考拉一样往七旬怀里一扑。我好了。他脸红红的蹭了蹭七旬的肩膀。好几天没见的情侣，洗好澡，护完肤，万事俱备，接下来谁都知道该干什么了。七旬轻笑一声，拦腰抱起百熙，抱着他出了浴室，又把他抱到了床上。在七旬解开浴袍的时候，百熙十分虚假的拿手挡了挡脸，眼睛却又在偷瞄，没2秒，他就忍不住上手摸了摸七旬的腹肌。几天不见，他怎么觉得七旬又更帅了呢？摸着良心说，他认识的帅哥真是不少，他妹的朋友家就是开影视公司，之前开派对他认识了不少娱乐圈男星，
帅得各有千秋，有一个还是影帝，笑起来深情款款，他妹甚至想给他拉过红线。但他见到这些帅哥们，花痴归花痴，也会跟着感叹好帅啊。但是只要扭头一见七旬，什么帅哥都要被他抛到8千里之外。他也很绝望啊，但是七旬在他心里就是天下第一帅，他有什么办法？七旬摸了摸他的脸，问他在想什么。伯希诚实的回答，觉得你好帅。七旬先是被取悦到了，过了一会儿又神色微妙，你喜欢我，不会就只是因为我长得帅吧？百希到现在也没告诉过他暗恋的原因。如果只是单纯因为脸，七旬想了想，他倒也不至于不高兴，但怎么想都有点怪怪的。尤其刚才百希还积极主动要帮他保养。百希愣了愣，随即扑哧笑了起来。脸确实是很重要的原因。他望着七旬的眼神十分缱绻。但就算有天你头发都白了，我还是会爱你。因为这句话，百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盒子里的安全套少了3个，而他自己累得一根手指头也动不了，眼泪都出来了，鼻尖红红的，趴在枕头上小声骂七旬不要脸。可惜他嗓子有点哑，这声音又小，实在没什么威慑力。被骂的混账连一点反思的意思都没有。七旬抱着百希又去洗了次澡，然后就把百希搂在怀里。2个人靠在床上，面前放着个 iPad， 上头都是旅游攻略。洛海市除了经济发达，也算是个旅游城市，除了市内好几个景区，周边也有一个古镇。七旬问百希，我后天就结束工作了，你想去哪儿玩？我让严助理去安排。百希捧着那个 iPad， 其实他对去哪儿玩也不是很在意，他这人也不是很爱动弹，这次那么积极跑过来，完全是因为七旬。他刷了刷图片，市里的景区他早就都玩过了，正好看见那个古镇里红枫如火，十分漂亮，随手就指了指，就去这儿吧。好。七旬又问他别的地方不去吗？这几个景点不是也很有名？这几个地方我跟梁宋高中就去过了，百希说道。高中毕业我俩出去玩了1个月，大大小小的地方都跑过，也就这个古镇算是近2年新开发的，他才没去过。百希回想起自己高中毕业疯玩的那个暑假，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那时候就暗恋七旬，还偷偷打听七旬去哪儿了，想制造偶遇。结果一打听，七旬出国去了，1个暑假都没回来，他连人在哪儿都不知道，更别提偶遇了。他仰头问七旬，你高中毕业去哪儿玩了呀？七旬想了想，我也是跟哥们出去了，爬山下海，人都晒黑了。百希挺感兴趣，都是谁啊？周雨潭他们吗？七旬的哥们儿，他也几乎都认识。七旬点了点头，就他们，雨潭、陈铎、阿阳和赵。七旬说到这里，突然就闭嘴了，停顿了2秒，他才说，就是你认识的那几个人。百希本来还一愣，但随即就反应过来，七旬为什么没说最后一个人？因为最后那个人是七旬的前任赵青桐，2个人是高中同学，也算半个青梅竹马。高中的时候2人还只是朋友，大2才在一起，大4分手。百希曾经对这个人又羡慕又有点嫉妒，因为他拥有过七旬。但是现在他躺在七旬怀里，猝不及防听到这个名字，却又觉得也还好。七旬却低头观察他的神色，问道，你不高兴了吗？其实他对赵青桐并没什么感觉了，分手都好几年了。如果不是正好聊天提及，他甚至快想不起来这个人。但是不在现任面前提起前任是种基本礼貌。百希摇了摇头，没有。他心想，七旬谈恋爱那2年，他就在现场围观。要是生气，他早该气死了。没有人会喜欢男朋友的前任，百希也不例外。但是赵青桐已经是过去式，人也远在国外，他也没那么介怀。
他反而有点好奇，犹豫着问七旬：“你们那时候到底是为什么分手啊？”七旬从没对外提过原因，只说理念不合，谁问都是这套说辞。他也就一直没去细问，全当没这个人。但是以他对七旬的了解，七旬越是这样说，就越证明原因不在七旬自己，而是在对方。他想到这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从人性的阴暗面说，他当然觉得七旬分手分得好，不然他岂不是彻底没机会了？但他又总觉得赵青桐是不是瞎啊？这么好的七旬都舍得不要。七旬想了想，跟百熙也没什么不能提的，他简单说道：“他要出国进修，追寻事业，而我要留在国内，他就跟我分手了。”其实还不止，赵青桐最后出国的时候，并不是孤身一人。在分开的短短1个月里，赵青桐就找好了下家，是个追了赵青桐好几年的人。他们俩最后闹得很有些难看，那是七旬人生里少有的不体面的时候。他也不想聊这些，低下头想跟百熙说点别的，却发现百熙的小脸皱成了一团。怎么了？不高兴了吗？他有点无奈，碰了碰百熙的脸，又是你要问的。百熙却摇了摇头，他只是有点费解，因为出国这事在他们圈子里太普遍了，也没见其他人都分手。我不是吃醋，百熙望着七旬，我就是觉得他有点不珍惜你啊，也不是，每个人理念不同，有人在乎事业，有人在乎爱情，也不能这样说。但是他有点难过的看着七旬。他围观过大4时候的七旬，知道一点，当时两人的争吵并不是追求事业就一定要放弃爱情的，出国又不是生离死别，顶多异国恋罢了。但是赵青桐却毫不犹豫跟七旬分了手，这让他很不是滋味，就好像他一直珍而重之的宝贝被人弃如敝履。明明这给了他现在和七旬在一起的机会，他却高兴不起来。他没有能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意思，七旬却从他的眼睛里读出来了。七旬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感觉，连他自己都不在意这段过去了。那不过是一段失败的恋爱，谁都可能遇上，并不会影响他的人生。但百熙却还在为他真心实意的难过，以他现任男朋友的身份，实在是傻的可以。他低头亲了亲百熙的额头，没关系，你看我这不是有了你了吗？百熙一愣，随即有点害羞的笑了笑。七旬并不喜欢问恋人选择题，他认为这很无聊，但他难得幼稚了一次，问百熙：如果让你选，你会选我吗？百熙重重点头，会，我会一直选你。他坚定的说道。七旬笑了笑，他笑起来总是比平时情深100倍。其实他们都很清楚，事业跟爱人从来都不是需要取舍的。真的有心，什么都不是问题。但认真说着会选他的百熙，在灯光下又朦胧又美好，这让他忍不住又吻了上去。他听见百熙软乎乎跟他抱怨，再亲嘴要肿了，但他还是没停下来。七旬的工作结束在周5的下午，傍晚之前，他跟百熙就开车抵达了想去的那个古镇。半路的时候，雪就停了，地上积了薄薄的一层，像覆盖着白色的小绒毯。百熙去那个古镇，主要是想看那里成片的枫叶林。现在快12月了，天气转冷，红枫已经是最后一批了，再过一阵子就该掉的差不多了。所以他们抵达红枫林的时候，发现游客还挺多，长枪短炮的年轻的女孩子们穿着漂亮的长裙在树下合影，还有穿汉服 cos 服的，一时都分不清是枫叶更好看还是人更好看。百熙跟七旬什么也没带，只有2部手机，混在人群里，仿佛2个路过看热闹的路人甲。但百熙还是拜托路人妹子帮他俩拍了张合影。那妹子眼睛乌溜溜的在他俩身上转了一圈，露出了一种百熙极为熟悉的姨母笑，他经常在他的小助理脸上看见。你俩靠近一点，帅哥，你们可以互相看着对方，眼神温柔点。妹子指挥着他俩。
百熙抬头望着七旬，七旬也在看他。周围熙熙攘攘，人声嘈杂。但是百熙一看见七旬，就忍不住笑起来，对噪音也自动过滤。残余的碎雪从枝头坠落，几片红枫也恰好从他们头顶飘下来。两个人望着彼此，身边好像笼罩着一层结界，把他们与外界都隔离开来。妹子心里哇哦了一声，心想就这气氛，就这眼神，说不是一对他都不行。他咔嚓一下按下了快门键。照片定格在七旬跟百熙对视的刹那，他蹦跶过去，把拍好的照片给百熙看，跟百熙聊了起来。你俩是刚来这儿玩的吗？对，刚到没多久，随便来逛逛，也没做什么攻略。你呢？我是来这儿写生的，住了大半月了，这儿好玩的我基本都去过了。这里银器做得很不错，后面有个小博物馆，如果你们喜欢爬山，可以爬一下镇后面的长留山，明天广场那儿会有表演，7、8点那时候吧，可以去看看。百熙听得很认真，还掏出零食给这个妹子，两个人原地交流起了旅游心得。七旬安静的在一旁当着背景板，他早就发现了，百熙大概是长了一张自带亲切感的脸，总让人不自觉就想靠近，所以无论去到哪儿，百熙都会很受欢迎。只是百熙好像天生少了那根弦，又或者是因为心思都放在他身上，对外界的好感一直很迟钝，不是明说他几乎反应不过来，反而给了别人趁虚而入的机会。想到这里，七旬的心情有几分微妙，眼看着那妹子跟百熙的头越挨越近，盯着那女生的眼神也有点凉飕飕的。妹子本来正在给博西安利餐厅，冷不丁觉得脖子一凉，再一抬头，发现旁边那个模特一样又高又酷的帅哥正面色不善的看着自己。他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抓住了百熙的胳膊，赶紧默默松开，往旁边挪了挪。餐厅差不多就这些了，别的也没什么推荐，不咋好吃。他冲百熙挥挥手，我先走了，有缘再见。然后他就潇洒的跑路了，转眼就汇入了枫叶林的游客里。百熙只来得及在后面喊了声谢谢。他收好这女生给的地图，转头跟七旬感叹道，这女生人挺好的，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本来还准备问她要个微信的。七旬瞥他一眼，不冷不热的应了一句，反正有缘还能碰见，没缘就算了。百熙一想也是，这镇子就这么大，搞不好还能碰见。他们按照这个女生的推荐，先去玩了镇上有名的几个景区，然后就吃过晚饭回酒店了，准备第二天去爬山。酒店是严助理提前订好的，有很大的落地窗，窗外景色很不错，可以望见山林湖水。因为要爬山，两人今天什么也没做，只是抱在一块儿睡了一觉，纯情的像两个高中生。第二天吃过早饭，他们就去爬山了。上山之前，百熙雄心壮志，毕竟这个长留山看着真的不高，一点也不难爬。结果他爬到半道就累瘫了，扶着绳索，气喘吁吁，冲七旬道：歇一会儿，我不行了。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但爬山的时候可以。百熙累得根本顾不上面子了，像个小狗一样趴在绳索上。七旬却面色如常，背着一个大包，却连汗都没怎么出，根本看不出爬了个山，像出门散了个步。百熙脆弱的自尊心再次被碾成了渣。七旬给他拧开了一瓶水，递给他，你这体力也太差了，一看就是坐在办公室不运动。大学的时候你还不是这样，回去跟我一起健身。百熙哼哼唧唧，只喝水不接话。他要是热爱健身，现在还会沦落至此吗？他喝了几口水缓了过来，但是看着还有一小半的山道，又有点腿肚子发软，甚至有点想要打道回府。正在思量间，他听见七旬问他休息好了吗？百熙一咬牙，从绳索上直起身，好了，走吧。他这完全是舍命陪君子，就跟大学为了七旬加入登山社一样。
要不是七旬喜欢爬山，他才不来。但他刚往前迈出一步，就看见七旬背对着他，半蹲下来。你干嘛呀？百溪莫名其妙。上来，我背你上去。七旬说，等你爬上去都要中午了。百溪吓了一跳，环顾四周，这条山道上现在好像没什么人，但是应该要不了多久人就会多起来。还是别了吧，被人看见也太不好意思了。他自认为还是有点羞耻心，好歹也是个快1.8米的男生，趴人家背上算什么？七旬却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我背我自己男朋友，管别人什么事情？快点上来，他说道。百溪没忍住笑了，颊边又露出小酒窝。他乖乖趴到了七旬背上。这山道不算陡峭，七旬背他也背得很稳，两个人一阶一阶往上走。冬天早晨的空气很冷冽，呼出一口都是一团白气。百溪把下巴放在七旬的肩膀上，想起大学的时候，七旬也背过他。那时候他都大3了，七旬也毕业了。正好是学校运动会，他不小心扭伤了脚，而七旬是回来探望老师的，跟教授们一起站在操场边上。梁宋当时就在百溪旁边，于情于理都该由他这个发小送百溪去医务室，但他眼神一转，就锁定了人群中的七旬，大声道：七学长，帮个忙呗，我们马上还有项目，你能不能送百溪去一下医务室？百溪一个机灵，还没来得及掐梁宋，七旬就过来了。可以。七旬什么废话也没说，直接把百溪从梁宋怀里接了过去。他一直到趴在七旬背上，还恍恍惚惚的，一边疼得龇牙咧嘴，一边幸福的冒泡。而梁宋早就深藏功与名，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百溪现在想起这事儿，还是会忍不住又笑起来。他那时候绝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还会理直气壮趴在七旬背上，让他背自己上山。抵达山顶之前，七旬就把百溪放了下来，算是给百溪保留了最后一点面子，让他自己爬完了最后几个台阶。百溪休息了一路，现在精力充沛，可以四处转悠。这山顶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有一棵千年的古树，被栏杆围着，冬日里也巍峨葱茏，不少人在树前合影留念。除此以外，就是几间茶室咖啡店供游客休息，还有一些卖特产的店铺。百溪在一家银器店逛了逛，买了一对银戒指，他本来只想买一个的，但是老师傅说这是情侣戒，不单卖，单卖不吉利，有情人可不能分开。老师傅慈眉善目的，要不你再挑个别的。但是百溪还就喜欢那个鲤鱼衔珠的设计。他看了看在门口看一幅布画的七旬，干脆把2个都买了。但他把一个戴在了右手中指上，另一个却塞在兜里，没有给七旬。戒指这种东西，在情侣之间的象征意义还是太明显了。他不想让七旬觉得自己在暗示什么。逛完山顶以后，百溪就跟七旬坐着缆车下去了。下午他们哪儿也没去，就在镇上随便逛了逛。百溪在咖啡店里跟猫玩了一下午。晚上的时候，他们去了镇上的广场，等着看表演。据说表演前还有烟火演出。博西已经看过很多次烟火了，国内的国外的，从学校晚会到游乐场的表演，再奇特也失去了新鲜感。但是在这种远离市区的古镇里，山川湖海中，看着灯火如花一样绽放在山谷里，还是有种电影般的浪漫。离演出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七旬先去给他买奶茶了。他坐在广场边的石凳上，在人群里漫无目的的四处乱看，结果一抬眼就看见他刚来镇上遇见的那个女生。她今天穿了一件大红色的羽绒服，在人群里很醒目。百溪冲他挥了挥手打招呼，这女生就跑过来了，看他一个人，问他怎么就你啊？你那个朋友呢？他给我买奶茶去了。百溪说着就给七旬发了条微信，让他再多买杯奶茶带回来。这女生哦了一声，她是个自来熟的个性，昨天还跟百溪好一阵子叽叽喳喳。
今天却看着兴致不高。他有点羡慕的看着百熙，问道：“你别介意啊，我昨天就想问了，你俩是不是一对啊？”百熙没想到自己跟七旬这么容易就暴露，但他也没隐瞒，点了点头。对，他是我男朋友。他是笑着说这句话的。真好。女生笑得有点落寞，她抬头望着还没有放起烟火的天空，黑漆漆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你俩看着可真好，我也好想恋爱哦。他说道。他坐在凳子上晃了晃腿，手指无意识的按着手机，屏幕一会儿亮起，一会儿熄灭。百熙能清楚的看见他的壁纸是一个男孩的侧脸。明明这女孩什么也没说，但作为一个有过6年暗恋经验的人，他很敏锐的察觉到了什么。那你有喜欢的人吗？他轻声问。女生点了点头。他有些焦躁的把玩着手机，犹豫了下，又说道：“其实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本来想趁着去跟我喜欢的人告白的。当面说我就怂了，我就想电话里说，可是事到临头，我还是不敢打电话。”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百熙说这个，也许是因为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反而容易吐露心声，而他又太想跟人倾诉一下情绪。百熙看着太温和了，让人觉得跟他说什么都不会被排斥，也不会有不耐烦。百熙也确实只是平静的看着他，没有不耐也没有嘲笑。他问百熙：“你说我要不要去打电话？不告白也许还能当朋友，告白了也许梦就醒了。要不你帮我抛个硬币算了，正面就去，反面就不去。”他苦恼的看着人群，他喜欢的那个人并不在其中，他既希望他在，又希望他不在。百熙可太明白这种感觉了。他笑了笑，对女生说：“去试试吧，我以前也是个胆小鬼，不敢表白，怕说了就连朋友都没得做。”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七旬正分开人群，朝他们这里走来。熙熙攘攘的人海里，七旬像个行走的发光源，走到哪里都能轻易吸引周围人的视线。百熙冲七旬抬了抬下巴，对身边的女生说道：“他也是我暗恋来的，我暗恋他6年，都一直没有表白。如果不是因为一些意外，也许到现在我俩还只是朋友。但机缘巧合下，他知道了我的心思。”百熙望着七旬，眼睛在夜色中温柔明亮。他轻声说：“你看，现在他是全世界最好的男朋友，起码在他心里是这样。”女生睁大了眼睛，心里有点不可思议。当初看着七旬跟百熙那样子，他还以为肯定是七旬追的百熙呢。七旬已经走到了他们面前，把奶茶递给百熙跟这个女生。女生没想到自己也有，接过来后说了句谢谢。但既然七旬已经过来了，他也识趣的不想再当电灯泡，蹭的站起来。他对百熙举了下奶茶：“谢谢你听我倒垃圾，我会好好想想的。我去酝酿酝酿，就不打扰你们了。”百熙笑着给他比了个加油的手势。但这女生离开之前，看了依旧对他面色不善的七旬一眼，突然促狭的弯了弯眼睛。他弯下腰靠近百熙，压低声音说：“你男朋友现在肯定很喜欢你，他昨天一直盯着你，超夸张的，像怕你被人拐跑了，所以我还以为会是他先追你的呢。”他说完就嘿嘿笑着一路跑开了。像昨天在枫叶林里一样，他们没有互通姓名，也没有加个微信，这只是一次萍水相逢，两个陌生人短暂交过心，擦肩后就再也不会见。七旬在百熙身边坐下，皱着眉问：“他跟你说什么了？”鬼鬼祟祟的。百熙咬着奶茶吸管看他，他没想到自己和七旬在别人眼中居然会是这样的。他笑得眉眼弯弯，有点狡黠：“不告诉你。”七旬眉头皱得更深了，但是百熙一副打死不说的样子，他也就没再追问。8点，广场上的表演准时开始。先放的是烟花，冬日的夜空里绽开了无数花火。
驱散开了一片萧索。在山林之中回荡着笑声，还有烟火的咻咻声。广场上还点亮了各式各样的花灯，灯火盈盈，正如诗词里。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百溪跟着七旬转移到了高处，站在桥上看着广场中央的舞蹈表演。舞技说不上多么高超，但女孩们的裙摆和盛装的脸映着周围盈盈的灯，确实如梦似幻，像山野中的妖媚，趁着夜色潜入了人间。他想跟七旬说话，却发现七旬没有在看表演，而是低头望着他的手，在他中指上戴着早上买的那个小银戒指。百溪奇怪地问：怎么了？七旬把他的手抓起来，摩挲着那枚银戒指。七旬问道：你早上买的不是情侣戒吗？另一个不是给我的吗？七旬的声音并不算大，却顺着夜风清晰地传入了百溪的耳朵。百溪一愣，嘴唇微张，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没想到他早上买戒指，居然被七旬给看见了。咚的一声，广场的舞蹈中加入了鼓声，鼓声激烈昂扬，给舞蹈伴奏，让刚才柔软的舞蹈一下子变得凌厉矫健。他抬头望着七旬，夜风冷冽，吹乱了七旬的额发，露出一双清冽的眼睛，里面倒映着璀璨烟火，也倒映着他的模样。百溪心口一热，笨拙的把从口袋里拿出来另一枚戒指。这戒指因为在口袋里藏的久了，都有了他的体温，变得不再冰冷。是给你的，他仓促的解释，只是还没来得及。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小银戒指，跟七旬手上动辄几百万的手表很不般配。但是伯希把戒指往七旬手指上套的时候，他的心跳声大得像要把周围的声音全都盖过了。那鼓声激昂急促，每一下都像是锤在他心上。他之前一直觉得他跟七旬这段恋爱是飘在水上的浮木，是系着岩石的苇草，风一吹就随时可能断裂，跌得粉身碎骨。因为七旬并不是因为爱他才会跟他在一起，他很清楚，所以他也不贪心。这日子就当他是偷来的，过一天算一天，长一天赚一天。但跟七旬恋爱已经1个多月了，那柄悬在他头上的刀去始终没有落下，反而变成了一场春雨，让他心头的种子慢慢发芽，催生出了一点勇气，敢去期待一个天长地久。他把那枚戒指套在了七旬的中指上。他自己常常是休闲装，带着道不突兀，但七旬这种常年西装革履的精英人士就显得格格不入。但百溪还是觉得心里喜滋滋的。他把手跟七旬放在一起，两个人手指上戴着一样的戒指。胖乎乎的小鲤鱼咬着珍珠，锦鲤成双，确实像那老师傅说的一样。试了几招，他按捺住砰砰的心跳，故作镇定的对七旬说：跟你好像有点不搭，我以后再送你别的款式。七旬看着他说：好。砰的一声，天边又炸开了一朵烟花，广场上跳舞的女生像花朵一样散开，往人群里撒着绢花和彩色纸线。百溪刚才看了一眼手机日期，今天是12月7号，也是他跟七旬恋爱的第45天。他跟七旬手牵着手，站在人群中，像每一对普通的情侣。在烟花熄灭的那一刻，七旬把他抱在了怀里，用大衣包裹住他。两个人一起看着天边烟火坠落。七旬跟百溪在这个镇上满打满算待了2天，周日的下午，他们就开车离开了。枫叶林还没有落，还像他们来的时候一样热烈如火，但是再过几天就会变成满地残红。他们走的时候，天上也下雪了。今年的落雪似乎比往年都要多一点。百溪罩着一个小毯子在车上睡觉，车里热，他只穿了一件蓝色的衬衣。领口敞开，他侧头望着车窗外不断掠过的风景。这个古镇跟他去过的其他旅游景点比起来，似乎只能算平平无奇。但是真要离开，他却还有点舍不得。他轻声哼着歌，这歌是高中梁颂完乐队的时候写的，叫《
偷听，写给他当时的女朋友。后来梁宋跟女友的感情虽然黄了，这首歌却留了下来。其他歌词百熙都不太记得了，只记得最后一句是爱你似雪落无声，不问缘由。百熙从洛海市回来以后就重新投入了工作，他虽然不像七旬那么工作狂，但是对工作还是挺上心的，尤其是刚请过假，积累了不少事情，一连几天都忙得脚不沾地。而七旬那儿也有项目开工，聊不了几句就会被秘书提醒有下一个行程。两个人明明在一个城市，却还像在谈异地恋。只有梁宋是个闲人，他刚结束了一个画展，最近正无所事事，就拎上火锅底料和菜品，找百熙来吃晚饭。他上次进百熙家还是快2个月前的事情，自从他有一次早上敲门找百熙，来开门的却是穿着睡衣的七旬，他就再也不敢不打招呼就上门了。这次他来百熙家里，七旬本人虽然不在，但屋子里却处处是这位大佬留下的痕迹。卫生间里的洗漱用品都是成双的，衣帽间里有一小半衣服明显不是百熙的尺寸，墙角还多了几个健身器材，连书架上的耳机都是成对的。好在这不是个 ABO 文，否则梁宋怀疑自己一进来就能闻见七旬的信息素。他晃悠进厨房，帮百熙一起准备菜品。他说道：你家里怎么全是七旬的东西，看着跟同居了似的。我上回过来还不是这样。百熙一愣，随即说没有，他只是偶尔会住我这儿。他说到这儿又有点不好意思，毕竟七旬留宿他家的目的都不太单纯，成年人了，该懂得都懂。梁宋显然也懂，他啧了一声，望着百熙的眼神像看着一个失足少女，痛心疾首。我看不是偶尔，是经常吧？梁宋语气凉飕飕的。你衣帽间全是他的衣服，要是偶尔留宿，哪里用得着这么多？百熙低下头，红着脸也没否认。他想，梁宋那是没见到七旬家里，他的衣服更多，几乎把七旬的衣帽间都给占满了。这倒也不是他们故意的，就像梁宋说的那样，彼此留宿的次数太多，东西不知不觉就多了起来。梁宋看了看案板上的冬瓜，心里头还是隐隐有些不得劲。他对百熙谆谆教导：我跟你说，你也不能总是顺着七旬，他想做什么你就让他做什么，男人都一个样，太轻易得到了就不懂得珍惜，你多少得吊着他一点，懂吗？百熙很想虚心点头，感谢梁老师的教导，但他为难的看着梁宋，委婉提示：可我也是个男的。他倒是也想吊七旬，但大家都是下半身动物，谁也没比谁有节操。他跟七旬上一次做还是在古镇旅游的时候，回来以后他俩都变忙了，别说抱一块睡觉了，连约着吃饭都是忙里抽空。如果现在七旬来勾引他，只需要勾勾手指，他就会乖乖跟着跑了。梁宋给噎住了，他用复杂的眼神看了看一脸害羞的百熙，总觉得他记忆里清纯无辜的小白兔好像不知不觉变黄了。他无话反驳，只能悻悻闭嘴，挥舞着菜刀继续切冬瓜。东西准备好以后，火锅底料也煮开了，两个人坐在桌边等着开吃。梁宋一只手支着下巴，眼睛东看西看，他又看见了旁边桌子上的相框，那里头是百熙跟七旬的合照，就是在枫叶林请人帮拍的那张。百熙从洛海市回来以后就给打印了出来。梁宋盯着那照片细看，不得不承认这照片抓拍的意境很不错。两个人之间明明毫无暧昧的动作，只是对望，却好像自有一层结界，把他们与外界分隔开，也把这一幕定格在了光阴中。梁宋扪心自问，他跟前女友们应该是拍不出这眼神的。他往火锅里下魔芋结，问百熙：你俩反正都经常留宿了，干嘛不干脆住一起？本来七旬就忙，你俩住一块儿要方便很多，还能多点时间相处。但百熙却一愣，他咬着筷子，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他压根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跟七旬应该不会同居吧？他迟疑着说道。为什么？梁宋问。你俩现在感情不是挺好的吗？百西咬了口山药，热气烫得他声音也含含糊糊。火锅上的白雾飘在空中，模糊了百西的脸，让他的表情看不真切。他说，七旬这人领地意识其实挺强的，他喜欢有私人空间，偶尔留宿和一直住在一起睡是两回事，更何况住在一起就不只是恋爱，摩擦变多，矛盾也可能变多。还是算了。梁宋听懂了，无非是百西觉得七旬不会想住到一起呗。他想，百西就是这个毛病，做什么事都会为他人着想，自己的想法反而排在后面。他问百西，那你想跟他住一块吗？百西想了想，诚实的说，还是有点想的。每天早上醒来就能见到七旬，这对他来说已经是个巨大的诱惑了。但是现在这样也挺好的，他对梁宋说道。每次去跟他约会前，我都会有所期待。如果我们约了8点见面，那我会从7点就会开始感到高兴。梁宋看着百西脸上的笑容，怔了怔。他没有谈过太走心的恋爱，所以很多时候他理解不了百西的感情。但他没有再多问，转而聊起了他之前的画展。时间如流水匆匆，一眨眼就到了元旦。往年伯希元旦都是跟家里一起过的，他们家的氛围一向比较亲密，元旦也会要吃个团圆饭。以前他都会直接在家住下，但是今年他跟七旬约好了一起跨年。吃完饭临时找了个借口偷偷跑了。吴墨喝着莲子羹，看着他的背影，挑了挑画的精细的眉毛，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他拱了拱女儿，问道，你哥这是见谁啊？说是跟朋友聚会。我以前怎么不见他非要在元旦聚会？百若包着瓜子，心里想，除了七旬那个男狐狸精还能是谁？但他很有义气的没出卖他哥，面无表情的帮着撒谎。跟梁哥他们吧，我听他打电话来着，好像是他们几个高中同学想聚一聚。吴墨信了，又兴致缺缺的靠回了沙发上，没劲。我还当你哥有情况，约会去了。七旬一早就把车停在了百西家门外，他们现在还算地下情，所以他也没停在正门口，而是停在了街道的尽头。树荫底下，刚才百西给他发了消息，说还要在家再待一会儿能出来。他回了一条说不急。在等百西的过程里，他转了转手上的戒指，是百西给他的那个小银戒指。刚才下班前，他的哥们钟雨潭正好路过他公司，就上来找他，想喊他一起去酒吧跨年。他说不去，已经跟百西约好了。钟雨潭倒是知道他跟百西在谈恋爱，贱嗖嗖的笑道，有对象就是了不起，粘得够紧的。但话还没说完，他就看见了七旬手上的戒指，表情跟青天白日见了鬼一样。卧槽！钟雨潭抓着他的手左看右看，老七，你怎么戒指都戴上了？可以啊，百西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他不爱听这个，皱着眉看了钟雨潭一眼，什么迷魂汤？不就是个戒指，他买了玩的。你算了吧，你俩又不是高中生，还买戒指玩。不管他值不值钱，我要是有哪一任女朋友送我戒指，我一定马上就跑。钟雨潭说道。钟雨潭想了想，又神色古怪的看着七旬，你跟百西该不会就准备这么定下来吧？七旬摇了摇头，还没到这一步。戒指也不是他送我的，是我跟他要来的。说完，他也不管钟雨潭因为他这一句话受到多大震动，毫不客气的让他从办公室滚出去，因为他下班了，要去跟百西约会。但他到了这儿，百西还没出来，他就在车内安静的等着。微冷的夜风从窗户缝隙透进来，驱散了车内的沉闷。他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又想起钟雨潭刚才问他的话，问他会不会就这样跟百西定下来。其实他也不知道，他跟百西的恋爱开始于一场意外，如今才短短的2个多月。
说什么好像都还嫌太早。但就是这短短的2个月，他对博西的感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他见到百西的时候，心情总是会很好，回家陪爸妈吃饭的时候，父母老生常谈，跟他说起婚姻，说起相亲，他一言不发，全当没听见，心里却会浮现出百西的脸。他不是青涩的毛头小子，他很清楚他已经开始喜欢百西了，这让他反而有些不知所措，像有什么事情脱离了他的控制。因为他的喜欢跟百西炽烈的爱比起来，实在寒酸的不值一提。他天性冷静，很难沉溺于爱情里。当初大学毕业，赵青桐在跟他分手的时候就骂过他，说他永远不会失控，也不会吃醋，完美的像个假男友。一开始也许会觉得甜蜜，但相处久了，谁都会受不了跟一个机器人过日子。他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也知道这是自己的缺陷。他不确定百西能不能受得了他这一点，还是会像赵青桐一样，日子久了总有一天会爆发。但七旬又看了看手上那个银色的小戒指，他想，如果百西提出要跟他进入婚姻，他也很难去拒绝。在百西还没有成为他恋人的时候，他就很难拒绝百西了。他连烟都是因为博西戒的，因为百西有轻微的咽喉炎，受不了烟味的刺激，而偏偏百西经常来办公室找他，周末也会黏着他出去玩，所以即使百西什么也没说，他还是不动声色的把烟戒了，彻底断绝了百西吸到二手烟的可能。百西对他来说一直是有些特别的，跟钟宇谈这些哥们儿不一样。博西像个误入他世界的小孩子，他总会试图去对博西好一点。他也许给不了博西完全等同的爱，但他会去做一个足够好的伴侣。七旬又在车内等了5分钟，百西才从家里出来。他今天穿了一件宝蓝色的针织衫，衬得肤色匀净明亮，像个瓷器做的美人，从夜色中一路小跑过来。而七旬从百西出现在视线中的那一刻开始，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神色立刻就柔和了下来。他提前替百西打开了车门，百西一溜烟钻了进来。外面好冷啊！百西在副驾驶上坐下，他搓了搓手，对着七旬笑了笑。因为走了一段路，他的鼻尖有点红彤彤的。七旬握住他的手，感觉了一下他的体温，又把刚才买好的零食和饮料递给他。走吧，带你去看电影。他说道。今年元旦有百西喜欢的明星主演的电影上映，百西一早说了要看。百西捧着奶茶喝了一口，点了点头。而在等红灯的时候，七旬忍不住多看他一眼，又多看一眼。百西察觉到了，摸了摸自己的脸，怎么了？我脸上哪里奇怪吗？七旬摇了摇头，他很平静地说，没有，只是几天没见，有点想你了。百西猝不及防被聊到了，他几乎要尝不出奶茶的甜味。在七旬的车开过一个街角的时候，他闭了闭眼，突然对七旬说，要不别去看电影了。为什么？七旬放慢了车速，百西的手指抠了抠奶茶的杯身，小声说道，因为我也想你了。他横了横心，又补充了一句，比起看电影，我更想要你抱我。这个抱到底是单纯的盖棉被纯聊天，还是做点少儿不宜的事情？七旬显然有自己的理解。他看了看百西，转动方向盘，改了路线。他什么也没说，却踩下油门，加快了车速。等到进了别墅，还在楼梯的地方，他就抱着百西亲在了一起。博西宝蓝色的针织衫被掀起来，露出底下白得像羊脂玉的皮肤，捏一下就是一片红痕。他边接吻边抱着百西上了楼。新年前的最后一夜，2个人在浴室跟床上都来了一发。做完以后，百西趴在七旬的胸膛上，眼角鼻尖都有点红，眼睛里还含着一点水雾。1个多礼拜没碰面，七旬做的有点太狠了。他刚刚很没出息的哭了出来，你太用力了，我差点觉得我腰要断了。他哼哼唧唧的跟七旬抱怨。七旬笑话他，
可明明是你不让我停的。百西气得咬了他一口。你在那种时候问我，谁能说停？百西气呼呼的。七旬轻勾了一下唇角，没再说什么，吻了吻他的额头。今晚百西自然是在这边住下的。也许是因为刚才太累了，他躺在七旬怀里，很快就睡着了。呼吸声轻柔绵长，七旬却还不困。这一个多礼拜，他都总觉得缺了什么，床边空空荡荡的，连房间里也觉得过于安静了。他习惯了跟百西共枕而眠，回到一个人的状态，竟然会不适应。如今百西又躺在了他怀里，他才又感觉到了温存。他拿起手机看了看备忘录，明天他没什么事，百西也放假。他心里想着，明天可以带百西去滑雪。百西上次说想去玩来着，但他没想到半夜里百西毫无征兆的突然发起了烧，还一直呕吐和腹痛，被他紧急送去了医院。新年的第一天，百西哪里也没去，是在病房里度过的。百西躺在病床上，手上打着吊针，虚弱的哼都哼不出来。他的诊断结果是急性肠炎。他肠胃本来就有点脆弱，前2年就不太好，养了1年才缓过来。但他这阵子忙于工作，3餐不规律，经常随便吃点快餐就打发了。他晚上在家陪爸妈吃饭的时候，他喝了一点酒。本来以为没什么事情，但刚才睡觉前趁着七旬洗澡，他又去厨房拿了个冰淇淋，吃完把盒子一扔，刷了个牙躺在床上，压根没让七旬发现。结果睡下没多久，他整个人就不好了，上吐下泻还发烧，充分诠释了什么叫不作就不会死。他心虚的望了望旁边的七旬，七旬也在看着他。医院的白炽灯下，七旬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穿的还是睡衣，手搭在一起，长睫半垂，嘴唇紧抿，像是想发脾气。又考虑到他身体不舒服，只能忍着。百西怂哒哒的又往被子里缩了缩，只露出一双眼睛，圆溜溜的，满脸写着无辜，像只小狗。七旬冷起脸，是真的蛮可怕，分分钟让他想起高中被校长抓住他翻墙。他跟七旬当了这么多年朋友，自然知道七旬本质上不是个性格温和的人。相反，七旬的忍耐度其实很低，不然也不会这么不好接近。他知道刚才七旬被他吓得够呛，一路抱着他闯进医院，结果闹到最后病倒不严重，全因为他自己管不住嘴。百西揪着被子，觉得自己肯定要挨骂了。七旬也确实想训他，但百西躺在床上的样子又实在可怜，虽然输液后舒服了一点，脸色没有刚才这么吓人，但是出的汗把他鬓发打湿了，湿漉漉的贴在脸上，嘴唇也被他自己咬破了。七旬头疼的捏了捏鼻根，心里就算想训他也硬气不起来。他最终只是摸了摸百西的额头，不轻不重的说道：百西，你今年几岁了？还需要别人看着你吗？加班了就不记得吃饭，喝了酒还乱吃冰的，是嫌自己命大吗？他想到今晚还觉得心有余悸。百西从小就不耐痛，刚刚躺在他怀里连哼都不会哼，手臂软绵绵的垂下来，却又咬着嘴唇尽量不哭出声。他表面上冷静，有条不紊的挂号看医生开病房，心里却止不住的慌乱，不知道百西的情况到底多严重。好在最终也不是什么危险的病，急性肠炎虽然人遭罪了一点，但是发作快，康复也快，等今天输完液，只要静养几天就好。百西无法反驳，只能鼓了鼓脸。七旬也训不下去了，弹了下他的额头，说道：你可真是个祖宗。他又问：以后还敢这样吗？伯西立刻疯狂摇头，以表决心。我也不想的，我就是给忘了。他虚弱的解释。晚上酒我也没多喝，就喝了一杯。七旬哼了一声，我看你应该戒酒。上次喝酒也是。他说到这儿又停下了。上次喝酒他自己也醉了，跟百西稀里糊涂就滚了床单，倒也很难说出来当反面案例。
百西也知道，明明肚子还疼着，就揶揄的看着他。七旬也不说了，拿起旁边的杯子跟勺子，为这个小祖宗喝水。百西喝完水，把药也给吃了，药效和输液慢慢发挥作用，他也没那么难受了，人看着也精神了一点。七旬中间出去了一下，回来手里就多了一个 iPad， 放在他面前，让他看视频转移注意力。百西半靠在七旬怀里，好奇问道：“你这 iPad 哪里来的？”“刷脸，在护士那借来的。”七旬答道。百西想笑，看来七旬还不算个冷血的上司，没让严助理半夜爬起来给老板送东西。但他摸了摸七旬的下巴，故意问：“那你是怎么刷脸的？都是有妇之夫了，不能出卖色相吧？”七旬抓住他那只作乱的手：“我跟这儿的医生恰好认识，他帮我借的，我还给护士们点了夜宵，表达感谢，可以吗？”百西笑了笑：“那可以。”他拿着 iPad 换了好几个视频，最终放起了他喜欢的那个明星拍的电影。虽然他今天没能去看偶像的新电影，但不妨碍他继续支持偶像的事业。他喜欢的这个明星叫苏叶，颜值跟演技一样过硬。出道第一部电影就是个大导的文艺片，刚30岁就拿下了影帝。苏叶的脸尤其适合大屏幕，光影打在脸上，轮廓分明，浓墨重彩的一双眼，看人的时候像一汪深泉，含着无数故事。百西哪怕身体还虚得很，也要情不自禁发出一声好帅。要不是因为一早被七旬蛊惑了心神，那苏叶就该是他梦寐以求的男神模板。七旬见不得他这花痴的样子，他对娱乐圈的男女明星都不感兴趣，带着挑刺的目光审视着苏叶。眼睛算是好看，但是太锋利，嘴唇也薄，一看就是冷心冷肺的长相。大众男神被他批得一钱不值，分分钟的被粉丝挂黑的程度。但这电影剧情还可以，不愧是那一年的黑马，凭着小成本一举翻身，也奠定了苏叶事业的基石。看到快结束的地方，七旬正想跟百西讨论几句，却发现百西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现在已经是凌晨4点了，百西刚才在家睡了都没半个小时，就来了医院。现在一通折腾，早就困了。他的头埋在七旬肩上，半长的头发因为一通折腾变得乱糟糟的，睡得安静又平稳。七旬低头看了会儿，帮他拉高了被子，让他在自己怀里躺得更舒服点。半小时后，他按了床头铃，让护士来拔针。麻烦轻一点，他睡着了。七旬指了指怀中的百西，对护士说道。那年轻的护士看了在七旬怀里睡觉的百西一眼，百西半张脸都靠在七旬的胸前，也不算亲密的过分，但他不知道为什么有点不好意思，像偷窥到了别人的隐私一样。他确实轻手轻脚的拔了针，没有弄醒百西。七旬对他说了声谢谢。等护士离开以后，他按了下 iPad， 又放了一个纪录片。因为担心百西半夜难受或者要起夜，他一整夜都没有睡，直到天边露白才和起眼眯了一会儿。这中间百西醒过来一次，他稍微动了一下，七旬就立刻跟着惊醒了，睁开眼看他。怎么了？要去卫生间吗？还是哪儿不舒服？百西摇了摇头，都不是，他就是又想喝水。七旬给他喂了小半杯水，拍了拍他的背，哄他继续睡。百西迷迷瞪瞪的想，要是他们以后去领养个宝宝，七旬估计会是个好爸爸。他这时候困得很，不像清醒的时候那样冷静，暴露出了他对于跟七旬的未来的渴望。他含糊的跟七旬说了他脑海里的想法。七旬神色莫测，那我岂不是得养2个孩子？百西没懂，歪着头，睡眼惺忪的看他。七旬说，有你1个还不够，还得养个小的。百西脑子懵了懵，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随即嘿嘿笑了起来。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但就是很高兴。到了第2天下午，百西就没什么大碍了，只是还需要静养，饮食清淡，3餐规律。
七旬带他离开了医院，却没有把他送回家，而是带回了自己的别墅。他提前打电话把在他家工作好几年的阿姨请过来了。他因为不喜欢别人打扰，家里一直只有钟点工，除了打扫几乎不会上门。但是既然百西住下来，肯定需要有人做好一日三餐，还得清淡好消化。他就把丁阿姨找了过来。百西喝着果汁，躺在沙发上休息，又看看在旁边工作的七旬，自己也不明白他怎么就住进了七旬的家里。他本来是觉得自己可以回公寓住的，这又不是什么大病，他自己能照顾自己，再不济他还能回爸妈那住。但七旬一句话就堵住了他，问他：我这里你住不惯吗？那当然没有，很习惯。本来他一个月里也快有一半是住在七旬家的，他就这么在七旬家住了下来。丁阿姨手艺很好，虽然做的都是些清淡的吃食，却也把他养得面色红润。七旬只要不忙，也都会赶回来吃晚饭。两个人坐在一起，一边聊今天上班发生的事情，一边吃饭。乍一看，这日子过得跟已婚夫妻也没什么区别。丁阿姨在饭后收拾的时候，总觉得哪不太对劲，尤其是看见七旬还帮百西包橙子的时候。百西歪在七旬身上，眼睛看也不看，张嘴就等着吃。他虽然年纪大了，却也不到老眼昏花的地步，但他在七家工作10来年，早就知道不该问的别问，眼观鼻，鼻观心，全当什么也没看见，继续准备给百西的玉米汁。百西在七旬家里一连住了10来天，院子里的梅花都开了，嫩黄色的花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暗香浮动。梅花枝子被丁阿姨捡了几个，插进长颈樱花瓶里，屋子里便也有了梅花香。小病一场，他本该消瘦些的，奈何丁阿姨1日3顿变着花样做饭。前些天还应景的做了个梅花汤饼，把他养得白里透红。往秤上一站，人还胖了3斤，连七旬都捏着他的腰，满意道好像多了点肉。百西不爱听这话，一巴掌把七旬的手给打了下去。他保持了这么多年的标准身材，可不能毁在这上面。当晚他就跟七旬一起进了3楼的健身房，但七旬轻松完成了1个多小时的有氧，而他跑了大半小时的跑步机就累得躺在地上起不来，盯着天花板直喘气。七旬低下头看他笑话，问：还练吗？他喘着气，视线从天花板又移到七旬身上。刚健身完，七旬穿着背心，额头上有汗珠，比起平时西装革履的样子要显得年轻，有种运动后荷尔蒙爆棚的性感。百西哼哼道：今天不来了，明天再战。但他已经不想动弹了，又冲七旬伸手，有气无力道：我走不动了，你抱我下去吧。他刚运动完，头发都贴在脸上，脸红扑扑的，伸手要抱的样子也十分可爱。七旬把他抱起来，明明对这个撒娇很满意，却故意说：你身上都是汗。百西不服：你身上也都是汗。两个人汗津津的贴在一起，谁也没嫌弃谁，一起回卧室冲了个澡。洗完澡后，七旬在床头看书，百西在旁边看工作文件，互不打扰。过了2个小时，两个人一起关灯睡觉。因为百西身体的原因，最近都不适宜床上运动。这阵子他们什么也没做，就是抱在一块儿，盖棉被纯睡觉。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雨，冬雨淅淅沥沥，敲打着窗，也敲打着满地梅花，不觉得聒噪，反而像一支缓慢的催眠曲。一转眼到了周日，七旬还在上班，百西却是休息的。家里就他跟丁阿姨2个人，他一时兴起，还跟丁阿姨学了煲汤。但他也不是真想把自己学成大厨，纯粹是闹着玩。学的3心2意，最终也煲得清汤寡水，连他自己都不愿意喝。唯独七旬赏脸，面不改色的喝了一碗，末了还评价道：淡了点，这是排骨汤吗？百西不好意思说他忘记放盐，汤都炖了一半，才又添了2勺。
韩寒呼呼点头，对，山药排骨汤。大概是怕七旬不信，他又补充一句，我炖了好几个小时的。七旬便不再说什么，只觉得百戏在厨艺上颇有天赋，再研究研究，说不定就能出来一个生化武器。要不是碗里有块排骨，他一定会当这是涮锅水。但百戏难得有雅兴下厨，他也不好意思打击百戏的积极性，勉强说了一句，比你上次的蛋糕有进步。可不得有进步吗？他上次做蛋糕差点把烤箱都给炸了。他看了看那一锅失败作品，默默把锅盖放上了，假装什么也没发生。但他想了想，又扭头问七旬，你还喝吗？七旬摇头拒绝了。他再顺着百戏，也还不至于为一锅排骨汤以命相搏。当年潘金莲要是给武大郎灌这个，武大郎都不一定会喝下去。百戏只能悻悻道，我下次再试试。在七旬家住到18天的时候，百戏在窗户旁边摸了摸自己日渐圆润的小下巴，跟七旬说他过2天应该就回去了。七旬在看文件，虽然穿着居家服，却戴了一副黑框眼镜。他肤色又白，高鼻薄唇，活脱脱诠释了何谓斯文败类。他漫不经心的问，回去干嘛？拿东西吗？百戏被太阳晒得有点昏昏欲睡，他昨天去跟外景拍照了，忙了1天才回来，现在就有点睡眠不足。我搬回去住啊。百戏声音含含糊糊，在你这住了这么久，我身体早就养好了，有些常用的东西也在家里，我还是搬回去方便点。你也可以让丁阿姨回去了，她本来在你家做的好好的，肯定早就习惯了，就是她还挺舍不得丁阿姨的手艺的。七旬停下了敲键盘的手，脸色不愉的看着百戏。百戏被看得莫名其妙的，怎么了？你在我这里住的不舒服吗？七旬问。没有。百戏一愣，赶忙否认了，我住的挺开心的，丁阿姨也挺好的。他以为七旬是觉得丁阿姨工作不到位，连忙撇清。那你为什么要回去呢？七旬的眼睛从镜片后盯着他，阳光下他的眼睛接近琥珀色，明明是暖色，却很冷清。有东西要用，你就搬过来不就好了？这里离你上班也不远，我也可以照顾你。百戏花了2秒才理解七旬的意思，他瞪圆了眼睛，人也不困了。七旬这是在邀请他同居？他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1个月前梁宋跟他说的话，他那时候还信誓旦旦说七旬根本不是愿意同居的人。百戏慢吞吞从软榻上坐起来，头发因为躺着乱糟糟的四处翘着，他神色古怪的盯着七旬，你这是让我搬过来吗？七旬很平静的承认了，我跟丁阿姨也说好，让他别回我爸妈那儿了，就在我这边工作了，他也答应了。百戏脸色更奇怪了，他有点想笑。他一咕噜在软榻上坐直，2腿盘起来，怀里抱着小毯子，歪头看着七旬，挺稀奇的样子。怎么了？七旬被他看得不自在，你不想住过来吗？他怎么会不想？百戏没忍住，露出了脸颊上的酒窝。其实他已经在七旬家住的很习惯了，七旬家里也为了他也添置了不少东西。他身下这张软榻就是特地给他放的，好让他躺这儿吃零食看书，顺便晒太阳。而他下了班，手搭上方向盘，也会下意识就往这边开，好像这里也是他的地盘了一样。但他往七旬那儿靠了靠，把腿架在七旬的腿上，问道，可你不是不喜欢跟人同住吗？我住过来，你不会觉得不习惯吗？七旬看他一眼，把人捞进了自己怀里，下巴轻抵着百戏的头顶。他怀里抱着百戏，手上还在回复邮件。本来是不习惯的，他确实是喜欢独处的人，否则也不会这么大一个别墅都不要住家保姆，只让钟点工上门。但你都住了大半个月了，也没什么不好，不习惯也习惯了。百戏笑起来，拽了拽七旬的领口，在七旬侧脸上亲了一下。
七旬对此也习惯了，他眼睛还盯在屏幕上，脖子却配合的弯了一下。百熙夸张的在他脸上拨了一下。而20米开外，捧着下午茶托盘来送给百熙的丁阿姨，望着落地窗边的2个人，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过去。他摇头叹息，心想难怪七旬给他加工资了，这钱果真是不太好拿。既然准备搬家，2天后七旬就跟百熙一起回了他的公寓。生活必需品这些七旬那儿都有，百熙收拾的主要都是他喜欢用的一些瓷器、工作文件，还有他养了很久的一盆兰花。百熙把这些东西全都带到了七旬家。说来也奇怪，七旬家是个3层的别墅，地方足够空旷。别说是多住1个人，就算多住10个人也绰绰有余。但百熙搬进来以后，七旬再看自己住了几年的房子，却觉得像被填满了。架子上都摆着百熙收藏的古董跟瓷器，房间里多了一个专门摆零食的柜子，冰箱里也塞了一堆百熙喜欢的甜品。而在床上，百熙刚洗完澡，趴在那儿写稿子，他穿着居家服，宽大的蓝色 T 恤，头发扎成一个小揪揪，拿电脑打一会儿字又停下，眉头紧皱，像个赶作业的高中生，有种青涩和天真。七旬靠在门边看了他一会儿，他确实很多年都不习惯跟人同住，刚跟百熙恋爱的时候，他也没想过有一天会敞开大门把人迎进来。但是现在看见百熙趴在床上，想到百熙以后会一直在这里住下去，他却觉得很不错。他站了一会儿就走过去，搂着百熙的腰，跟人接了一个吻。他的舌头撬开了百熙的牙关，在漫长的几分钟后，才慢慢退了出来。他低头看百熙，说：“你偷喝了可乐。”薄熙的嘴唇是甜的，一股可乐味。百熙确实刚喝了一罐，不是冰的。百熙心虚的强调是常温的，他现在被严格限制吃冰的东西。但七旬还是严肃的看他，这让百熙有点不知所措，刚想说什么，却看见七旬突然笑了下。他立刻知道七旬是在逗他，他顿时不干了，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却被七旬再一次堵住了嘴唇。百熙没多久就被亲得手软脚软，眼睛也泪汪汪的。七旬的手探进他衣服里，掐住了他的腰。西西，七旬贴着他的耳朵叫他。百熙受不住七旬这么温柔低沉的声线，七旬还没怎么他呢，他就交代在了七旬手里。七旬挑挑眉，百熙脸红的像个煮熟的虾。不是，这是意外，他拼了命解释。没发挥好。七旬不知道信是没信，但是这一晚上，七旬还是给了他证明自己的机会。1次不行就2次，2次不行就3次。同居的日子跟百熙想的也没什么区别，不管加班到多晚，只要不是出差或者通宵，七旬跟他都会回家，去哪儿七旬也会跟他报备。争吵也是有的，2个人朝夕相对，为了小笼汤包要不要蘸醋都能拌上几句。但是拌完嘴，他们还是会抱在一块说晚安，早上醒过来也能看见彼此的脸。百熙头先几天还有种浪漫情怀，早上会起来帮七旬打个领带，就像他喜欢的爱情电影里那样，他觉得这有种新婚燕尔的感觉。但是干了2天就不干了，烦得很。电影里全都是骗人的。七旬再站在他床边，他就敷衍的领带扔在了七旬怀里，困得眼皮子都睁不开，含含糊糊道：“自己记。这么大人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一点都没有前几天的柔情蜜意了。”七旬再次感觉到了什么叫得到手就不上心了。他不轻不重拍了百熙的屁股一巴掌，小没良心。百熙不理他，翻了个身又滚进被子里。现在就是天塌了也不能影响他睡觉，七旬只能自己系领带。等睡到8点半，百熙就也起来上班了。丁阿姨现在已经完全摸清了他的口味，准备的早餐很对他胃口。9点半他就到了办公室，开始看一天的工作日程。
小助理童家瞅着他最近气色不错，一边吃着他给带的早饭，一边问他：百边，你最近气色真好，感觉你每天来都挺高兴的。他对此颇为惊奇，想不通百熙为什么上班也能神采奕奕。他每天来打工都是痛不欲生的。百熙喝着咖啡提神，不在意道：有吗？有啊。小助理认认真真看着他的脸，我怎么觉得你越来越好看了，容光焕发的。百熙扑哧一下笑出来了，他脑子里不合时宜的跑过一堆少儿不宜的画面，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什么千年狐狸精，专吸阳气修炼呢。他不着调的想，明明七旬才更像狐狸精，不笑时冷若冰霜。上了床，意乱情迷的时候，一双桃花眼却艳色无边。他咳了一声，再想这般就没法上了。我中彩票了，当然高兴了。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童家睁大了眼，真的呀？你运气太好了吧？多少钱啊？百熙跟看傻子一样看他。童家睁着大眼睛回看他，他也不忍心再骗这傻孩子了。他摸了摸童家的头，骗你的。童家一下子泄了气，控诉的看他，少闲聊了，干活吧。百熙拍拍他，奖金还想不想要了？但是在翻看今天送来的材料的时候，百熙想，其实要说中彩票也没错。从跟七旬恋爱开始，这之后发生的一切都像中彩票一样幸运。快到2月的时候，百熙的杂志社变得更忙了。今年过年比较早，大年初3就是情人节，杂志社要赶进度。但他还是抽出空，拉着七旬去听了一场他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他上次听这个歌手的现场还是跟梁颂，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梁颂对这个歌手无感，但还是讲义气的陪他一块儿来了。但这回有了男友，他就扔了基友。梁颂半途打电话约他看电影，他吃着糖炒栗子，慢悠悠道：没空，你自己去。我跟七旬在去看演唱会的路上。梁颂哽住：我就没见过比你更见色忘义的。过奖过奖，咱们半斤8两。百熙谦虚道，顺便跟梁颂翻旧账，你大学为了追妹子放了我多少次鸽子，你自己算过没？但我陪你去看七旬比赛了，我没陪你给女生买限量款包吗？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跟小学鸡一样斗嘴。但聊着聊着又开始回忆高中时光。他们高中的班主任结婚了，所以前阵子能联系上的高中同学都去了，算是小聚了一次。七旬一开始只是安静的听着，但是听到他们聊起高中，却往旁边看了看。他对于高中时期的百熙记忆里是一片缺失。他们不在一个高中上学，等百熙开始读高2的时候，他已经读了大1。他那时候对于百熙的印象就只有晚宴上偶尔的几句寒暄。他知道百熙漂亮的引人注目，穿着礼服的样子像小王子一样，很乖，但也就仅此而已。他们再没有更多交集。可他现在手搭在方向盘上，脑海里却在想，高中在学校里的百熙会是什么样子？应该很受欢迎吧？干净清爽的男生，长得好看，会对女生很温柔礼貌，会拉小提琴和弹钢琴，但也会跟梁颂一起翻墙逃课，会偷偷去听地下演出，是乖孩子，但又不至于乖到木讷无趣。他听见百熙在跟电话那头的梁颂说，你记不记得咱们学校后面有片竹林，小情侣约会圣地，那时候老宋总是过去抓早恋，一斤一大片，咱班班长跟学委就差点被抓到过。梁宋在电话那头笑，可不是嘛，我高中的女朋友也喜欢拉我过去散步，到最后都是喂蚊子，叮我一身包。百熙听到这儿，不由往旁边的七旬看了一眼，他就没有这种经历。在喜欢上七旬以前，他的高中生涯过得心无旁骛。像张无忌还没有打通任督二脉，压根没有通晓风月。给他递情书的女生倒是很多，
但他是个基佬，只能遗憾的发好人卡。喜欢他的男生也有，但是那时候在学校里，同性的喜欢更加小心翼翼，都是毕业了才敢告诉他，所以他从来没跟谁当过野鸳鸯，没有下了课偷偷牵手，趁着晚自习躲进竹林里约会，也没有在夜色里踮着脚亲吻。想想还挺遗憾的。而等挂了电话，博西听见刚才一直安静的七旬问：“你们高中班里情侣很多吗？”他听见了百西跟梁宋的聊天。对，但都分的差不多了，就剩我们班长跟学委一路从坚持到现在了，明年应该会结婚。百西感慨道：“他俩一直挺甜的，都7年了，也没见7年之痒。”反正他是有点羡慕的。那你呢？高中没谈过吗？七旬又问。跟你表白的应该很多吧？没有。百西嘬了一口奶茶，都说了我初恋是你。如今细想，也可能是他这人颜控标准比较高，在遇到七旬这种级别的帅哥之前，轻易都不肯开窍。但他又想了想，不过我要是高3没有喜欢你，大学应该会谈恋爱吧？他说这话倒不是为了让七旬吃醋，毕竟跟七旬表白的更多。他闲极无聊的时候，甚至做过统计，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少个情敌。但七旬却听得心里有些微妙。他当然知道百西一个表白也没有接受，但就像百西说的，如果不是因为暗恋他，以百西受欢迎的程度，也许早就牵了别人的手，大学里就开开心心谈起了恋爱。那个人也会跟百西去看演唱会，跟他同居，拥抱亲吻。这个假设让他眼神沉了沉，不怎么高兴。汽车飞速的前进，转眼快到了演唱会场馆附近。百西剥了个栗子喂进七旬的嘴里，有点好奇的问：“你高中也没对象吗？”对。七旬干脆利落的回答了，高中忙着参加竞赛，对恋爱也没兴趣。百西笑了笑，这个解释倒是很符合七旬，他也没有再追问。但他心里又忍不住想，那七旬的初恋应该就是赵青桐了。他记得赵青桐跟七旬是大2才在一起的，但他俩却是高中同学，这让他多少有点酸溜溜的。他也好希望参与到七旬的高中时代，17、18岁的七旬一定是意气风发又清俊高冷，像漫画里走出来的校草，那他心动的时间一定会提前好几年。他忍不住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我要是高中遇见你就好了。”他低声道：“我肯定天天去堵你，给你送早餐，看你打篮球，你拒绝我也没有用，我还是要缠着你。这样，他说不定就能趁着七旬还没开窍的时候，早早把七旬拿下，也省了这么多年苦逼的暗恋。”他说的豪言壮语，七旬却哑然失笑。他想，百西要是高中就有这胆子，又怎么会这么些都没有敢跟他表白呢？可是他还是顺着百西的话想了想。那也不错，他说道：“你在球场替我加油，结束后我就带你去吃夜宵。”两个人对视一眼，都笑了起来。他们到了演唱会现场。这一场演唱会是歌手孟唯一巡回演出的最后一场。百西从高中就开始喜欢这个歌手，可惜孟唯一不常开演唱会，上一次就是2年前。他跟着现场的歌迷一起大声合唱，声嘶力竭的跟着合唱。时光匆匆流去，我还在原地等你。而等出了演唱会，他嗓子都哑了。在回去的路上，他还是精神抖擞，还沉浸在演唱会的气氛里。他跟七旬说：“我上次听孟唯一演唱会的时候，是我大学毕业，梁宋陪我来的。我那时候想，要是你也在就好了。结果现在你就真的陪我来了。”他对着七旬笑，眼睛亮晶晶的，脸上还贴着刚刚一片蓝色的小星星，是粉丝们准备的应援之一。七旬对应援没有兴趣，但百西的眼睛被那发光的星星映得很好看。他看着百西的眼睛，以后我们还可以来，只要你想，所以不需要遗憾从前。
看完演唱会，时间已经挺晚了。七旬开车回去的路上，百西盖着小毯子，车里又温暖，没多久他就睡着了。到了家以后，七旬也没吵醒他，而是抱着他下了车。百西迷迷糊糊的感觉到了动静，眼皮子却撑不开，含含糊糊的问：到家了吗？七旬一手撑着他，一手去开指纹锁。到了。他抱着百西进门，看百西困得分不清东西南北，又帮百西脱了衣服，抱他去洗澡，一直到人都泡在浴缸里了，百西才稍微清醒了点。他靠在七旬胸口，动也不想动，软绵绵的随便七旬摆弄，让抬手就抬手，让低头就低头。但是等洗完澡，他却清醒了，瞌睡都跑光了，就趴在床上玩手机。他追的一个剧更新到了最新一集，里头有个他特别喜欢的角色，在这一集会战死。虽然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局，但是他心里还是难受的慌。在评论区跟其他同担抱头痛哭。七旬并没有想偷看百西在干嘛的意思，他跟百西睡觉前一直是各干各的，但架不住百西是用 iPad 看的，所以他停下发弹幕的时候，字体远比手机更大更清晰。七旬转过来想跟他说话，一不小心就看见了百西的留言，大大咧咧飘在屏幕上。我老公怎么就没了呢？我这么大一个老公，制作组陪我，大哭。七旬面色古怪，他也不当君子了，头往百西那儿偏了偏，扫了一眼，只见屏幕上的剧集还在播放，被百西叫老公的是个最近正火的小鲜肉。七旬只对脸有印象，却不记得名字。小鲜肉长得倒还不错，穿着银色铠甲，战死沙场的时候是被一箭穿心。明明脸上带着血污，长发蓬乱，从马上翻滚坠地，却自有一种凄怆的美感。百西看得连连抽泣，七旬眼睁睁看着他，又发了一条：逆贼，居然敢打我老公，明天就扬了你们。七旬嘴角抽了抽，他倒是知道百西喜欢的人不少，左一个苏叶，右一个孟唯一的，在外还有108个墙头。这句好看吗？他凉飕飕的问。好看啊。百西眼睛还粘在屏幕上，眼看着他喜欢的角色死在了对手怀里，他又是磕到了，又心疼的直抽抽，根本没空搭理七旬。一直到10分钟后，片尾曲都放完了，他才想起来旁边还睡着个人。他抬起头，刚想问七旬有什么话要说，就发现七旬目光悠悠的看着他。你干嘛这么看我？他奇怪道。七旬合上了书，慢悠悠道：没什么，我只是在想你有几个老公，我能排上几号？百西一愣，随即知道是他发花痴被七旬看了个正着。他立刻替自己证明，我叫的那是角色，不是演员。我对这演员就是个路好，七旬却压根不在乎他是叫角色还是真人。他扣住百西的腰，把人半搂到怀里，手指摩挲着百西的嘴唇。百西没说完的话一下子哑在了喉咙里。明明更过分的事情都干过不知道多少次了，但是七旬这么色气的按着他的下唇，眼神沉沉的望着他，他却莫名有点脸红。他听见七旬说：你都还没叫过我老公。这话里并没有指责，只有一点调笑的意味，低沉的声线像大提琴，漫不经心传进耳朵。百西的脸更红了。他跟七旬床上虽然放得开，但是称呼上还是相对保守。他要么叫七旬名字，要么叫哥，老公还真没叫过。但七旬显然是对这个称呼起了兴趣，他的手指轻轻探进百西的唇缝里，玩味的问：叫不出口吗？百西窘迫的点点头，但七旬却不放过他。七旬把手指抽了出来，换了个姿势，慢条斯理的解开了他的衣服。可我想听。七旬吻着他的脖子，你都叫别人了，为什么不叫我？他一边说，一边愈发往下，从锁骨到胸口，最后到小腹。百西倒抽了一口凉气，什么别人？
那就是个绝色。纸片人懂吗？但他话还没说完，七旬就抬头看了他一眼，看得百熙的心脏不争气的砰砰直跳。都说灯下观美人，这话一点不假。七旬抬头看他，侧脸被灯光镀上了一层暖金色，睫宇漆黑，一双清冷的眼完全融化了，她美得像个古书里的妖精。百熙哪受得住这个，命都能给他，何况一个称呼。他瞬间屈服，红着脸小声叫了一句老公。七旬低低笑了一声，乖。然后他低下头，尽心竭力的替百熙服务了一次。最后他去漱口的时候，百熙躺在床上，像个被掀翻了的小乌龟，爽的魂都漂浮在外。太坏了，他痛心疾首的想，七旬一点不正经，但他真的好喜欢。因着前一晚的纵欲过度，第二天百熙名正言顺的赖床了。七旬倒是雷打不动，准时去上班了，丝毫没有因为公司是他自己的就肆意妄为。百熙在床上躺到了中午，早饭都是丁阿姨送来房间的。11点的时候，他手机响了，他也没看屏幕，摸过来就往耳边一放。喂，哪位？他说话的声音还很沙哑。电话那儿沉默了2秒。儿子，你声音怎么这样？感冒了吗？百熙一个机灵，从床上坐起来。电话对面是他亲妈。他坐起来后咳了咳，不是，没感冒，我昨天有点没睡好。至于没睡好的原因是什么，不可说。吴莫女士望了望公寓紧锁的大门，她其实也没什么事情，不过是今早出门办事，回来的时候路过百熙的公寓，就顺路来看看儿子。他昨天刚跟百熙通话，知道百熙今天休息，照理说是应该在家，尤其是听见百熙这刚起床的声音。但吴莫是谁？风里浪里过了几十年的人精。他瞅了瞅自己摁了门铃半天没开的门，本能的觉得哪里怪怪的。你找我干嘛呀，妈？百熙在电话里问道。吴莫和和气气道，我没什么事情，就是上次你给我订的那个旗袍，你阮阿姨也挺喜欢，问你要师傅的店铺。哦，百熙舒了口气，你等我一下，我给你找找。不急。吴莫笑眯眯的，儿子你是在家吗？刚起床吗？百熙下了床，去给自己倒杯水。他顺口回答，我刚醒。今天不上班就睡得晚了点。吴莫挑了下眉，觉得这事儿果然有蹊跷。他又按了一下门铃。很好，还是没人出来开门。你在自己公寓吗？他又跟百熙确认了一次。百熙喝了口水，有点心虚。他跟七旬同居这事儿可没告诉家里，就以他爸妈那心眼，也许一时还能被他跟七旬是好兄弟蒙蔽了双眼，时间一长肯定能发现不对。那还有啥好说的，他直接带着七旬被3堂会审得了。他把水咽下去，此地无银300两。对啊，我不在公寓还能在哪？吴莫冷笑一声，老神在在道，那好，你出来开个门吧，我在你公寓门口。百熙整个人都懵逼了，他妈1年都不会去他的公寓超过3次，有事儿都是传召儿子回宫，怎么今天就突然造访？他心里还抱有侥幸，在短暂的沉默以后，试探性的问，妈，你是不是开玩笑？吴莫在阳光底下看了看自己刚做的美甲，谁跟你开玩笑？你妈我已经按了5、6次门铃了，你是睡懵了还是怎地？一直都不开门。说话间，百熙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他退出去一看，他妈往他微信上发了个照片，确确实实是他家大门。百熙眼前瞬间一黑，他妈这根本是瓮中捉鳖，有备而来，压根没给他狡辩的余地。他还没想好该怎么解释，他妈就又问，西西，老实交代吧，你到底在哪儿？你是不是要说梁宋家？他还真想过1秒，但事已至此，坦白从宽还能落个从轻发落。
他好歹也是个20几岁的人了，夜不归宿被家长抓了个正着，也不算大事。只是他开口的时候还是一阵心虚。我是不在家，也不在梁宋那儿，我在七旬家。昨天来他家玩太晚了，我就顺便住下了。吴墨本能的不太信，要是在七旬那儿住下了，有什么不能讲的？为什么第一反应是骗他说自己在家？当他傻呢？那你为什么骗我在家？他一边说一边往电梯那儿走。知道百西不在家，他也懒得在门口费功夫，照实说就是了。你又不是小孩子，难道还怕我骂你吗？百西视线扫到自己手腕内侧的吻痕，咳嗽了一声。我那只是随便一说，我哪知道你在我家门口。你问我在不在家，我懒得解释，就顺嘴说了我在。这话也解释得通。但吴墨脑子里瞬间浮现出自己当年18、19岁的时候，跟百西他爸偷溜出去约会再回来，也谎称说是去同学家了。其实他最近早就觉得百西有点奇怪了，回家的频率直线锐减，元旦聚餐也找借口开溜，有时候还动不动就看着手机傻笑。再加上今天这一出，他要再不起疑心，也白当百西亲妈了。他微微眯起眼，西西，你真的在七旬家吗？你这是出去玩了，夜不归宿呢？还是谈了对象不敢告诉我，随口跟我编瞎话？你不会就是在对象家里睡着吧？要命，他妈根本不该开公司，应该去当 FBI。 百西沉默了几秒，我真在七旬家里，你要是不信，我给你发个定位。那也用不着。吴墨索然无味，他又不是真的来查岗的，只不过是心里觉得古怪才炸儿子一下。上纲上线就没意思了，你又不是未成年，我犯不着去管你在外面都干嘛。但你也别总麻烦七旬，他是比你大一点，但又不是你哥，一会儿让他出差还要陪你旅游，一会儿住在他家，他工作这么忙，你也得自觉点。百西老实听训，但他心里却在想，这可怪不得他，他要是不黏着七旬，七旬该不乐意了，昨天还逼他叫老公呢。他想到这里又有点脸红，回道：知道了，我心里有分寸。你到底要不要那个老师傅的店铺地址了？还是你就是说来诓我的？要啊，怎么不要？你阮阿姨真的挺喜欢那旗袍的，你回头给她订一件送她当生日礼物了。吴墨已经坐到了轿车上，示意司机开车，我也不是真查你，但家长总要关心关心孩子的嘛。你要真有对象，我也不反对。你高中我就说支持你自由恋爱，我们又不是那种不开明的家长。他心里多少有点郁闷，孩子大了就有秘密了。他虽然能理解，但也有点怅然。薄熙握紧了手机，而后又放开。我知道。那你这周回来吃饭吗？马上也快过年了，你们公司快休假了吧？回来的。两个人又聊了几句，吴墨叮嘱他这2天加班别累着，才挂了电话。坐在车里，他看着窗外，虽然没有追问百西，但他总还是隐隐觉得不对劲。百西打小就乖，根本不是会敷衍他的那种性格，糊弄人这种事从小都是百若干的多。他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片刻后却又突然蹭的坐直了起来。等等，百西刚才说他在谁家来着？七旬？七旬不早就出柜了吗？百西在家里躺了一天，到傍晚的时候，七旬提前结束工作回来了。吃晚饭的时候，百西把他被妈妈逮了个正着的事情告诉了七旬。我妈这人聪明的很，百西叹气，虽然他没追究，但我觉得他肯定猜出了点什么。七旬看他愁眉苦脸的，轻声问：你是不想让家里知道你恋爱吗？他知道百西还没跟家里坦白自己的性取向。百西摇头，那倒不是，我爸妈早就心里有数了，我真出柜了，他俩虽然不一定高兴，但也不会不接受。只是我现在去跟家里说，他俩肯定要问我是跟谁恋爱，那不就得把七旬给扯出来？他们两家本来就认识，
算是一个圈内的生意伙伴。一旦双方父母都知晓，这段感情就不是小打小闹了。不能今天谈明天分，干什么都行，多少要顾及父母间的交情。他不想说，就是不想给这段感情平添压力。他是无所谓让父母知道的，但他不确定七旬愿不愿意。但他却听见七旬问他，知道是我不好吗？百熙一愣，他抬头望着七旬，却发现七旬是认真的。你是担心你爸妈不喜欢我，还是你怕爸妈生气？如果你怕他们不同意，我可以陪你回去。七旬说道。他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准备这么做。虽然百熙说他爸妈很开明，但是真到了那天，谁也说不好。他自己当年出柜的时候就被家里揍得不轻，棍子都揍断了一根。但就算这样也没用，他表面循规蹈矩，其实天生反骨，不撞南墙不回头。他不想做的事情，谁逼他也没有用。只是他当年吃了皮肉之苦无所谓，但如果让百熙重走他的老路，他却是不会答应的。百熙连在床上碰2下都要起红印子，哪经得起这个？百熙怔怔的看着七旬，你不介意我跟家里说吗？他问。我为什么要介意？七旬很奇怪。百熙说不出原因，但他看着七旬的脸，慢慢的笑了起来。他想，不管七旬到底是因为什么跟他恋爱的，但七旬永远是他最喜欢的模样，认真负责，坦荡可靠。七旬从来就没有想过把这段恋情遮遮掩掩，对朋友也好，对家人也好，七旬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隐瞒。是他一直对七旬没有信心，患得患失。吃完晚饭，百熙跟七旬一块下围棋。他的围棋是七旬教的，自然玩不过师傅，但是七旬赢了2局就开始放水，让了他几子。可惜让子也没用，百熙一直心不在焉。等到收拾残局的时候，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抬起头对七旬说，我准备这周回家就跟我爸妈摊牌了。百熙晚上睡觉的时候想起要跟爸妈出柜这事，还是多少有点紧张。虽然他爸妈足够开明，但窗户纸捅破跟没捅破，到底还是两回事。他躺在七旬旁边，摸摸七旬的手臂，又摸摸七旬的胸口。他想起了一些事情，想跟七旬说，却又最终咽回了肚子里。七旬察觉到了，问他怎么了。百熙垂下眼，没什么。他翻了个身，装作很困的样子，说睡觉吧，明天还得起来上班。七旬看了他的背影几眼，总觉得百熙心情不太好，但又觉得他是因为过几天回家摊牌紧张。他安抚的拍了拍百熙的背，别害怕，我陪你回去。他又对百熙说道，如果你不想跟父母说了也没关系，不说就不说。百熙被他亲的耳根发软。七旬一用这种哄人的语气跟他说话，他就头昏脑胀，找不着北。他又转过身，虽然明知道这个假设不可能发生，但他还是问七旬，要是我爸妈真的不同意，把我赶出家门怎么办？七旬摸了摸他的侧脸，认真道，那你也还有我，以后逢年过节我都会陪你去跟你爸妈求情，总有一天他们会软化的。百熙没说话，他眼神温润的看着七旬，在这一刻他的眼睛像极了森林里的幼鹿，满怀依赖和信任。他其实只是想跟七旬撒个娇，但是七旬这样认真的说会当他的后盾，会一直陪着他，还是让他心口止不住发软。他抬起手搂着七旬的脖子往下压，波姬亲了一口。好，我要是被爸妈赶出去，就一直赖着你。他冲七旬笑了笑，两个人又说了一阵子话，卧室里才熄了灯。七旬倒是很快就睡着了，但百熙却因为下午咖啡喝多了，有点失眠。他脑海里走马灯一样播放着一些陈年旧事。他刚才一直在摸七旬身上，其实是因为想起七旬当年出柜，被家里揍得不轻，
他到现在都记得当时的所有事情。七旬是在大学毕业前跟家里摊牌的，在他跟赵青桐恋爱1年多以后，他就跟家里出柜了。戚家当然是不同意的，但七旬犟着不肯低头，不仅被切断了家里的经济支持，还被他爸揍到不得不住院。整个过程堪称惨烈。百熙那时候跟七旬还不算很亲密，却还是得知了这个消息，想办法找到了七旬住的病房。那也是一个冬天，病房里只有七旬自己，打着绷带坐在窗边看书。他脸上的伤还没好，穿着病号服，虽然称不上落魄，却也消瘦苍白。他看见百熙过来，很吃惊，而看见百熙在他面前掉了眼泪，就更吃惊了。百熙到现在还记得，七旬一边给他拿纸巾擦脸，一边疑惑的问他：“你哭什么？”“对啊，他哭什么？”七旬又不是为他出的柜，也不是因为他挨的揍，这件事从头到尾都跟他没关系，他不过是个旁观的路人甲。但他一看见七旬身上的伤，就难过的说不出话。他没有资格去心疼七旬，但他又控制不住的难受。尤其是他知道赵青桐还不在国内，而是在国外跟家人度假。七旬特地挑了赵青桐不在的时候回家处理这一切的。他后来也问过七旬：“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你为他付出这么多，他肯定很感动，起码能回来看看你。”七旬说：“告诉他，也不过是让他跟我一起烦心，没必要。而且跟家里摊牌是我自己的决定，我自己该承担。”百熙听得一阵沉默，他什么也没说，但他心里在想，赵青桐真的很幸运。而等赵青桐回来，七旬也果真没告诉他自己住过院，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他跟家里摊牌了，现在关系破裂，也许要熬个几年才能缓和。自始至终，赵青桐都不清楚七旬身上发生过什么，但百熙知道，他在七旬住院期间隔三差五往医院跑，因为那阵子不仅赵青桐不在国内，连七旬的几个好兄弟也都被别的事情绊住脚。虽然来探望过，也去七家帮求过情，但到了半夜又得一个个踏上飞机，奔赴别的地方。只剩下百熙是最空闲的，所以他经常带着自家厨师煲的汤去看七旬，告诉七旬他爸妈最近都在干什么。他那时候是真正的心无杂念，他做的一切都不是奢望七旬能喜欢自己，而只是单纯的希望七旬能有人陪。他心里很明白，这不是他在对七旬付出，七旬从头到尾都不需要他，更没有要求过什么，是他自己放不下。七旬不欠他任何，所以他虽然在七旬住院期间频繁探望，但等七旬出了院，他反而自觉地远离了七旬。他像一个剧本里 NPC， 短暂的发挥过作用，而等主角回来了，他也就该从舞台上退下来了。但也许是因为那段在医院里的交集，后来七旬反而主动找了他好几次。等到七旬毕业快1年，他们才真正成了朋友。百熙眨了眨眼睛，望着一片漆黑的天花板。七旬跟家里闹翻都已经是4年前的事情了，回想起来久远的好像上个世纪发生的。但他望了望旁边的七旬，时至今日，他还是会为七旬的伤感到心疼，还是会为七旬被辜负而耿耿于怀。赵青桐一直到分手，大概都不知道那一个冬天七旬发生过什么，因为七旬没有让他感受到任何压力。百熙只有在这种时候会格外嫉妒赵青桐，因为赵青桐拥有过七旬所有的好，然后又草率的、轻忽的把这么好的七旬弄丢了。百熙在被子下悄悄握住了七旬的手，他当然知道他现在的想法是异想天开，但他还是会想，如果当时跟七旬恋爱的事自己就好了。他也许不能为七旬遮风挡雨，但他绝对不会让七旬一个人去面对家里的压力，也不会让七旬一个人在医院养病，他更不会在最后关头选择放弃七旬。周日，百熙一早就回了家，他还是没让七旬跟着他一块回来，
再三保证他爸妈不主张棍棒教育。他对着镜子系扣子，从镜子里看着七旬。我说真的。我爸妈看着严肃，其实一向开明，我跟若若从小到大都没被揍过一指头。高中叛逆期吵过几次，最后也都是我爸妈低头。你跟我一起回去，倒说不定火上浇油。七旬没说话，但他也拗不过百西的意思，最后两人只好各退一步。七旬开着把百西送回了家，车就停在百家旁边的街道上。他在车里等着，百西自己进去。百西挥挥手，等我电话，然后就头也不回的跑了。七旬在车里看着他的背影，心里还是有些焦躁和不安。他自己的出柜方式过于惨烈，以至于他对于薄熙的出柜完全无法乐观。但他又不能违逆百熙的意思，只能沉默的坐在车里，看着眼前萧瑟的冬景。百熙进了家门，屋子里开着地暖，暖融融的。他也不喜欢穿拖鞋，穿着袜子就踩在了地板上。吴墨最近在折腾画画，客厅里放了一幅他的大作。百熙刚进家门就被他一手逮了过来，要儿子欣赏自己的作品。百熙看着那一团混在一起的颜料，很难昧着良心，但考虑到他今天是回来出柜的，他还是真诚的给出了彩虹屁。挺好看，一看就飘逸灵动，有前卫色彩。是吧？你爸就不懂欣赏。吴墨傲娇的哼了一声。他庸俗。旁边的百若听了这一番夸奖，嘴角抽了抽，心里忍不住感慨，他哥睁眼说瞎话的本事是越来越强了。而趁着吴墨去厨房的功夫，百熙一屁股在百若身边坐下，手按在百若看着的杂志上，不让他看。他对百若说：“你先别看杂志了，江湖救急，帮我个忙。”百若莫名其妙的：“什么事？你说呗。”“我待会儿想跟爸妈出柜，你在旁边帮着我点。”百若一下子挑起了眉，他神色古怪的看着百熙：“你早不出晚不出，为什么偏偏挑今天？”百熙一噎，然后摸了摸鼻子：“择日不如撞日，反正早晚要说，管他是哪天。”百若却不信，他打量着百熙心虚的脸，冷笑道：“是因为七旬吗？”百熙吓了一跳，他想说什么，又往厨房的方向看了一眼，压低声音道：“你怎么知道？”百若一看他这样子，还有什么不明白？什么择日不如撞日，不就是被七旬那个狐狸精冲昏了头脑，一腔热血要跟家里人坦白吗？我早就知道了。百若轻哼道：“我之前去你公寓找你，正好撞见你跟他在一块儿，那气氛一看就暧昧，我一下就猜出来了。”百熙没想到是这样暴露的，他懵逼了几秒才消化这个事实。“那你怎么不问我？”他反问百若。百若白他：“有什么好问的？就你那傻乐的样子，一看就是被爱情冲昏了头。我说什么你能听进去？除非我祝你百年好合。”百熙嘿嘿一笑，也不否认。百若看他这样就气不打一处来，他问百熙：“你就那么喜欢他吗？你俩才谈了多久，你就急吼吼要为他出柜？是七旬让你跟爸妈说的吗？”“没有，是我自己要的。”百熙摇了摇头。他沉默了2秒，又说：“但你说的没错，我确实很喜欢他。”“有多喜欢？”百熙想了想，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可能就像你说的，想跟他百年好合的那种喜欢。他扭头望着百若，笑了笑：“所以我希望他能以男朋友的身份跟我回家，而不是朋友。”百若看了他一会儿，他一向对爱情嗤之以鼻，但他没有去反驳百熙，也没有去嘲笑百熙的爱情观。他在百熙脸上见过无数次笑容，但这种完全沉浸在恋爱里的，好像是从未有过的。他低下头重新看起了杂志：“知道了，会帮你说话的。现在你快点滚蛋，别妨碍我看书。”但吴墨跟白子华的承受力显然比2个儿女想象中要好。半个小时后，在客厅的沙发里，百熙像个小学生一样正襟危坐，跟吴墨跟白子华说：“爸妈，
我有个事情想跟你们说。白子华喝着茶，闹不明白儿子这是整的哪一出。你有话就说嘛，这么严肃做什么？吴墨却是敏锐的察觉到了什么，或者说从他抓到百熙不在自己家而在七旬家的时候，他心里就隐隐有了预感。果不其然，几秒后他就听见百熙深吸了一口气，认真道：我有个事情一直没跟你们坦白，我喜欢男人，天生的。白子华的茶杯差点没端稳掉在地上，他这才刚起床没多久，猝不及防就被儿子扔了这么一个炸弹下来，炸得他头昏眼花。他求助的看着旁边的老婆，却发现吴墨八风不动，神色淡淡，别说是震惊，眼皮子都没怎么眨。百熙望着父母的脸色，心里一阵忐忑。他坐在木色的沙发上，今天穿的是白毛衣，毛茸茸的，下面是一条牛仔裤，紧张不安的坐在那里，像个犯了错的高中生。连百若也有点紧张，视线在父母跟百熙之间来回扫射，生怕他爸妈一时没想通，说出点过激的话。但好在没有。长久的一阵沉默以后，吴墨掩饰般低了头，掸了掸根本没有粘着任何东西的裙子，低声道：就这事儿，我早知道了，你妈我又不傻。白子华在旁边震惊的盯着老婆。不是，虽然他们确实对儿子的性取向早就不抱幻想了，但也不能就这么轻飘飘接过吧，好歹训两句吧，父母的威严呢？百熙也睁圆了眼睛，完全没想到是这个走向。吴墨心里其实也有点无奈，要是可以，他又怎么会不希望百熙能喜欢女生呢？他们这样的家长也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女生家世才情都不重要，百熙喜欢就好，他一定开开心心给儿媳妇包红包。但偏偏百熙不给他这个机会。他叹了口气，靠在沙发上，看着百熙大气不敢出的样子，有点好笑。怎么，你以为我会骂你一顿吗？还是要哭一场，让你心里愧疚，觉得对不起父母？伯熙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点头，因为他确实是这样想的。但吴墨又道：这些都是没意义的事情，我才懒得干。难道我把你赶出家门，让你别回来，你就会低头吗？我今天逼你不许喜欢男人，你明天就会给我带个女孩回来吗？百熙这次缓慢又坚决的摇了摇头，他艰难的说道：不会，我喜欢不了女生，所以也不能去祸害她们。吴墨无奈的笑了笑，那不就得了，反正你也改不了，我逼你也没用，那我为什么要做这无用功，还让你痛苦呢？他转头看了一直没能插上话的白子华一眼，白子华刚才还总想暗示他点什么，听完他这几句倒是沉默了。吴墨招招手，让百熙过来。他摸了摸百熙柔软的头发，你大学里我就有心理准备了，如今无非是说开了而已，不就是喜欢男人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爸妈还没那么古板。百熙眼眶都红了，他爸妈要是真的骂他一顿，他可能还没这么愧疚，可偏偏他爸妈还反过来安慰他。他这人其实从小就不怎么省心，小时候是身体不好，总往医院里跑，长大了又不肯走他爸妈安排的路，一定要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再到如今，他有了喜欢的人，也还是在给父母出难题。他眼泪汪汪的看着吴墨跟白子华，可怜兮兮的。白子华本来还能撑一撑父亲的威严，一看百熙这样，却立刻心软了。好了好了，哭什么？他拍拍儿子的肩膀，像你妈妈说的，喜欢男人而已，有什么大不了？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爸爸的朋友有开模特公司的，你喜欢什么样的都能给你介绍。百熙差点没绷住笑出来。吴墨抬起胳膊撞了他一下，越说越不着调，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怎么当爹的不教他点好的？白子华不服，哪里不好了？我这是关心他感情状况，总得找个他喜欢的吧。眼看着两个人要吵起来，百熙立刻上前调停。爸，不用了，
我有对象了。吴墨跟白子华立刻停战，一起望向他。而在旁边当背景板的百若也悄悄坐直了，默默看过来。吴墨心里猜到是谁，脸色说不上好，也说不上难看，满脸纠结。白子华却完全置身局外。你有对象？谁啊？他把脑子里的人选转了一遍。不会是梁宋吧？百熙哑然失笑，怎么可能是梁宋？他迟疑了2秒，老实交代了，是七旬。哐当，他爸的茶杯这次是真的被碰掉在了地上，茶水打翻了一地，弄湿了地毯。空气里安静了好一会儿。白子华跟吴墨都没说话，百若坐在单人沙发上当背景，低头看手机，假装自己什么也没听见。博熙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懂他爸妈是什么意思。你们怎么不说话呀？百熙惴惴不安道。你们不喜欢七旬吗？他心里咯噔一下，张口就想隶属七旬的种种优点。但白子华摸了下头，倒也不是不满意，他脸色有些微妙。七旬他当然熟悉的很，跟百熙当了这么多年的朋友，来他家拜访也不少次，他对七旬一直是很欣赏的。聪明强干，年纪轻轻就挑起了大梁，为人处事也很有分寸，简直是圈子里小辈们的标杆。但如今这个样样出色的晚辈突然成了自己儿子的男朋友，白子华却说不出什么感觉。他看了看百熙，都25了，还一脸稚气，穿衣服都毛茸茸的，像没长大一样，找这么一个精明强干的对象，他家西西还不给吃的死死的。但要说不满意，就七旬这条件，多的是姑娘恨他是个 gay， 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人选，被自己家儿子给摘了。说一点不欣慰，好像也有点虚伪。白子华也不知道自己该摆个什么态度，求助的看了老婆一眼。吴墨却不理他，冷静的低头喝茶。你有话就说，看我做什么？求助失败，白子华只能郁闷的把脸又转向了儿子。百熙一脸期盼的看着他，他也说不出什么重话，只能说道：你都这么大了，爸也不是要干涉你谈恋爱，但你俩原来不是好兄弟吗？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他对你怎么下得去手的？而且我以为你会找一个知冷知热的，贴心点的。七旬呢，跟我想的有点出入。爸，你说反了。百熙认真纠正道，不是他对我出手的，是我先喜欢他的，我追的他。他这也不算说谎，虽然他跟七旬没有追的那个过程，但先动心的人一直是他，而且他特别好，也很温柔。百熙说到这里，不自觉露出一个有些羞涩的笑容。你们可能不太了解他，他不像外表那样，他很耐心，很有责任感。上次我生了个小病，没告诉你们，也是他在医院照顾我。白子华给儿子一番话噎住了，他跟吴墨面面相觑，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光是看百熙那甜蜜的样子，也知道自家儿子这是栽了。当父母的其实总会希望对方多喜欢自家孩子一点，但话又说回来，自己儿子一心喜欢别人，他们也拦不住。行吧，你开心就好。白子华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努力露出一个笑容，不管做什么，爸爸支持你。吴墨不像白子华这么感慨万千，只是用一双温和平静的眼看着儿子。恋爱是你自己谈的，你自己把握，我管不着。百熙眼眶更酸了，但千言万语这时候好像都苍白。他抱了抱爸妈，谢谢，谢谢你们这么爱我。百若在旁边当了半天的壁花，到这时也终于笑了。他凑过来也跟着抱了爸妈一下，顺嘴贫道：你们对我哥这么宽容，那我是不是不管带谁回来，你们也都认？白子华跟吴墨现在被儿子搞得一惊一乍，一听这话，齐刷刷看着闺女。咋，你也要出柜？白子华声音都快变调了。百若暂时没有这个打算。百家夫妇顿时长舒一口气。出柜成功，百熙立刻去给七旬打了电话。他站在窗边，
隐约能看见七旬停在路边的车被常绿树木挡着视线，看不真切。电话1秒就接通了，不等七旬说话，百熙就忍不住雀跃的跟七旬说：“我爸妈同意了。”七旬愣了愣，这1个小时他都坐立不安，几次三番想不顾百熙的意愿，敲响百家的大门，看看百熙怎样了。现在百熙突然告诉他出柜就这么顺利解决了，他反而有种不真实感。真的？他迟疑的问：“你爸妈什么反应？”伯熙手臂撑在窗台上，他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腊梅花开在窗前，嫩黄色的花瓣落了满地。我爸妈很快就接受了，没有不高兴，他们说只要我开心就好。喜欢男人还是女人都不重要。百熙到现在还有点鼻子发酸，鼻尖红红的，但他脸上一直挂着笑。他们知道我恋爱对象是你，也都很放心。七旬握着电话，好几秒都没有说话。他想，幸好百熙跟他长在不一样的环境里，也许就是因为百熙的父母足够宽容开明，才能把百熙养得这么温柔善良，甚至有点天真。他从前不觉得这算什么好词，因为过于心软的人往往也容易受到伤害。遇见百熙前，他的圈子里也都是聪明人，不欺负别人就算好的。但是遇见百熙以后，他却觉得天真温柔也是一种天赋，一种让身边人安心的天赋。他闭了闭眼，也露出一个笑容，那就好。他对百熙说：“你爸妈很爱你。”百熙也觉得是。他一直知道父母爱他，但是又好像低估了父母给的爱能多深沉。他问七旬：“你要不要进来一起吃个午饭呀？反正我爸妈现在也知道了。”七旬想了想，今天就算了，我什么都没准备，不好仓促拜访。而且你刚跟他俩出柜，也得给他们一点时间适应。百熙一想也是，他刚宣布了自己有男朋友，就逼迫爸妈跟她男朋友面对面，好像是有点太刺激了。那好吧。他扁了扁嘴。七旬又问他：“你准备在家住几天？要回去就告诉我，我来接你。我应该明天晚上回去。”好。七旬发动车，那我先走了。百熙心里还有点舍不得，不大愿意挂电话。他看着七旬车子的方向，不知道七旬会不会也在车里看他。哦，对了，有个事跟你说一下。电话里七旬又道。百熙竖起耳朵：“什么事？”七旬望着伯家别墅的方向，他知道百熙应该就在窗后。他低声道：“我爸妈也同意了。”百熙一时没明白，但很快他就听到了七旬的解释：“前2天我没跟你说，我回家了一趟，告诉了爸妈我在跟你恋爱，在一起好几个月了，是认真的。”百熙愣住了，一朵梅花从枝头悠悠的飘下来，正落在他摊开的掌心里。他没有想到，在他还没有跟父母摊牌的时候，七旬居然已经抢先一步跟父母沟通过了。他激动的有点语无伦次：“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那伯父伯母对我满意吗？”最后3个字他说的很小声。其实他去过七家不少次，七家爸妈对他一向很和善，但如今面对身份的转换，他却还是患得患失。七旬说：“他们怎么会不喜欢你？我爸妈非常满意你，反而把我给骂了一顿。”百熙不信：“为什么？他们骂你干嘛？”七旬靠在椅背上，想起来也有点啼笑皆非。他在父母那里的信用度确实极低，他们觉得一定是我把你拐歪的，骂我专门带坏好人家的孩子，自己不听话还拖你下水。百熙没想到是这个原因，他又笑起来，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这样啊，我还怕你爸妈会不高兴呢。他带着点撒娇的跟七旬说。怎么会？七旬的眼神软下来，像是哄人，又像只是陈述事实。西西，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讨人喜欢。他停了几秒，又问：“我爸妈还想邀请你过年来家里玩，
你愿意吗？百熙那里短暂沉默了一会儿，但很快七旬就听见了百熙激动的声音：“我去，不是，我是说我愿意的。”百熙开心的要命，他的高兴也感染了七旬。七旬抬头看了一眼后视镜，发现镜子里自己的神情温柔的都不像他了。挂了电话，百熙靠在窗前傻乐了一会儿，觉得他的恋爱情景一片形势大好。百若抱着一盒水果从旁边经过，对他笑成这样完全不能理解，傻里傻气的。他拍了下百熙的肩：“吃饭了，别呆站着了。”周日的晚上，七旬按约过来接百熙回家，顺便在百家坐了一会儿，还带了给百家夫妇的礼物。白子华跟吴墨多少还有点尴尬，一时没能适应这身份的转变。但百熙早就跟他俩打了招呼，说他跟七旬恋爱还没多久，让他们别瞎问。两人又只能把满肚子的话憋回去。好在在场所有人除了百熙都是社交场上的人精，不管心里是否有点别扭，聊天氛围一点都不冷场。而等快8点，百熙就催七旬走了。我还订了电影票，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他跟爸妈说道。我过几天再回来。他爸妈也不强留他，点头说好，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七旬也站起来告别，伯父伯母再见，我下次再来拜访你们。他说完就走到了百熙身边，百熙正在穿外套，胸前的几个扣子有点费劲。七旬很自然的接手，微微低头帮百熙把扣子系好，又替他整理好了围巾。整个过程两个人都很自然，一瞧就是平时习惯了的。吴墨不由挑挑眉，看向七旬的眼神若有所思。他现在是真的有点信了百熙说的，七旬很耐心体贴，就是表面上可真看不出来。而等百熙跟七旬出了门，他也站在窗边看了一会儿。两个人一直手牵着手，百熙不知道在跟七旬说什么，一直笑个不停，像小孩子一样，走路都不老实，总是蹦跶来蹦跶去。吴墨真是没眼看。白子华站在旁边，后知后觉，你说七旬特的来接他。两个人看完电影也很晚了，那西西是回七旬家还是回自己家？吴墨侧头望了他一眼，冷笑道，你猜啊。就因为这句话，白子华一晚上没睡好。百熙跟七旬去看的是一个最近口碑不错的谍战片，女主角很漂亮，高而清瘦，戴着一顶小软帽，从屏幕上看过来，眼睛里星笼着一层清愁。电影院里漆黑一片，百熙跟七旬坐的是情侣座，两个人的手握在一块儿，他俩手上都戴着那个同款的银戒指，靠在一起，手稍微一动就能摸到圆圆的戒指圈。刚才聊天的时候，伯熙发现他妈时不时就要扫他俩的手一眼，却又碍于答应了他什么也不多问，最终什么也没说。等到电影结束，开着车回家的路上，百熙跟七旬说，你记不记得我大3的时候我们也看过一次电影，那次还是七夕。七旬回忆了下，隐约有印象，你好像是订错票了，不知道那天是七夕，我们还堵路上了。百熙笑了笑，怎么可能是订错票，我就是故意约在那天的，想跟你过七夕又找不到理由。那时候七旬已经毕业了，进入公司1年，忙得昼夜不分，就差住在公司里了。他跟七旬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但1个月里总还能见上1-2次。七旬那时候已经跟赵青桐分手了，所以他终于也可以卸下负罪感，以朋友的身份出现在七旬身边。那次七夕的电影到底放了什么，他根本不记得了。他只记得那天在一堆情侣的包围下，他一直在偷偷看七旬的侧脸。后来吃饭预约的餐厅也都是情侣座，服务生把他俩也认成了一对。餐盘上装饰了1朵玫瑰，祝他俩七夕快乐。七旬面无表情，也没有解释的打算，反而淡淡颔首道谢。他却在对面脸色爆红，觉得自己的小心思被人看穿了，叉子都差点拿歪。七旬也隐约想起了那次的后续，
他说道：“你那天好像穿了一件蓝色衬衣和开衫，很好看。”伯希自己倒不记得自己什么打扮了，茫然道：“是吗？”七旬想了想，有点像学校的制服。他又带了点取笑的意思，问：“你是故意的吗？”因为百希那天出现在人群里，实在好看的引人注目，还有一种天真又无辜的气质。七旬作为一个审美在线的 gay， 很难不留下印象。百希还真说不好当年的自己有没有故意，他记不得了。但他当年确实会精心打扮才去赴约，虽然这不是约会。虽然七旬不一定注意，但他还是希望出现在七旬面前的自己是好看的。不过他的努力好像还真没有白费。他又听见七旬慢悠悠说了一句：“你穿衬衣确实挺好看。”百希正要说话，却听见了下半句：“尤其是穿我的。”他愣了愣，随即耳朵根都泛起了粉色。他什么时候穿七旬的衬衫最多？那当然是床上。时间一晃，离过年越来越近，街上关于新春的装饰也越来越多，到处都红红火火。丁阿姨马上也要回去过年，这阵子在家做了不少好吃的，让百希当零嘴。而百希的杂志 Muse 也不知道是走了哪门子好运，居然预约到了苏叶做半小时的采访，就在他下榻的酒店里。百希差点没从椅子上蹦起来，而且这个采访的任务还真的就落到了他的头上。在去酒店的路上，他跟另外2人一起又重新看了苏叶的资料。童家也喜欢苏叶，激动的猛拍大腿。但是一到酒店的电梯上，3个人立马人模狗样的恢复了端庄姿态。什么叫专业？这就是哪怕百希已经在心里嚎叫了18000遍，但他面上依旧是滴水不漏，露出温柔得体的笑容。苏先生好，初次见面。我是 Muse 的副主编伯希，很荣幸能见到你。苏叶正在做妆造的最后一步，他对百希笑了笑。你好，坐吧，别拘束。因为苏叶还有别的行程，百希1分钟都不敢浪费，抓紧时间把采访提纲上的内容都问了一遍。苏叶也跟外界传闻里一样，态度也很专业，全程很配合。伯希一边记录一边忍不住骄傲，看看，这就是他的偶像，演技好，气质佳，有爱心，人品好。他是积了什么大德，才能有粉上这么好的人？采访的时限很快就到了。百希问完了最后一个问题，他其实很想跟影帝要个签名什么的，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采访者，是不能以粉丝身份提出这些要求的。他只能抓紧时间又多看了苏叶2眼。苏叶已经做好了妆造，黑色西装，苍白的肤，淡色的唇，俊美的像个古老城堡中的吸血鬼。他还抬起眼对百希笑了一下。百希抓着桌子，全靠桌子支撑才没有倒下去。妈呀，这也太会勾人了，难怪年年登顶最受欢迎男艺人 Top 1，这谁顶得住？他深吸一口气，准备跟影帝告辞。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他认真对苏叶说道。祝您事业生活都一切顺利。但苏叶却没仔细听他在说什么，在百希刚刚转身的时候，看见了百希的后颈。伯希的后颈上有一小块胎记，是淡红色的，只有拇指大小，形状不规则，有点像一片树叶。苏叶突然冒昧的打断了百希的话，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你是在 S 大上的大学吗？百希一脸懵逼，不明白影帝怎么会突然问这个。啊，对，我是 S 大的毕业生。苏叶仰起头，认真的看了百希好一会儿。百希被看得莫名其妙，心想他俩也不是校友啊，也不会有什么认亲的戏码。但苏叶却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主动说：“我送你们下去。”旁边的经纪人也不知道他抽哪门子风，但又不能拦着，只能看着苏叶真的亲自送那个小主编出了门。他跟身边的助理吐槽，他脑子瓦特了吗？天天采访这么多人，什么时候见他送人出门过？
总不会是看上人家小主编美色了吧？但话没说完，他自己先笑起来。苏叶是圈内出了名的不好功课，娱乐圈这种地方最不缺的就是美人。百熙虽然长得出挑，比不少小明星都好看，但也不至于能让苏叶一见钟情。可能是日常发疯吧，他下了总结。而电梯里，百熙也想不通苏叶怎么会亲自送他们下来，最后只能理解为影帝平易近人，爱护工作人员。他诚心诚意对苏叶道：“跟您一起工作，一定很幸福。”苏叶闻言笑了下，他比百熙高很多，低下头看着百熙：“我的工作人员可不会这么想，他们只会叫我周扒皮。”百熙顿时就激动了：“怎么会？给你打工我不要钱都干！近距离围观影帝这种事情，放着他来。”但他话一出口，就知道自己露馅了，默默拿起采访稿挡住脸。苏叶倒是笑眯眯的：“这么说，你是我的粉丝吗？”博熙小幅度的点头。他这个极其容易脸红的毛病，把什么都出卖了。6年老粉，他坚定又小声的说道：“铁血小叶子。”苏叶的粉丝都叫小叶子。至于他还有18个墙头这种事情，不重要。他们的楼层是17层，还有2层就到底了。苏叶伸出手，把笔记本从百熙手里抽了出来。他低下头刷刷签了几个字，又递给百熙：“给你。”小叶子。他给百熙签了个名，还加了一句赠语。百熙觉得自己这辈子都脱不了粉了，他哆哆嗦嗦接过来：“我会好好珍藏的。”电梯里其他2位助理，不是还有人记得他俩也在吗？他们也是小叶子啊。电梯到了1楼，电梯门开了。苏叶不适合出去，就在电梯里跟他们告别：“我就送你们到这里了。很高兴今天跟你见面。”百熙抱着签名跟影帝挥手：“您快回去吧，别被看见了。谢谢你的签名，我会一直支持你的。”苏叶又对他笑了笑。电梯门合上了。在影帝的脸消失的那一刻，过道里爆发出3声嚎叫：“卧槽卧槽，他真的好帅！”这是小助理童佳。哈哈，我也想要签名，我花了多少力气才憋住了没骚扰他。这是另一个摄像。嘿嘿嘿嘿嘿。这是博熙。百熙把签名收了起来。他现在心情很好，采访任务也结束了，手一挥道：“走吧，请你们喝个下午茶再回去。”2个人立马跟上。那我要喝上次那家。在喝下午茶的时候，3个人还在聊刚才对影帝的采访。但是童佳想起苏叶，怎么想都很奇怪。他碰碰百熙：“你说影帝是不是对你有好感呀？不然怎么会特地送你下来？”百熙却一点没往这边想。算了吧，苏叶什么样的人没见过？百熙美滋滋的。他肯定发现我是他粉丝了，他就是对粉丝特别好。童佳愤愤的咬了一口蛋糕：“我也是粉丝啊，他咋没对我好？”百熙想了想，可能你激动的不够明显。童佳更悲愤了，熬得又往嘴里塞了个蛋糕。晚上回家的时候，百熙迫不及待的把签名展示给戚寻看了，并且疯狂吹了800字彩虹屁，信誓旦旦表示自己这辈子都不脱粉。我跟你说，我也采访了不少明星，像我们苏叶这么平易近人真的很少。百熙滔滔不绝，而且他比镜头里还好看，皮肤都没有瑕疵。戚寻本来只是默默的听，八风不动的在旁边看视频，但是眼看着8分钟了，百熙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支起上半身，一只手抓住百熙胸前的衣服，把他往自己这儿压。苏叶那次演的电影，你干嘛？百熙还没反应过来，但下一秒他就知道戚寻要干嘛了。戚寻亲了他一口。百熙懵逼的望着戚寻，戚寻眼睫微垂，与他四目相对：“少在我床上提别人。”我不爱听。百熙的脸刷得更红了。百熙采访完苏叶没有几天，他们杂志社也放假了。
离过年越来越近了，在除夕之前，百熙和七旬跟梁宋还有钟雨潭聚了次餐。说来也奇怪，他们4个人弯弯绕绕，各自都有交往，却几乎没有私下坐在一块吃过饭。这次是百熙去七旬的公司，在办公室里等他下班，结果钟雨潭打电话来，问他出不出来喝酒。而同时，百熙也接到了梁宋的电话，约他吃饭。接电话的时候，百熙还坐在七旬怀里，嘴都被亲得有点肿，说话微微喘气。现在吗？百熙看了眼时间，我现在还有点事情。说话间，七旬的手还搭在他的腰上，像故意作乱，又像无心撩拨，手指如弹钢琴一样，顺着他的腰线一路向上。七旬确实是会弹钢琴的，从小跟着名家学过，高中年年被迎新会拎去压轴演出。百熙的腰本来就敏感，忍不住抖了抖，声音都跟着颤了颤。梁宋听出来了，微妙的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才问：西西，你该不会在做什么少儿不宜的事情吧？百熙已经把七旬的手给一巴掌拍了下去。他坐在七旬腿上，理直气壮道：你脑子里都装的什么废料？我才没有，我只是来等七旬下班。七旬低笑了一声。梁宋也贱嗖嗖的笑了一下，骗3岁小孩呢，办公室还不正好方便了，你们玩一些 play。 百熙想了想，又道：你要不再等半小时，钟雨潭刚刚也打电话来约七旬，要不我们4个吃个饭？反正钟雨潭你也认识，他跟梁宋也有一阵子没聚了，怪想的。梁宋确实跟钟雨潭认识，细算下来，他跟钟雨潭还算是小学同学。但他想起钟雨潭，只能想起一张文质彬彬却有点阴险的脸，像个老谋深算的狐狸。这主要涉及到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他高中有一任女朋友甩了他，就是追钟雨潭去了，还直言他就是个小屁孩，比不上钟雨潭成熟风趣，可把他气得。不过现在他们也都这么大人了，这点青春期的矛盾也不值一提。钟雨潭是七旬的哥们儿，他是百熙的哥们儿，4舍5入，他们也算半个亲家。行吧，梁宋颇为大度的说道，看在你的面子上。也不是不行。百熙笑他，你可真是排场够大。挂完电话，百熙也没从七旬怀里出来，七旬就这样抱着他，处理完了最后一点工作。末了还要评价一句，比我平时效率低了点。百熙晃着腿，不满道：那我下次不来了。七旬没说好还是不好，按着他又亲了一下。他们4人约饭的地点叫迷楼，就开在市中心的一家餐厅，私密性很好，离他们几个人的位置也都不远。百熙跟七旬到的时候，钟雨潭已经先坐在包厢里了。他长着一张看着就很斯文的脸，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又长笑，看着很好脾气的样子。钟雨潭没先跟七旬说话，反而跟百熙打招呼：好久不见。西西。百熙对他笑起来，是好久不见了，上次见面还是王威的婚礼吧，那都是2个多月前的事情了。其实钟雨潭跟七旬本来见面频率也不算高，他们俩都是早早进了自家公司，平时全靠手机联络感情，远不像百熙跟梁宋经常泡在一起。百熙跟钟雨潭本来就算熟悉，3人坐一块聊天也不尴尬。钟雨潭一边说话一边暗自观察对面。上次他跟七旬和百熙见面的时候，这2个人刚好上没多久，气氛就莫名有种外人插不进去的感觉。他还当是因为百熙第一次恋爱，又比七旬小2岁，所以粘人的紧。但以七旬的性子，要不了多久就会归于和缓。但是怎么这次见面，这氛围反而还黏糊了？七旬那手怎么就动不动搭在百熙腰上了？2个人为什么讲着话动不动就互看一眼？钟雨潭嫌弃的啧了一声，喝了口苏打水缓缓。他觉得自己的钛合金狗眼快被闪瞎了。梁宋是最后一个赶过来的，他一向打扮随意，穿着卫衣，戴个鸭舌帽，
往这几个衣冠楚楚的人里一坐，像个还在笑的学生。4个人都是熟人，没什么可客气的，点了菜，边吃边聊天。但是吃到一半的时候，也不知道谁开的头，聊起了高中的事。梁宋一下子回忆起了他高中被钟雨潭撬走的女朋友，就恨涌上心头，脸都臭了3分。而钟雨潭还拒不承认，他还是笑眯眯的，不急不缓的说道：“我不太记得了，高中喜欢我跟七旬的女生不少，但我总不可能每个都有印象。”这简直是轻飘飘又往梁宋心上又扎一刀，百西都怕他俩打起来。好在钟雨潭又笑着息事宁人，但这事儿算我不对。他往杯里倒了杯酒，跟梁宋碰了下，这杯就算给你赔罪。说完就一饮而尽。梁宋皱着眉，用不着，没谁对谁错，我没那么小气。他也倒了杯酒，二话不说喝了下去。钟雨潭笑眯眯给梁宋又满上，夸他好酒量。梁宋经不得机，又喝下去了。七旬在旁边扫了钟雨潭一眼，他知道钟雨潭毛病又犯了，就喜欢逗人玩，梁宋这种一惊一乍的尤其好玩。好在这顿饭还是平平安安吃完了，钟雨潭及时收手，也没真的灌醉梁宋。结账以后，百西跟梁宋去了附近一个古玩店，梁宋在那儿订了一个玉手链，送给他堂姐当生日礼物。七旬跟钟雨潭就站在广场的树下等他们，顺便醒酒。夜风微冷，钟雨潭点了一支烟，又递给七旬一根。七旬摇头，不用，早戒了。钟雨潭就又收回去了。他知道七旬戒烟的源头在百西身上，因为百西闻不得烟味。哪怕那时候百西还不是七旬的男朋友，只是七旬的某个小朋友，他对百西最初的印象也就是跟在七旬身边的一个小尾巴，转悠来转悠去，安静乖巧，长得可爱，但要说多特别，似乎也没有。可是这么几年过去，这个看似不特别的小朋友，让七旬戒了烟，让七旬抽空陪他出去旅游，又最终成了七旬的男朋友。现在还见了家长。想到这里，他问七旬：“我怎么听我妈说，你爸妈已经知道百西跟你恋爱的事了？”“我爸妈还邀他去我家过年。”七旬毫不避讳，他爸妈也见过我了。钟雨潭更惊讶了，看来七旬的爸妈不是一般的满意百西啊。不过也不奇怪，百西本来就招家长喜欢。他笑了下，看着七旬：“你们这速度够快的呀。”这才谈了几个月，交往、同居，戴了戒指，见了家长，什么流程都走完了，再下一步是不是就该结婚了？他本是调侃七旬，但七旬却漫不经心道：“也不是不行。”钟雨潭差点给烟呛到，他咳嗽几声，不可置信的望着七旬：“你认真的？结婚也可以？”七旬道：“很奇怪吗？”钟雨潭想，这岂止是奇怪，这简直是邪门。他又想起2个月前在七旬手上见到的那个便宜的小银戒指，他当时虽然开过玩笑，但从来没想过这可能成真。他神色复杂的问七旬：“你不会是突然发现百西是真爱吧？天雷勾地火的，才谈了4个月就能考虑结婚？”七旬却没马上回答。真爱这种词对他来说实在太遥远了。他父母其实也是商业联姻，但这些年相敬如宾，关系一直不错，感情反而比那些当初要死要活娶了爱情的稳定的多。所以他也一直觉得伴侣只要合适就好。爱得太深，内心的所求也会更多，激情一旦褪去，反而会像一座沉睡的火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就如当年的赵青桐，他想起这个名字，眼神微微冷下来。他反问钟雨潭：“你觉得什么算真爱？像赵青桐当初追我一样吗？”追得惊天动地，全院都觉得他对我死心塌地，到最后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好像辜负他是什么滔天罪过。钟雨潭一时语塞。七旬跟赵青桐恋爱的时候，
他也是见证了全程的。赵青桐当时对七旬的追求，铁石心肠都要被感动，所以连他都心软了，帮着助攻。没想到最后也是轰轰烈烈。赵青桐前脚跟七旬说分手，后脚就让七旬撞见他跟别人接吻。以前的海誓山盟，痴心不改，全成了笑话。七旬也想起了他跟赵青桐分手有多难看，但他不喜欢跟人说前任的坏话。这些年只有钟雨潭知道全部的事情。他低声做了总结，海枯石烂也是很快的，再强烈的感情都能被消磨，尤其是跟我这样的人。你知道的，赵青桐跟我分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觉得我不够爱他，没有激情，没有他那种疯狂和被闪瞎了深情。但我天性如此，改不了，所以我也不适合跟他这种浪漫主义在一起。钟雨潭沉默了会儿，他知道七旬说的有道理，他们这些人对感情都不会太看重，所以他又问，那百熙呢？为什么你觉得你跟百熙就可以结婚？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七旬想起百熙，阴翳的脸色缓和了下来。夜风中，他的侧脸轮廓在灯映下有如雕塑，俊美却不够生动。他说道，百熙跟别人都不一样，他很温柔善良，他永远不会用难堪的方式结束一段感情。我说不好我到底多爱他，但是如果现在要让我组建家庭，我只会选百熙。想到要跟他过一辈子，头发花白似乎也没什么不好。他是真的这么想的。钟雨潭却听得一脸微妙。就算他跟七旬当了很多年朋友，有时候也搞不清七旬。七旬这人最奇怪的地方就是，哪怕长了一张薄情寡性的脸，但只要他想，他就会是最完美和体贴的情人。他当初还一度也觉得七旬对赵青桐爱的深沉，处处体贴温存。但赵青桐提了分手以后，七旬只是消沉了1个月，就再也没有提起。这段感情在他的生活里如同水雾一样散去了，蒸发的不留痕迹。如今他也觉得百熙对七旬来说好像不太一样，但一想到对面是七旬，他又觉得不能用常理考虑。但还不等他想出头绪，百熙跟梁宋已经买完东西回来了。钟雨潭眼睁睁望着在百熙出现在他们视野的瞬间，七旬的视线就定格在了百熙身上，脸上也露出了一个很轻的笑容，就好像百熙是什么人群里的发光体。钟雨潭他还是觉得他兄弟不太对劲。既然买好了东西，4个人就在商业街口分道扬镳。钟雨潭跟梁宋都各自喊了代驾，七旬也喝了点酒。是百熙开车回去的，但他路上看见他喜欢的一家奶茶店居然还开着门，也不管刚吃完晚饭还撑着，二话不说又买了杯奶茶。他喝起奶茶像个花栗鼠一样，珍珠都鼓在腮帮子里。七旬伸手戳了戳，提醒道，你当心晚上睡不着。百熙已经喝了大半杯，含含糊糊道，不会的，我这几天早睡早起，作息健康的很。结果回去就被打脸了。他在床上滚来滚去，快到1点了，毫无睡意。他扭头看了看七旬，发现七旬一动不动的闭着眼睛，规矩安稳，看上去早就睡着了。他也不能野蛮到把七旬拉起来陪自己聊天，眨巴着眼睛看了他一会儿。卧室里只亮着一盏小地灯，屋子里光线昏暗，可七旬的侧脸本就轮廓感强，反而更好看了。算算时间，他跟七旬恋爱也有4个月了，同居也1个多月了。每天他睁开眼就是面对这张脸，但他到现在都还没看腻，还是随时随地会为七旬心动不止。他有时候甚至觉得时间好像停止在了高3，他对七旬的汹涌爱意也一直定格在了他爱上七旬的那个冬夜。一杯热可可，1个小时不动声色的陪伴，还有送他回家的温存体贴，搭在他身上的外套的温度，如此种种构筑成了一个牢笼，把他圈得死死的，跑都跑出来。不过他也心甘情愿就是了。想到这里，
百熙眼睛弯了弯，他悄悄凑过去亲了七旬一口，亲了脸颊，又觉得不太够，吧唧在七旬嘴唇上也亲了一下。他亲得十分纯情，不含任何情欲，只是嘴唇贴了贴，像小猫咪偷腥一样揪了一下。亲完他就撤退了，准备老老实实培养睡意。但他还没来得及起身，腰上就多了一只手，宽大有力，一把将他重新按了下来。他差点砸在七旬身上，好不容易两手撑住了，抬起头，正对上七旬似笑非笑的一双眼。他一下子结巴了，你没睡啊？他明明亲的是自己男朋友，也不犯法，也不违反道德，却莫名有种被抓包的心虚感。七旬好笑的看他，本来快睡着了，但你又摸又亲的，我又不是没感觉的植物人，这还怎么睡？这话说的，什么叫又亲又摸的？百熙脸红了红，觉得自己在七旬话里像个色情狂。他不乐意了，要从七旬身上下来，咕哝道：“那我不亲了，你睡吧。”七旬却一把搂住他，抓着他的手腕，瞬息之间，两个人就调换了位置。百熙摔在了枕头上，七旬低头看着他，眼神有种散漫慵懒的性感。他说：“没不让你亲，但不能亲了就跑。”说完，七旬就低下头，把百熙吻了个七荤八素。他们今天回来的时候，本来什么也没做，因为刚从外面进门，百熙就嚷嚷着累了，洗澡的时候也撒娇是要七旬抱着去的，所以七旬就只是洗澡的时候占了点便宜，上了床却安安分分。但百熙现在又主动撩他，七旬想，这可不能怪他，他年纪轻轻，实在当不了柳下惠。卧室里宽大结实的双人床摇摇晃晃，时不时能听见几声讨饶声跟抽泣声。七旬端着张君子如玉的脸，干的却全是斯文败类的事情。见百熙哭得很了，他虚情假意的帮百熙开掉眼角的泪，哄道：“别哭。”百熙一点都不买账，他咬着嘴唇，眼泪汪汪的瞪着七旬，鼻尖也红红的，心里万分后悔。他这是做的什么死？不亲了，他以后都不偷亲了。结束后，七旬抱着百熙又去洗了次澡，七旬换了新的床单，才搂着百熙重新睡下来。两个人一时都没有睡意。百熙刚才还委屈巴巴的，觉得七旬一点也不像他高中时美好的男神了，就是个大骗子加王八蛋。但是被七旬搂在怀里哄了一会儿，他就又好了，跟小猫一样枕在七旬胸膛上玩手机。他的眼神扫过屏幕上日期，突然意识到还有2天就是除夕了。他抬头问七旬：“你们家今年还是回老家过年吗？”七旬家是不在本市过年的，而是会去隔壁市七旬的爷爷奶奶那儿。七旬的姑姑一家也会赶过去，所有人都在老宅里团聚，一般要好几天才回来。对，今年我外公外婆也会去，堂弟也从国外回来。七旬说道，所以我可能要留得久一点，初4才回来。百熙哦了一声，心里有点失落。今年过年早，大年初3就是情人节，他本来还想跟七旬一起过呢，现在看来是泡汤了。但他没把心里的失落表现出来，继续看手机。可是没几秒，他就听见七旬说：“对不起，这次没办法陪你过情人节。”百熙愣了愣，抬头看七旬，他心里又高兴了一点，他还以为七旬不会在意这些节日，没想到七旬没忘记有这个事情。他摇摇头，体贴道：“没关系的，过年重要，我也得在家陪我爸妈呢。而且情人节也没什么，每年好多节日都过腻了。”七旬低头看他，薄熙的表情十分真诚，但七旬一点没信。他明明看见百熙前几天在查情人节那天的餐厅和电影。他太了解百熙，哪怕心里是不乐意的，也总是会很懂事的，不给别人增加负担。但他倒宁愿百熙不懂事一点，跟他撒娇，要他补偿。只是他也没戳穿百熙的嘴硬。
他凑近吻了吻百熙的额头，说道：“那你等我回来，我们再去约会。”百熙就又高兴起来。好。除夕当天，七旬一早就回了他爸妈家，等他们收拾好行李，就一起开车去隔壁市了。他走的时候，百熙艰难的从被窝里钻出来送了他。两个人在门口腻歪了一会儿，百熙赤着脚踩在地板上，踮起脚环着七旬的脖子，给了七旬一个告别的早安吻。他还有点困，但又有点恋恋不舍，跟七旬说道：“那我们要年后再见了。”七旬脚边放着一只小行李箱，他搂着百熙的腰，望着百熙还残留着睡意的脸，心里其实也有点舍不得。博熙前2天刚去剪了头发把，本来及肩的半长发被剪短了，是一种跟以前不一样的好看，清爽又干净，衬着那张白皙精巧的脸，像是又小了2岁。他站在门内，眼巴巴的看着七旬，这让七旬有点挪不动脚，甚至想把他就这样揣在兜里带走。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百熙也得回家过年。他要真敢带着百熙私奔，百家爸妈非得在心里把他翻来覆去的打。他想到这儿，不由笑了笑。他在百熙额头上又亲了一下。你要是想我，就多给我打电话。百熙立刻点头。两个人抱一会儿，说会儿话，又亲来亲去的，足足磨蹭了半个小时。七旬才出了门，而等门关上，百熙反而不困了。七旬一走，别墅里瞬间变得冷冷清清的。丁阿姨前2天也放假回家了，偌大一个房子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百熙去厨房随便给自己弄了个早饭，他坐在客厅地板上，一边开着电视当背景乐，一边吃早饭。明明他以前也一直是独居的，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住到七旬这里，他居然开始不习惯这么安静了。客厅太大太空了，连他的勺子碰到白瓷盘都好像有回声。等到下午，百熙收拾好东西也回了自己家。他们家每年除夕都还挺热闹的，除了他们一家4口，还有在他家工作了几10年的刘阿姨跟吴管家，他们都不回去。百宅里，玻璃窗户上贴着红色的窗花，客厅里放着小金桔，外面的院子树上也挂着小红灯笼，到处都喜气洋洋的。因为家里也没什么要帮忙的，百熙跟百若一起坐在沙发上剥核桃。百熙剥了2个就懒得动了，扔在一边，开始吃巧克力。百若笑他，懒得你，吃东西都不这么怕烦，娇不娇气？百熙不服，他塞了一个巧克力进嘴里。我本来就不喜欢吃带壳的东西，平时都是七旬给我包的。百若一噎，他受不了的翻了个白眼，有男朋友了不起啊？但他又好奇的看百熙，我看七旬还挺惯着你的，你俩平时都是怎么相处的？百熙秀恩爱的时候不觉得，被妹妹这么问却有点脸红。就正常相处啊，他低头包糖，但嘴角却往上咧。他本来就对身边人脾气挺好的，只是不喜欢笑，也不多话。他前阵子还跟丁阿姨学了几个点心，都是我喜欢的，说可以给我做夜宵。百若受不了的抖了3抖。新年快乐要命了，百熙谈起恋爱怎么好像更傻了，腻歪到他了。两个人聊天加拌嘴，在沙发那儿坐了1个多小时，就到开饭的时候了。他们这里守夜不需要整晚通宵，吃完晚饭就可以该干嘛干嘛了。吃完晚饭，大家聚在客厅里看春晚。吴墨跟白子华为了哪个主持人好看，还要争个高下。百熙跟百若在旁边瓜分一个果盘，一起吐槽刚刚的小品，一看就扯淡。快到12点的时候，百熙的手机震动了起来，他低头一看，是七旬的视频通话。他立刻离开了沙发，去了院子里。吴墨看了看儿子的背影，问女儿：“你哥干嘛去？”马上不就到他喜欢的那个演员苏什么来着？不是有节目吗？百若吐出2片瓜子皮，嗤笑一声：“偶像哪有老公重要啊？”他是接七旬电话去了。他闭上嘴，不问了，安心看春晚。
百西到了院子里，接听以后，屏幕上出现了七旬的脸。看那黑漆漆的背景和廊下的灯笼，七旬似乎也是站在院子里。百西一看见他的脸就笑起来。你在干嘛呀？他问七旬，吃过晚饭了吗？刚吃完饭，我爸妈都在聊天，我出来找你跨年。七旬说道。他爷爷奶奶这儿的风俗不一样，除夕宴都是快12点才吃。刚才趁着大家都在聊天，他才有空出来。他低头看了眼手表，还有6分钟就要12点了。这一年就要过去了。外面已经有了爆竹声。他把手机举高一点给百西看，你看，已经有人开始放烟火了。这个宅子靠近郊区，是可以放烟火的。七旬抬起头，只见夜空里除旧迎新的烟花已经照亮了空中。虽然没有烟火表演那样盛大，却也有种世俗的喜庆。百西站在自家的院子里，院内开着灯，迎客松上挂着小红灯笼，夜风里轻轻摇摆。他们这里是禁止燃放烟花的，四周安安静静，因为是过年，反而比平时还冷清。但他听着手机里七旬那边传来的炮竹声，忽远忽近，夹杂着一点微弱的笑声说话声，也有种遥远的热闹。在12点前的那1分钟，他跟七旬都没说话，就这样一起听着烟火的声音。而在指针指向0点的那一刻，他听见七旬跟他说：“西西，新年快乐。”就这普普通通的4个字，也没什么特别，两个人却一起在屏幕中笑了起来。百西也说道：“新年快乐。”虽然没有在同一个地方，但这是他们成为恋人后一起倒数的第一个春节。年初1早上，伯西一家把亲近的亲戚们都拜访了一圈，下午就去了他们外公外婆那儿。他外公外婆就在本市，本就是时常走动的，开过去不过1个小时。两个老人家住的也是远离市区的宅子，空气清新，适合老年人休闲养生。偌大一个院子里养花养草，一年4季都绿意繁盛，花木葱茏。他们一家子到的时候，老两口还在屋子里听戏，戴着老花眼镜下象棋，为了一颗棋子争论不休。百西跟百若拎着礼物进来，进门就笑眯眯喊道：“外公外婆。”外公外婆听见了，顿时气也不争了，笑眯眯的从椅子上站起来：“西西跟若若来了呀。”两个人拉着外孙跟外孙女看了好一会儿，才记得招呼女儿女婿坐下。好在吴莫压根没指望爸妈记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已经端着茶杯喝上了。年初1照常是要留宿在外婆家的。吃完晚饭，白子华跟吴莫陪着老两口打牌，百若就跟百西在沙发上撸猫。外婆今年刚养了一只白猫，叫囡囡，还不到2岁，娇生惯养的，一身皮毛油光水滑，2只水汪汪的蓝眼睛，格外粘人，又不爱动弹，乖乖躺在百西怀里接受梳毛服务，叫起来嗲里嗲气的。百西给萌的心都要化了，举起手机拍了几10张猫片，全发给七旬。七旬那边回的也快，但是他的重点却不在猫，而是百西的手。你手上怎么了？为什么贴着创可贴？七旬问。百西低头一看，他自己都忘了他手上有伤口了。他回道：“我下午帮着剁馄饨馅，结果把手指头给剁了，血流了不少，还好伤口不算深，消了个毒就没事了。”再然后他就被集体赶出了厨房。七旬也是服气了，平常看着百西挺聪明的，上学成绩也名列前茅，偏偏跟厨房犯冲，他只能回道：“祖宗，你还是少帮倒忙，乖乖坐着就行了。”他心里暗自想，以后但凡丁阿姨不在家，他都不会让百西靠近厨房。百西却不服，从手机里又发了一碗小馄饨的照片过去。少打击我，你看我包的。他虽然不会做饭，但包馄饨的技术却还是可以的。两个人一来一去，竟聊些有的没的。百若一开始还光明正大偷看2眼，眼看着他俩的聊天全都是没营养的废话。
在他看来就叫打情骂俏，便又兴致缺缺的坐了回去。七旬那边也在打麻将，但是他因为赢钱太多，已经被赶下了牌桌。而他作为小辈之中年龄最大的，刚刚给底下的堂弟堂妹们发完了一圈红包。他给百西也发了一个，走的是转账，比给弟弟妹妹们的要大得多。百西嗑着瓜子收下了，笑眯眯的打字：那我该说什么？谢谢哥哥。七旬，不谢也行，先记账，回来再说。百西翻了个小白眼，他可不傻，最后这账还不是要在床上还。但他又存心撩拨七旬，从相机里翻出张照片发给七旬。这是百若下午刚给他拍的。照片上他站在雪地里，穿着一件婴儿蓝的毛衣，衬得肤白若玉，左脸上被百若给贴了个红色爱心，手里捧着一个刚堆的小雪人，对着镜头笑得阳光灿烂，小酒窝都露出来了。好看吗，哥哥？百西问。他平时不怎么叫七旬哥哥，偶尔叫也是叫哥，现在倒一口一个哥哥叫得起劲。七旬盯着手机屏幕，当然是好看的。百若拍照技术很强，而百西本来也骨相也好，五官又精细耐看，捧着雪人笑得眉眼弯弯，几乎能跟杂志封面媲美。他抬头望了一眼窗外，他们这儿也下雪了，但是窗台上却没有放着小雪人，只有一排低头打游戏的堂弟们。七旬在心里啧了一声，都是弟弟，差别怎么这么大？他低头回了2个字：好看。百西嘿嘿一笑，更起劲了，什么照片都往七旬那儿发。七旬也照单全收，眉眼间是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温柔。堂弟们在打游戏的间隙休息了会儿，抬起头却猛地看见沙发上的大堂哥低头看手机，表情不可谓不温和，一个个跟见了鬼一样。荀哥这是咋了？大过年的笑得这么瘆人。我哪知道，刚刚他还训我来着。我发现我还是比较习惯他冷脸的样子，他一笑我更害怕了。几个堂弟叽叽咕咕。七旬听见了，恰好百西也要去陪外婆了，他收起手机，轻轻抬起眼扫了那些堂弟一眼，美玉一般的脸却比阎王还能瘆人3分。堂弟们瞬间闭嘴，乖得像一群小鹌鹑，继续低头打游戏。年初一很快过去了，睡觉前百西跟百若又被塞了2碗夜宵，撑得几乎走不动路。百西摸了摸肚子，深刻怀疑他这个年有养胖的风险。而年初2的下午，他们一家才重新返程，开车回了自家的别墅。路上的时候，百西往外看，发现街道上情人节的气息已经热火朝天，商家拉出各种广告，花店门口也都是玫瑰花。百若本来以为百西明天肯定也有了安排，结果年初3的中午，他收拾打扮得当，却发现百西还躺在沙发上玩手机。他奇怪地问百西：你怎么还不出门，也不收拾？你不去跟七旬过节吗？百西挪开手机，露出一张悠悠的脸。他妹可真是个聊天鬼才，哪壶不开提哪壶。他解释道：七旬在他爷爷奶奶那儿，回不来。我在家待着挺好的。百若哦了一声，他跟七旬又不熟，当然不关心七家过年都有什么安排。他拍了拍百西的肩：那你就在家待着吧，我先出门了。百西还没有意识到情况不对，漫不经心地问：你是跟闺蜜出去玩吗？情人节人多，注意安全。百若一撩头发：哥哥，你今天没人约会，我可是有的。我跟闺蜜什么时候不能出去，非得挑今天呀？说完，他也不管他哥受到了多大的冲击，拎上包就要出门。百西后知后觉，愣了几秒，才噌的一下从沙发上坐了起来。不是，等等，百若你什么意思？你跟谁约会？男的？我认识吗？长什么样子？多大？干什么工作的？他活像个查户口的。百若却不理他，换好鞋子，冲他哥挥挥手，无可奉告。拜拜。他风一样的跑了，大门被也重重关上了。
百熙的心也跟着碎了一地。他从落地窗里看着百若从往门外走，一心只想把那个拐走他妹妹的小王八蛋揪出来打一顿。但百若走后，家里也彻底没什么人了。百熙继续躺在沙发上。梁宋今年跟家人去了外地过年，正在滑雪，给他发了一堆小视频。而除此以外，他朋友圈里几乎全被秀恩爱的给占满了，仿佛所有小情侣都在今天出巢了。百熙心态平和的给这些鸳鸯点了赞。这一天就这么平平无奇的过去了。他下午的时候也有跟七旬聊天，但是七旬爷爷家今天来了许多客人。七旬作为长孙，又是一早接手了家业的，比下面一帮还在大学的弟妹要忙很多。百熙就贴心的让他去忙，没再打扰。直到晚上10点的时候，伯熙寻思着七旬应该忙完了，才又给七旬发了条信息，问他在干嘛，但七旬没回。百熙望着外面的满天星斗，多少有点失落，不过他也没在意。他跟七旬都这么大的人了，除了恋爱也都有各自的空间与工作，他倒也不是非要跟七旬时时刻刻想着他。他靠在贵妃榻上看电视，里头在放歌会表演，唱什么不好，偏唱缠绵沙哑的情歌，跟催眠曲似的，他听着听着就头一歪睡着了，遥控器从手中滑落下来，掉在了柔软的地毯上。百熙在这短暂的小寐里做了一个梦，说梦也不恰当，因为这分明是发生过的回忆。梦里他回到了他大4那一年的春节元宵的时候，他约了七旬出来玩。2个人玩了一天，夜色降临的时候，他们一起去看冰雕展。人群挤挤挨挨，七旬一只手举着电话在谈生意，另一只手却拉着他，把他的手塞进自己口袋里，是怕他被人群给挤丢了，也是帮他捂手。七旬接着电话还回头说他一句，怎么不多穿点，手这么冷。百熙想，当然是为了好看，但他面上却乖乖点头，耳朵根红的不像话。他近乎埋怨的看着七旬，无形撩人最为致命。七旬又不能爱他，却又偏偏在这些不该在意的小事上显露出不易察觉的温柔。他就像个被七旬拢在掌心里的鸟，也能扑腾2下翅膀，却又无论如何都飞不出去。那天的冰雕到底好不好看，百熙已经不记得了。情人节，但是他记得在冰雕展快要结束的时候，七旬给他买了个手做的小灯笼。他不明所以的看着七旬，干嘛给我这个？七旬笑了一下，冲淡了身上的高冷，他的五官其实是很美的，精雕细琢，像他妈妈，在灯光下甚至有种别样的风情。百熙心都跳快了，而更要他命的还在他后面。七旬揉了揉他的头发，说道：我看其他小孩子都买了，所以也给你买一个。他当然知道七旬只是开玩笑，他那一年22岁，比七旬只小2岁04个月。但在七旬漫不经心的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里还是炸开了烟花。百熙睁开了眼，这个梦做的太逼真，他醒过来的时候差点分不清现在到底是不是在他大4那一年。但他拿起手机一看，人就清醒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40分，离这一天过去还有20分钟。他从贵妃榻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站到了窗边。从落地窗里看过去，他才发现外面下雪了，地上已经积了薄薄的一层，树枝也变成了白色。他呼出一口气，窗上就凝了一层白雾。他安静的看了一会儿，想着也不知道七旬在干什么，到现在也没回讯息。晚上如果要家族聚餐，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喝多酒。如此种种想的自己都出了神，直到一阵手机提示音响起来，他才如梦初醒。他拿起手机一看，是七旬发的消息，问他睡了没。他回复没有，七旬就立刻打了电话过来。百熙接了起来，不自觉的笑，喂，你怎么现在给我打电话？忙完了吗？对，忙完了，
七旬说道：“我刚刚把姑姑一家送走了，我爸妈留在了爷爷奶奶那里。”这样啊，百西说：“那你现在呢？准备睡了吗？你今天应该挺累的。”七旬那里却停顿了一会儿，他靠在车座的椅背上，抬头看了一眼前方的别墅，只见2楼靠左的房间还亮着灯。他松了松领带，说道：“西西，我没有留在爷爷那儿。”百西没听明白，那你在哪儿？七旬笑了一声，他抬起眼，倚仗着良好的视力，他可以清楚的看见窗前的百西，穿着毛茸茸的睡衣。他对百西说道：“我就在你窗户下面，你低头就能看见我。”他从车里钻出来，站到了百西家的花园边上，然后抬起头，与低下头的百西打了个照面。百西不可置信的瞪大了眼睛，是他出现幻觉了，还是七旬真的在他家花园墙边？然而下一秒，他就听见七旬在电话里说：“西西，我来陪你过情人节。”百西一溜烟从楼上奔下来，他们家的人都睡了，别墅里静悄悄的，所以他脚步也轻，哒哒哒的，像一只鹿从森林里溜出来。他一边往外跑，一边心里还有点懵，弄不懂本应该在隔壁室的七旬怎么就突然出现在他家楼下。但是短短几分钟，他就一路从花园里钻了出来，绕过围墙和门边的灌木，一下子扑到了在花园外的七旬怀里，而七旬也一把接住了他。百西脚上穿的还是拖鞋，睡衣也没换。路灯照亮了周围的一小片空地，细雪像柳絮一样纷纷扬扬从天空中落下。他仰起头，稍微喘了喘气，又激动又惊喜的问：“你怎么会过来？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吗？”七旬低头看着他，灯光下，百西的脸有种玉一般的明净，眼睛也像早春的湖水，干净又澄澈，有着毫无保留的欢喜。七旬忍不住笑了笑，他自己都说不清他为什么要赶回来，这太不像他的作风了。情人节而已，又不是赶着去签什么巨额的单子，迟一步都要生变。过了今天，他也照样可以给百西补过。但是刚才他送完姑姑一家去机场，抬起手一看时间，发现才9点多，还来得及在12点前赶回来。他居然没多犹豫，就踩下了油门，因为他想百西见到他应该会很高兴。而百西也确实很高兴，趴在他怀里像个小猫，就差长出个小短尾巴晃一晃。他帮百西理了理鬓边乱翘的头发，解释道：“宴会结束后，我发现还有时间，就赶过来了。好歹是在一起的第一个情人节，让你一个人过，多少有点过分。”百西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是感动的，但又觉得七旬连夜赶回来太累了。他说道：“其实这没什么要紧的，你不用特地赶回来。”但七旬不等他说完，就低头吻住了他的嘴唇，把百西言不由衷的话全吞了进去。有碎雪落在他们的头上、肩上，在他们亲吻的时候，手表上的指针悄然走了12点。不知道过了多久，七旬才慢慢松开了百西。他一脸镇定，看不出什么异样。百西却低着头，耳朵根都红了，也不说什么口是心非的话了。七旬看得好笑，哪怕在床上坦诚相待了无数次，伯希还是会因为亲吻这种事情害羞，就好像情窦初开的学生，一点亲密的接触就能心跳不已。他牵着百西往车里走，不要总是狡辩，你明明很想我过来，早就看好了情人节的约会地点，为什么说不要？百西这次也不反驳。七旬拉开车门，把百西塞进了后座，然后自己也坐了进去。车内开着空调，百西穿着睡衣，光着脚踩在拖鞋里，倒也不觉得冷。但他一进车里，就被放在后备箱的玫瑰花给吸引了视线，不算大的一个玫瑰花篮，里面都是红色和粉色的玫瑰，篮子上则扎着漂亮的丝绸缎带。他怔怔的看着七旬，七旬难得有点羞恼的样子。他对百西说：“我回来的太晚了，花店里大的玫瑰花束已经卖完了。”
只剩下这种小的。他把那个小花篮递给百西，大概是觉得这礼物过于寒碜，不情不愿道：“下次再送你大的。”百西愣愣的抱住花，低头看了看，又抬头看七旬，扑哧一下笑起来。这个就可以了。他确实很高兴，摸了摸玫瑰花，我很喜欢这个礼物。七旬这才脸色稍缓，但他纠正百西，这个玫瑰花不是礼物。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墨绿色的礼物盒子，放到了百西面前。这才是礼物。百西有点惊讶，他不知道七旬原来还暗自准备了礼物。他打开了那个盒子，墨绿的丝缎盒子里头放着一对珍珠耳钉，造型很复古，珍珠圆润晶莹，形状完美，固定的地方是2颗小粒的祖母绿宝石，也一样剔透璀璨。伯西一直有戴耳钉的习惯，这是我之前就定做好的。七旬从盒子里把耳钉拿出来，上次给你做的你应该戴腻了，正好换一换。他一边说一边给百西戴上，百西也不动，乖乖由着七旬折腾。男生戴珍珠容易不伦不类，因为太娇了点，但百西却很合适。他本就肤色匀净，皎皎如明月，眉眼也清秀，被珍珠与祖母绿宝石一衬，反而有种说私奔不出的贵气和温润。七旬的手指还轻轻捏着百西的耳垂，低声夸赞道：“很好看。”百西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被七旬碰着的那一小片耳垂滚烫发热，他有点局促的看着七旬，不知道为什么喉咙有点发紧，大概是车里空调开得太热了，一点都感觉不到外面雪夜的寒冷，反而温暖如春。热气烘烤着玫瑰花，醉人的花香气便浮浮沉沉的充斥着狭窄的车厢内。百西摸了摸耳钉，低声道：“谢谢，耳钉我也很喜欢。”然后车内就气氛古怪的安静了下来。七旬本来是没想做什么的，他只是想赶在情人节的最后几分钟看一看百西，但他自从跟百西在一起，似乎就很难再当个正人君子。尤其是百西还怔怔的望着他，睫毛颤了颤，主动闭上了眼睛。这时候再当正人君子就不叫有风度，而是不解风情了。玫瑰花掉在了地上，鲜红的花瓣都被撞散了。百西背靠着车门，被车门把手割的背脊有点疼，但他却顾不上了。他的耳垂被七旬轻轻的咬着，犬齿不轻不重磨着他珍珠耳钉下的那一点软肉，手还掐在他的腰上，掀起睡衣的一角探进去，却又只在边缘打转。七旬从他的耳垂一路吻到锁骨，又回到嘴唇，两个人的嘴唇贴着，舌尖伸了进去，分不出是谁在咬谁。车里的玫瑰花香熏的人手脚发软，百西的脑袋也昏昏沉沉。他搂着七旬的脖子，像一个溺水的人，只有靠着七旬才能浮出水面。可是还不够，亲吻远远不够。七旬贴着百西的额头，一向幽深的眼睛深处如燃着火。他问百西：“你是不是要回去了？”这话问得彬彬有礼，像个最温柔的谦谦君子。但他下一句就暴露了真面目：“但我不想放你回去。”他不是君子，他是穷凶极恶的匪徒。百西抬眼看他，脸还红着，眼睛也好似一汪水。片刻后，他小声又小声说道：“那我就不回去了。”七旬没有带百西回他们俩的家，而是去了就近的酒店。百西已经换到了副驾上。快到酒店的时候，望着前面的红绿灯，他才后知后觉的害臊。大过年的，夜黑风高，他在家里人都睡着的时候偷出来幽会，已经很像偷情了。现在还出来开房了，谁听了不得说一声荒唐。但他心里又不觉得这有哪里不好。他看着面前一片幽暗寂静的街道，问七旬：“你说，咱俩这样像不像私奔？”他是无心的，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天真又无辜的发问。但七旬却莫名其妙被这一句撩动了。他侧头望了百西一眼，
百西还在看着窗外，外头的雪变大了，他仰着头，侧脸精致白皙，耳朵上的珍珠温润典雅，像油画里才有的金贵的少年。这确实像一场私奔。外头大雪纷飞，路上空无一人，寂静的像与世隔绝。而他们就是两个出逃的爱侣，不问前路，也不问终点。但这也就是短暂的想象而已。他们的终点不是某个孤岛，也不是什么僻静的小镇，而是距离最近的星级酒店。开房间的时候，百西面对前台那个年轻女孩的目光，几乎不好意思抬头。前台姑娘也确实对他俩颇为好奇，因为薄熙只穿了一身睡衣，又低着头，他不大能看清脸。只依稀觉得年纪不大，而七旬又太过斯文冷峻，虽然长了一张年轻的脸，气势却不怒自威。他分分钟在脑海里脑补了一出狗血大剧，什么霸道总裁与他的落跑小娇妻，你爱我，我不爱你，逃跑又被抓回来，这样那样。不过他脸上丝毫不露，充满职业精神的点头微笑。您的房卡请拿好。七旬颔首接过了房卡，然后就牵起百西的手上了楼。而等房门一关上，灯还没全打开，两个人就亲在了一起。睡衣跟西装衬衫混在一起，都掉在了地上。两个人跌跌撞撞倒在床上，肢体交缠，亲吻缠绵。外头雪落无声，冬夜瑟瑟，屋内却春宵帐暖。好一场情人夜奔，莫负春光。第二天早上，百西趁着7点前让七旬把他送了回去。倒不是他难得勤快早起，而是他爸妈一般8点起床。为了不被发现他昨天夜半私奔，他还是赶在爸妈起床前进家门比较好。坐到车上，百西还在打哈欠。他身上穿的还是昨天出门的睡衣，只换了里面的贴身衣物。头发四处乱翘，脸上甚至还有睡出来的红印子。他对七旬说，我上学的时候都没这么鬼鬼祟祟过。那时候我跟梁宋半夜出去玩，第二天都是10点多才回，我爸妈也没意见。谁能想到现在25了，倒是体验了一把偷偷摸摸的感觉。七旬说，我都说让你再睡会儿，到时候我送你回来，会帮你跟你爸妈解释。百西揉了揉眼睛，你可算了吧，解释什么呀？解释你半夜怎么当贼吗？你当心被我爸妈打出去。七旬勾了勾嘴角，这话倒也不冤，就凭他昨日所作所为，说一句采花贼也不算过分。说话间就已经到了百西家门外。冬天天亮的晚，到现在外面还没有亮堂。百西在七旬车上又坐了会儿。这种万籁俱寂的清晨时分，四下无人，连个晨起锻炼的人都没。他们的车停在花园外，树影扶疏，残雪皑皑，而他们两个坐在车里，说着话，一起看着天边慢慢亮起，也有种别样的温馨。眼看着7点快过了，百西才慢吞吞解开了安全带。那我先走了，你路上注意安全。他对百西说道。好。七旬看着百西进了花园，又走到大门前，对他挥手，才开车离开了。百西蹑手蹑脚的输了密码，走进家里，满心以为他家其他人现在应该都还在睡觉。结果他刚踏进家门，就跟站在客厅里的他爸大眼瞪小眼。白子华也穿着睡衣，坐在窗边，手边还放了杯茶和茶点，看上去已经起床有一会儿了。他今天出门是不是该看看黄历？要命了，他爸不是从来不会早起吗？怎么就偏偏今天坐在这儿了？而白子华也一脸忧郁，他是眼睁睁看着百西进门的。他今天难得早起，喝着茶坐在窗边，本来心情挺好，却突然望见一辆有点眼熟的黑色汽车停在了他家门外，也不动，也没人下来，他心里还纳闷。而10来分钟后，在他差点忍不住要出门去看看的时候，他亲眼看见儿子从里面钻了出来。百西穿着睡衣站在车外，又笑盈盈的跟车里说了句什么，才舍得进家门。
白子华看得目瞪口呆，他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车里是谁。眼看着客厅里一片死寂，白子华叹了口气，想了想自己到底是做家长的，先发了话，给儿子递台阶。你这是干嘛去了？大早上的不在家睡觉，乱跑什么？百熙立刻顺杆往上爬，他低头看地板，睁着眼睛说瞎话，我睡不着，出门散步去了。白子华差点想问他，散步你能散到七巡车上去？但是百熙不给他问第二句的机会，爸，我又有点困了，我先上去睡了。百熙脚底抹油，3两步就跑去了楼梯那儿，一溜烟窜上了2楼，把他的老父亲一个人留在客厅里。白子华继续忧郁的看着窗外，他想起了自己20岁的时候也讨人嫌得很，大早上去扒吴墨的窗户的，隔着栏杆他给吴墨送给花，送过发夹，也送过情书，气得他老丈人吹胡子瞪眼。所以当他有了女儿以后，他就知道风水轮流转，一报还一报，总有一天他这宝贝女儿也会带个臭小子回来气自己。但他可做梦都没想过，他儿子也会有这一天。真是儿女都是债。因为被亲爹给撞见幽会现场，百熙在家很是老实了几天，初6才跟七旬出门看了场艺术展。七旬开车来接他，照旧上门跟百家父母打了个招呼，但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总觉得白子华在说话间瞪了他好几眼。初6街上已经很热闹了，看完艺术展，百熙跟七旬又在周边的街上逛了逛，这里有许多别致的店铺，卖什么的都有。百熙买了个冰淇淋，边走边吃，冻得牙齿直哆嗦，却还觉得爽。七旬陪着他一家一家店看过去，他其实是不爱逛街的人，也没有多少耐心，从前偶尔陪他妈和表姐们逛街，他都宁愿进家门，修改后在门外找地方喝咖啡。但是百熙拎着一盏复古花苞造型的灯，回头问他，你说这个放在书房怎么样？他却很认真的看了看。百熙说的书房自然是指现在2个人一起住的别墅里的，他从前只觉得那是他几处房产中的一个，但是百熙住进来以后，反而真的有了家的氛围，颜色挺合适的。他说道，那就买这个了。伯熙也没什么选择困难症，迅速拍板，但他手里还有半个蛋筒，拎着东西有点费劲，七旬顺手帮他接过来，排队买单。他们2个人的容貌实在过于醒目，排着队的时候，在他俩前面有好几个年轻姑娘，频频往后看，触碰到七旬跟百熙的视线，又有点不好意思的笑起来。片刻后，有个胆子比较大的女生走过来，大大方方的问七旬，你好，我们马上要去玩剧本杀，还差2个人，请问你们愿意一起去吗？这一听就是个笨拙的借口。百熙愣了愣，莫名有点想笑，这姑娘也真是眼光不行，一找就找到一对 gay。 但他还没想好说什么，他就听见七旬干脆利落的开口拒绝，不好意思，不行。七旬脸上没什么表情，手指却跟百熙十指相扣，举到那个女生眼前，我还要陪我男朋友逛街。那个女生的眼睛瞬间瞪大了，看看他俩的手，又看看他俩的脸，反应过来后连声说对不起。但他退回姐妹中间，也没什么失望的样子，只是又回头看了他们几眼。百熙莫名有点不好意思，转过身把脸埋在了七旬肩上。七旬一只手揽着他，淡定道，老公都叫了，这时候害羞什么？百熙捶了他一拳，你闭嘴。而等买好灯，从店里出来，百熙也没什么想逛的了，2个人就又去了熟悉的店喝咖啡。这家咖啡店的窗台上放了一排胖猫咪的小摆件，百熙正拿着一个在掌心把玩，就听见七旬问他，你初8有空吗？初8正好是百熙休假的最后一天。有啊，怎么了？百熙回过头。七旬喝了一口咖啡，像是漫不经心，也没什么，就是我爸妈想问问你，
那天有没有空去我家吃个饭？百熙手里的猫咪摆件差点滑落下来，他手忙脚乱的放回了窗台上。他都快忘了七旬也跟家里摊牌了来着。他也端起咖啡喝了几口，过了一会儿才故作镇静的说：也行。在去七旬家之前，百熙紧张的不像话，虽然他跟七旬的父母早就很熟了，饭都不知道吃了多少次，但是在登门拜访前，他还是很想找个洞把自己埋起来。七旬倒是很淡定，他安抚的拍了拍副驾驶上生无可恋的百熙。自从上了车，百熙就一副随时要跳车逃跑的样子，甚至都走到一半了，还问他我能不能不去，要不跟叔叔阿姨说我生病了吧，完全没有了前2天佯装出来的冷静。七旬说道：你用不着紧张，我爸妈应该比你还紧张。百熙才不信，他们紧张什么？七旬一本正经道：怕你清醒过来就不要了我了。百熙一愣，随即扑哧笑了。他当然不觉得这是真话，只以为是七旬逗他，但他确实比刚才放心了一点。只有七旬自己清楚，他说的可是实话。他能把百熙带回来当儿媳妇，他妈激动的差点要去庙里烧香还愿。他甚至怀疑，要不是他妈不知道百熙其实也是 gay， 身为长辈的道德底线压制住了他，他妈应该早就亲自动手把他俩凑成一对了。七旬的爸妈确实比百熙还紧张，因为这是七旬自从大学毕业以后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当年他们跟儿子为了出柜的事情闹得很僵，七旬住院的时候也硬着心肠没去看。1年多的时间里，3个人关系冷得像冰窖。后来他们好不容易接受了，寻思着喜欢男人就喜欢男人吧，就是得找个性格好的，通情达理的，早点成家立业也好，别找个他大学那种作妖的对象就行。可是他们做好了思想工作，七旬那边却不配合了。七旬跟遁入了空门似的，一心扑在工作上，对他俩的安排理都不理，说烦了就干脆不进家门。如今七旬居然肯带人回来见家长，对象还是百熙。许静婉对此相当满意，但他也相当担心百熙只是脑子一热，被他儿子骗上了手。毕竟他之前可没听说百熙喜欢男人。戚红朗在旁不发表意见，他跟儿子的关系到现在也不冷不热，他从来不是那种宽和慈爱的长辈，跟七旬的相处一直有点像下属跟上司，自然有许多地方无法沟通。等七旬大学毕业独立后，就更是缺少交流。但在百熙上门前，他偷偷摸摸照了照镜子，有点担心自己待会儿吓到百熙。他严肃惯了，也不爱笑。可这是百熙第一次作为七旬的男朋友上门，他要还是冷着个脸。百熙该以为自己不喜欢他了。2个人在客厅坐了没一会儿，就看见七旬的车开进了院子，又去了车库。过了没几分钟，后门那里就传来了动静，七旬带着百熙从客厅侧门里走了进来。博熙今天穿了一件海蓝色的毛衣，上面是白色的花纹，领口露出衬衣的小翻领，气质干净清爽。他把礼物递给叔叔阿姨，有点害羞，但还是笑着说：叔叔阿姨，过年好。许静婉一下子把百熙拉到身边，摸摸脸又摸摸手。他是真的很喜欢百熙，笑得很温柔。过年好，我都好久没见你了，感觉你都瘦了点。这纯属睁眼说瞎话了，百熙一个过年养胖了3斤。戚红朗也对努力博熙笑了笑，说道：快坐吧，别拘束。2个人拉着百熙就去了沙发上，倒是亲儿子七旬沦落成了背景板。七旬对此也习惯了，他安静的听爸妈跟百熙聊天，偶尔补充2句。乍一看倒好像他才是客人。他在家一向话不多，跟他妈还好一点，跟他爸就是只剩公事上的交流了。如今看他爸妈都对百熙笑盈盈的，他也就放心了。而百熙也在聊天中松了口气。还好，七旬的爸妈对他态度跟往常一样，还是很和善。他悄悄看了七旬一眼，
七旬注意到了，两个人对视间，七旬表面不动声色，却偷偷给他比了个拇指。百熙一下子就笑了，眼睛都弯弯的。许静婉注意到了这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动作，他怔了怔，若有所思的看了儿子一样。这种幼稚行为，他多少年没在七旬身上见过了。吃完午饭之后，七旬的堂弟也回来了。这是七旬最小的一个堂弟，才17岁，叫七元，是个混血儿，但除了一张混血的脸，跟国外几乎没什么关系，英语都奇烂无比。七元这几天有事都借住在七家，上次家族聚会，他就跟着一起过来了。但他因为常年在外地，是第一次见到百熙。他对这个大堂嫂多有好奇，因为他已经听堂叔堂婶说了，他大堂哥上一次难得失礼，家族聚会中提早告退，就是为了去见男朋友。这可真是让他大跌眼镜。他心里还以为百熙肯定是个幼年人又会撒娇的类型，像个美艳的狐狸精，才能把他大堂哥迷得晕头转向的。没想到真见了面，狐狸精没见着，只看到一个很和善的大美人，长得也好看，有一种自带的亲和力，还会陪他打游戏。七元简直想仰天长啸。他活了17年，第一次知道原来哥哥也不都是他家这样讨人厌，也有这种亲切和蔼的，不骂人，不冷脸，还会倾听他少年的烦恼。唯一一点不好，就是他黏着未来堂嫂打游戏的时候，他堂哥在背后的眼神冷飕飕的，像是下一秒就要把他拖出去炖了。他不由得跟百熙感慨道：“我大堂哥一定可喜欢你了。”百熙笑了笑，他有点好奇的问七元：“你为什么这么觉得？”“因为他对你很好啊，他看到你就变柔了，都不像我哥了。”像被魂穿了，七元理所当然的说道：“他还带你见家长。”“见家长下一步不就要结婚了吗？”百熙失笑，在17、18岁的少年人心里，见了家长就是很郑重了，可以考虑天长地久，但是对成年人来说，这才不过是第一步，未来还有许多变数。百熙扭头看了七旬一眼，七旬正在跟他爸说话，大概是在说公司的事情，两个人表情都很严肃。但是注意到百熙在看他，七旬迅速回过了头，用眼神询问怎么了。百熙摇摇头，他没什么事情。他又转过来跟堂弟一起开始下一局游戏，却有点心不在焉，差点送了人头。好像所有人都觉得七旬对他很好，所以一定也是喜欢他的，但唯独七旬本人还从来没有说过爱他。他知道，当然七旬多少是有点喜欢他的，不然也不会跟他在一起这么久。而他们还是朋友的时候，七旬就对他多有纵容。大概是因为他要小七旬2岁，七旬对他跟对其他人总有点不一样。但是他还是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听见七旬对他说我爱你，哪怕不是100%的爱，一半也好，1/4也好。堂弟纳闷的抬头，不懂百熙的神色怎么突然有点失落。他问百熙：“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还是暖气太热了？”百熙回过神：“没事。”而等他们又打完一局，在七元心怀不轨的打探百熙的妹妹长得跟他像不像的时候，七旬已经跟他爸聊完公事，走了过来。他没有直接坐下，而是从沙发后半抱住百熙。百熙抬起头看他：“怎么了？”七旬低头在百熙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没怎么，就是看看你。”他绕过来在百熙旁边坐下，很自然的把堂弟赶到了一边，看了看百熙的手机：“在玩游戏吗？要我带你吗？”他也会打，技术还很强，只是没有挑战性，以后就再也不高兴碰了。是为了陪百熙才在手机上装了一个。百熙靠在七旬怀里，头枕在七旬肩上，一看就是习惯了的姿势。Hello， 还有人注意到他在这儿吗？还有些人要不要这么双标？他过年求着大堂哥带飞，但七旬只是冷漠的让他滚。他默默的坐得更远了一点。呵，
这充斥着恋爱酸臭味的世界，只有他散发着单身狗的清香。百熙跟七旬一直待到吃了晚饭才走。吃晚饭前，许静婉好不容易找着七旬小时候的照片，跟百熙一块看。有些是百熙见过的，有些却是他第一次见。他不可置信的盯着照片，问许静婉：“这是七旬？”照片上的七旬大概3、4岁，板着张小脸，从小就有当酷哥的天赋。如果他身上没穿着一条粉色蓬蓬裙的话，百熙忍了又忍，还是笑了出来。这是去他表姐家玩，因为他掉水里了，就上来以后，他表姐家又没小男孩的衣服，就先换了条裙子。许静婉笑眯眯接儿子老底，七旬可不情愿了，狗粮管饱，一整个下午都没露过笑脸。七旬冷哼一声：“那是因为你明明可以让人买男孩衣服，却还是让我穿了一下午裙子。”许静婉也不否认：“你小时候长这么好看，不穿个裙子多可惜。我又没生出女儿。”本来还以为七旬能给他带个女儿回来，不成想还是个儿子。不过他现在也想开了，2个儿子也没什么不好。百熙的眼睛还粘在照片上，看得恋恋不舍。许静婉注意到了，大方地把这张照片抽出来，递给百熙：“给你，拿回去看，挂墙上也行。”伯熙受宠若惊。七旬啧了一声，生无可恋，但是看百熙一副当宝贝收起来的样子，又拿他没办法。吃饭的时候，百熙趁着没开席，还偷偷跟他咬耳朵：“其实我们公司有大码女装。”七旬瞥他：“你什么意思啊？”百熙一脸真诚，满眼无辜：“我觉得你穿着应该特别好看。”吊打超模。七旬没想到百熙如此色胆包天，他趁没人注意，手掌在百熙的腰上摩挲了一下，然后在百熙耳边道：“你可以试试。”说完，他就微笑着看百熙。他总觉得再说下去，那女装搞不好后会穿在他身上。他立刻怂了，改邪归正：“吃饭，不闹了，我都饿了。”七旬这才慢条斯理去给他倒果汁。又是我，你们打情骂俏，为什么总要在我旁边？能不能爱护点祖国的花朵？吃完晚饭，百熙就跟着七旬告辞了。许静婉跟戚红朗把他俩送到门口，临别前2个人都给了百熙红包，嘴上说这是过年的红包，但百熙都这么大了，早就过了收红包的年纪，这分明是给儿媳妇的。百熙不知道该不该收，总觉得那红包有点烫手，但是看叔叔阿姨这么热情，他又不好意思拒绝。七旬却帮他做主，很自然的接了过来。他揽着百熙说道：“谢谢爸妈，红包我们收下了，下次再来看你们。”他只能跟着一起道谢：“谢谢叔叔阿姨。”等到他俩一块出去了，往车库那去取车，看不见身影了，戚家夫妻俩才返回了沙发那。许静婉脸上还笑盈盈的，他拿着遥控器换台，却又看不进去。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她老公：“你说西西什么时候能改口叫我们爸妈呀？”戚红朗低头看手机：“你也想太远了，你得看这俩孩子，人家不一定听你的，尤其是七旬。你儿子什么脾气你不知道？他像是肯早点安定的人吗？”许静婉却慢悠悠道：“那可未必。”百熙带着那张照片和2个红包，跟戚寻回了他们一起住的那个别墅。他过年期间一直住在爸妈那儿，踏进玄关，看见熟悉的客厅的时候，他还有点想念。2个人上了楼，洗了澡，在床上躺下以后，百熙还拿着那张戚寻小时候女装的照片看来看去。戚寻很费解：“你怎么这么喜欢这张？”他对于自己的女装黑历史倒也没有很介意，反正他从小就长得好看。但是他实在想不出这张照片有什么特别，值得百熙爱不释手。百熙说：“因为可爱啊，而且这可是你唯一一张穿裙子的，懂吗？限量版，全球唯一。”戚寻懂了。
这就像百熙玩游戏要买限量款皮肤一样，物以稀为贵。但他不顾百熙的抗议，强行把照片从百熙手里抽走了。有什么好看的？他说道，本尊都在这儿了，还看照片干什么？百熙眼神悠悠的看了看他，看习惯了刚才的可爱萝莉，再看看身边这个1米88的英俊男人，他怎么还有点不能接受了？七旬不知道百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他把百熙抱了过来，让百熙趴在自己身上。他常年健身，穿衣显瘦，脱了衣服却结实有力。百熙虽然是个成年男人，这样趴在他身上，他也不会吃力。他问百熙，今天见过我爸妈，你觉得怎样？百熙没想到他突然问这个，他有点后怕的摸了摸心口，我一开始可紧张了，进去的时候差点忘了该叫什么，但还好叔叔阿姨对我都还和以前一样。他想了想，又改口，好像比以前还热情。七旬摸了摸百熙的头发，我都跟你说了，你就是很招人喜欢。如果他爸妈真的可能对百熙有意见，他压根不会带百熙回去受委屈。他又逗百熙，你说忘了叫什么？那你想叫什么？百熙这次不肯说话了，脸颊微微泛粉。七旬笑了笑，抬起头，轻轻吻了百熙一下。两个人的嘴唇贴着，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但是就这样亲昵的耳鬓厮磨，也有一种令人心动的温存。隔了好一会儿，他俩才分开。七旬却又想起另一件事，他问，刚刚出门前，七元那小子拉着你叽叽咕咕说什么？百熙回想了一下，笑了笑。他其实还挺喜欢七旬这个堂弟的，人对比自己小好几岁的人总会有种包容，更何况七元还跟七旬长得有点像。他问我怎么会喜欢你，他说你以前脾气可坏了，也不像会谈恋爱的样子，问我是怎么被你给骗到手的。七旬冷哼一声，我看这小子是皮痒了，欠收拾。百熙却笑眯眯的捏了捏七旬的脸，光看外表，别人都觉得七旬不会谈恋爱，不会哄人，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再没有比七旬更懂得温柔的人了。他说道，我跟他说了，是我先喜欢你的，喜欢了很久，但他好像没信。但话说到这儿，七旬却想起了某个被自己遗忘的问题。4个月前，他俩醉酒后发生关系的那一晚，百熙曾经说过，自己从高3就开始喜欢他。可他完全不记得他在百熙高中里扮演过什么角色。他问百熙，百熙却没有说。后来两个人自然而然的交往，他也不知不觉忘记了这件事。如今他却又想起来了，他又问了百熙一遍，所以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才喜欢我的？我怎么不记得我在你高3找过你？时间太久远了，他实在记不清6年前的细节了。百熙没想到七旬会问这个，但他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之前不说，只是因为那个时间点太尴尬了，说了也是徒增烦恼。他笑了笑，其实挺俗套的，我高3跟家里吵架了，一个人跑出来，没带钱包，没带手机，结果就遇上了你。你给我买了个热可可，陪我坐了很久，最后又送我回家。他温柔的望着七旬，然后我就无可救药的爱上你了。也许最开始只是心动，但是他在高3考完试以后，趁着七旬还没放假，一次次坐着车去七旬的大学，就为了去看他一场演讲，看他一次打球。明明没有参与到七旬任何生活片段里，他却觉得那个夏天无限美好，而带给他这份爱恋的七旬也格外美好。他忍不住低下头，像撒娇一样在七旬身上蹭了蹭。后来进了大学，他真的跟七旬熟悉了，他非但没有滤镜无可自拔破碎，还更喜欢七旬了。七旬下意识的搂住他，神色却有点复杂。他没有想到百熙喜欢上他是这样简单的一个原因，倒不是这个开端有什么不好，但这种阴差阳错才产生的暗恋，往往并不是主角有多特别，而是那个氛围，那个时间造就了这一切。
也许换一个人也会有一样的结果。如果那天百西遇见的不是他，是另一个人安慰他，送他回家，也许伯希也会一见倾心，会为这个人考去另一所大学，那他们就会像两条平行线一样擦肩而过，百西也不会这样躺在他怀中。这让他心里有种微妙的不舒服，对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人也好像真的有了敌意。但他摸了摸百西的头发，又有点心疼。就因为这样一个连他自己也不记得的小事，百西就搭上了6年的喜欢，太傻了。但这点心疼不足以宣之于口，因为太虚伪了。毕竟他是百西这份暗恋的受益者。他轻轻吻了吻百西的耳朵，你也太傻了，这跟被一颗糖骗走有什么区别？百西从七寻怀里抬起头，很不服气，这怎么能跟一颗糖相提并论呢？七寻又道，如果我是你，大概早就会仗着自己好看。不管怎样，先去追一追，追到手了，也许就不会念念不忘了。得不到的才会一直吊着你，让你无法自拔。他说的是实话。在他这样的功利思维里，暗恋的沉没成本太高了，投入的越多越无法抽身，到最后可能都分不清自己舍不得的是那个人，还是自己付出的时间。所以他就不会做这种傻事，看上了就追，得不到再说。百西不得不承认，七寻说的有一定道理。他在暗恋七寻的过程里，也曾经觉得自己像个被萝卜吊着的兔子，怎么也跑不到终点，却又无法放弃。但他搂着七寻的脖子，小声道，可我现在追到你了呀，我为什么还是对你念念不忘，无法自拔？七寻一怔，他望着百西的眼睛，这双眼睛一直很好看，清澈透亮。被百西这样望着的时候，他总能清晰地感觉到其中藏着的爱，像黑暗中的萤火，无处遁形。他把百西抱得更紧了一点，两个人互相看着，又接了一个吻，比刚才更缠绵热烈。百西在七寻的逼迫下，强忍着羞耻，说了好一大段情话。七寻想，百西还是不要在18岁遇见别人了，就遇见他吧。他不是一个足够好的爱人，但百西是，所以即使他来得太迟，他还是不希望有另一个人能取代他的位置。初八过后，百西马不停蹄就回去上班了，一个假期没见。办公室里的各位也没什么变化，除了个别人士养胖了2斤。唯一一点不同，大概就是有一位女同事在春节结婚了。大家对此表示了热烈祝贺，集体给新娘鼓掌。这个结婚的同事叫白轩，算是他们部门的老员工，被大家起哄弄得脸红红的，心情却很好，满是新婚的春风得意。他们夫妻是旅游结婚的，根本没办婚礼，也就没有办酒席邀请大家。但是他特地买了伴手礼和喜糖到办公室分给大家，百西自然也拿到了。他拿咖啡跟白轩碰了碰，笑着说，恭喜你。他知道白轩跟老公是大学同学，恋爱长跑好几年才决定领证，感情一直很稳定。白轩说谢了，然后把喜糖塞进百西手里。他又打趣道，我们已经老夫老妻了，结个婚也没什么新鲜感。百边你呢？什么时候能吃你喜糖？整个办公室现在几乎都知道百西有个感情很好的男朋友，倒不是百西多爱秀，而是七寻隔三差五给他送下午茶，加班了还有夜宵，连带着办公室的人都跟着沾了光。吃人嘴短，大家对于百西的男朋友表示了高度的赞赏，一致认为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男人。百西笑笑，他靠在窗边，早春的阳光里，他连睫毛都是赤金色，穿着松松垮垮的毛衣和牛仔裤，露出修长的脖颈和锁骨，随性又好看。我还早得很，他说道，这才谈了几个月，8倍速也没这么快的。白轩就也跟着笑，他当然也不过是开个玩笑，但他却有点新奇的打量着百西。之前没注意，但他发现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百熙身上的气质像是变了。百熙一直是个气质很干净的人，又因为长相原因，总有种少年感，但他现在却惊讶地发现，百熙身上多了一种慵懒的性感，漫不经心，却十分勾人。非要说的话，就像枝头本来含苞欲放的花，在春雨过后，突然就盛开了。白轩喝了口咖啡，他当然没把这话说出来，但他笑眯眯地看着百熙，心想年轻真好啊，还会因为爱情的滋润闪闪发光。又过了1个礼拜，百熙下班的时候，发现他们部门几个女生围在一块儿，好像捧着一个箱子，叽叽喳喳，不知道在说什么。他拎着包走过去，问：怎么了？你们下班了还不走？几个女生听到他声音，转过身让开了一点，几双眼睛一起盯着他。然后百熙就听到了几声猫叫，他奇怪的往前走了几步，只见这几个女生捧着的确实是一个箱子，里头放了一个大毛巾，躺着几只软绵绵的奶猫，都才巴掌大，看上去刚出生没多久，身上倒还算干净，不像是野猫，像是被人扔掉的。他大概有点猜到了，也没伸手去逗猫，仔细观察了一会儿。他问：这是你们谁捡到的吗？一个叫悠悠的女生说道：我早上来公司路上捡到的，捡的时候就装在箱子里，应该是被人给扔了。因为要上班，我就拜托旁边那个便利店老板看了一天。百熙低头望着那几只小猫，倒是挺乖，也不怎么闹腾，就是娇声娇气的叫几下。你们要养吗？他又问。几个女生叹了口气，我们只能领养一只。悠悠的公寓不准养宠物，张小家里已经有2只猫了，养不了了，要不然他们也不会在这里发愁。但他们又把希冀的眼神落在了百熙身上，眼巴巴的问：百边，你想养猫吗？这还真是个好问题。百熙低头望着箱子里的几只小猫，都是小梨花，黑不溜秋的，眼睛才刚刚睁开，慢吞吞在箱子里爬来爬去，还叠在一起，又憨又萌的。他确实有养猫的打算，但他在养宠物这件事上很慎重，毕竟这是一个参与到他生活里的小生命，他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责任，才能去照顾好它。所以他一直在做功课，也在看靠谱的猫舍，想着以后有机会去接一只。之所以说有机会，是因为他现在毕竟不是一个人住。他记得七旬对小动物的兴趣一直不高，所以他多少要考虑七旬的意愿。但他看着这几只柔弱的奶猫，又心生不舍。这么可怜，刚出生就被扔掉了，要是没人收养，没被这几个女生发现，还不知道会怎样。他还是没忍住，小心的伸出手碰了碰其中的一只小梨花。那猫猫主子咪也不怕生，还拿鼻子蹭了蹭他的手指，又伸出粉色的小舌头舔了下。要命，奶猫是真的很可爱啊！他一只区区2脚兽，怎么扛得住猫主子的卖萌？他默默的接过了那只箱子。要不这样吧，另一只我养了，还有一只我也一起养在宠物店，你们帮他找个好的收养人。他说道。几个女生顿时欢呼起来。这天七旬回家以后，发现百熙看着他的眼神似乎格外温柔，就是那种柔情万种，但是又似乎不怀好意的眼神。七旬本来在床头看纪录片，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他放下手里的平板，抬起头问百熙：怎么了？干嘛这么看着我？百熙还是非常温柔的看着他，凑到他旁边，掏出手机给他看。你看他是不是很可爱？百熙笑眯眯的问。七旬看过去，只见屏幕上是一只瘦不拉几的小奶猫，躺在猫窝里，身上还算干净，正乖乖的吃着奶瓶。他对动物的审美有限，也没看出这猫是难看还好看。还行，他勉强给出了一个正面评价。百熙却不满意，怎么就还行？明明又乖又萌。七旬有点明白过来了，他问百熙：你想养？
百西嘿嘿一笑，把他是怎么接到这只猫的事情都跟七旬说了。因为太小了，也怕它有没有什么基础病，我现在还把它跟另一只小猫一起放在宠物医院养好了再接回来。百西说道。七旬听懂了，百西不仅想养猫，而且是已经拍板了，如今不过是装模作样来问问他的意见。那你养猫就养，怎么一副心虚的样子？他伸出2根手指挑起百西的下巴，审视着百西。他戴着度数不深的眼镜，眉眼斯文，一双桃花眼却又有种撩人的味道，俨然是个过分好看的斯文败类。百西的喉结不合时宜的滚动了一下，有点心猿意马。他冲七旬眨眨眼，我这不得考虑一下同居人的意见吗？家里要多一个成员，总要民主表态一下。七旬似笑非笑，这都先斩后奏了，还玩民主表态？他捏着百西下巴的手松开，改成抹撒百西的嘴唇，故意问：那我要不同意呢？他以为百西要说2句好听的哄哄他，没想法百西眉头一皱，沉思半晌。那我只能带猫离家出走了吧？百西认真的想了想，我可以把它养在自己公寓那儿，隔三差五我过来看看你。七旬，他半垂下眼，神色不善的盯着百西。感情让百西猫跟他2选1，百西居然选猫，宁可自己带猫住，让他留守。这小骗子当初信誓旦旦哄他的样子全不见了。百西还在认真的思考问题，一点没发现男朋友的神色越来越危险。而等他抬起头的时候，他已经被七旬一把拖进了被窝里。你干嘛？百西倒在枕头上，还没反应过来，茫然又无辜的看着七旬。七旬不紧不慢的脱掉了睡袍，他长了张俊秀的甚至有丝美艳的脸，身材倒是跟脸截然不符。他一只手撑在百西枕边，眼镜已经取掉了，一双清冽勾人的眼睛直勾勾的看着百西。他也跟百西民主表态，猫可以养，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他对百西笑笑，但我收点利息总有不过分吧？百西已经心领神会七旬的利息是什么，但是七旬这么荷尔蒙爆棚的看着他，干什么都行。百西捂住脸，羞答答点头。嘿呀，不就是点利息吗？利息收了一笔一笔又一笔。第2天起床，百西就后悔了。他捂着腰，觉得自己真是牺牲大发了。但是他刷着牙的时候，收到了宠物医院发来的照片。他决定收养的那只小梨花，正4脚朝天的在睡觉，露着软绵绵的肚皮，4只小梅花爪爪，看上去可爱的不得了。他又父爱泛滥，觉得一切都值了。既然决定要养猫，家里肯定要添置猫咪的用品。周末的时候，百西迫不及待拉着七旬一起去逛超市。其实这些东西网上也可以买，但他就是喜欢跟七旬一起逛超市的感觉。七旬尝了张过于不食人间烟火的脸，但他穿着休闲装，推着采购车在超市架子旁问百西要哪种布丁的时候，这场面又意外的和谐。2个人在超市里边走边看。百西买完小猫用的东西，才想起来他还没给小猫取名字。他问七旬，你说我们给小猫取个什么名字好？小猫在他名下已经1个礼拜了，却至今还被叫做咪咪。他是取名苦手，所以满是希冀的看着七旬，等着这位学霸贡献一个可爱又不俗的名字。没想到七旬眼皮都不眨，从薄唇里吐出2字：大胖。这又不是橘猫，你取名字怎么比我还不走心？百西一脸受不了他，你照顾点幼猫心里好不好？他顶着这个名字，以后怎么好意思出门跟别的猫打招呼？再说他哪里胖？七旬已经被百西用猫咪视频荼毒了1个礼拜，视频里这猫不是在睡就是在吃。他漫不经心道，他这么能吃，现在不胖以后也会胖的，让他早点认清自己没什么不好。他对猫咪的关注有限，走到零食区，他弯下腰拿了好几种百西喜欢吃的巧克力，又转头问他晚上准备吃什么。
要吃烤肉吗？你上次说想吃。百西立刻被分散了注意力。要。时间后，百西跟七旬一起去宠物医院里接了小奶猫回家。当初一起被送来医院的另一只小猫，博西的同事们也找到了领养人，昨天已经给接走了。百西抱着自己这只小宝贝回家，一路上都心花怒放的人。他当然没准备让心肝宝贝真的叫大胖，但奈何七旬居心不良，仗着小猫不懂人间险恶，从小猫回家就开始叫它大胖，坚持不懈的让小猫咪被洗脑。等百西想改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小猫已经认了这个名字，一叫大胖就屁颠屁颠的用小短腿挪过来。他痛心疾首，气得打了七旬一下。七旬嗤笑一声，一点也没有反思的意思，你看他自己也很满意。百西更不想理他了。为了表达对七旬的不满，百西抱着猫儿子坐在沙发上，把七旬一个人留在了餐桌旁，以示抗议。他是真的很喜欢小猫咪，虽然是只小流浪，但是洗白白以后一样可爱，狸花猫天生的花纹也好看，金棕色的眼睛圆溜溜的。百西把猫抱在怀里，也不敢怎么用力，就轻轻的给挠挠小肚皮和下巴，拿猫玩具逗它。七旬被冷落在桌边也不在意，他喝着茶，望着灯下百西的样子。百西穿着一件米白色的居家服，头发扎成小揪，弹着腿在沙发上逗猫，而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他没看完的漫画，地上扔着一个掉了的猫玩具，沙发旁还有百西随手乱扔的外套，整个画面都跟整洁沾不上边。七旬是个有轻微洁癖和强迫症的人，不算严重，但在百西住进来前，他家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排列有序，整齐的缺乏生活气息。但百西却喜欢随手扔东西，物品也不喜欢摆得太整齐，他觉得略带杂乱才有生活气息。两个人刚住在一起，也为这事情拌过几句嘴。百西说不过七旬这种辩论赛出身的选手，逼急了只能扬言要搬回去，一脸委屈巴巴的样子。但他这招意外好用，最后是七旬认输。现在这个小坏蛋已经完全把客厅化成了自己的地盘，想怎么扔就扔。七旬想到这儿，有点头疼的摁了摁山根，很想来支烟。以前他总觉得百西家里人对他过于纵容，现在看来他也不遑多让。光说养宠物这件事，在他以前看来简直不可理喻，满天飞的猫毛就够讨厌了，但是现在怎样？那只新得名叫大胖的猫还不是大摇大摆在他家撒野。他不由盯着百西跟大胖看了一会儿。百西本来在亲猫咪粉嘟嘟的爪子，察觉到后抬起头看着七旬，你干嘛一直盯着大胖？你可别想吓唬他，他已经默默认了大胖这个名字。七旬不屑，谁要盯着那只傻猫？那你在想什么？百西问。他把大胖抱在颈边，猫咪的小圆脑袋跟他的脸贴着，眼睛都乌溜溜的，一起望过来的时候，大胖有种如出一辙的可爱。七旬不自觉笑了下，他说，我只是想，我这家庭地位下降的也太快了，等结婚还得了，私房钱都攒不下来。他是随口说出这句话的，带着调侃的意味，连他自己也没细想。但话一出口，客厅里却安静了几秒。百西抱着猫，怔怔的眨着眼，有点不知所措。他在元旦生病住院的时候，曾经因为困迷糊了，懵懵懂懂的跟七旬说，以后要是领养了小孩，七旬会是个好爸爸。七旬答应了，可是他自己睡了一觉就忘记了这件事，所以乍然间听见结婚两个字，他满脸都是茫然。他当然知道这是开玩笑。白轩问什么时候吃他的喜糖，他也是开玩笑回答，说还早得很。但其实他连想都没想过这件事。跟七旬交往已经是中了彩票，他又怎么会得寸进尺？希望这个彩票能开出特等奖。他无意识把怀里的猫咪搂紧了一点，
怀里的小奶猫轻轻叫了几声，在百西的手上蹭了蹭。七旬却误解了百西脸上的茫然，他以为百西是被他吓到了。也是，百西比他还小2岁，大概根本没想过成家这种事，所以他抿了下嘴唇，若无其事的转移了话题。你待会儿要去洗澡吗？百西撸着猫接了话，我在陪猫猫玩，一会儿就去。他听出了七旬的顾左右而言他，心里却掠过一阵说不出的轻微的失望。果然，七旬也觉得这句话冒失了。他偷偷望了在桌边的七旬一眼，只见七旬的神色有点僵硬，不知道在想什么。他眼神一暗，摸了摸大胖的小脑壳。还年幼的大胖对爸比的烦恼一无所知，伸出小舌头又舔了舔百西的手。百西又慢慢笑起来，亲了大胖的小脑壳一下。他揉了揉大胖的耳朵，心想还是小猫咪好啊，不需要有人类这么多复杂的心思，吃饱晒太阳就能开开心心。家里多了一只四处乱爬的奶猫，七旬本来觉得对生活没什么影响，反正别墅空间这么大，他爱往哪儿爬都可以。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错了，这只被他赐名大胖的猫哪儿都不爱爬，就喜欢爬在百西怀里，搞不好已经认了百西当妈，还动不动就要对百西掀起肚皮。小小年纪就知道在这个家里该讨好谁，十分心机。七旬喝着咖啡，微妙的挑了挑眉，看着百西满脸慈爱的在喂大胖吃幼猫的奶糕，深刻感觉自己前2天一语成机，这个家里已经没他的地位了。好在百西还记得送他出门，在他要去上班前给了他一个早安吻。百西故意赤着脚踩在七旬一尘不染的皮鞋上，七旬把他压在门板上，舌头入侵到他的口腔，纠缠深入，甚至有点粗暴，险些就要擦枪走火。2个人好不容易分开后，百西气息不稳地说，光看我俩现在的样子，谁看了都得觉得我是你包养的小情儿。七旬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而他穿着睡衣，袖口随意的卷起，赤脚，头发也没梳，四处乱翘。不仅如此，他还在努力成为七旬上班路上的绊脚石。七旬按了按他的嘴角，又低头亲了他一下。他微微俯身去拿放在百西旁边柜子上的车钥匙，嘴唇贴在百西的耳边，低声道，你要真是我包养的情人，我就把你贴身带着，上班开会都要在旁边。百西畅想了一下那画面，那我不就成你秘书了？严秘书怎么办？他要失业了。七旬说，你还挺关心其他人。他帮百西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又轻轻勾唇，严秘书负责处理工作，而你是私人秘书，不一样，你专门负责帮老板放松。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沉沉的看着百西，像还未厌足的野兽，偏偏又衣冠楚楚，一本正经。百西招架不住，推他出去，好了，上班去吧你。迟到要扣工资。七旬想，谁敢把工资扣到老板头上，活得不耐烦了。但他还是顺着百西的力道被推出了门。再去车库拿车钱，他问百西，你今天有事吗？今天是周日，需要上班的只有七旬。百西想了想，没事吧，就带大胖再去医院做个检查。我今天会早点回来，要去约会吗？百西一时没反应过来，但他随即想起，因为最近2个人工作都有点忙，他最近又围着大胖团团转，他们确实好久没出去了。去，他踮着脚又亲了七旬的下巴一下，但七旬却制止了他下一步的动作。七旬把他推回了门内，再抱就出不了门了，老实点。然后他就冷酷的把门关上了。百西站在门内啧了一声，七总就是这点不好，一点也学不会色令智昏。而大胖听到关门声，晃晃悠悠的迈着小短腿蹭过来，却又不敢下台阶，趴在台阶边上喵喵喵直叫。百西走回去，一把将大胖捞了起来，胖胖，跟爸爸晒太阳去。他抱着小狸花猫一起回了楼上。
下午，百熙换好衣服，带着他们家大胖去宠物医院做了个检查。医生再次确认它是个健康的小猫咪，并且已经出生超过45天。于是，在大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就被温柔的医生姐姐摸了摸屁股，打了1针疫苗。等百熙再把大胖接回手里的小猫咪叫得声嘶力竭，委屈的一直往他怀里钻。百熙只能手忙脚乱的哄，不打了不打了。这话完全是骗猫，因为后面还会有好几针疫苗。坐在百熙旁边的男人轻轻笑了一声。这是个会员制的宠物医院，来的人一向不多。此刻休息室里除了百熙，就只有一个穿着米色风衣的男人，戴着一副超大黑框墨镜和帽子，露出在外的皮肤极少。百熙还以为是大胖吵到人家了，转过头想道歉。对不起啊，我家猫刚打疫苗。但他话说到一半就顿住了。虽然这个穿着米色风衣的男人舞得极为严实，但百熙作为忠实粉丝，还是一眼认出了他的身份。这俨然是乔装过的苏叶。他瞪大了眼，没想到苏叶居然会大摇大摆坐在这里。苏叶稍微取下眼镜，露出一双被粉丝花式吹捧的眼睛，跟百熙打了个招呼：“嗨，又见面了。”百熙举起大胖的小猫爪子，也结结巴巴打了个招呼。他往边上看了看，压低声音问：“苏先生，你是在拍综艺吗？附近有摄像头吗？”他还是不敢相信，苏叶居然就这样大喇喇的出现在宠物医院里。苏叶低笑了一声，摇了摇头：“不是，我是带我的狗过来的。这家宠物店老板是我朋友，人又不多，不容易被认出来。再说，我又不是干坏事，没什么需要避讳的。”百熙哦了一声，他确实之前经常看见媒体拍到苏叶出门的照片，这位影帝一向很随性，也不怎么在乎被人看见私下的状态。但他问完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虽然很喜欢苏叶，两个人却只是有过一面之缘。而且苏叶作为明星，有些问题是不能乱问。没想到苏叶主动跟他说话：“你的猫还挺可爱的。”百熙低头望了眼大胖，大胖已经不哼唧了，正在他怀里舔毛。他叫大胖。博熙说起这个名字还有点羞赧，心里把七旬又捶了一顿，是我前阵子刚养的。苏叶看了看那只已经养得有些珠圆玉润的猫，这名字也很可爱。百熙想，偶像真好，睁着眼说瞎话也这么真诚。他立刻甩锅，是我男朋友取的。他说完才意识到不对，咬了咬舌头。他并没有跟苏叶出过柜。他有点尴尬的看了苏叶一眼，不知道男神会不会介意这一点。好在苏叶面色如常，大概是见多了这种事情。他其实知道百熙有男朋友，恰好护士小姐也把百熙的会员卡给送来了。百熙收好，想着要不要先走算了。但他刚站起来，却听见苏叶问：“百熙，能问你个问题吗？”百熙回头，苏叶坐着，仰头看了看百熙，灯光下，百熙的每一个表情都纤毫毕现。这是一张比他想象中更漂亮生动的脸，眼睛很清澈，笑起来会露出酒窝。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递给百熙，问道：“这是你用过的微博账号吗？”百熙一时有点懵，不明白话题怎么突然跳到了这个方面。但他凑近了一看，轻轻的啊了一声，还真是。只见屏幕上是他早就忘记密码的一个微博账号，是他大学时候用的，主要是发生活记录，偶尔转发一下自己喜欢的明星，跟着花痴两下。他那时候还给苏叶画过不少 Q 版小人，还画过漫画连载，所以也聚集了一些粉丝。只是大学毕业后，他忙于工作，又忘记了密码，就再也没有登录过了。是我的。他点了点头，很奇怪的问苏叶：“但苏先生，你怎么知道我这个账号的？”苏叶心头轻轻震了一下，像是尘埃落定。他镇定自若的解释道：“你这个账号当时参加过我的一个产出活动，
我偶然看见你画的漫画，就拿小号关注了你很久，一直到你不再使用。你在微博上没有露过脸，但发过几次背影和侧面照，还说过你是 S 大毕业的，我关注你久了，也就记住了。所以上次见到你，我就有种说不出的熟悉。他对着百西笑了笑，本就优越的五官在这一刻简直充满了魅力。重新认识一下吧，我也是你的粉丝。百西不可思议的张大了嘴，这是什么离谱的小说剧情啊？我的粉丝里居然有我的本命啊！他要早知道，打死也不会忘记微博密码啊！他跟苏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才能挽救他此刻的心碎。好半天，他才小心翼翼憋出一句：“我现在去把账号申诉回来，还来得及吗？”苏叶被逗笑了，他温和的望着百西：“也许你可以直接加我微信。”5分钟后，百西人都还是飘的，他居然就这样拥有了男神的微信号，而且还是男神主动加的。说出去，他可以吹1年。他跟苏叶指天发誓，我绝对不会没事骚扰你的，也不会外泄你的私人信息。苏叶还是很淡然，骚扰也没关系。百西没当回事，只觉得男神在客套。而几秒钟以后，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是七旬打来的。曲月七旬已经提早下班，顺路来接他，现在人就在宠物医院外。百西说：“我在休息室里，大胖打完疫苗了，你过来吧。”他挂掉电话，对苏叶抱歉的笑了笑：“我可能要先走了，我男朋友来接我了。”苏叶也站了起来，他沉默的看了百西几眼，在抬眼的时候，休息室里就多了第3个人。七旬从门口走过来，走到了百西的身边。因为被百西按着看过苏叶好几部电影，七旬一眼就认出了对面是谁。2个人视线相撞，苏叶一改刚才对博西温和可亲的样子，面无表情，戴着墨镜的样子甚至有点阴郁。七旬微微眯起了眼，他下意识的察觉到苏叶根本不是百西口中那样温和又平易近人，而百西还在专心把大胖塞进猫包里，根本没注意到2个人之间的激风。他确认大胖乖乖待好了，才把猫包往七旬手里一塞，然后扭头跟苏叶拜拜：“我们先走了，苏先生。”苏叶又恢复了温和的样子：“好的，之后联系。”百西跟他挥挥手，拉着七旬走了。七旬一只手揽过百西的肩膀，并没有多问，但他的视线掠过苏叶，有一种不加掩饰的冷意。2个人一起出了宠物医院，苏叶还坐在沙发上。片刻后，他的助理抱着已经打理的香喷喷的小博美狗走了过来。苏叶把狗抱进了怀里，他低头看着这只蓬松的小博美，比起百西怀里的小狸花猫，这只精心挑选过的博美要更加可爱。他突然对助理说道：“人可真是喜新厌旧啊，以前还喜欢狗，现在就可能喜欢猫了。”助理一脸莫名，不知道他又在发哪门子疯。而到了车上，不等七旬发问，百西就迫不及待的把怎么跟苏叶遇见，又是怎么加上微信的事情，全跟七旬讲了一遍，叭叭叭的，像个分贝不怎么高的小喇叭。七旬没有打断他，安静的当个听众。博西现在已经没有刚才那么震惊了，但是还有点晕乎乎的。他说：“其实我当时的漫画画的也就一般般，跟那些大叔太太没法比，他是怎么发现的呀？”七旬侧头看了百西一眼，心想谁知道苏叶看的是漫画还是人，但他没有把这话说出来。他虽然在工作上说一不二，生活里却并不喜欢去左右伴侣的想法。他对苏叶很反感，像一种被侵犯了领地的野兽本能，但这说到底只是他的主观感受罢了，他不会因此去干涉百西的交友，所以他只是轻声说了一句：“谁知道呢？但我不怎么喜欢他。”百西一脸理解：“我懂，帅哥总是互相排斥的。”他又跟七旬表了表忠心：“放心，在我不公正的审判里，你还是最帅的。”
七旬失笑，他摇了摇头，感觉百熙脑子里似乎就没那根弦，但他又忍不住问百熙：“你现在有了他微信，会想干嘛呢？和他成为朋友吗？”百熙连连摆手：“哪能啊，偶像都是供起来的，只适合远观。他加我也就是客气，我哪好意思真去打扰他，看看朋友圈就行了。”说完，他就把手机扔在了一旁，充满期待的看着七旬：“我们要去哪儿约会啊？”七旬看了那被冷落的手机一眼，又看了看专心望着他的百熙，莫名其妙的被取悦了。他想，即使是苏叶，即使是百熙的所谓本命，也只能夺取百熙片刻的注意罢了。百熙的整颗心依旧挂在他身上，只要他在，百熙就想不起别人。现在正好是红灯，七旬亲过身，越过手刹，吻了百熙的侧脸。你想去哪儿都行。就算百熙现在开口要去月球，他大概也会昏了头，说出一句好。博熙没有想去月球，百熙想去鬼屋。当七旬站在那个由废弃医院改造的阴气森森的场馆前的时候，还是没想明白，他想象中平静美好的约会怎么变成了这种嘈杂又吵闹的地方。百熙倒是满怀期待，眼睛亮晶晶的。他刚才跟七旬一起把大胖送了回去，交给丁阿姨，然后就指使七旬开来了这个新开的大型鬼屋。这个鬼屋已经营业1个月了，评价很不错。排队的实时后，他跟七旬说：“我早就想来了，本来是约了梁宋和同事的，结果梁宋打死都不来，我同事又临时有事。”百熙一脸可惜，梁宋胆子比他还小，他还想看梁宋被 NPC 追得满地跑的样子呢。七旬想，感情他还是次选。眼看着队伍逐渐缩短，他最后提醒百熙：“你真的想好了要玩吗？别进去以后又被吓得哭着要出来。”这真不是他提前给百熙泄气，而是无论作为博熙的对象，还是作为博熙的朋友，他都对百熙的胆子心知肚明。博熙对于灵异元素的热爱，只能用4个字形容：人菜瘾大。看完恐怖片，夜里都不敢上厕所，却记吃不记打。下次还看。他之前的那些年也没少被百熙荼毒，百熙还真不敢在这方面夸下海口。他抬头看了看这个废弃医院的造型，默默把手塞进了七旬的掌心，一脸真诚道：“那就只能靠你保护我了，如果我晕在里面，记得把我拖出来。”说话间，队伍已经到他俩了。七旬瞥他一眼，把他按在了胸前：“知道了，走吧。”七旬猜的一点也不错。博熙在鬼屋里被吓得鬼哭狼嚎，尤其是他被抽中号码，要独自去手术室点燃一根蜡烛的时候，百熙几乎是挂在七旬身上不肯下来，像个大型玩偶，专心在七旬身上当挂件。最后是七旬抱着他一块儿完成了这个任务。七旬是真的不怕这些东西，甚至觉得有点无聊，反而是百熙被吓得瑟瑟发抖的样子很可爱。等到了出口的时候，百熙已经腿软的快走不动了。最后是七旬把他给抱了出来，虽然不是公主抱，但丢人的程度也差不多。博熙默默拿纪念扇子挡住了脸，假装自己不存在。而跟百熙他们一起组队的几个大学生也没好到哪儿去，一个个脸色煞白，差点就要吐了。他们没人抱，只能互相搀扶，找地方休息去了。七旬把百熙给放到了外面的长椅上，然后去旁边买了一杯去冰的果茶，给百熙压压惊。百熙吸溜着水果茶，眼睛和鼻子都有点红红的，看着又怂又可怜。七旬看得好笑，他弯下腰，轻轻揪了一下百熙的鼻尖：“你下次还来吗？”百熙一口气喝了大半杯饮料，心脏还因为刚才的刺激扑腾扑腾直跳，睫毛也湿漉漉的，但他吸了吸鼻子，坚定道：“来。”七旬哑然失笑，他对百熙这个近乎自虐的爱好真是不能理解。他伸手擦了擦百熙的眼角的一点眼泪，低声道：“小哭包。”
百西抬头瞪了他一眼，但因为气势衰弱，实在没什么杀伤力。等百西休息够了，两个人就去吃晚饭了。虽然被吓了个够呛，倒是一点没有影响百西的胃口，还能吃掉一颗牛排。回到家以后，他先是跟大胖玩了一会儿，洗完澡就开始趴在床上看手机。他看见好笑的视频，就想去跟七寻分享，但是一转头，发现七寻也在跟人聊微信，手机页面上似乎有一堆的图片。他有点奇怪，因为他记得刚才七寻说今天不处理工作了。他问道：公司里又有事情了吗？七寻抬起头，把手机朝下扣在了一边。没有，跟一个朋友说些事情。百西也没有多想，更没有去看七寻手机的爱好。既然知道七寻不是在工作，他就放心的凑到七寻旁边，给他看自己的手机上的小企鹅，自己被逗得乐不可支。七寻却有些心不在焉，根本没注意屏幕上都在放些什么。他握着百西的手，像是无意识，又像是有意，摩挲着百西左手的无名指，那里空荡荡的。博西习惯把戒指戴在中指上。又过了一会儿，百西翻小裤包身下床，准备去给自己热了个牛奶，还问七寻要不要。七寻摇了摇头。等到百西出了卧室，他才重新把手机翻过来，仔细看了页面上发来的图片。他回了一条微信消息，就选第二个。天气在不知不觉间转暖了，离春节已经过去了快1个月。等到百西办公室的小姑娘已经开始穿早春薄裙的时候，外面已经没有了一丝寒冷。百西又跟七寻回了他爸妈那儿一次，是许静婉喊他俩回来吃饭的。在吃饭前，许静婉拉着百西一块看电视聊天，七寻就坐在旁边给他俩剥松子。电视里放的是古装剧，正演到男女主一拜天地，红艳艳的喜字，有情人终成眷属，看得许静婉颇为感慨。他扭头对百西笑着说道：前几天我还去参加了齐家的婚礼，春节跟春节后结婚的人特别多，扎堆了一样。百西跟齐家不熟，连他家是儿是女是圆是扁都不记得，他只能默默点头，全当作附和。许静婉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看了看身边的百西，又看了看在给百西手里塞松子的七寻，怎么看怎么登对。他按捺再三，还是没忍住，和颜悦色的看着百西。别光说别人了，你们俩呢？有考虑过吗？百西没听懂，他喝着可乐看过来，满脸无辜的看着许静婉，问道：我们俩考虑什么？七寻却已经领会了自己妈的意图，他看了还一脸茫然的百西一眼。果不其然，许静婉慈爱的摸了下百西的脸，我是问你跟七寻考虑过没？你俩什么时候结婚呢？百西差点被可乐给呛到。七寻帮他拍了拍背。百西一边咳嗽一边和七寻对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求助的看着七寻。相比于他的震惊，七寻从头到尾都很淡定。知母莫若子，他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他替百西顺了下气，带着安抚的意味，然后抬头看了他妈一眼。云淡风轻道：到了时候就会结的，你操什么心？许静婉恨铁不成钢的瞪了他一眼，这都叫什么回答？一点都不知道抓住机会。七寻神色淡然，继续给百西剥松子，理都不理他。虽然刚才被许静婉的话吓得够呛，百西却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很快就继续专心看电视。催婚嘛，乃家长之常情，他过年的时候也被七大姑八大姨这么围攻过，还不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吃完晚饭，他跟七寻又留了会儿，就跟七寻的爸妈告辞了。许静婉送他们到门口，依依不舍的摸着百西的脸，让他下次常来。他说道：我还让厨师专门学了你喜欢的菜，下回再做给你吃。百西乖巧点头，好，阿姨你回去吧，别吹了风着凉。七寻照旧沉默的在旁边当背景板，专心帮百西拎东西。要让不知情的第三方来看，
绝对分不清谁才是亲儿子。现在时候不早了，街道空旷了许多，七旬跟百西很快就回了家。百西照旧先去看了看大胖，然后就洗了个澡，敷着面膜，打开 iPad， 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一边吃零食一边看综艺，笑得乐不可支的。七旬洗完澡后也坐在他旁边，问他你在看什么？博西把 iPad 往他这儿转了转，因为贴着面膜，他说话含含糊糊的，在看人炸厨房呢。这几个明星做饭还不如我呢。语气相当幸灾乐祸。七旬看了一眼，不敢苟同。他觉得明显百西厨艺更菜一点，但他识趣的没有说出来。他打开了手里的冰啤酒，喝了2口，冰冷的酒液顺着喉咙滑下来，让人清醒不少。百西看见了，跟他撒娇，我也要喝。七旬把啤酒罐贴到了百西的嘴唇边。百西最近很乖，不怎么喝酒，也不太吃辛辣的，所以偶尔喝点也没事。百西怕面膜弄脏罐子，是撅着嘴喝的，像个小金鱼。七旬不由笑了一声。百西一口气喝掉小半罐，一抹嘴，像个大爷一样又摊了回去。拿走吧。七旬就又拿回来。他没再打扰百西，就这样默默的喝着酒，像是有什么心事，一直不说话，却时不时的看百西2眼。百西翘着脚睡在躺椅上，他的面膜已经揭掉了，露出一张光洁饱满的脸，白皙如玉，头上还戴着一个兔耳朵发箍，睡衣也不好好穿，松松垮垮的。他现在一点也不精致，却居家又可爱。七旬望着他，已经快想不起来在百西没有住进他家之前，他都是怎样生活的。他好像已经习惯了百西在他身边，两个人一起吃饭、聊天、看电影、约会、睡觉的时候，博西还会把腿架在他身上。他凝望着百西的时间实在有点久，百西自己也感觉到了，转过头问：怎么了？我脸上面膜没弄干净吗？你干嘛一直看我？七旬摇头，没有。百西却还是觉得哪里不对。他刚才在七家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七旬今天好像有什么心事，比平时还要沉默。他歪着头看七旬，问道：你今天好像一直在想什么事情？怎么了呀？心情不好吗？我没心情不好，七旬说道，但我确实在想一件事情。百西放下了 iPad， 洗耳恭听，但七旬却没立刻说话，而是站起了身，把百西从躺椅上抱了起来。他把放在了自己的腿上，用一种强势的姿态把百西圈在了自己怀里。百西身上有一股好闻的花香味，是沐浴露的浅淡香气。他轻轻蹭了下百西的额头，眼神沉沉的望着他。百西不明白七旬这是怎么了，隔了好一会儿，他才听见七旬问：今天我妈提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这句话问的突然，百西已经把刚才的事情给忘了，满脸懵逼。什么事情啊？七旬提醒他结婚的事情。百西这才恍然大悟，他以为七旬提起来是让自己别放在心上。没什么想法呀，他认真道，阿姨不就是那么一问吗？七旬却抿了抿唇，对这个回答不是很满意。没什么想法，他重复了一遍。那如果我跟你求婚，你也不会答应，是吗？百西下意识跟着说，什么你跟我求婚？他说到一半，才突然意识到七旬刚才跟他说了什么不得了的话，剩下的半句话一下子堵在了嗓子眼里。他近乎惊恐的看着七旬，有一瞬间他差点想从七旬腿上跳下来，但是七旬一把掐住了他的腰，没得逞。他只能继续坐在七旬腿上，一脸飘忽的看着七旬。七旬很不理解，你这副表情干什么？我问的很吓人吗？岂止是吓人，百西的心情简直是一言难尽。别人家求婚那都是玫瑰、烟火、情侣餐厅藏在甜点里的小戒指，为什么到他这儿
就成了睡衣、拖鞋、兔耳朵、发箍。七旬用明天一起去买盆花的口气，问他答不答应求婚。他用目光谴责着七旬，哪有你这样突然的？他说道，痛心疾首的拍了拍七旬的大腿。求婚是这么随便的吗？其实他心里还是没当回事，不觉得七旬是在认真求婚，只以为是因为许静婉的话，七旬才顺便问他一问。但是很快他就眼睁睁的看见七旬一只手揽着他，另一只手从睡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只蓝色丝绒的小盒子。很精巧，伯希从看见盒子的一刹那，大脑就宕机了。卧槽，不是吧？这位盒子为什么看着这么像戒指盒啊？明明是夜深人静，百希却觉得脑壳子里嗡嗡作响，像有100个唢呐在他耳朵边狂吹。七旬说，你打开看一看。百希咽了下口水，不可思议的看了看七旬，他像开启什么机关一样，小心翼翼的打开了那个盒子。盒子里没有机关，只有2枚男士戒指，是相似的设计，金色的细圈底座镶嵌着3枚横钻，在灯光下熠熠生辉。他看看那2枚戒指，又看看七旬，像个傻了吧唧的土拨鼠，满脸都是茫然。七旬其实也有点轻微的不自在，他也是第一次求婚，没经验，这件事比他经手过的所有项目似乎都要困难一些。他圈着百希，从盒子里拿出了1枚戒指，却不急着给百希戴上。他对百希说，你还记得吗？我当初问你愿不愿意交往的时候，就跟你说过，我会以结婚为目的对待这段感情。百希机械的点头，他确实记得。七旬顿了顿，脸上浮现出一点笑意和温柔。我说这句话是认真的，但其实一开始连我自己都不确定我会不会跟你一直走下去，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交往，谁又能知道结局？但是这几个月的相处，西西，我已经开始期待跟你组建家庭。我习惯了你睡在身边，习惯了你待在这个家里，习惯你偷吃冰淇淋以后又来亲我，习惯你看了恐怖片又要钻我怀里，还有许多许多别的事。自从百希搬进这个家里，悄然间打破了他无数原则。他本来是喜欢独处、喜欢安静、喜欢秩序的人，但是百希改变了这一切。他被百希入侵了，像一台运行周密的电脑被嵌入了一条无害的病毒。他明明有能力去恢复，但他却没这么做，而是宁愿让这个小病毒侵袭他全身。百希没想到七旬会说这些，他仰头望着七旬，2个人四目相对，都在对方的瞳孔中看见了自己的脸。七旬低下头，他把百希一直戴在中指上的那个在风景区随手买的银色小戒指取了下来。当初在古镇里，在那一场灿烂的烟火表演下，百希对他爱的小心翼翼，连1枚普通的小银戒指都不敢给他。而现在，他认真的、缓缓的把这枚定制好的戒指套在了百希的无名指上。戒指很漂亮，金色很衬百希白皙的手指，钻石纯净度很高，在灯光下星星一样闪亮。百希鼻子一酸，差点就要掉下泪来。他真的从没有想过七旬会真的和他求婚。在七旬跟他交往的时候，在他们见过家长的时候，在他们一起养了大胖的时候，他都没有想过。他泪眼朦胧的望着七旬，眼神是从未有过的复杂。他有很多话想问七旬，却又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而七旬轻轻吻了他的无名指。西西，我订了这枚戒指，就是想邀请你一直参与进我的生活。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可能还太早了，你可能还没有想好要不要进入婚姻。七旬说道，所以你不用现在答应我，你也可以拒绝我。而等你想好了，你再决定是要给我也戴上戒指，还是把这枚戒指还给我。他把装着剩下那枚戒指的盒子塞进了百希手里。百希这下是真的哭了，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哭得抽抽噎噎的。七旬不懂自己怎么就把人给惹哭了，手忙脚乱的替他擦眼泪。
却越擦越多。百熙现在脑子里还是一团浆糊，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七旬真的会跟他求婚。不是他异想天开，不是他死缠烂打，是七旬自己主动给他戴上戒指。这叫什么？这就是所有暗恋人士能拥有的最高结局。他脑子里噼里啪啦放着烟花，又哭又笑的。他问七旬：“你为什么会想到跟我求婚？你什么时候去订的戒指啊？”他天天跟七旬睡一起，他怎么一点没发现呢？七旬还在给他擦眼泪。过年的时候带你见了我爸妈，我就准备去订戒指了。想着已备不时之需，本来我是想再过几个月再和你求婚的，但我拿到戒指的时候却在想，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分别呢？你难道会跟我分手吗？他看着百熙，百熙立刻把头摇得响拨浪鼓。傻子才跟七旬分手。他抬起手欣赏着无名指上的戒指，他明明见过无数华贵的珠宝，可以收藏的古董戒指他也有不少，但好像无论哪一个都没有他手上这枚夺目耀眼。但他放下手，又扭头去看七旬。一般人收到求婚戒指就是幸福美满大结局了，王子与公主的童话也都停在这里，不需要任何言语就能明白彼此的心意。但百熙心里还是有种说不出的轻飘飘的感觉，像走在云端，没有脚踏实地。他眼睛红红的看着七旬，脸上还挂着泪，嘴角却上扬着。他认真的看着七旬，第一次鼓起勇气问道：“我想问你个问题。”“你问。”“你跟我求婚是因为爱我吗？像我爱你一样爱着我吗？”百熙轻声问出了一直埋藏在心底的这句话。他之前一直没有问过七旬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两个的开始本就是一场意外，靠的是两人间的友谊，七旬的责任心，机缘巧合才促成的。跟七旬恋爱的过程很美好，七旬这个男朋友也当得无可挑剔，让他一度幸福的无所适从。但他同时又非常清楚，七旬的这种完美跟爱情是不能画上等号的，因为这是七旬，他的责任心和高标准是刻在骨子里的，像考试一样，随时随地可以要求自己做到满分，所以他一直不敢问。但现在七旬都跟他求婚了，戒指再戴在他手上了，他觉得他可以问一问了。七旬却并没有很快回答这个问题，他是个谨慎又理智的人，所以他也同样坦诚。他想了想，才认真的说道：“西西，我很确定我是喜欢你的，否则我不会想和你结婚。但你的爱非常罕见，也非常珍贵，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所以我很难现在就跟你承诺，说我会像你爱我一样爱着你，但我会去努力。”他握住了百熙的手，与百熙十指相扣，把薄熙的手按在了自己的心口。隔着一层薄薄的皮肉，他的心跳声一下一下震动着百熙的手掌。我是认真想跟你白头到老，所以我会尽力去当一个好的丈夫，好的爱人，我也会学着如何爱你，像你爱我一样。百熙的手微微蜷缩起来，七旬的心脏就在他手掌之下跳动，听着七旬的一番话，他有刹那的错觉，觉得自己仿佛是在教堂听着神圣的誓言。他抬头望着七旬，七旬就是在这种地方意外的死心眼，明明只要骗他，说也爱他爱得无可自拔，他就会像飞蛾扑火一样一头栽进去。但七旬就是这样高傲，连说谎都不屑，尤其是对自己在意的人。他呼出一口气，眼睛和鼻子还是红红的，有点无奈，眼神里却又带着笑意。他想，虽然七旬对他没有100分的爱，但有一半，有1/10也已经足够了。这不完整的爱已经能让七旬想跟他结婚，这就是他想过的最好结局。更何况一辈子还很长，他又怎么知道哪天七旬会不会为他神魂颠倒？所以他捧着七旬的脸露出了笑容。好吧，那我要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答应你。
你现在还是考察期，得好好表现，知道吗？七旬心底也松了口气，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也知道他给出的不是热恋中的人喜欢的答案。他甚至担心过百熙会不会一怒之下把戒指退回来，但百熙没有。百熙红着眼，笑盈盈的看着他，就像之前每一天清晨一样，这让他心球昏头一片柔软。那我要怎么表现？他抱着百熙低声问道。百熙想了想，从先亲亲我开始吧。七旬笑意更深，他低下头含住了百熙的嘴唇。百熙闭着眼承受着这个亲吻。窗外月明星稀，是个清朗的好天气，院子里的山茶花都开了，在月色下如美人袅袅，像一段不曾宣之于口的情话。七旬以为百熙多少要考虑几天求婚的事情，但是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发现无名指上多了枚戒指，在昏暗的卧室里闪闪发光。但百熙却不在他身边，床边空空如也，只有凌乱的被子摊在一旁。他在卧室里转了一圈，都没看见百熙，一直走到一楼的厨房，才看见百熙煞有介事的穿着围裙，如临大敌的对着什么。而丁阿姨在旁边站着，看上去十分想上去动手帮忙，却又满脸欲言又止。见到七旬来，丁阿姨才像是松了口气，叫道：“七先生。”早安。七旬跟他点了点头，早。他用眼神示意丁阿姨离开，走到百熙后面，抱住了百熙的腰。你这是在做什么？他看见了百熙面前的平底锅，里面的东西疑似是个蛋饼，但因为煎得太糊了，实在很难看出真正的样子。百熙也很费解，他明明是在丁阿姨的监督下做的，到底为什么做成这个样子？他垂头丧气道：“订婚第一天，我本来想亲手做个早饭的，我还特地订了玫瑰花放在桌上。”玫瑰花七旬倒是看见了，就放在他们平时用餐的那张长桌上，在晨光中娇艳欲滴。他拿起筷子，夹起一块没那么焦的蛋饼吃了一口，评价道：“盐放少了，胡椒多了，几乎畅尝不出蛋味。”伯熙，哦，订婚第一天，为什么就有了点想摔戒指的冲动？但七旬说归说，还是很给面子的，把这一张糊糊的蛋饼给吃掉了。他把百熙清推到一边，自己又打了几个蛋，放调料。他也是不下厨的人，但是早餐还是会做的，比伯熙技术好很多。百熙也不跟他抢，就在旁边抱着阿姨洗好的草莓吃，还往七旬嘴里送了一个。七旬做着早饭，目光扫到他手上的钻戒，嘴唇轻勾，问他：“你现在是考虑好了吗？要跟我结婚，只考虑了一晚上。”百熙咬着草莓，笑得眉眼弯弯。他早上起床就把戒指套在了七旬的手指上，两个人的手交握在一起，天衣无缝，好像他们本就应该这样在一起。他蹭到七旬肩上，撒娇道：“其实你昨天问我就想好了。”七旬看他一眼，除了好，我也没有别的答案了。百熙说话的气息软绵绵喷在了七旬耳朵上，他关了火，扭过头看着百熙。晨光里，百熙还穿着松垮的睡衣，露着清瘦的锁骨和肩膀。他的嘴唇上沾着草莓汁，有种润泽的红，像一枚饱满的果实，等着人前来摘取。七旬顺着心意低下了头，吻住了百熙的嘴唇，是甜的，说不清是因为草莓甜，还是因为百熙甜。最后松开的时候，七旬搂着百熙，在他耳畔轻声道：“早安，未婚夫。”百熙耳畔酥酥麻麻的，像窜过了一阵小电流。他望着七旬深邃的眼睛，觉得他未婚夫未免帅得过分了，简直迷得他神魂颠倒。七旬将早餐放到了桌上，在玫瑰花旁，两个人一起吃了这份亲手做的早饭。而早餐过后，七旬送了百熙去上班。百熙坐在副驾驶上，像是刚认识七旬一样，一只手撑在车扶手上，目不转睛的看着七旬。你看什么？七旬明知故问。伯熙也坦坦荡荡，
看我未婚夫特别帅。两个人一起笑起来。车已经停在了博熙公司楼下，但谁也不想就这样分开。百熙勾住了七旬的手指，他还有些依依不舍，问七旬：“你晚上来接我吗？”七旬说：“来。”百熙这才笑起来，眼看着上班时间快到了，他解开安全带，又凑过去在七旬下巴上亲了一下。那我走了，拜拜，晚上见。百熙下了车，一步三回头的进了公司大门，而七旬也一直等他的身影消失不见，才开车离开。百熙进了办公室，杂志社今天忙得很，同事们工作的脚不沾地，头也不抬。除了博熙的小助理，倒是没人注意到他手上戴的是订婚戒指。恰好百熙也不希望被人追问，他给小助理塞了一盒巧克力当做封口费，就也埋头工作了。一直到中午，百熙才趁着午休给梁宋打了个电话。梁宋正在画室里画画，他接到百熙电话，心情还挺好，以为百熙邀约他吃饭。百熙说道：“饭是要吃的，过2天请你庆祝一下。”庆祝什么啊？梁宋问。你发奖金，要升职？百熙嘴角忍不住上翘，都不是。其实也没什么，他故作淡定，就是我跟七旬要结婚了。梁宋一瞬间怀疑起今天是几月几号，他怎么仿佛又回到了4个多月前，在烤肉店里。百熙一本正经的说他在跟七旬交往，而他的反应也跟那天一模一样。卧槽！他现在的心情比上一次还要震惊。外星人攻打地球也就这个级别了。他差点把手机掉在地上，手忙脚乱捡起来后，急吼吼道：“不是，你冷静点，百熙，恋爱跟结婚可不是一码事。”怎么就跳到结婚了？百熙低头欣赏着自己的戒指，我本来也没想这么快。可是七旬跟我求婚了呀。梁宋瞪圆了眼睛，还是七旬求的婚？那就算他求婚了，结婚可不是过家家，你才25。你急什么？可是他跟我求婚了呀。大哥，我听见了，不用再说了，你不觉得太快了吗？可是他跟我求婚了。梁宋服气了，怀疑对面是个复读机。他叹口气，头疼的摁了摁太阳穴，我算发现了。你就听不见我说话，选择性失聪。你就是想来跟我嘚瑟七旬，跟你求婚了，他爱你爱的要命是吗？百熙翘了翘嘴角，矢口否认，我可没有，这是你自己说的。梁宋对天翻了个白眼。电话两端安静了几秒，梁宋把画笔给扔了，平复了下心情，消化了一下这个事实。他又问了百熙一遍，你真的打算跟七旬结婚？认真的，不后悔了？百熙没有半点迟疑，对，不后悔。梁宋更沉默了，他回头望着他还没有完成的一幅画，那上面大片桃花，艳色霏霏，在这个春日里一片招摇。要不怎么说春心浮躁呢？这才开春几天，百熙就急着把自己打包送出去了。他挠挠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能往窗边走去。推开窗，他破罐子破摔道：“结吧结吧，你明天给七旬生3胞胎，我都不管你。”他凶凶的说着这话，眼底却浮现无奈的笑意。百熙也笑，那我可没这个功能。梁宋吹着晨风，又问：“那你告诉家里没？”还没，不急，我们打算下次当面说。这看来是已经考虑好了，梁宋想。他听着百熙跟他说求婚的细节，说七旬早就准备了戒指，手上把玩着一个打火机，有点心不在焉。他想起几个月前在烧烤店里，百熙轻声告诉他自己和七旬在一起了。那天月光很亮，百熙的眼睛也很亮。那时候他对百熙的恋爱之路一片悲观，只祈祷百熙不要碰得头破血流就好。可谁能想到，有朝一日，那个冷冰冰的看似对谁都不上心的七旬，会居然跟百熙求婚。也不知道该说世事难料，还是爱情神秘莫测。
但他知道百熙能第一时间与他分享，大概也是想得到他祝贺的，所以他没再说什么泼冷水的话。等百熙叭叭叭一通输出结束，他轻声笑了笑，行了，别嘚瑟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你开心就好，恭喜。百熙也笑了，多谢。窗外春光柔柔，照得人身上发暖，也让他的眉眼格外生动。他挂了电话，往嘴里也塞了个巧克力，又看看手上的戒指，觉得连枯燥的文件都变得没那么讨厌了。晚上下班的时候，七旬果然早早等在了百熙的公司楼下，而他离开公司的时候，严秘书的眼神十分怨念，十分有古代朝臣望着昏庸帝王的架势。严秘书沉痛的想，他可算是发现了，自从老板谈了恋爱，就开始迟到早退了，订婚了就更不得了，还学会翘班了。这不是色令智昏是什么？七旬全然不知道他的秘书都在腹诽些什么。他接到百熙下班，就去了订好的餐厅吃饭。在等菜品上来的过程里，他问百熙：“你这周末放假吗？”“放啊，怎么了？”百熙问。“你上次不庆祝是说想去海边玩吗？我订了酒店的海边别墅。”七旬把手机推给他，上面都是风景图和旅游路线。既然是订婚，总得庆祝一下。百熙喝了口果汁，低头看手机。这片海域离他们城市也不远，开车就能到，因为开发没几年，风景很好，气候宜人。他确实想天气稍暖就去海边玩，只是偶尔提了一次，没想到被七旬记在了心里。他笑着问七旬：“我们这算提前度蜜月吗？”七旬道：“你说什么就算什么。”百熙止不住地笑。他又喝了口果汁，心想蜜月这个词也很美好。明明还没有结婚，他却觉得七旬仿佛已经归他所有，有了去海岛旅游的动力，工作日似乎也没那么难熬了。周五的晚上，伯希已经跟七旬上了海岛，他们开车到了岸边，又坐船上了岛。夜幕四合，岛上星星点点都是光亮，海风湿润，扑在脸上还有点凉，仗着别人看不见，七旬就把他搂在怀里。百熙心想，这多不好意思，别人一看就知道他俩搞对象，但是身体却诚实的又往七旬怀里钻了钻。七旬订的酒店是在一个海岛上，岛叫做南图，这几年刚刚开发，所以岛上游客不算多，每天还会限制游客人数。上了岛以后，酒店的人就派车过来接他们。上岛的第一晚，百熙什么也没干，先睡了个好觉。他们本来也不是来赶景点的，只是来度假的，散心休闲为主，参观为辅。百熙这一周都快忙疯了，每天都靠咖啡续命。到了别墅以后，他迫不及待泡了个澡就爬上了床，睡着前还不忘叮嘱七旬，明天早上喊我看日出。他们订的这个别墅就在海边，从楼梯上下去就是沙滩，在落地窗前就能看日出。七旬摸摸他柔软的头发，好，那你快睡。第二天一早，七旬果然信守承诺，把百熙给喊了起来。百熙连人带被子给抱到了落地窗前，像个被裹起来色蚕宝宝，困得一脸茫然。七旬看他这飘忽的样子，把牙刷和牙杯都给他拿过来，等他麻木地刷好，才又给他拿走。百熙刷完牙已经清醒了，裹着被子跟在七旬后面。他笑得眼睛都弯起来，不怎么正经的摸了摸七旬的腰，说：“这位小哥，我觉得你服务态度挺好，要怎么给小费啊？”七旬暂时懒得收拾他，再打电话让酒店客房送早餐。百熙却一夜睡足后精力旺盛，又因为刚睡醒，脑子对危险不敏锐，手还欠欠的在七旬身上摸来摸去。继续调侃：“你们酒店有没有特殊服务呀？什么价位？”七旬挂完电话，侧头看了百熙一眼。百熙当即感觉不妙，扭头就跑，但他常年不运动，怎么跑得过健身还撸铁的七旬，
跑了没2步就给七旬一把捉住了，3两下又扔回了床上。等到酒店服务生来按门铃送早餐的时候，许久都没有人开门。服务生礼貌的又摁了2遍，别墅的大门才打开。从里面走出一个穿着素色浴袍的男人，高挑英俊，哪怕穿着颜色温柔的衣服，也看不出一点温润如玉。胸前露着大片的肌肤，嘴唇上破了一个口子，微微渗血。趁着面无表情的脸，有种冰冷的性感。七旬接过了早餐，说道：“多谢。”然后门又砰的一下关上了，根本没让服务生进来。服务生在门口站了2秒，对这张脸还有点恍惚。回去之后，忍不住跟同事八卦了一下，说住在丰别墅的客户好帅，就是看着有点花，像个情场浪子。同事头也不抬：“浪子什么呀？人家是英年早婚，他订的是蜜月套房。”服务生的心啪叽一下就碎了。别墅里，百西一边看日出，一边吃完了早饭。海边的日出与山顶的似乎也无甚区别，但是被日出染红的海面有另一种瑰丽。看完日出，时间还早，七旬本来建议他要不要再睡一会儿，百西却摇了摇头，睡够了，出去逛逛吧。2个人便出了门。他们也没要酒店推荐的地道，就自己拿着地图，随便在岛上走街串巷。这个岛也不算大，走在曲曲折折的巷子里，海边气温都高，但是躲在阴影里倒也不算热。路上有老太太在卖编织的花环手链，蓝色白色的花串在一起，虽然认不出是什么，却也素净好看。有男孩在给女朋友买，买完以后羞涩的笑笑，夸道：“好看。”七旬也买了一串，挂在了百西手上，等旁边那对小情侣走了。光明正大的拉踩，你更好看。百西扑哧笑了，拉着七旬赶紧走。那卖花的老太太已经用古怪的眼神看七旬了。2个人在岛上逛了一个下午，傍晚的时候就在沙滩上散步。天空一片瑰丽浪漫的粉紫色，百西吹着海风，手里捧着一杯梅子苏打。他跟七旬说：“等我退休了，搬到海边养老也不错。”出门就是沙滩，想吃夜宵了就去吃烤海鲜。他想一出是一出，年方25就已经开始惦记退休的事情了。七旬作为一个合格的工作狂，没有他这样对退休的渴望，却还是顺着他说道：“也行，海边就是潮湿了一点，没什么不好。”他们说话间，正好对面走过来一对头发花白的老人家，秦化大拳牵着手，慢悠悠的跟他们擦肩而过。伯希望了望他们，又看了看七旬，突然笑了笑。笑什么？七旬问。我在想，你要是老了，应该也是个帅老头。七旬笑了笑，那你应该也是个好看的小老头。百西，嘿嘿。他们在沙滩上散步了很久，一直走到了游客禁止的区域才返回。晚饭的时候，他们没有回酒店，就找了一家海边的小酒馆。小酒馆里人还不少，台上有民谣歌手在唱歌，角落里还放着一台钢琴。百西跟七旬是坐在靠近窗边的高脚凳上，他边吃边看热闹，不想歌手跟台下互动的时候，正好点到他，问道：“那位窗边穿着蓝色花衬衫的顾客，愿意跟我一起看合唱吗？”百西左看右看，发现周围只有他一个穿蓝色花衬衣的，顿时傻眼了。他五音不全啊！虽然长了一张似乎挺文艺优雅的脸，但他从小就唱歌走调，音乐老师亲自盖章的那种。而歌手还在热情的冲他招手：“不要害羞呀，来吧朋友，你这么好看，跟你合唱是我的荣幸。”周围其他客人也在起哄。百西笑了笑，摆手想要拒绝，但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一只手就绕上了他的腰。七旬松松的揽住百西，让百西轻靠在自己怀里，是一种亲密又充满占有欲的姿势。他似笑非笑的看着台上，在酒馆稍微安静的刹那里，说道：“抱歉，他只唱给我一个人听。”说完，在众目睽睽下，
他像是漫不经心，又像是宣示主权，在百西的侧脸上亲了一下。酒馆里愣了一瞬，随即爆发出善意的鼓掌和拍桌子声。歌手大笑，充分表示理解，冲着他们遥遥比了个大拇指。好的，哥们，你男朋友很好看。七旬镇定自若，冲歌手点点头，收下了这句夸奖。百西目瞪口呆，反应过来以后，他趴在七旬的肩上，好一会儿才抬起头。他闷闷的笑了一下，眼神复杂的看着七旬。我以前怎么没发现？没发现什么？没发现你这么闷骚。百西说完了下半句。七旬轻嗤一声，还不是你唱歌太难听。见百西瞪他，他笑了笑，慢悠悠也说了下半句，所以只祸害我一个人就行了。百西嘶了一声，觉得他未婚夫真是不得了，情话大全都没他能忽悠。因为只是周末来度假，百西跟七旬也没有在岛上停留太久。第二天，他们先是去玩了浮潜，然后又跟在沙滩边认识的游客玩了一会儿沙滩排球，两个人就牵手去吃午饭了。吃完午饭，他们去逛了岛屿上的几个老建筑，是100年前留下来的几个花园洋房，都靠在一块儿，现在改成了博物馆，展览着岛上的历史，还有一些珍贵的藏品。百西向来是喜欢看这种老建筑的。现在是春天了，花园里的花都开了，绿树成荫，花团锦簇。他穿着白色外套和牛仔裤，仰头给建筑拍照，混在一群大学生里毫无区别。他对七旬说，我们杂志以后也可以做一期对这些老洋房的介绍，来这些地方取景也挺好看的。七旬点点头，把刚买好的冰咖啡递给他。博物馆逛的也差不多了，他们就坐在树荫底下的石凳上休息。百西低头检查着相机里的照片，他这2天拍的大部分都是风景照，剩下的都是七旬给他拍的单人照，只有零星几张是他俩的合照。因为七旬本身并不爱拍照，百西翻着翻着，突然就笑起来，侧头看着七旬。七旬问他怎么了，百西却不说，他笑眯眯道，不告诉你。他只是想起来，他刚进大学去看七旬打篮球的时候，他其实也偷拍了很多七旬的照片，反正满场都是女生在举着手机，他混在人群里也不算扎眼。后来他还拿其中一张当手机壁纸，但是只放了半天，怕被人发现，又给换掉了。但他拿七旬的照片做了一个相册，剩下的下午，一个人在书房里慢慢看，也能情不自禁的笑出来。年少时候的欢喜，往往就是这样容易满足。等百西跟七旬从老洋房里出来，天色也已经接近昏暗。他俩在外面吃完了晚饭，才回酒店。伯西尝了尝岛上一种特色的糕点，做成绿色的果子模样，吃起来带着一股淡淡的清苦。七旬对这种味道还能接受，百西在吃了半个以后，就坚定的拒绝了，不行，我还是要吃甜的。七旬早就猜到了，他也不嫌弃，把百西咬了半个的糕点拿过来，吃掉了。吃完晚饭没多久，他们就准备离岛了。他们是晚上来岛上的，如今也是趁着夜色离开。百西坐在大厅里喝着梅子苏打，等着七旬过来。七旬去拿一个早就订好的纪念品，是带给他爸妈的。他等得有些无聊，又不想看手机，就拿着旁边的宣传册看了看。大部分地方他们都去过了。在这海岛的2天，他带的还挺舒心的。百西一边看，一边盘算着之后要不要写一篇游记。正想着，他突然感觉到身边有谁坐了下来。他头也不抬，往旁边稍微挪了挪，保持点距离。但很快他就听见一声有点迟疑的声音：百西。百西没想到在这儿也能遇上熟人，像被点名一样，条件反射的抬头啊！但等他看清楚身边坐着的是谁的时候，他的表情立刻变成了一片空白，因为他身边坐着的是赵青桐。本应该在国外的赵青桐，现在穿着一身休闲装，
旁边放着一只行李箱，像是也是来这儿旅游的。现在正用一种并非欣喜，反而有种古怪的眼神望着他，准确的说，似乎是望着他手上的订婚戒指。百西的手指不由自主的弯曲了一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照理说，赵青桐这些年一直在国外，应当不知道他跟七旬的关系，当初分手也是赵青桐提出来的，应该没什么对七旬的不舍才对。可他却本能的感觉到了赵青桐对他的不善，百西心里也有点郁闷。世界这么大，国内的旅游景点也这么多，他怎么就能在一个海岛、一个酒店的大堂里跟赵青桐撞上？这到底是什么纠缠不清的缘分？他只能故作镇定的对赵青桐点点头，说道：“好久不见。”赵青桐勾起唇，像是想笑，却又有点冷淡。确实好久不见了，上一次见面好像还是我毕业前。百西点点头，又不知道该接什么话。他跟赵青桐其实也无话可说。当初在学校的时候，他因为暗恋着七旬，偏偏七旬又已经有了赵青桐这个男朋友，所以他非常自觉的跟七旬保持距离，只有社团聚会或者学校活动才会跟七旬有接触。而他跟赵青桐勉强算个熟人，因为七旬偶尔也会带他参加聚会，但再多的接触就没有了。如今他们一个是七旬的现任偶遇，一个是七旬的前任，坐在沙发上面面相觑，薄熙的脑海里只能闪过3个大字：修罗场。但他对赵青桐除了曾经的一点嫉妒，倒也没真的恶感，所以还是努力找了话题：“你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吗？也来这儿度假？”赵青桐嗯了一声：“我是工作调动，在国内待几个月，趁着放假出来休息2天，没想到这要巧遇上你。”赵青桐顿了顿，突然对百西笑了一下，问：“你是跟谁来这儿的呀？”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在赵青桐脸上看见了5个字：皮笑肉不笑。不过他也没准备隐瞒。赵青桐都跟七旬分手4年了，虽说前任相见多少有点尴尬，但他也没什么可藏着掖着的。他刚要开口我是跟七，但他话才说了一半，旁边就插入了一道声音：“跟我来的。”百西转过头，发现七旬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他身边。七旬先是看了看他，然后才抬头看了眼赵青桐，脸上没什么情绪，就像再看一个陌生人。但几乎是下意识的，百西又往赵青桐看了一眼。只见赵青桐在看见七旬的刹那，脸上的表情就多了种生动，说不出该怎么形容，还算是平静，但又像忍耐着什么，眼睛盯着七旬，一眨不眨。百西心里轻轻的咯噔了一下，他可太熟悉这种表情了，因为在他暗恋七旬的那些年里，他每次见到七旬大概都是这样的神态。他一瞬间有点糟心，但他还没糟心完，他就听见赵青桐用比对他温和100倍的声音对七旬说：“好久不见，七旬，我刚从国外回来没多久，还没能跟你们这些老同学碰个面，聚一聚。”百西一口气堵在胸口，更糟心了。老同学是可以聚会，前任聚什么聚？这叫什么？这叫当面勾搭他未婚夫。他立刻转头看七旬，像个气鼓鼓的小河豚，大有七旬要敢说找个机会聚一聚，他就要闹了的架势。七旬注意到了，有些好笑，摸了摸百西的头发，然后他抬起头，面色平淡的看着赵青桐：“是好久不见了，但碰面就不必了，我没有跟前任碰面的习惯。你可能还不知道，我跟西西订婚了，这次来算是庆祝。”赵青桐脸色闪过一丝难堪，他的视线在百西跟七旬的手上看了看，看见了一对的订婚戒指。他抿了抿唇，又微笑起来，淡淡道：“是吗？那祝贺你们了。我还不知道你跟百西在一起了。”他长得也很好看，跟百西是截然不同的类型。清瘦白皙，嘴唇很薄，凤眼妩媚，看着清冷，笑起来却又别有魅力。
但七旬并没有往他那儿看。他倒不是故意做给百西看，而是他跟赵青桐分别太久，早就没什么可说的，偶然碰见了也不过是意外，不值得放在心上。他低头问百西：“可以走了吗？车已经门外了，待会儿离岛的船就出发了。”百西便也站起来，忙不迭道：“好。”他也没什么东西落下，旅行箱都已经有酒店侍者提前拿走了，他除了手机就两手空空。七旬秉持着礼貌，最后跟赵青桐说了句话：“我们先走了，你慢慢玩。”然后他就牵着百西往外走。赵青桐也没再试图多说些什么，只是百西跟七旬出了酒店大门的时候，回过头，他望见赵青桐坐在沙发上，还在往他们这儿看。百西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七旬也没有给赵青桐任何特殊的回应，他在海岛这2天的好心情却还是一扫而空。百西跟七旬一起坐上了离岛的船，船只前进很快，没多久就靠了岸。他们在停车场找到了七旬的车，从这里到家还有2个多小时的车程。七旬买了零食和饮料备在车上，百西开了一袋薯片，咔嚓咔嚓吃得像个小松鼠，却不怎么说话。七旬开着车，偶尔瞧百西一眼，百西没露出什么生气的样子，只是闷闷不乐。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样的百西还有点可爱。刚才在船上百西明明还没怎样，现在大概是越想越郁闷，就干脆吃东西。他低声跟百西解释：“我真的不知道赵青桐会出现在这里。他回国以后给我发过一条消息，说他回来了，我没有回。他也没再发别的。”百西扭头看着七旬，眼睛圆溜溜的。他当然知道赵青桐出现在这里跟七旬没关系，他也不是在跟七旬生气，但他还是不怎么高兴，小声问：“可他为什么要给你发消息？”七旬说：“不知道，可能给老同学都发了。”而他看完就随手删了，如果不是今天又偶遇，他压根就不记得这件事。但他想了想，还是又说道：“你不用在意他，他对我早就移情别恋了。我之前没告诉你，我和他分手的直接原因并不是他要出国，是他非要我跟他一起出国，而我没答应。再然后我就发现他跟一个学弟在一起了，彻底没了回旋的可能。所以我们如今只算2个陌生人，他对我也没有那么深的感情。”伯希有点震惊，他之前只听七旬说过，赵青桐是因为要出国就提了分手。他当时百思不得其解，远距离恋爱也无非是几张飞机票的事情。七旬也是经常要出国的人，异国恋根本没什么可怕的。他想不通为什么赵青桐这么执着分手，这根本不合常理。没想到是赵青桐早就劈腿了。他眼神复杂的看着七旬，不知道他作为现任该不该安慰2句。七旬勾了勾唇，他自己早就不在乎了，所以可以无所谓的开玩笑：“你这么看着我，是觉得我很倒霉吗？被甩还要被劈腿？”他问。百西有点纠结地点点头，确实是惨，在他的世界里，七旬居然会被人甩，已经够不可思议了。不仅被甩，还被劈腿，这是什么超出常理的惨啊！他都没心思吃醋了。车子开到了一个红绿灯口，七旬停下车，握住了百西的手：“所以别在乎他了好吗？我是出来陪你度假的，我不希望你不开心。”他说道。百西点了点头，他也没有多不开心，只是有点郁闷。七旬这样温柔的跟他解释，他那点轻微的难受就如气泡一样消失了。他拿起气泡水继续喝了几口，眼睛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而过了一会儿，当七旬的车快要开出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又抬起头，轻轻叫了一声：“七旬。”七旬眼睛还在看路。百西舔了下嘴唇，轻声道：“我会一直爱你的。”他说出这句话后，露出了一点羞赧，但他还是认真的看着七旬，继续说着了不得的情话：“我从18岁开始就喜欢你，在你不喜欢我的时候，我也过得挺好。
如今你喜欢我了，我每一天都很幸福。我这个人其实胆子很小，从来不敢说豪言壮语，但是唯独爱你这件事，我可以许诺的，只要你不离开我，我就会一直爱你，像我18岁那样爱你到老。他对着七旬笑了笑，明明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走入礼堂，他却好像已经把结婚誓言说了出口，但他又真的想说给七旬听。他这人也许没什么特别，可唯独这一腔真心不输给任何人。七旬还平稳的看着车，视线望着前方，只是说了句百西有点泄气，更加不好意思了起来。也是，成年人嘴皮子一碰说的承诺，确实看起来没什么可信度。七旬大概也觉得是一次普通的表白，他也不再说了，喝着气泡水，看了看手机路况，看还有多少时间到家。但他在看手机的时候，七旬已经把车拐了弯，停在了一个无人的巷子里。参天的树下，百西感觉到车停了，他听见了安全带解开的声音。他抬起头，还没来得及说话，嘴唇就被封住了。七旬抱着他，手掌托住他的脑袋，不讲章法的亲他。百西揪紧了七旬的衣服，觉得自己快无法呼吸了。而不知道过了多久誓词，他才感觉到七旬松开了他。他有点喘不过气，脸色泛红，茫然的看着七旬，而七旬倒比他看着冷静。七旬碰了碰他红了的耳朵，眼神沉沉如墨。我记住了，七旬说道。百西没反应过来，什么？记住你会一直爱我。七旬直直的看着他，比平时更为温柔的笑了笑，眼中却像藏着什么。结婚念誓词的时候要记得说。七旬在允许范围内将车速开到了最快，窗外的风景都变成了模糊的光影。没过太久，他们就抵达了家中。夜深人静，花园里亮着暖黄色的灯光，照着雅致妩媚的红色山茶。从车停在地下车库开始，七旬就又稳住了百西。车内空间狭窄，一片昏暗，有种模糊又压抑的隐秘感，像不容于世俗的情谊，只能潜藏在阴影里。百西一直小声叫着七旬的名字，乖得像是允许七旬对他做任何事。但七旬还是及时阻止了自己，用最大的理智让自己抱着百西上了楼。他们一路没有开灯，等到进了卧室，百西身上只剩下一件衬衫，松松垮垮还得挂着。她的皮肤在灯光下有种牛奶般的润泽，头发最近又长了一点，眼睛湿漉漉的看着七旬，嘴唇很红。七旬心都跟着一颤，他想，不管百西现在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大概都会答应。就算百西想要天边的月亮，他现在也会考虑该怎么去摘。他吻了吻百西，在百西耳边轻声说了句什么。百西捂着脸骂道：流氓！七旬早就对此免疫，笑了一声，把他扛起来抱去了床上。流氓显然绝非虚名。1个多小时后，七旬在浴室里放好了洗澡水，把百西给抱了进去。百西累得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用眼神控诉七旬，但一想这也算他自己招的，又懒洋洋躺回了浴缸，心安理得的接受七旬的服务。等再回到床上，他虽然有些累了，却还是不想睡。他靠在七旬的身上，一起看一个历史纪录片。百西照理说还挺喜欢看这些，但他看着看着却有点走神。也许是因为累了，他脑海里一直乱七八糟的浮现出一些碎片。他抬起头看七旬，七旬摸了摸他的头发，声音有种咽足后的沙哑，问他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还是要喝水？百西摇了摇头，笑了下。他觉得七旬真是拿他当小孩子一样。没事，他说道。他扣住了七旬的手指，因为要睡了，他俩都把手上的戒指给取了，无名指上空空荡荡。明明也没有戴上几天，百西却觉得有些不适应。他视线重新落回屏幕上，心思却没有回来。可能是因为今天遇见了赵青桐，
他刚才不知怎地又想起了一些大学的事情。在他刚大学的前2年，七旬跟赵青桐也曾是学校里非常完美的一对情侣。七旬高大英俊，家世成绩能力样样出色，对赵青桐却处处温柔体贴，几乎不会说不，对赵青桐多有纵容。有其他人想来七旬表示爱慕，他也都在第一时间拒绝，是学校里出了名的模范男友。所以百熙连参加班级聚会的时候，都能听见有人在叽叽喳喳着聊着这对出名的情侣，羡慕赵青桐，说七旬这样的男朋友可遇不可求，碰上都是天上掉彩票。他听得很难过，脸上还要保持云淡风轻，甚至能附和2句，而他心里也是认同的。他也羡慕赵青桐，因为七旬对他真的很好。那时候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觉得七旬跟赵青桐会一直在一起，毕了业就会顺其自然的结婚，以至于后来他俩分手，好多人还不信。百熙又往七旬怀里靠了靠，他想当初一起聚会聊天的人，大概谁也不会想到，最后跟七旬结婚的不是赵青桐，而是他。但七旬依旧是七旬，还是那个完美的对象，24孝男友，挑不出错处。他又侧头望了七旬一眼，心头有些复杂。七旬却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是撒娇，凑过来轻轻吻了下他的嘴唇。七旬一只手搂住他，说道：过2天把我们爸妈喊出来吃个饭吧，订婚的事情还没告诉他们。百熙差点忘了这事。好，是去酒店还是在家里？他问。去酒店吧。七旬道，坐下来商量一下而已。他摸了摸百熙的头发，又道：我妈一定很高兴。百熙也笑起来，他也觉得自己爸妈不会反对。第2天，百熙跟七旬就分别给家里打了电话，说了订婚和见面的事情。七旬猜的一点不错，他妈高兴得很，难得不在乎什么优雅从容，喜上眉梢，连带对他这个儿子都满意度提升，都左看右看，眼里满是慈爱。七旬再一次怀疑起他到底是不是亲生的，但许静婉还是在电话里嘲笑他，要我说你就是瞎折腾，你跟西西认识这么多年，你要是早点告白，你们早就结婚了，还拖到现在。七旬看了也在打电话的百熙一眼，百熙光着脚坐在窗边，头发扎成小揪揪，也在跟爸妈通话，有点讨饶的样子，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七旬眼中含了点笑意，说道：我也觉得。许静婉已经换到了别的话题，再问他们要西式婚礼还是中式婚礼了，所以他一时没反应过来。你觉得什么？七旬慢悠悠道：也许我们早该在一起。许静婉一愣，随即轻嗤一声，但七旬没再给他嘲笑的机会，挂了电话。没别的事情就不说了，2天后芝华酒店见。说完话，七旬走到了百熙旁边。百熙跟爸妈也说的差不多了，对着手机啊呀的应付了2句。他说道：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我记住了，不要训我了。你们还记得时间哦，拜拜。百熙也挂了通话。七旬问他：你爸妈怎么说？百熙想了想，鼓着脸，也没什么，就是觉得事情有点突然，把我训了一顿，说我都不知道提前告诉他们，害他们都没准备。他一头栽进七旬怀里，我就是太高兴给忘了吗？而且他们也不会不同意啊。七旬搂住了他，眼底笑意更甚。他很喜欢百熙跟他撒娇，明明只差了2岁，但每到这种时候，他都会觉得百熙像个还没长大的宝贝，活该被所有惯着。他说道：我爸妈也没说什么，就是很高兴，答应了2天后一起吃晚饭。百熙从他怀里抬起头，2个人互相看了一会儿，都笑起来。七旬捧着他的脸，亲了下他的额头。你可以想一下，婚礼要在哪儿举办了。一转眼就到了2家家长见面的这天。百熙的爸妈跟七旬的爸妈本就认识，如今双方的儿子要结婚，
说来也是亲上加亲，一顿饭吃得和和气气，宾主尽欢，主要就是许静婉和吴墨在商量，聊聊婚礼怎么办，该请哪些宾客，中间插播一两条百熙跟七旬的童年趣事，调节气氛。百熙吃着七旬家的甜糕，很感兴趣的听着许静婉说七旬小时候跟人打架的事情。他偷偷问七旬，你小时候还会打架？七旬反问他，你对我有什么误解？百熙后知后觉的想起，啊，也是，你堂弟们见你跟老鼠见了猫一样。七旬虽然在他面前文质彬彬，但是骨子里并不是什么温和的人。那咱俩是不是得约法三章？他故意在桌下轻轻蹭着七旬的腿，胆子大得很，嘴上却道，以后我们要是吵架了，你可不能跟我打架，法治社会要和平。七旬帮他擦了下嘴角，没听过一句话吗？什么？英雄也难过美人关。七旬漫不经心道，哪次吵架不是我低头？白皙嘿嘿笑了一下，过了片刻却又翻旧账，小声道，谁说的？昨天他还没说完。七旬就补充完了下半句，床上除外。百熙则两个人旁若无人的说悄悄话，虽说听不见他说什么，但光看模样也恩爱得很。吴墨跟许静婉对视一眼，都有些感慨。许静婉悄悄跟吴墨说，我看阿寻一顿饭对百熙笑的次数，比他对我和他爸一年的分量都多。吴墨笑笑，小年轻都这样，我们20来岁也没好哪去。白子华今晚异常沉默，他对儿女的婚事一向保持了相当大的民主。百熙结婚的对象又是他自己喜欢的，七旬人品也好，能力也好，也没什么可挑剔的，但他心里还是有点说不出的惆怅。如今瞧瞧百熙那满脸的阳光灿烂，他忍了半天，把儿女都是债又在心里默念了一遍。他拍了拍身边女儿的肩膀，若若呀，你可别仓促结婚啊，咱家不催婚，你慢慢挑。百若不知道如何安慰自己的老父亲，只能拿果汁跟他爸碰了个杯。行了，别操心我了，我可不是百熙那个傻白甜。白子华一想也是，但他看看百若那张和百熙相似，气质却截然相反的脸，又有了另一种惆怅。他这优秀又抢眼的女儿，该是什么人才能打动他呢？但百若喝着果汁，往订婚宴百熙那里看了看，神色也有种说不出的复杂。他今天没坐在百熙旁边，所以也没跟百熙说什么话。百熙告诉家里，他订婚的时候，他还在外出差，今天上午才赶回来，攒了一肚子的话，却没什么机会说。双方父母吃了饭以后，百熙跟七旬又腻歪了好几天，才回家了一趟。百若出门去了，家里现在只有他跟爸妈，而他回家也没什么事情做，就是回来给爸妈瞧一瞧。换了睡衣就瘫在沙发上吃水果拼盘，睡衣还是带兔耳朵的。吴墨低头喝茶，轻轻嗔他，你看你哪像要结婚的人了，一点不像大人。百熙才不买账，给他妈塞了一颗葡萄，自己嘴里咬着一片桃子，含糊不清道，长没长大又不看外表，我工作很认真的好不好？再说了，我结婚对象都没意见。吴墨白他一眼，但是隔了一会儿，他却又笑了笑，心想以前倒没发现七旬是这种性子。快到中午的时候，百若从外头回来了，他穿了一身干练的灰色职业装，松松垮垮的法式盘发，没怎么化妆，只戴了对珍珠耳坠，却还是明艳动人。但他走到客厅，把包一摔，也往沙发上一躺，什么职业女强人的气势全不见了，四仰八叉的跟百熙瘫在一块儿，像两只刚从冬眠苏醒的小乌龟。百熙把零食递给他，吃吗？吃。两个人就坐在沙发上一起剥坚果，百熙安静的听百若大骂供应方的人是傻逼。吴墨被吵得耳根子不得清净，再看这一双儿女做没做相的凑在一块儿，仿佛看见了一双小王八。他糟心的皱了皱眉，不忍再看，干脆眼不见为净。
走了。百若足足骂了10分钟才歇下来，他拿起桌上的果汁给自己倒了一杯，一口气喝了大半，才心里舒坦点。他揪了下百西帽子上的兔耳朵，问道：你今天怎么舍得回来了？不跟你未婚夫，你侬我侬了？百西包着碧根果，笨手笨脚的，我才不是每天都粘人。你不欢迎我回来吗？百若轻笑，对啊，我可嫌弃你了。百西也笑，把包好的碧根果递给妹妹。百若吃了2个，望着百西，沉默了一会儿。他跟百西是双胞胎，也不知道是双胞胎的心灵感应，他俩从小感情就特别好。长大后哪怕各忙各的，只要有机会见面，总是会很开心。百西虽然是哥哥，但也就比他早1分钟出生在世界上，也不知道是不是营养都被他给吸收了。小时候百西身体底子不好，隔3差5就要去医院。他那时候就趴在床边握着百西的手，看着百西苍白着张小脸睡觉。他觉得百西才更像弟弟，虚弱乖巧，却又温柔的不会拒绝他任何要求。然而一转眼，当年那个躺在病床上的小男孩已经长大了，他也长大了。他的哥哥即将结婚了，跟他爱的人。百若轻轻叹了口气，低声道：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结婚了。百西老实道：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百若笑了下，但很快这笑意又消散了。他看了看百西，还是没忍住道：哥，你真的想好要跟七旬结婚了吗？他用那双跟百西别无二致的眼睛看着百西，清澈的瞳孔里倒映着百西的影子。他说：我有时候觉得这像做梦一样，突然你就恋爱了，突然几个月后你就说要结婚了。百西没有马上回答这个问题，他伸手揉了揉百若的头，把他精心打理过的发型都弄乱了。被百若打了手，才又笑眯眯的收了回来。你是舍不得我吗？怕七旬跟你争宠吗？他故意逗百若。百若冷哼，一脸傲娇，谁在乎这个？七旬跟你又没血缘关系。百西还是笑眯眯的。他想，要是七旬在这儿，一定会看似不经意的回呛一句：没错，但我俩有结婚证，到时候保准跟百若吵起来。他拍了拍百若的手，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但别担心，你哥都这么大了，不会在结婚这种事上冲动的。我很爱七旬，所以除了他，我谁都不会选。百若忧郁的看了百西一眼，心想你还不如不说呢。他怕的就是百西的死心塌地，不撞南墙不回头。他怎么会看不出百西有多爱七旬呢？但他望着百西微笑的脸，心里想的话一个字也没说。他只是低声问道：那他呢？你这么爱他，七旬也一样爱你吗？百西被问得一愣，他扭头看着百若，百若的眼睛透彻明亮，有种跟他不一样的锋芒锐利，像能勘破人心底潜藏的秘密。百西有一瞬间甚至怀疑百若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比如他跟七旬到底是怎么在一起的。但他没有回避百若的视线，笑了笑，轻声道：他当然也爱我。他说的坦坦荡荡，笑起来也云淡风轻，就好像这真的是他心底不假思索的答案。百若看了他一会儿，像在衡量这个答案的可信度。片刻后，他像是松了口气，那就好。他也去揉了揉百西的头发，笑着说道：哥，祝你幸福。百西笑纳了这句祝福。两个人又东拉西扯了几句，百西又想起了别的事情。他最近沉浸在自己的恋爱里，倒是忘了关心妹妹的感情进度。他拿手拱了拱百若：你别光说我呀，过年的时候你不是跟人约会了吗？就情人节那天，你一直不肯告诉我是谁，现在可以说了没？我未来妹夫到底什么样子？他充满审视意味的望着百若，眼神也变得犀利起来。百若愣了一下，随即才反应过来，耸了耸肩，轻松道：你说这个啊，不用问了，分手了。啊？百西一脸震惊，从过年到现在才多久啊？为什么分手？
你们才谈了多久？他都还没见到未来妹夫的脸，怎么啪的一声，这妹夫就没了？性格不合就分了呗。百若很淡定，神色也未变。这有什么奇怪？百熙小心翼翼道：那你都不难过的吗？百若扑哧一声就笑起来，他有点好笑的看着百熙，哥，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死心眼。我会跟人恋爱，在一起的时候也会保持彼此的愉悦。如果有一天觉得厌倦了，我也会好聚好散。等到有一天我想结婚了，很大可能上也不是因为对面那个人有多特别，而是他出现在了对的时机，正好赶上我想结婚，想要一个家庭，仅此而已。他拍了下百熙，随口说道：只有你这种乖宝宝，才会像情窦初开的高中生一样死心塌地。百熙抿了抿唇，不知道如何评价。百若的好几段恋爱都是在他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但这又似乎没什么不好，起码他从来没见过百若有过伤心。百熙想了想，那我也不问了，反正我对我以后的妹夫也没什么要求，对你好，人品好就行。你开心最重要。百若挑了挑眉，还得长得帅。百熙笑起来，好好好，肯定够帅，比七旬还帅。百若这才满意了。离吃午饭没多久了，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继续聊天。百若放了一个音乐频道当背景，偶尔看两眼。而百熙虽然在跟他聊天，心头却不知道为什么藏着颗小石子，顿顿的硌着他心头的软肉。百若说的并没有错，他也了解自己的妹妹，每一段感情都是体面收场，进退有度，前任都还能跟他保持友好关系，谁也挑不出错。他当然也是无条件偏爱自己妹妹的。百若想跟谁在一起，想跟谁结婚，他都会无原则却支持，但他又无法控制的心乱如麻，因为他在这番话中隐约听出了七旬的影子。5个月前，他在七旬家中醒来，七旬跟他说的那些话，几乎就是百若的翻版。体面、温和，谁也挑不出错，但也没什么温度。伯熙在家待了1天半，周日下午，他回了七旬那儿。七旬还在工作，他就先在地毯上陪大胖玩。大胖最近长大了不少，浑身肉乎乎的，肥嘟嘟，在地上打着滚玩猫玩具。百熙拿着逗猫棒，一下一下引大胖来抓。大胖玩了一会儿，又蹭到他怀里，喵喵的撒娇。百熙被萌得心花怒放，拿手机给大胖拍了个照片，发到了朋友圈。隔了没多久，下面就一排点赞，除了他朋友们，还有苏影帝的。苏影帝跟他加了朋友圈，也不怎么聊天，却很热衷于给他点赞。百熙跟回复的梁宋聊了几句，看了眼时间，给七旬打了个电话，想问问七旬要不要回来吃晚饭。但他电话拨出去，七旬却没接。他以为是七旬在忙，隔了10分钟又发了一条信息。七旬隔了好几分钟才回了语音通话过来。语音接起，七旬的声音还是很温和，抱歉，刚才没看手机。啊，我没什么事。百熙一只手按着大胖，不让他捣蛋。我就是问你回来吃饭吗？七旬那儿沉默了几秒，我应该会晚一点。你先吃吧，不用等我了。百熙有点失落，他今天还挺想见七旬的。他撸着大胖，又问道：那我要不去找你吧，我可问询你给你带晚饭。他以前也经常跑七旬办公室去，七旬工作他就在一旁玩自己的，也不会打扰什么。但今天七旬却拒绝了他。今天就算了，七旬说道，我这边还有点忙，可能没法陪你，你先带大胖吃饭吧。百熙只能闷闷的哦了一声。等到挂了电话，他抱着大胖，望着窗外已经暗下来的天色。刚才电话的最后，他好像隐约听见对面有人在说话。他撸着大胖的耳朵，又挠挠大胖的下巴，心不在焉的。他又想起了今天中午明媚的日光里，百若轻声问他：七旬也一样爱你吗？他故作镇静的给了回答，
坦荡的像没有任何隐瞒。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心里是动摇的，软弱的，因为七旬连求婚的时候都没有确切许诺过爱他。他把大胖的爪子贴在脸上，看着大胖圆溜溜的眼睛，问道：大胖，我是不是有点想太多？大胖奶里奶气的喵呜一声，眼神无辜的看着他。百西总觉得自己像被大胖嘲笑了，他笑了笑，也不想自寻烦恼，一把抄起大胖。好了，不等他了，我们先吃饭了。七旬在公司开了一晚上的会，回家的时候已经快12点了。他进了门，先迎接他的是听到动静蹲在门口的大胖。小狸花猫一身软肉，喵呜喵呜的蹭上来撒娇。七旬把他抱起来，看见客厅有灯光，也有电视的声音，就喊了一声百西，然而没人回。他走出玄关，到客厅才看见百西四仰八叉的倒在沙发上，身上抱着一个蓝色的小毯子，手机扔在一边，已经睡着了。七旬把手里的大胖轻放下，推了大胖屁股一下，让猫儿子自己玩去，自己慢慢在百西旁边坐下。百西应该是等他等太久了，就睡着了，脸颊粉扑扑的，嘴唇也是粉的，额前的碎发扎了个小揪揪，睡着的样子非常安静。他发现百西今天没穿睡衣，穿的是他的宽松衬衣，虽然比百西自己的衣服大了一圈，但是也没到能当睡袍的地步。两条笔直修长的腿从衬衣下露出来，又白又细。七旬心里顿时开始后悔自己回来晚了，但他也没吵醒百西，欣赏了一会儿百西的睡颜，他就把百西轻手轻脚的抱回了房。等他洗完澡出来，百西还没有醒，甚至换了个姿势，睡得更沉了。他在昏暗的灯光底下看了一会儿百西。刚才在公司开完会，他也没立刻走，跟几个高层又随便聊了几句。他虽然在公司里名声在外，出了名的冷清和严厉，脾气却不算太坏，几个高层熟悉他性格，倒也不是很忌讳偶尔开两句玩笑。全公司的人现在都知道七总订婚了，不知道有多少年轻员工在心里暗恨，为什么青年才俊总是英年早婚？几个高层年纪都比七旬大，对这事儿倒是乐呵呵的。知道七总最近心情不错，调侃了几句，祝贺他喜事临门。七旬也出奇的耐心，还笑了笑，说到时候请你们参加婚宴，记得要来。几个高层纷纷答应，其中一人恭维道：当然要去，也不知道是怎样好看优秀的小公子，这么幸运跟七总在一起。他们知道一点七旬订婚对象的情况，是跟七家门当户对的百家小少爷，但没怎么见过，只听说百家是女儿接手家业，儿子倒是对公司不感兴趣，心里自然勾勒出一个风花雪月的金贵小少爷。而七旬却是年纪轻轻就事业有成，七家也就他一个继承人，说幸运倒也不算错。七旬这时候已经准备走了，闻言却轻笑了一下。他不常笑，明明是桃花眼，却眼尾锋利，看人的时候总有种无意的压迫。但他这一笑却褪去了平日的冷肃，像冰冷的塑像乍然有了温度，变成一个普通的即将新婚的男人。要说幸运，那也应该是我。他对那几个高层说道，西西跟谁在一起都会很好，但我不是。他说完这句话，也没再继续聊天的意思，扣好外套，对几个高层点一点头，我回去了，你们也下班吧。几个高层忙不迭起来送他，而眼看着七旬走出会议室，这些年纪稍长的高层们才又互相看看，都笑起来，打趣道：这要结婚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啊。护老婆呢？小七总看起来跟未婚夫感情很好吗？这些话七旬都听见了，而如今坐在床边望着百西安静温和的睡颜，七旬弯下腰，在百西的脸颊上亲了一下。他确实觉得能跟百西结婚是他幸运，他们两个人中看似是他占据上风，
仗着百熙的深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心里很清楚，真正拥有选择权的人是百熙。即使没有他，百熙也一样会拥有美好的未来，会有其他人去把百熙当宝贝一样捧起来，温柔呵护。而他却不行，如果不是跟百熙，他不会这样幸福。所以是百熙选择了他，是百熙坚持爱他，没有放弃。七旬扣住了百熙的食指，又吻了吻百熙的嘴唇。他跟百熙的倒影落在墙上，模糊的交缠在一起，难舍难分。百熙一觉睡到了天亮，眨巴着眼睛看向天花板，想不起自己是怎么回事的。他往床边看了一眼，旁边没有人，但是略微凌乱的被褥显示昨晚是有人睡在这里的。他又躺了几分钟，才爬起来洗漱完，他拉着拖鞋走出去。人还有点困，边揉眼睛边走路，正好撞上刚要进卧室的七旬。百熙一头撞在七旬怀里，被七旬给搂住了。我还准备去喊你起床。七旬说道，没想到你已经醒了。百熙在七旬怀里蹭了蹭，他闻到了七旬身上薄荷须后水的味道，在早上显得很清爽。他问道，你昨天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我都睡着了。12点，七旬牵着他的手往小餐厅走。开会开得太晚了，回来看你睡了，就没叫你。七旬加班也是常事，就连百若也是经常忙到半夜3更。百熙虽然有点心疼，但也没说什么，毕竟工作和事业都是自己的。两个人一起坐下吃了早饭，丁阿姨今天还做了布丁和小饼干，让百熙路上带着吃。出门的时候，百熙没有要七旬送，自己开车走了。他帮七旬正了正领带，我又不是不会开车，偶尔送一下是情趣，经常送就不必了。你早点去公司吧，别迟到。然后他倒退一步，欣赏了2眼，笑眯眯夸赞道，你今天也很帅。要不怎么说工作中的男人最有魅力呢？尤其是七旬这种五官俊美立体，气质又高冷的，西装革履认真工作的时候，杀伤力顿时又上一层。七旬对百熙偶尔犯花痴已经习惯了，他时常怀疑百熙高3那年对他一瞬倾心，跟他这张脸也脱不开关系。感谢亲妈把他生的好吧。他把百熙抓过来，低头亲了一下，那我走了。下班记得一起去看结婚的礼服设计。百熙笑起来，知道了。到了公司，百熙把丁阿姨做的点心分给了同事，自己留了一小碟，在工作间隙里时不时啃一口。午休他也没出去，就吃了个鸡肉三明治，又回到桌前看稿子。但他看了没2行，手机就响了起来，来电显示是梁宋。百熙接起来，眼睛还在稿子上，怎么了？什么事啊？梁宋在那边大呼小叫，我的天，我猜我看到了谁？百熙心不在焉，谁？你前女友吗？还是你以前打过架的死对头？梁宋呸了一声，要真是我前女友还好了。他也不卖关子，大声道，我看见的是七旬前男友。百熙手里的笔顿了一下，七旬的前男友就那一个，除了赵青桐也没别人了。他倒是没想到世界这么小，梁宋随便走一走也能碰见。梁宋还在叽叽喳喳，我是在美术馆遇见他的，他跟朋友一起来的，他还跟我打招呼了。但他不是在国外吗？出国都好几年，回来干嘛？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挑这时候，谁看了不觉得奇怪？他噼里啪啦说了一堆，百熙那儿却没什么反应，还疑惑的问道，你在听我说话吗？听着呢。百熙波澜不惊，你遇见赵青桐了？然后呢？也没然后了，我跟他又没什么好聊的，说了几句话就走了。梁宋纳闷道，但是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啊？因为我已经见过他了，跟七旬一块儿。啊？百熙简单的把他跟七旬在南图岛遇见赵青桐的事儿说了一遍。梁宋更震惊了，他瞬间开始阴谋论，他不会是故意去那儿堵你们的吧？他在国外待的好端端的，为什么非在你们要结婚前出现了？我跟你说，
这就是标准的恶毒男配，肯定是对七寻贼心不死。百熙轻笑了一声：“你少看点狗血剧吧。”梁宋不服气：“你别不当回事，亏我还第一时间担心你。你一点都不介意吗？”“多少有点介意吧。”百熙坦荡道。他把手里的稿子放下，端着咖啡杯又去茶水间接了一杯。他对梁宋说：“但他回不回来是他自己的事情。就算像你说的，他真的是冲着七寻来的，那又怎样？只要七寻不在乎他不就行了？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梁宋哑口无言，但他一想，还真是个道理。只要七寻是颗无缝的蛋，赵青桐想盯也没处落脚。那倒也是，虽然我跟七寻关系就那样，但摸着良心说，那冰块脸倒不像会出轨的。梁宋说道：“这点上我还是认可妹夫的。”百熙呸他：“你少趁机占我便宜，你才是妹妹。”梁宋笑了起来。既然百熙不在意，他也就不在这件事情上多费心思了。转而问百熙过几天要不要出来吃饭。好啊，百熙从茶水间回了办公室，你顺便帮我参考参考结婚场地。梁宋苦着脸：“大哥，你放过我吧，我又不准备结婚，没经验。”不行，百熙在这事上十分独断，还是不是兄弟了？梁宋很想回答，要不咱们暂时解除兄弟关系吧，但他还是苦着脸应了下来。行行行，赔。百熙笑起来，两个人又东拉西扯了10分钟，才挂了电话。回到办公室，百熙继续边工作边啃小饼干，对梁宋特的跟他说的事情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在南图岛见到赵青桐的时候，他确实有点吃醋，但是吃了一会儿也就过去了。他对赵青桐曾经有过嫉妒，但并没有太大敌意。虽然接触不多，但是百熙多少知道赵青桐人并不坏，只是性子有点高傲，说话直来直去，甚至有点刺人。但百熙也看过他带流浪狗去医院，帮学妹垫付过医药费。只是无论赵青桐是好人还是坏人，百熙都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他喝了口咖啡，趁着午休把稿子看完了。但这时候他还不知道，有种东西叫 flag， 不能乱立。仅仅是3天后，他就跟赵青桐见面了。只是这氛围一点没有情敌相见分外眼红，也没什么剑拔弩张，反而处处都透着古怪。因为他是在下雨天郊区的一个巷子里捡到赵青桐的。百熙捡到赵青桐完全是个意外。他这天下班后来郊区找一位老师拿一份手稿，等到告别后，从老师家出来要走过一条小街才能到停车的地方。现在正是傍晚，天下着雨，这条小街的地坑坑洼洼，聚着一个个小水坑，走路都得当心，否则一个不小心就要被溅一腿泥。百熙挎着包想快点回车上，但是在巷子里拐了个弯，就突然听见一声摔东西的声音，还有懊恼的叹声。这声音来自于旁边连通的巷子。百熙往旁边看去，先看见的是个掉在地上的灰色雨伞，旁边地上坐着个人，像是个年轻男生，黑色的 T 恤被雨淋湿了，贴在身上勾勒出清瘦的腰身。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百熙还是走了过去。快靠近的时候，他把手里的伞往前倾了倾，问道：“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坐在地上的人抬起了头，而百熙的伞也正好停在了上方。两人四目相对，照理说这一幕还有点萍水相逢的意境感，但在看清这人的一瞬间，百熙深刻怀疑自己是不是出门没看黄历，因为这不是别人，正是赵青桐。上次见面还是在海岛上，双方应该都不算愉快，怎么一转眼又在这巷子里重逢了？赵青桐看见他也很意外，脸色苍白，头发都湿漉漉的贴在脸上，看上去狼狈的一塌糊涂。百熙也做不到转身就走，他抿了抿唇，上下扫了赵青桐一眼，先不管那些有的没的，低声问：“你怎么了？摔了吗？”
赵青桐也没想到，他在这个少有人经过的地方等来的是百西，但他现在也确实需要人帮忙，沉默了几秒，还是说道：“我刚走路没注意摔了，可能骨折了，起不来。”百西挑了挑眉，没想到有人走路也能把自己摔成这样。他往旁边看了看，注意到地面似乎有个凹陷，赵青桐应该是没看路被绊了。他刚想问什么，就听见赵青桐又道：“我手机泡水坑里了，能帮我打个120吗？”谢谢。百西视线一转，果然不远处的一个小水坑里好真泡着个手机。这么看，赵青桐也够点背的，什么糟心事都给他遇上。他本来也是考虑打120，但是现在下着雨，初春天气也不算热，就这样把赵青桐扔这儿等120，他又多少有点于心不忍。百西叹了一声，心想就当今日积德行善了。他最终还是蹲下身问赵青桐：“你现在还能动弹吗？要是能，我就扶你去我车里，我送你去医院。”他把一只胳膊伸给赵青桐，示意对方搭上来。赵青桐跟见了鬼一样看着他，然而百西只是好脾气的看着他。几秒后，赵青桐没说什么，默默的搭着百西起来了。百西跟他差不多高，撑着他也不算费力。赵青桐手没事，举着伞，两个人一块往巷子外走。一路上，赵青桐忍不住看了百西好几眼。百西知道他在打量自己，也没说什么。到了车边，把赵青桐扶进副驾上坐好，就一脚油门踩下去，开往了医院。开车的过程里，赵青桐都很安静，除了说了句谢谢，什么也没说，识相地当一团空气。骨折也不是疑难杂症，为了最快得到治疗，百西找了一家最近的3乙医院。好在医院里今天不算特别忙碌，百西送佛送到西，看赵青桐一副病怏怏的样子，没有弃他不顾，顺利的挂了号。拍片，赵青桐不是骨折，是骨裂，相对来说不算严重，但是他可能是淋了雨，检查的时候医生发现他发烧了，大笔一挥，又让他去挂水。医生大概拿百西当成了病人家属，还在叮嘱他注意事项，顺嘴问了句：“这是你哥哥还是弟弟啊？”都不是。百西扶额，觉得自己真是没事找事。他是我同学。这话也没错，他俩确实一个学校的。那你们还挺有同学情谊的，你比好多家属都细心。医生没觉得哪儿不对，还乐呵呵的。好了，陪你同学输液去吧。百西也没法反驳，叹了口气，只能又搀着赵青桐去拿了药，陪着他去了输液大厅。输液大厅里有不少人，还有小孩子跑来跑去。百西让赵青桐坐下，还把刚买的小毯子给他盖上，把医生开的药都给赵青桐又说了一遍，又问道：“你饿吗？我要给你买点什么垫垫饥吗？”他做这一切纯粹是心细而已，但他抬起头就看见了赵青桐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百西，他莫名其妙的看着赵青桐，不知道这个人怎么刚才还安安静静的，现在就突然变脸了。赵青桐跟他对视一会儿，自己先败下阵来，把视线挪开了。在他看来，百西能送他来医院已经是善心大发，功德无量。但来了医院后，百西居然还陪他看了医生，甚至问他饿不饿。赵青桐深刻怀疑，百西这种人老了一定会被骗去买保健品。他忍不住问百西：“你对谁都这样吗？还是你忘了我是7旬前任？”百西无语，他反问道：“所以你希望我把你扔那里淋雨吗？你要是想，我现在还能把你扔回去。”赵青桐闭嘴了，他当然不想。百西满意了，但他也没事干，好人做到底，看赵青桐输液没法动，拆了个碘伏棉签，给赵青桐手上的擦伤消了个毒。赵青桐彻底服气了，他想，百西就算不是个傻子，那也是个圣母。他这人天生反骨，就爱跟人唱反调，但是遇上百西这种好脾气的，
他在牙尖嘴利，好像也没法施展，只能咬了咬嘴唇。两个人沉默的坐了一会儿。百熙看了看时间，他刚才已经问过赵青桐了，朋友的号码一个不记得，家人又在国外，所以暂时他还没法甩手。好在输液的时间也不算长，百熙想，输完液把这人送回去，他就不管了。赵青桐望着自己的手发了一会儿呆，片刻后他轻声又对百熙说了句谢谢。百熙随口道不谢。赵青桐又笑了一声，眼神复杂的看着百熙，但你真的是很傻。你知道我回国是干嘛的吗？百熙不服气，刚想说话，就听见赵青桐又道我是来挖你墙角的。他十分坦荡的看着百熙，周二的时候我去七旬公司找了他，想跟他旧梦重温，看他会不会跟我复合。百熙还没出口的话给堵在了喉咙里。卧槽，周二，那不就是他给七旬打电话，七旬却没让他去公司的那天？七旬居然没告诉他。他瞪着赵青桐，眼睛圆溜溜的，像个被激怒的花栗鼠，手都痒痒了。但是他又说不出什么狠话，最后只能憋出一句你这人怎么这样，早知道我不管你了。他现在是真的想把赵青桐丢回雨里了。赵青桐却突然笑了，他用没输液的那只手撑着头，笑了好一会儿，才又抬起头看着百熙。你怎么说什么就信什么？他正色道，我刚才是骗你的。百熙却不信了，一脸怀疑的望着他。我说真的，我没想撬你墙角，我要是真想撬，为什么还要告诉你？赵青桐继续道，我只是听说七旬要结婚了，想回来看看他最后到底和谁结婚了，是什么样的人打动了他。他说到这儿，声音有些低落。百熙信了一点，却还是不高兴。那你为什么要去找他？赵青桐耸耸肩，想找他吃饭，聊聊这些年的近况，也算让我自己放下。不过他没给我这个机会。他对着百熙笑了笑，他只跟我见了几分钟，就把我赶出去了，因为他要结婚了，不能惹未婚夫吃醋。他对你很忠诚。百熙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笑，但是听见七旬没答应赵青桐，他又觉得心里开心了一点。赵青桐也看出来了，说道，你放心好了，过几天我要回国外了，我以后都不会再去找他的。百熙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勉强相信了。好吧，那我不把你丢回去了。百熙说道。赵青桐又闷闷的笑起来。他跟百熙以前交集不多，也没觉得百熙多有意思，没想到还挺好玩。他挺新奇的看着百熙，其实当初在学校他就察觉了百熙可能喜欢七旬，只是当初喜欢七旬的人很多，他没放在心上。没想到一别4年，百熙还真跟七旬要结婚了。他确定有很多好奇，但他还没来得及问什么，百熙却先问他了。你这次回来是还对七旬念念不忘吗？所以才想看他跟谁结婚了吗？赵青桐不笑了。他过了一会儿才回答道，我也不知道，可能只是耿耿于怀吧。百熙费解，不是你先喜欢了别人吗？你耿耿于怀什么？明明被甩的是七旬才对。想到这里，他用谴责的目光望着赵青桐，他差点忘了这个人还抛弃过七旬。赵青桐一愣，随即才想起了什么。哦，你说我当时找的那个学弟啊？赵青桐一点愧疚也没有。假的，我做戏给他看的而已。百熙，他虽然什么也没说，但是他的眼睛里明明白白传递了一句话，你神经病啊！其实今天这场面多少有点荒诞，起码他自己是没想过会跟七旬的未婚夫心平气和坐在一起的。但是反正已经这样了，他干脆破罐子破摔，跟百熙解释道，七旬是不是跟你说我刚跟他提分手，扭头就找了别人，还被他撞见接吻了？百熙点了点头，心想七旬可没说还有接吻这一茬。
他看赵青桐的眼神更像看人渣了。赵青桐被他看得脑壳疼，加速解释道：“随你信不信，我没出轨，我就是想找人刺激一下七旬，看看他爱不爱我。我知道这很智障，用不着再来吐槽我了。”百熙只能把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但他也更想不通了，你干嘛要这么做？七旬明明对你很好。赵青桐笑了，对，他对我很好，除了不爱我，他哪里都很好。百熙一脸茫然的看着赵青桐，他不明白赵青桐为什么会这么想。当年在大学里，赵青桐跟七旬是出了名的模范情侣，他也亲眼见过七旬在等赵青桐下课，挺拔俊秀的站在教学楼下，像道风景线一样，还没有丝毫不耐烦。他从旁路过，漫不经心的跟七旬打了个招呼就走，其实心里酸的冒泡，回去差点没哭出来。赵青桐看一眼他的脸，就知道百熙在想什么，反正脸也丢过了，他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他对百熙说：“你们都觉得他对我特别好是吗？百依百顺，我提什么要求都答应，也不沾花惹草，也不跟我吵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这样好的男朋友了。”百熙点头，他确实是这样想。赵青桐嘲讽的笑了一下，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他确实很好，但他好的像个机器人，你明白吗？他不会吃醋，不会发火，我去跟别人旅游露营，他从不过问，只让我玩得开心。有学妹学弟跟我告白，他也只是冷静的让我自己处理，连看都不看一眼。他还会周密的为我安排打算，如果我准备毕业当个废物，他大概也会养着我，但我感觉不到我对他有多特别。他就像一个精密运转的机器，完美的在扮演着男友的身份。赵青桐说到这里，眼眶都红了红，但他深吸了一口气，把那仅有的一点泪意又憋了回去。当年这场失败的恋爱让他被困扰至今，可是现在说出来了，他反而觉得畅快了，像一道今年的伤口，一直捂着反而恶化流脓，狠心挖掉腐肉才能解脱。他说，其实我后来也想明白了，我轰轰烈烈追了七旬2年，他大概是被我感动了，觉得对我有责任了，才会答应当我男朋友。可我想要的不只是他的责任心，也不只是他的纵容，我想要他爱我，这有错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像是在问百熙，又像是在问4年前的他自己。百熙没法回答这个问题，他一开始还抱着谴责的心态听着赵青桐的话，但越往下听，他的心头就沉了沉，像被什么给压着。好在赵青桐也没想要他的回答。赵青桐又道，我根本不是因为要出国跟他分手的，我只是故意跟他吵架，想看看他愿意为我做到哪一步。后来跟别人接吻也是想气他，我想赌一把，但凡他有一点挽留我的意思，我都不会放弃。他说到这儿停住了，他眨了眨眼，面前还是嘈杂的输液大厅，小孩子在奔跑，护士在低声安抚病人，但时间在一瞬间却好像静止了，又回到了4年多前的夏天，蝉鸣阵阵，绿荫如海。他故意在公寓楼下跟别人亲吻，转身看见了七旬铁青的脸，但是即使到这一刻，七旬也没失去风度，而是跟他说了一声打扰了，然后转身就走。赵青桐闭了闭眼，再抬起头，他又从4年多前的夏天抽离出来，回到了这个医院。他看着百熙，也从百熙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他轻声道，我赌输了，他没有选我，他输得一败涂地，然后义无反顾的走了。这些年他在国外也有过别的对象，对他热情如火，他却又觉得差了点什么。就这样过了4年，他觉得自己足够成熟了，才会回国来，想看一眼七旬要跟谁结婚。他很好奇，当年他没得到的东西，这个跟七旬结婚的人得到了吗？现在他见到百熙了，百熙跟当年在学校还是没什么变化，漂亮，
温柔，看起来一点也不精明，还有点傻乎乎的，却让人很难讨厌。他看见了百熙手上的钻戒是订婚戒指，他在七旬手上也见到过。他以为自己多少会有点愤怒、不甘，就像在海岛上见面那样，但他心里只有一点怅然。他对百熙笑了笑，我现在是真的放下了，七旬也没我记忆中这么好，起码对我来说不好。我还没恭喜你订婚，虽然我这个身份挺尴尬的，但这句话是真的。老实说，七旬居然也能碰见真爱，还结婚了，我也挺惊讶的。百熙却不知道如何回答，真爱这两个字听着很美好，但他却不敢认，因为他也曾经觉得七旬对赵青桐是真爱，所以他曾经万分嫉妒眼前这个人，偷偷怪罪过他为什么会抛弃七旬。但是听完赵青桐所有的话，他才知道了当初这段感情的另一面，这让他心情复杂，甚至有种误伤其类。他一点都不得意，因为他太明白这种患得患失。他在收下七旬的求婚戒指的时候，也曾经想过七旬到底爱他几分，但他还是忍不住说，你不该这么对他。他认真的看着赵青桐，七旬可能不是个好的爱人，但他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不该给他一个这样难看的结局。那也是七旬的初恋，七旬向来骄傲，即使结局惨烈，心头抑郁，也不会说半个字。赵青桐愣了一愣，但他很快承认道，你说的对，他当年确实年轻气盛，如果是现在，他也许不会处理的这么糟糕。他对百熙笑了笑，所以我不会缠着他的，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我追他是很拼命的，拿下他也很有成就感，但后来的一切都说明我们两人不合适。百熙看着赵青桐的眼睛，他感觉到赵青桐说的是真话。也许海岛重逢的时候，赵青桐刚跟七旬重逢，还心存留恋，但现在的赵青桐已经能坦然自若，像是真的放下了。他点点头，我信你。赵青桐真是受不了，他拿百熙给的纸巾擦了擦眼睛，彻底没了眼泪。在他回国前，他打死也不会想到他会跟七旬的未婚夫堪称友好的坐在一起。他还跟百熙倾诉了心底的往事，说出来以后他也舒服多了。但他忍不住问百熙，你性格这么软，真的不会被欺负死吗？你对谁都这么没防备吗？他说到这儿又顿了顿，狐疑道，难道七旬就喜欢这一款吗？那也难怪他跟七旬过不下去。他因为七旬升起的悲春伤秋消失的差不多了，八卦的欲望倒是占了上风。他好奇的问百熙，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的？你追的他？百熙总觉得这画风哪里不对，他俩这关系真的适合聊这个吗？但他还是诚实的摇了摇头。赵青桐瞪大眼，那是七旬追的你吗？也不是。百熙简短的解释，他偶然得知了我暗恋他6年，被我打动了，觉得可以跟我在一起试试，没准我们很合适。结果试着试着就结婚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赵青桐说这个，说来也是有点丢脸的，倒像是交换秘密。但他还是对赵青桐笑了笑，我也没有你想的这么特别。赵青桐神色更复杂了，他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那这跟他当年有什么区别？他忍不住问，那为什么七旬会跟你结婚？百熙说，我也不知道，可能因为我们真的很合拍，在一起很开心，而他也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赵青桐的脸更扭曲了，几经平复才忍住没把对前任的脏话脱口而出。他问，那你呢？你又为什么愿意跟七旬结婚？这次百熙倒是答得飞快，因为我爱他啊。他提起七旬就不自觉笑起来，眼神都格外温柔，一看就是沉浸爱河，眼睛弯弯的，酒窝也若隐若现。他说，他对我笑得特别好看，我根本舍不得拒绝他。赵青桐目瞪口呆，他从上到下的打量了百熙一遍，
觉得他身上仿佛冒着佛光，慈航普渡的那种。他瘫在了座位上，无语凝噎的望着百西，半晌才嘀咕道：“你蠢死了。”百西不服，刚要说什么，就听见赵青桐又说了下半句：“但也许就是你这样，才适合跟七旬在一起吧。”赵青桐真心实意道：“能遇见你，是他幸运，幸运的他都有点嫉妒。”百西的恼怒又一下消失了，看赵青桐也顺眼了不少。百西陪着赵青桐挂完了点滴，说开了以后，他跟赵青桐的气氛也不尴尬了。两个人好歹当过同学，还能一起聊聊大学的事情。等到点滴挂完了，按照百西的想法是要把赵青桐送回去，再让他联系朋友或家人来照顾。但赵青桐却像是粘上他了，针管一拔，理直气壮说：“我饿了。”百西，赵青桐知道百西吃软不吃硬，虚弱的咳了2声：“你都陪我医院了，再陪我吃个饭也不过分吧？我自己现在干什么都不方便。”百西，你别得寸进尺。但是半小时后，他还是租了医院的轮椅，带赵青桐去了医院门口的一个粤菜馆吃饭。百西在点菜过程里一直默念，就当行善积德。赵青桐倒是笑眯眯的，但他没想到在等菜的过程里，他会接到七旬的电话。七旬加班结束了，问他在哪儿，要不要吃夜宵，给他带一份。百西看了看面前刚上的叉烧酥，又看了看对面的赵青桐，突然觉得手机有点烫手，他一时拿不准该不该跟七旬说实话。他含糊道：“我在新都第2医院陪一个朋友看病，顺便吃了饭，你不用担心我。”七旬也不疑有他，只是顺口问道：“哪个朋友？同事吗？”百西刚想应付过去，赵青桐却在对面大声咳嗽：“百西，我好像腿还有点疼。”七旬一开始还没听出赵青桐的声音，只是觉得十分耳熟，但他也还没健忘到这个地步。缓了几秒，他就猜出来对面是谁了。赵青桐。他不可置信的问百西：“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他找你麻烦了吗？”赵青桐听见这句话了，翻了个白眼。百西差点把手机扔出去。他瞪了赵青桐一眼，火速把事情原委跟七旬解释了一遍。七旬当然知道百西不会说谎，但是他想到对面是赵青桐，心里就不安，也不知道他会跟百西说什么。他只能叮嘱百西：“我马上过来，你别理他说什么。”赵青桐耳朵灵得很，店内人又不多，他跟百西靠得也近，只言片语也能猜出来七旬说他坏话。他冷笑一声，又换了一副脸孔对着百西：“我晚上回去还是一个人。百西，你能不能陪陪我？”他声音不小，七旬一个字不落的听见了。他让百西换成免提，忍不住警告：“赵青桐，你够了没有？缠着百西干吗？”赵青桐筷子一放，抱着手，皮笑肉不笑：“我跟百西吃饭关你什么事？你是不是管太宽了？百西照顾了我一个下午，特别细心，怕我冷怕我难受，还给我买了饮料。你这人不怎么样，找对象眼光倒还不错。”他每句话都没说错，但组合起来就茶里茶气的。七旬被气得够呛，几年没见，赵青桐比起当年，气人的本事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开着车不适合跟赵青桐吵架，所以只是对百西说：“我马上就过来。”说完就啪的挂了电话。百西目瞪口呆，不明白事情怎么就发展成了这样。赵青桐倒是镇定自若，把刚上的点心端到百西面前，和煦道：“快吃啊，冷了就不好了。”七旬来得很快，百西跟赵青桐边吃边聊天，半个多小时后，就捡到七旬的车停在了餐厅门口。赵青桐顺着百西的眼神注意到了，轻哼了一声。七旬推门进来，今天下雨，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薄风衣，黑色长裤显得腿修长笔直，头发不知道是不是被雨打湿了一点。
额前的脊缕略带卷曲，脸色跟外面的阴雨天一样冷，直直的往百西这边走过来。百西赶紧往旁边挪了挪，给七旬让了个位置。赵青桐对着七旬假笑了一下，又见面了。七旬扫了他一眼，又看看百西，像是忍住了没发作，点点头算作回应。百西急忙问七旬：“你刚从公司过来，是不是也没吃晚饭？我点了几个你喜欢的菜，你要不要看看再加点什么？”七旬这才脸色稍缓：“不用加菜了，我在公司食堂吃了点，不算饿。”他说道：“我跟你一起吃就行。”他确实不是来吃饭的，一路赶过来也只是有点渴。服务生还没给他倒水，他先拿百西的杯子喝了口柠檬水。他打量了百西几眼，确认百西没哪里不高兴，才又转头问赵青桐：“你怎么会跟百西撞上？”他知道赵青桐人并不坏，但赵青桐的脾气向来不算好，对上百西，只有百西吃亏的份。尤其是赵青桐前几天还来办公室找过他，由不得他不多想。赵青桐也不吃虾饺了，七旬来了以后，他觉得他胃口都不好了。他眉眼奄奄的看着七旬，都说了是意外遇上的了。怎么，你觉得我故意堵他，然后还把自己给弄骨裂了吗？七旬倒也没这么想，只是这事情巧合的过于离奇，让他心情不怎么好。但他看着赵青桐，还是觉得他像个不定时炸弹，低声道：“你快点吃完饭回去，你在这儿也不是没有朋友和家人，别仗着百西心软就缠着他。”他不说还好，一说赵青桐心里就蹭蹭冒火，但他不怒反笑：“我凭什么听你的？我跟百西聊天还用你批准吗？你放心好了，我对你没什么意思了，但我觉得百西不错。反正你俩还没结婚，我倒也不介意给伯西当个备胎。”说完，他还对百西抛了个媚眼，他本就亲文妩媚，这一眼简直碧波流转。百西目瞪口呆，卧槽，这又是什么操作？七旬差点没把手里的筷子捏断了。他眼神冰冷的看着赵青桐：“你可以试试，看你会不会再断2根骨头。”眼看着赵青桐还要说话，百西火速调停，他一把按住七旬，把筷子强行塞进七旬手里：“求你俩了，吃饭好吗？我不想被老板赶出去。”他又对赵青桐说：“你也一样，吃饭，吃完饭我送你去你朋友那。”2个人脸色都不算好看，但还是听了百西的话。这一顿饭总算吃得有惊无险。赵青桐跟七旬互相拿对方当空气，都只顾着跟百西说话。2人偶尔说上一句，也是夹枪带棒的。百西简直心累，他生无可恋的望着窗外，心想：这到底是谁的前任啊？就这你死我活的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赵青桐是他的前任呢。也行，他苦中作乐的往嘴里塞了一个奶黄包，起码说明赵青桐跟七旬真的对彼此没有一点留恋了。吃完饭，百西本来准备他送赵青桐回朋友那里，让七旬先回去，但七旬却不同意，最后变成赵青桐上了七旬的车，百西开车跟在后面。送完赵青桐，他们在一起回家。其实百西本来想让赵青桐坐自己车上的，他生怕七旬跟赵青桐打起来，但七旬显然铁了心要把他跟赵青桐隔离开，百西也只能作罢。他开着车跟在后面，望着前面七旬的那辆黑色玛莎拉蒂，心里想，也不知道七旬跟赵青桐会不会说些什么。他又想起刚才七旬去结账的时候，桌上只有他跟赵青桐2个人。赵青桐望着七旬的背影，突然对他说：“我觉得七旬对你是特别的。”他当时正在吃七旬给他点的布丁，咬着勺子，不明白话题怎么突然跳到这儿。赵青桐像是被他的样子逗笑了，又说道：“我那天去七旬办公室找他，他跟我说，除了你，他并不想跟别人结婚。而且你信吗？当年在大学里，如果是我跟追求我的人坐在一块吃饭，七旬都不会这样着急的追过来。
百熙回头看了看七旬，即使是这样平凡不起眼的小餐厅里，七旬也像宝石一样夺目明亮。也许吧。他对赵青桐笑了笑。赵青桐的朋友家就在离七旬家不远的公寓里，他回国的日子一直是在朋友这儿。到了地方以后，七旬把轮椅拿下来，跟百熙一起送赵青桐上了楼。赵青桐的朋友在家是个戴着黑框眼镜的高个男生，看着跟百熙差不多大，看见赵青桐弄成这样子，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赵青桐懒洋洋举手，别在客人面前训我。他又跟百熙介绍道，这是陈旭池，我朋友，也算我远房表弟。百熙跟人打了个招呼，既然赵青桐有人接手了，他也就放心了。好的，那我们走了，你记得吃药和复查。赵青桐笑了笑，他一旦收敛其眼角眉梢的尖利，就如水墨画一样优雅。今天谢谢你了。他对百熙眨眨眼，哦，我刚才说的是真的。哪天你把七旬甩了，可以打电话给我，我不介意做下一任。七旬差点想一脚把他从轮椅上踹下去，百熙手疾眼快拦住他，不会分手的，拜拜。他火速拉着七旬走了。赵青桐看着百熙消失的背影，又笑了起来，肩膀一耸一耸的，停不下来。陈旭池已经习惯他抽风了，他把赵青桐往门内搬，低声嘲道，你可真能耐，出去一趟就把自己弄折了回来。百熙跟七旬开车没多久就到家了。进了门，百熙有点渴，先去找果汁喝。他问七旬，你要吗？七旬接过了一瓶。他观察着百熙的脸色，从知道百熙跟赵青桐碰面以后，他心里就一直不安定，不知道赵青桐都跟百熙说了什么。他不会否认自己曾经的恋爱，也不会去贬低自己的前任，但他也不觉得赵青桐会干什么好事，毕竟赵青桐骨子里就是个反叛又跳脱的人。他把果汁拿在手上好一会儿都没喝，想了想才主动说道，你不要多想，我跟赵青桐真的没有再接触，他前几天是来找过我，但我没跟他出去。百熙反应了一会儿才明白是什么意思。哦，你说这个啊，赵青桐告诉我了，他说你们只聊了几分钟就再见了。百熙说道，我没多想，你不用紧张。七旬望着百熙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灯光下格外透彻漂亮，一点没有怀疑他。他抿了抿唇，被恋人信任照理说是件好事，但他心里却有点微妙的不悦。他看着百熙，你不介意吗？不吃醋吗？百熙诚恳的摇头，我相信你的啊，海岛刚见到他有点介意，现在已经没什么了。百熙很坦白，再说了，你俩当年恋爱我还在旁边看着呢，要是一直吃醋，我早把自己淹死了。不过他又想起另一件事，不过你当初是为什么跟赵青桐在一起的？他喝着果汁看着七旬，一般人问这种问题都是拈酸吃醋，要跟现任坐上一坐，但百熙脸上什么情绪也没有，就像问了道数学题一样普通。七旬不是很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他跟百熙在交往，谈什么赵青桐？但见百熙一脸认真，他还是回答了，我记不太清了。他跟我从高中就认识，相处久了觉得他很有趣，也很有才华，慢慢就在一起了。百熙哦了一声，这个理由虽然不是多么浪漫，但起码说明七旬还是对赵青桐有过感情的。他咕咚咕咚喝完了果汁。七旬问，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百熙摇了摇头，准备去洗澡了，但是走之前他又想起什么，他用力的拍了拍七旬的肩膀，忘了告诉你了，赵青桐其实没出轨，他跟那个学弟就是做戏，想刺激你一下，你还是很有魅力的。他望着百熙真诚的双眼，第一次觉得有点心累。他推了推百熙，知道了，你洗澡去吧。谁在乎赵青桐到底做了什么妖？分手都4年了，原因早就不重要了，还相爱的人才会求一个结果，而他们早已分道扬镳。百熙洗完澡，穿着一身黄鸭睡衣爬上了床，
他今天跑了一天的医院，现在也累了，躺在床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遇见了赵青桐，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又回到了大一。他从教学楼底下路过，看见七旬坐在树下戴着耳机听歌。他从旁边路过，本来是不应该上前说话的，他应该像之前的无数次一样，假装漫不经心的对七旬点点头，就镇定自若的走过。但是这一次他没有。他走上前问七旬在听什么歌，他从七旬的眼睛里看见自己的倒影。他才19岁，青涩紧张，却又情不自禁的冲着七旬笑。七旬看他一眼，把一个耳机拿下来塞进了他的耳朵里。他在梦里并没有听清耳机里放了什么歌，他只感觉到七旬的肩膀轻轻跟他挨在一起。炎炎夏日里，七旬拖住了他的手，笑了一声，说：你手好小，像还没有长大。因为这梦做的太逼真了。百熙醒过来以后还看着天花板许久，恍惚中差点分不清自己现在是几岁。梦里七旬对他说的最后那句话，倒是现实里真的发生过的。他大学时候跟七旬他们去玩，大家玩开心了要喝酒，他也要喝，七旬却一把按住了他。小孩子喝什么酒？七旬说道。他不服气，说自己成年了。七旬微微挑眉，是吗？他抓起百熙的一只手，跟自己的手比了比，勾起嘴角，可你看上去像还没长大。百熙躺在床上，抱着枕头，在床上滚了滚，脸都有点红扑扑的。哎呀，虽然过去好几年了，但是想起当年的七旬，还是觉得又酥又撩。他嘿嘿傻笑了一会儿，没多久，卧室的门就推开了。七旬衣衫整齐的走进来，看见他已经醒了，就在床边坐下。醒了怎么不起床？七旬手伸进他的头发里摸了摸。百熙趴到了七旬的腿上，仰头望着七旬。我刚刚梦见你大学时候了，是个好梦。有多好？不告诉你。百熙笑了笑，又控诉道：醒了以后我才想起，大学里你还管着我喝酒，我明明早成年了。七旬不以为意，摸了摸他的小肚子，现在我也一样管着。你那个胃还是少喝。百熙鼓起脸，那我背着你喝。七旬不跟他争辩，反正百熙几乎都在他眼皮子底下。他一把抄起百熙的腿弯，把人抱了起来，别赖床了，洗漱吃早饭了。伯熙搂着他，不安分的捏了捏七旬的肩，最近七旬明明忙的都没什么空健身了，怎么肌肉还是这么结实？吃完早饭，两人就各自去上班了。七旬开完早晨的会议，难得休息了一会儿，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拿起手机，下意识打开了跟百熙的对话框，但是想到百熙应该在工作，又放了下来。他喝了口咖啡，看见了桌上摆放的他跟百熙的合照，就是他跟百熙在古镇的枫叶林拍的那张。有合作方来他办公室，望见这张照片，就都知道他名草有主，不仅打消了给他介绍对象的念头，还会调侃几句。但按照七旬的个性，他是根本不喜欢干这种事情的人，所以被钟雨潭逮着嘲笑了很久。七旬望了那照片许久。昨天他送赵青桐回去的时候，一路上都很沉默。已经分手的前任也确实没什么好聊的，但是在快到目的地的时候，赵青桐却对他说了一番话。赵青桐说，我们俩当初分手的真正原因，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因为你只能当一个贴心温柔的伴侣，却当不了一个真正的爱人。你没有那么爱我，而我也没那么爱你。七旬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眼神不太有温度。赵青桐也不在意，耸耸肩，我不是来跟你翻旧账的，这没意思。我只是觉得你跟我说白了本就不是同路人，分了也没什么可惜的。倒是你现在的这位。赵青桐说到这儿，自己也觉得有点荒诞一样，轻声笑了笑，百熙倒真是个好人，比你跟我都好得多。你错过他应该也找不到更爱你的人了。但七旬，
算是我送你一句劝告，你不要仗着百西爱你，就以为他永远不会离开你。人在感情里都是需要安全感的，对他好很重要，但让他知道你爱他也很重要。没有人会喜欢去猜另一个人的心思，那很累。你但凡爱他，就应该告诉他，让他知道你对他的在意。而你要是不爱他，只是因为责任感，因为他很合适你，因为他很爱你，那你不如早点放了他。他难道离了你，还找不到一个爱他也对他好的人吗？七旬一直没打断赵青桐的话，但他脸色如寒霜，等红灯的时候看了赵青桐一眼，那眼神像要把他扔下去。他问赵青桐，这是百西告诉你的吗？赵青桐矢口否认，不是，只能说是过来人的经验吧。你爱听不听？七旬轻哼了一声，并没有回应赵青桐的这番话。之后就是一路沉默。到了目的地，赵青桐却又变脸一样，对着百西倒是言笑晏晏。他在旁边看着，心里有种轻微的烦躁。他知道，就像赵青桐说的一样，离开他，百西一样能够吸引很多人。这些人会被百西打动，像狮子追逐猎物一样，想要把百西占为己有。他一直知道，但他这人20几年的人生里，爱情这个命题又实在遥远。他不是一个会花言巧语的人，就连跟百西求婚的时候，他也没有轻易说出我爱你3个字。即使他知道百西会很高兴，他承诺了百西会努力去学着爱他，但他说出口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爱人是需要天赋的，而他恰恰缺少这种天赋。他望着桌上的照片，出神了许久。百西在枫树下满含笑意的看着他，谁都能看出百西眼中的柔情万种。而他低头望着百西，睫毛微垂，根本看不清他眼中的情绪。他又想起了赵青桐说的那句话，你不要仗着百西爱你，就以为他永远不会离开你。虽然已经跟七旬订了婚，但是离真正的婚礼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时间足够宽裕，有的是让吴墨跟许静婉发挥的空间。百西原先觉得自己会非常积极，毕竟这可是结婚啊。他又不准备跟七旬离婚，这可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的头等事情。但是当他跟七旬被妈妈摁着头，跟设计师沟通了7、8版礼服，选了 N 个结婚场地，又被压着看了一遍又一遍宾客名单后，他立刻收回了脑子里的种种幻想，幻灭了。结婚太累人了。他郑重的问七旬，要不别办婚礼仪式了吧，我们就领个证行不行？七旬淡定的再看结婚摄影，恐怕不行，这事情已经由不得我们做主了。我要是现在去说婚礼取消，我妈和你妈应该会一起发飙。百西一想那画面，情不自禁打了个哆嗦。他一头栽在枕头上，把七旬的手罩在脸上，装死。他实在很难理解他妈和七旬的妈在这世上的严格要求，要是让他来主办，估计就是挑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草地上开场 party， 大家吃吃喝，他跟七旬在众人见证下交换了戒指就完事儿。他哼哼唧唧说道，还好就结这一次。七旬温柔的摸了摸他的狗头，你还想结几次吗？少做梦了。不过既然说到这里，七旬把手从百西的脸上拿开，低头望着他那双乌黑圆润的眼睛。我们挑个日子，先去把证领了吧。他轻描淡写的说道。这其实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跟百西提起这事情了。领证跟婚礼又不需要同时间操办，他跟百西早就是名正言顺的关系，早一点领证晚一点领证也都没什么区别。但是百西听到这话却僵了一僵。他这2天都穿着奶黄色的小黄鸭睡衣，买了好几套，天天换着穿，看上去无辜又可爱，连敷衍人的时候也显得很真诚。这几天太忙了，过几天再去吧。百西眨巴着眼睛说道。七旬拒绝了他的卖萌，冷静指出，你上个礼拜也是这么说的。百西立刻从善如流换了个借口，
我过2天还要带大胖去检查，后天跟我妹逛街，大后天跟梁宋看电影。七旬审视的看着百熙，他最近只要提起领证，百熙就找各种理由搪塞。他当然看得出百熙对真的要去领证这件事充满了紧张，像个缩头小乌龟，把头闷在壳里，能躲1天是1天。但要说百熙不想跟他结婚，这显然也不是。每每提起婚礼的时候，百熙虽然被婚礼流程折腾得够呛，脸上却满是期待。七旬想了想，有个词怎么说来着？婚前焦虑症。他看百熙现在就挺像。他低头看了百熙一会儿，百熙默默的把帽子拉下来，挡住了脸，假装要睡觉。他无奈的笑了一声，放过了这个问题。但他伸手把百熙捞进了怀里，强行把睡帽从百熙脑袋上摘了下来。换了个话题，想到你要什么生日礼物了吗？还有不到半个月就是百熙生日了。其实他做了准备，但还是想听听百熙自己的意思。送礼物也要收礼的人喜欢。百熙却愁眉苦脸，因为他实在想不到自己有什么缺的。这话说来十分凡尔赛，但他从小家境好，长得好，事业也不错，他想要的几乎都能得到。唯一让他曾经求而不得的就是七旬，这份从年少时候就开始的暗恋。可现在连七旬都是他的了。多年暗恋一朝开花结果，他俩不仅感情稳定，爱情顺遂，还即将步入婚姻殿堂。他实在想不到自己还有什么不满足，妥妥的人生赢家了好吗？再贪心，老天爷都会劈他。所以他只能深情款款捧着七旬的脸，继续敷衍。你送什么我都喜欢。七旬也猜到这个结果了，他捏了捏百熙腰上的软肉，那我送什么你都会收吗？百熙大力点头，嘴上跟抹了蜜一样，你送什么我都是最喜欢。七旬笑了一声，轻声道：小骗子。但他却仰头去与小骗子接吻。这个吻一开始还十分轻柔，像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只是嘴唇相贴，但没多久他就加深了力道，手箍着百熙的腰，用力的在百熙的唇上辗转。他的手也从百熙的睡衣下探了进去，在他身上肆意流连，当个放肆的登徒子。百熙气息不稳的坐在七旬腰上，眼睛里带着水光，显然也十分情动。七旬轻咬了下他的耳垂，刚要再做点什么，外面却突然传来一阵挠门声。尖尖的小猫嗓子细声细气的叫着。他刚想起来，今天好像忘记把大胖放进他单独的小房间了。七旬不想理会外面那个小猫崽子，捏着百熙的下巴，强硬的要他看着自己，两个人又吻在了一起。但是外面的挠门声越来越大，叫声也越来越响，到最后简直是凄厉。百熙心里七上八下的，也不管七旬了，把他一推，就要去看猫儿子。大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还是被什么缠住了？我去看看吧。七旬摁住他，我去吧。七旬披上睡袍，黑着脸打开了门。门外，大胖肉嘟嘟的一团坐在地上，看见七旬的瞬间他就不叫了，还噔噔噔迈着小短腿想来撒娇，结果被七旬一把拎住了后颈。七旬冷酷无情的拒绝了大胖渴望一起睡的眼神，毫不犹豫的把他扔回了宠物卧室。等回到主卧，他迎着百熙的视线交代道：他好得很，没哪里不舒服，就是半夜不睡觉要闹腾。百熙放心了，那就好。七旬重新上床，把百熙抱回怀里，刚才暧昧的气氛却荡然无存。他面无表情道：大胖也不小了吧，该送去结扎了。百熙埋在七旬肩上笑了许久。大胖当然还没有到可以结扎的年龄。百熙第二天给他喂奶膏的时候，摸了摸他的小胖脑壳，教育道：以后可不能去挠门了，当心你七旬爸爸送你去上幼儿园。大胖只顾着埋头吃奶膏，也不知道听进去没。喂完大胖，百熙就上班去了。但是他刚一到办公室，就被主编喊走，
告知他接下来要出差，为期半个月，因为恰好有几个活动时间都相近。百熙倒也习惯了，只是他一般是短途出差，很少有这么长的。回家以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七旬，顺便盘算着要带什么行李。七旬当然不会对他的工作提出意见，但听到百熙要去半个月的时候，他还是轻轻皱起了眉。他也不说话，就这样望着百熙。百熙被看得招架不住，七旬真不愧是长在他审美点上的男人，这样微寒忧郁的看着他，让他简直心软的一塌糊涂。要是在古代，他就是那昏庸无道的纣王，而七旬就是那勾魂夺魄的苏妲己。他坐到七旬腿上，蹭了蹭七旬的额头，问道：“你是舍不得我吗？”其实他只是跟七旬开个玩笑，分别10来天而已。对于七旬这种习惯了独居，性子也偏冷淡疏离的人，真的只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七旬又不像他这样爱粘人，但他没想到七旬却真的点了头。七旬抱住了他，把头埋在了他的颈窝里。怎么办？七旬说，还真的有点不想放你走。百熙本来就是个心智不坚定的，七旬这一句话让他的理智几乎被碾碎成了粉末，差点就想色令智昏说，要不我不去了。还好他摇摇欲坠的社畜责任心制止了他把这句话说出口，但是七旬这一句舍不得他，确确实实让他心花怒放。七旬很会说情话，也会在分别的时候给他安抚，但却很少这样坦率的承认自己的不舍，这让他眼中情不自禁亮起了小火苗。他在七旬脸上啵亲了好几下，保证道：“我会尽快回来的，出去也绝对不会沾花惹草，每天都会跟你视频的。”他举起戴着订婚戒指的手，指天发誓。七旬被逗笑了，他当然不会怀疑百熙出门会沾花惹草，倒是外面的花花草草可能会来招惹百熙。他亲了亲百熙，我知道的，这一吻就没能松开。百熙的小皮箱还扔在地上，里头扔着好几件还没折叠的外套，面膜也还没收，但是谁也没顾得上。卧室里一片安静，只偶尔发出一点暧昧的轻哼。分开的时候，百熙已经有点喘不上气，脸也变得粉扑扑的。其实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他知道自己应该去收拾东西，为明天的出行做准备。但他搂着七旬的脖子，像一只小考拉，无论如何都不愿意从七旬身上下来。他安静的靠在七旬身上，脑子里转来转去，漫无边际的想了许多事情。他最近其实有点患得患失，一想到要跟七旬去领证，他就有点出得慌，毕竟领了证，他俩就是合法夫妇了，不能反悔的那种。这种害怕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跟七旬结婚，而像小时候去领期末试卷，明明对自己的成绩有把握，却总还是想拖延揭晓成绩的那一刻。他太喜欢七旬了，像一件可盼已久的礼物，终于落在了他手上。他激动的腿肚子都在发软，却轻易不敢打开，唯恐在盒子揭开的一瞬间，被告知这一切都是一场梦。他有时候也会想起在医院赵青桐说的话，说七旬好的像个机器，凭着责任与耐心就可以成为完美的男朋友，却偏偏不懂得如何爱人。这都让他忍不住胡思乱想，甚至会害怕七旬选择了他，在有朝一日会后悔。但他现在这样亲密的与七旬靠在一起，听到七旬说舍不得他出差，他本来飘忽的心又慢慢落在了地上。七旬会这样坦率的承认舍不得他，已经足够让他感到幸福，连嘴角都忍不住上扬。他明明比谁都清楚七旬是怎样温柔又稳重的人。七旬既然选择了跟他求婚，就是慎重思考过的，断不会半路反悔。更何况七旬这样好，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把七旬让给别人的。那他焦虑来焦虑去，又有什么意义？庸人自扰罢了。他靠在七旬肩上，眼睛眨巴着看着七旬，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七旬只当他又想撒娇，摸了摸他的头，问：怎么了？
但百熙认真的看了他一会儿，问道：“我出去你会想我吗？”“会。”七旬回答的很肯定。“那我不在家，你会乖乖的吗？”这问题可真是孩子气。七旬笑了笑，还是回答：“会。”百熙深吸了口气，像是下定了决心，宣布道：“那为了让你等的不是那么无聊，等我回来，我们去领证吧。”他明明是很坚定的说出这句话，说完又有点不好意思，毕竟他昨天刚拒绝了七旬。七旬愣了愣，随即温柔的说：“好。”他没想到百熙突然就想通了，愿意去跟他领证了。他看着百熙一副羞耻的样子，有点好笑，低声问道：“你怎么突然又愿意了？之前不还在当小乌龟吗？”百熙不满的咬他：“谁是小乌龟？”这点力道对七旬来说不痛不痒。他又问：“不是小乌龟，那你之前为什么总找借口？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百熙飞快的摇头：“当然不是，七旬在他眼里天下第一好，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紧张，总是胡思乱想。”他老老实实的承认，但我现在已经想通了。七旬的视线在他脸上逡巡了一圈，既然百熙不想说，他也没有追问。他捉住了百熙的手，与他十指紧扣。他对百熙说：“其实我也会有一点紧张。”百熙歪了歪头：“你紧张什么？暗恋成真的人明明是他，好不好？”七旬顿了顿，眼睫微垂，遮住了眼中的情绪。“也许你跟我结婚以后，会发现我并不像你想象中那样完美。”七旬淡淡道：“你太喜欢我了，总把我想得很好，但我也许没有那么好。”百熙呆了呆，他没想到七旬会说这个。他费解的看着七旬：“可你不需要完美，我也会爱你的呀。”他忍不住跟七旬细数：“你也是有小毛病的好不好？强迫症，有点洁癖，心情不好的时候不爱说话，工作起来就不顾身体。那还真是抱歉。”但百熙很快又说道：“可是我也有许许多多的小缺点啊，我性子慢，喜欢赖床，东西乱丢，还挑食。你还不是一样选择了跟我结婚？”他下意识把七旬的手放在心口，像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七旬感受自己的真心。他对七旬笑了笑：“你这人吧，大概是从小拿多了第一，什么都要做到最好。但是男朋友也好，伴侣也好，并不是一个职业。就算你没有拿到满分，没有很完美，我还是会觉得你哪里都好，因为我会无原则的偏爱你。”七旬的心口像被轻轻撞了一下。无原则的偏爱听上去是件蛮不讲理的事情，只凭感性驱使，不顾事实也不顾理性。但谁会不希望自己是永远被偏爱的那个？七旬想，在爱人这件事上，百熙永远都是真诚的、坦诚的，从不畏惧于把一颗真心捧给他看。他不及百熙，他抱了抱百熙，承认道：“是我想多了。”百熙大度道：“没关系，大家都是第一次结婚，想东想西很正常。”七旬笑了起来，又低头去跟百熙接吻。百熙一开始脑子里还惦记着他没整理好的行李，但是七旬一边脱他外袍，一边保证：“待会儿我会帮你整理，明天丁阿姨也会帮你清点。”他立刻又毫无原则的躺平了。接下来可是要十几天不能见面呢，不多做几次怎么行？然而事实证明，纵欲是不对的。第二天，百熙上飞机的时候还觉得腰酸背痛，偷偷摸摸往背后塞了个小枕头，才觉得好一点。他旁边坐着小助理跟同事，两个人揶揄的看着他，暧昧的笑起来。博熙现在已经锻炼出了一点厚脸皮，全当没看见。趁着飞机没起飞，他抓紧最后时间给七旬发消息，内容也没什么营养，无非就是你侬我侬的情话。小助理童佳在旁边喝着冰果汁，看着百熙浑身的粉红泡泡，觉得他真的很难理解一些小基佬。她也要跟男朋友分别十几天好吗？她怎么就没有这么黏黏糊糊？能不能学学她的坚强与从容？
他摇摇头，喝完果汁，干脆戴上了真丝眼罩，提早闭目养神，以防被百西闪瞎。百西刚下飞机的第一天，工作并不是很忙，他一路都举着手机跟七旬叽叽喳喳，吃饭要拍个照给七旬看，跟小助理去逛街也要跟七旬说一声，晚上回了酒店泡温泉也要跟七旬视频。他把手机放在支架上，自己趴在温泉的石壁上，头发拿发夹随便夹起来，脸蛋被蒸到红扑扑的，眼睛也很润，看上去格外可爱，也格外可口诱人。七旬从手机里看见他，一瞬间有些无心工作。他现在还在家里的书房加班。下午的时候，百西给他发窗外的风景照，又问他忙不忙。要是有工作，就不用跟他聊天了，他自己跟同事待得挺好。然而他看了一眼办公桌上的文件，顶着严秘书谴责的目光，语气平淡道：还好，没太多工作，跟前几天差不多。百西信了，继续开开心心跟他分享一堆事情。而现在看着躺在温泉池子里吃水果的百西，他默默把还没看完的文件给合上了。百西看见了，立刻往前凑了一点，问道：你工作结束了吗？他靠得很近，从屏幕上能看见一滴水珠从他唇珠上滚下，又落在锁骨上。七旬面不改色：结束了。你刚刚说什么？酒店里遇见谁了？我遇见万燕飞了。百西激动道，但他随即想到七旬应该不认识，解释道：她是去年的牡丹奖影后，长得好又演得好，气场特别强，不愧是大女主。七旬知道她，却对不上脸。那你问她要签名了吗？没有。百西耸耸道，他私下挺严肃的，一看见他我就想起我们教导主任，而且人家应该是刚工作完，很累了，我还是别打扰了。七旬笑了笑，他看着百西屏幕里的脸靠得这样近，好像他一伸手就能碰到，但他们其实已经身处在两个不同的城市，远隔千里。他们没有聊得太久，因为百西跟他明早都有工作要早起。他从视频里看着百西爬上了床，穿着浅灰色的睡袍钻进被窝，却又舍不得挂掉视频。百西其实已经困了，眼皮都睁不动了，却还在问大胖好不好，乖不乖。他这么小，看不见我肯定挺不适应的。百西很惆怅，觉得自己真像多了个儿子。七旬想，大胖一开始倒是也满屋在找百西来着，但是等丁阿姨一放幼猫猫粮，他就吃的头也不抬了，显然被食物抚平了忧伤。丁阿姨在陪他玩，他要不了多久就该睡了。七旬说道：百西放心了。他跟七旬又说了几句话，眼皮越来越重，又过了几分钟，他就头一低，趴在被子上睡着了。七旬也就停了下来。百西已经睡着了，他却没有立刻挂断视频，而是就这样静静的看了百西好一会儿。睡着的百西安静乖巧，白皙漂亮，像一朵含苞待放的杏花。其实以前七旬也知道百西长得好看，但是那时候他对于百西还没有生出占有欲，没有意识到原来别人也会去窥探百西。但如今他却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百西有多漂亮，像明珠拂去尘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七旬从抽屉里拿了根烟，却没有点，只是咬在牙齿间。他咬着这根没点燃的烟，目光还流连在百西的脸上。其实他刚才有句话没跟百西说，大胖对于百西的出差适应的挺好的，真正不太能适应的是大胖他爹。百西从家里离开的第一天，他就觉得这别墅里过于安静了，但这还只是个开始。百西第一天因为工作不忙，还能跟七旬分享自己到哪儿了，做什么了，但是没2天他就顾不上了，几个不同的工作任务叠在一起。他跟同事们每天东奔西跑，回来以后也跟七旬说不上几句话。七旬自己是个工作狂，精力也比常人充沛，经常让属下苦不堪言。但人类向来双标，
他看着百熙累得黑眼圈都出来了，心里却不太舒服，总有点想打电话给百熙的老板聊聊，但他也只能想想。早点睡，别聊天了，也别看手机，他对百熙说道。明天起得来吗？东西都准备好了吗？百熙正在往脸上抹精华，累归累，护肤还是需要的。你这样好像我爸，他盘着腿坐在床上，声音里不自觉带了点撒娇，还是那种特别爱管这管那的。七旬挑眉，他这辈分怎么凭空就升上去了一倍？他淡淡道：那你不听话，是想被爸爸打屁股吗？他似笑非笑的看着百熙，玉雕般的一张脸，俊美的无可挑剔。黑色的睡衣系得一丝不苟，严严实实遮住了皮肤。头发刚刚洗过，自然的垂下几缕，挡住了他漆黑凌厉的眼睛，这让他看上去禁欲又性感。百熙嘶了一声，要命了！七旬的这句爸爸可一点没有尊老爱幼的意思，他只听出了一股子禽兽味儿。他确定以及肯定，七旬说这话的时候，脑子里一定很不健康，因为他也是。百熙的喉结滚了滚，眼睛都快粘在七旬身上了，却还义正言辞道：你别撩我，不约，明天起不来都赖你。七旬端庄的像尊佛，眉目慵懒，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只是在关心你工作。百熙恨不得咬他一口。七旬这从容不迫的样子，真是又撩人又可恶。他郁闷的钻进被子里，不想理七旬，但是看着七旬那张勾人的脸，心里又痒痒，像小狗看肉骨头一样看着他，嘴唇撅起来，嘀咕道：你就不想对我做点什么吗？他说着引诱的话，神情却很无辜，像诱惑了夏娃的苹果，饱满红润，只是一颗再美好不过的果实。七旬有点头疼，他本来还算冷静，被百熙这样一看，却破了功。这几天床边冷清，难熬的当然不只是百熙，可他能做什么呢？伯熙都这么累了。我当然想，七旬哑着嗓子克制道，但现在不合适，你会耽误明天的行程，更何况你应该累得没力气了。百熙也知道，他遗憾的看着七旬，像看见一个肉骨头又离自己远去了。反正也吃不着，不如早点睡觉。但他想了想，脸上突然红了红。他钻进被子里，手机也带进去，屏幕顿时变得一片漆黑。七旬正想问百熙怎么了，却听见百熙轻轻叫了他一声。怎么了？七旬把手机举到耳边，你在干什么？他能听见百熙细细的喘气声。几秒后，伯熙的声音像一根羽毛一样搔刮着他的耳朵，带着点鼻音，软绵绵的。百熙说了句很了不得的话，关键词是爸比、教训，还有床上。但是他一说完，也不等七旬反应，他就迅雷不及掩耳的挂了电话。手机冷酷的发出了一声嘟。百熙害臊的用被子把自己裹紧，钻成了一个球，羞耻的满脸通红。他可太不要脸了，这话也能说出口了，实在对不起祖国多年栽培。七旬因为百熙这句话，一晚上都没睡好。第二天去上班，他一身低气压，办公室里的人看见他连走路都要放轻，生怕惹到他。只有前来串门的钟雨潭不怕，他不知道百熙出差了，所以纳闷的看着七旬，你怎么一脸欲求不满的样子？百熙把你扔出家门了，还是罚你睡客厅了？七旬看完一份文件，抬头回了他一个字：滚。百熙出差的第8天，七旬回了趟他爸妈那儿，但是他爸不在，只有他妈刚从楼上下来，一看见他，笑了笑，又往他背后看一眼，问道：西西呢？他还在后面吗？七旬进门，把外套交给阿姨。他出差还没结束，暂时回不来。他说道：今天只有我。许静婉哦了一声，有点失望，但是见到儿子，他心里是高兴的。蹭蹭蹭从楼梯上下来，
只是他跟七旬的相处从来算不上亲密，所以他只是克制的帮七旬掸了掸并没什么褶皱的衬衫。你爸今天开会，回来要很晚，今天只有咱们两个吃饭了。他说道。七旬点头，好，本来就是回来看看你们，今晚我住在家里。许静婉更高兴了，他对阿姨说道，那让厨房快点吧，也该吃晚饭了。吃饭的时候，七旬一直在陪许静婉聊天，但他从大学就搬出去了，又向来独立，跟父母聊天也总围绕着公事，对自己的生活和想法却从不主动提起。许静婉喝着饭后的水果银耳羹，心里头有点叹息。这事情说来也怪不得七旬，是他们身为父母，从小把七旬养成了这个样子。他这时候倒是更希望百熙在了，起码百熙在的时候，七旬还能多说点话。想到这儿，他问道，过几天是百熙生日吧？他能回来吗？能，七旬道，他后天就回来了。那就好。许静婉笑了笑，你肯定要陪他过生日吧？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了，但我给他准备了生日礼物，你给他带回去。好。许静婉喝了口甜汤，又有点好奇，问儿子，你给百熙准备了什么？他都有点担心七旬懂不懂浪漫，毕竟这儿子虽然样样优秀，感情上却并非热情浪漫的高手。百熙这孩子又不缺钱也不缺物，送礼物还是要细心别致，光砸钱可不行。七旬想起自己要给百熙过的生日，唇边有了点笑意，但他还记得他准备求婚的时候，他妈一句话差点戳破了他的计划，所以他喝了口茶，冷酷的吐出了2个字，保密。许静婉一脸无语，就差翻个白眼，跟亲妈还保密起来了。吃完饭，百熙那儿工作告了一段落，见缝插针跟七旬打了个视频电话。七旬把视频转向他妈，让百熙也跟许静婉打了个招呼，聊几句才拿着手机站在了窗边。他没有避开许静婉，也没有压低声音，坐在客厅里，能隐约听见他们的聊天声音。外面下雨了，雨点淅淅沥沥的敲打着窗，院子里的梨花开了，白色的花朵如雪堆积，在雨中落了一地。视频里，百熙抓着一个三明治在吃，嘴边沾着蘸料，抱怨说今天脚都快走出水泡了。不过我好歹是平底，我同事穿着高跟，居然走得飞快。博熙的眼中流露出赞叹，无论多少次，他都觉得穿高跟的女生是英雄。末世大逃杀，我一定跑不过他们。七旬说，还好2天后你就解放了。百熙把最后一口三明治塞进嘴里，想想这里就觉得还能坚持。等我回来可以休假2天。他又高兴起来，小孩子一样简单，一颗糖就能哄好。2个人断断续续的聊天，夹杂着外头细碎的雨声，倒也有种岁月静好。许静婉手里拿着遥控器，心思却全部在电视上，时不时就会看七旬一眼。在跟百熙聊天的七旬，明明哪里都没有改变，还是一样的居家服，神色平淡，并没有开怀大笑，但是谁都看得出来，他现在心情很好，整个人都平和下来，不再锋芒毕露，像岩石被海浪磨平了棱角。大概半小时后，博熙那边挂了电话，七旬回了沙发上，脸上还带着未收敛的笑意。他继续陪许静婉看电视，拿过一个橘子包了起来，递给许静婉。许静婉接了，心思却不在电视上，还在看着七旬。七旬感觉到了，怎么了？许静婉笑了笑，就是想起一些事。他望着七旬，你知道吗？其实我以前就怀疑过你喜欢西西。七旬一怔，为什么？许静婉回忆道，因为你连着2年都特地陪他过生日，把那天的工作都清出来，时间留给他。我好像从没看你对其他朋友这样，可是后来我看你带他回来，你俩的相处又不像有什么，我就觉得是自己想多了，但如今看来，他又觉得自己也许没想错。
七旬也没反驳，他垂下眼，视线落在手腕上。他今天戴的袖扣也是百熙送给他的礼物。自从百熙送了以后，他就经常会戴上这对，哪怕他明明有一柜子各种材质的袖扣。他一直知道自己对百熙多有纵容，他也一直以为是因为百熙小他2岁，又生了一副乖巧天真的好脾气，天然的讨人喜欢，他才把博熙当弟弟一样照顾。但这照顾里到底有没有掺杂过其他情愫，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了。许今晚又说道，其实我真的高兴你跟百熙在一起了，不只是因为我喜欢百熙，而是你跟他在一起，你开心多了。你小时候，我跟你爸都忙于工作，跟你都不怎么沟通，你的家长会都没一次是我们去开的，但我们却想当然的要求你样样做到最好，要你比别人更出色。你很听话，都做到了，你比我和你爸预期里还要优秀。但我也知道你一直不是很开心。许今晚说到这里有点伤感，在这件事上他对七旬一直多有歉疚。他们年轻的时候忙于工作，对七旬有所疏忽，每次跟七旬见面也都问的是学业竞赛，问他对未来的打算，很少关心七旬在想什么。而等他惊觉这样其实不对的时候，七旬已经长大了，变得冷静独立且成熟，不再需要他们了。他有点低落的叹了口气，我们一直没有跟你说过，其实你不用这么优秀，我们也会一直爱你。七旬能听出他妈话里的难受，但他离年少已经很远了，是真的不再在意这些事了。更何况他身边已经有一个人笃定又温柔的告诉他，不管他是否完美，都会一直偏爱他。这都过去的事了，你们别放在心上。他淡淡说道。许今晚知道他不愿意提这些，收敛了心里的感情。七旬主动换了话题，我跟百熙在一起的时候，高兴的明显吗？提到这个，许今晚又笑起来。他温柔的看着七旬，很明显，但可能连你自己都没意识到。每次百熙往你走过来，你都会看着他，视线里都容不下其他人。人也许能假装爱一个人，假装对他很好，但是那种看见对方的高兴，看见他就会笑，是做不得假的，这是人的本能反应。我知道无论谁当你的伴侣，你都能像在事业上获得成就，把伴侣这个身份做到最好。但作为你妈妈，我还是想看见我的儿子快乐。到了他这个年纪，虽然也希望儿女成龙成凤，可他知道人的一生过得幸福美满才是最难得的。从这一点来说，他甚至有些感激百熙，因为在百熙身边的七旬是他看过最放松最自在的。也许外人都觉得七旬强势坚不可摧，但在他眼中，百熙才像七旬的港湾，是他唯一可以休憩的地方。七旬一时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才轻笑了声，我还以为我表现得挺克制的。许今晚嫌弃的轻哼了一声，我可是你妈，别人看不出来，他还能看不出来吗？许今晚没在客厅待多久就上楼了，他这几年从工作一线退下来了，开始注重养生，早睡早起。七旬一个人在客厅里坐了会儿，电视机还开着，却只当做背景乐，里面放着无聊的小品。他垂头望着自己的手心，那里躺着一根平安绳，几股丝线交织在一起，中间一枚圆圆的小金扣，不算特别精致，却是他亲手编的。这只是他给百熙准备的礼物之一。他记得去年百熙手上就戴过一条这样的小平安绳，是百熙的外婆送的，上面的小金扣也不是本地寺庙出品，而是香客如云的云出寺住持开光祈福的，灵不灵验的也不知道。但是百熙再一次外出跟拍，才在海边一块礁石上差点滑倒，人没事，就是手腕被擦破了，这条平安绳也就在那时候被刮断了，掉进了海浪里。从迷信点的角度说，也可以看作是为百熙挡了一劫。所以七旬上个月就托钟雨潭去云出寺，又买到了一枚一模一样的。
开过光的小金扣，但平安绳他却没要云出寺附赠的，而是自己亲手给百戏编了一个。他其实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像时光流转，他又变成了青涩的男高中生，笨手笨脚的在哄心上人开心。好在这根平安绳的成品说不上漂亮，却也不算丢人，戴在百戏素白的手腕上不会难看。七旬将这根平安绳举到眼前，想象着百戏戴上的样子。他知道百戏会喜欢的，只要是他送出的东西，百戏都会喜欢，像小朋友一样容易讨好，也容易满足。但这并不是因为百戏真的好骗，而只是因为百戏爱他。因为爱他，所以他怎样都是好的。想到这里，七旬把这根平安绳握紧了。那枚圆圆的小金扣明明应该是微冷的，却好像在他掌心发烫。刚才许静婉坐在这儿跟他谈心，说他也许连自己都没意识到，他每次见到百戏都会情不自禁的高兴起来，好像全世界只剩下百戏，眼睛里都容不下其他人。这话其实对也不对，他是意识到了的，但又意识到的稍微晚了一些。他一直以为自己天性刻板，情绪冷淡，缺少爱人的天赋，但原来爱人是可以无师自通的。百戏在他身边的时候，像阳光，像雨露，明明不可或缺，却因为无处不在，反而不显眼。可是百戏出了趟远门，他却无师自通的学会了想念。昨天晚上下班后，他一个人去家不远处的广场散步，这是百戏跟他同居之后给他培养出的习惯。百戏很喜欢出门散心，每次都要拉着他一起。因为是周末，广场上并不空旷，反而熙熙攘攘，到处是情侣或者带着孩子的家长，一起看广场上的音乐喷泉和表演。他混在人群中，和每一个来往的行人看上去别无二致。但他看着广场上人来人往，想起的却是冬天，他跟百戏在古镇里。他把百戏搂在怀里，一起看烟火。那天的烟火他已经毫无印象，但是百戏仰头看着他笑的样子，却跟昨天一样清晰。他听着身边人热热闹闹的聊天，独自站在广场边缘，格格不入。他给百戏准备的平安绳就在他口袋里，还剩最后一点收尾。金色的圆扣已经穿好了，硌着他的掌心。他想，如果百戏在就好了。广场上熙熙攘攘，像是全天下的热闹都集中在了这里。可是因为百戏不在，世界好像都变成了灰色的。这些天，他看上去与过去别无二致，照常上班下班，工作完成的一丝不苟，业余时间看书健身，偶尔跟朋友出去喝一杯。但是连钟雨潭都发现了他的心不在焉。钟雨潭坐在酒吧里，认真观察他半晌，得出了结论：你好像魂都跟着百戏跑了。他看了钟雨潭一眼，没说话，喝完酒就打车回家了。但他现在望着手中这一根即将送给百戏的平安绳，他心想，钟雨潭说的其实没错，他的心魂都落在了百戏手中，无处可投。他的朋友、家人，甚至前任都看出来了，偏偏他还一无所知，自顾自的以为他只是秉持着喜欢与责任在对百戏好。但只是责任是不会这样思念的。从他跟百戏求婚的那一刻起，他的喜欢里早就掺杂了更多的东西。他渴望与这个人白头偕老，除了百戏，谁都不行。他一直没能把这些事情告诉百戏，但他已经迫不及待，想等着百戏回来，亲口告诉他。2天后，伯希终于结束了所有工作的那一刻，恨不得当场放一串鞭炮以示庆祝。2个同事也跟他差不多，累得恨不得原地躺平。3个人前一晚在酒店睡了个昏天地暗，一觉睡到中午，才拖着行李箱赶往了飞机场。在去机场的路上，小助理往眼睛上戴蒸汽眼罩，信誓旦旦道：我今年都不想再出差了。前座的同事叹了口气：这可由不得你，我们打工人说了不算。小助理啧了一声：
那算了，我现在只想回家躺着，门都不想出，只想靠外卖活着。同事立刻附和，没错，我也是。回去了，我要先去认识的中医那儿按摩。酒店的 SPA 不带劲。只有百西没吭声。小助理拱拱他，你回去想干嘛呀？不会还要接着工作吧？可不能这样背叛我们工人阶级啊！百西悠悠道，我只想快点跟我男朋友见面。11天了，他既没能抱着七旬睡觉，也没有蹭到七旬怀里撒娇。这对一个正在蜜月热恋期的人来说，真的忍无可忍。尤其是最近几天，他跟七旬加起来的通话时间都没3小时。他忙得像陀螺的时候，还不太有空去想七旬。现在好不容易工作结束了，想到马上就能见到七旬，他真是恨不得飞过去。百西委屈巴巴的，满脸都写着我真的很不容易。对不起，我就不该问你这种恋爱脑。他默默拆了包话梅，递给百西，哄道：吃零食吧。飞机上睡一觉就到了，很快的。百西拿了一颗，被酸的腮帮子都快麻了，一时间什么幽怨，什么想念，全给这梅子酸没了。他忍了又忍，才没有吐出来。他认真严肃的对小助理说道：你对我有意见可以直说，不要拿这种东西谋杀我。到了飞机上，博西跟他2个同事的座位是分开的，百西在第1排，他俩在第2排。3个人各自找到了座位，2个女生在后面闲聊。百西则在发消息告诉七旬他上飞机了。虽然他说不需要，他自己打个车就好，或者让司机接也一样。但是七旬说了要来接他。想到这里，百西又情不自禁笑了笑。他跟七旬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身边本来空着的座位坐下了一个人。百西也没抬头看，但是他却听见有人带着笑意叫了他的名字。百西，好巧，又见面了。百西从手机上抬起头，惊讶的发现旁边坐着的是苏叶。苏影帝一身休闲装，戴着口罩和墨镜，只露出了一点鼻梁。头等舱里人本来就少，倒也不怕被认出来。自从他上一次在宠物医院跟苏叶遇见，已经好一阵子了。他们2个人虽然加了朋友圈，但是考虑到苏叶职业和身份的特殊性，百西几乎不去打扰，只是勤勤恳恳给影帝点赞。但要说起来，他跟苏叶还真挺有缘，这都是第2次偶遇了。是好巧，苏先生。百西笑起来，他回头望了望，果不其然，看见苏叶的助理和经纪人就坐在旁边和后面。头等舱总共就这几个座位，全是熟人。你们也是刚工作要回去吗？对，我刚试镜完一个角色。苏叶取下了墨镜，对着百西笑了笑。本来坐在你旁边的是我经纪人，我跟他换了座位，你不介意吧？百西连忙摇头，当然不介意。在他跟苏叶说话间，他手上的手机又震动了一下。是七旬看他一直没回，以为他的飞机起飞了。你是起飞了吗？下飞机了，记得告诉我。百西赶紧回复道，还没有，不过也快了。你肯定猜不到我在飞机上遇见谁了。七旬已经坐进了车里，正准备往机场去。他漫不经心的打字，谁？是苏叶啊！我跟我男神好有缘。苏叶也是刚工作回去，好可惜我们居然没有碰过面。不过这也算意外之喜。啊，不说了，空姐让我们关机了，待会儿见。么么哒。啪一下，百西那边就断了消息。七旬看见手机上最后几行字，尤其是苏叶的名字，脸瞬间就黑了。么么哒也不能平息。他脑海里盘旋着4个大字，阴魂不散。百西乖乖将手机调成了飞行模式。苏叶在他跟七旬聊天的时候一直很安静，看见他把手机放下了，才低声问道：你是在跟男朋友聊天吗？百西挠了挠脸，有点不好意思。是的，你上次在宠物医院见过他的。苏叶的笑容淡了淡。是，我印象很深。
飞机正在起飞，他静静地打量了百熙几眼。百熙这几天都没休息好，但是脸上却瞧不出来什么。灰蓝色的衬衫让他看着很温柔，头发比上次见面稍长，耳朵上戴着一枚珍珠耳钉，眉眼精致，看上去温润如玉。他还注意到在百熙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戒指，即使是不算明亮的机舱内也熠熠生辉。而上次见面，百熙手上还是空无一物的。他闭了闭眼睛，在飞机平稳后才若无其事的问道：刚才就想问你了，你是要结婚了吗？他问得很平静。百熙一愣，随即笑了起来：是的，我们订婚了，在安排婚礼了。苏叶这次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又问道：他是你大学时候在微博上说的暗恋的那个人吗？看百熙很吃惊的样子，他笑了笑，解释道：我说了，我真的是你的粉丝，当初也一直在关注你的微博。你除了画画，也会发生活日常，也会说一点自己的心事。说你有个暗恋的人，他哪里都好，只是不喜欢你。百熙没想到苏叶连这个都记得，男神是自己粉丝这种事情，居然是不掺水的。他忘记密码的那个微博，除了给苏叶画漫画打 call， 剩下的作用就跟日记本一样，不知道说过多少羞耻的碎碎念。现在被人当面翻出黑历史，这人还是自己的偶像。百熙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但他还是诚实的点了点头。没错，就是他。百熙虽然害臊，却又有点骄傲。我暗恋成功了。他还是很争气的，没给苏叶的粉丝团丢人。苏叶低头看着他，不甚明亮的机舱里，百熙笑得实在甜蜜，好像能跟这个人结婚，是什么了不得的幸运。他最终也轻笑了一下，恭喜。他像一个最得体大方的偶像，说道：你的戒指很漂亮。百熙也开开心心道：谢谢。可苏叶的望着他的脸，心里真正想说的是，戒指也就那样，你要是喜欢，我也能买好多个。你才是真的好看，能跟你结婚的那个人真是很幸运。之后几个小时的飞行里，百熙跟苏叶偶尔压低声音聊天。后半段的时候，百熙实在没有撑住，睡了过去。苏叶沉默的看着他好一会儿，轻轻把毯子给百熙盖上了。经纪人在他们旁边看得眉头直跳。跟了苏叶这几年，他可太了解苏叶什么狗德行了。苏叶什么时候会给人盖被子？他忍不住拿手机给苏叶发消息，他们团队提前申请了航班的 WiFi 购买，本来是为了应对工作，没想到先用在了八卦上。苏叶匆匆扫了一眼，他的经纪人色厉内荏的问他：我上次就觉得你对这个小主编不对劲了，你还给了人家你的私人微信，你不会看上人家了吧？苏叶回道：如果我说是，你想怎么办？经纪人一噎，他好像还真不能怎么办。苏叶出道这么多年，除了间歇性神经病以外，也算兢兢业业。他跟着苏叶确实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他根本管不住苏叶啊。更何况苏叶也不是爱豆正儿八经的演员，影帝都拿了，真想谈个恋爱，好像也不是罪无可恕。就在他纠结来纠结去，脸色几经变化的时候，苏叶的下一条消息却又发来了：放心好了，我不会做什么，影响不到你的饭碗。经纪人愣住了，为什么啊？他忍不住追问：你怎么突然良心发现了？这简直不可思议，苏叶什么时候是这种体恤下属的人设？苏叶看着这句话，自嘲的轻笑了一声。当然是因为百熙根本不喜欢他。暗恋可以成真，但前提是被暗恋的那个人动了心。他却没有再回复自己的经纪人，任他一个人在那抓狂。他随便抽出本书，看似是打发时间，其实一个字都没有看进去。他喜欢上百熙，说来也像小说的开端一样浪漫。他关注到百熙微博的时候，是他对演戏心生厌倦，差点要退圈的时候，经纪人为了求他振作，拼命让他看看自己的粉丝多喜欢他。
他受不住经纪人唠叨，随便用小号关注了几个，其中就有百希。博希不是粉丝里流量最大的，也不是漫画画的最好色，但一定是最能唠叨的。他像是在微博上写生活日记，做饭炸了厨房，但是还觉得自己有下厨的天赋。考试前偷溜出去喝酒，第二天头昏脑胀，却还是顺利通过。跟朋友去爬山，走到半道就累瘫了。想养小博美，没事就在微博上看小奶狗，被萌得滋哇乱叫。苏叶不知不觉里取关了其他人，只留下了百希。他一点一点在脑海里勾勒出了这个人的模样，应该挺可爱的。心软，家境不错，在 S 大念书，做饭很烂，喜欢小动物，但他却不知道这人长什么样子。博希从来没有发过自己的正面照，顶多露出一个侧脸。而等百希毕业，这个微博就再也没有更新过，一切都戛然而止。也是到那时候，他才意识到，他也陷入了一场不自知的暗恋里。通过网络，他窥探到了一个人的生活点滴，又在这点滴里喜欢上了这个人，最终又跟这个人失散在了浩如烟海的网络里。如今，他们终于又相遇了，仿佛是爱情电影该有的桥段。可他们相遇的时候，百希身边已经有了别人，是百希一直暗恋的那个人。百希得偿所愿了，而他也终于失恋了。苏叶想，这世间的一切大抵都是守恒的，有些人的暗恋开花结果，有些人的暗恋就会无疾而终。他就是不太幸运的那一个暗恋者。百希一直睡到了飞机降落，才猛然惊醒。他第一时间摸了摸自己的嘴角，确认自己没在男神面前流口水，才长舒一口气。男神再亲切，他面子还是要的呀。因为苏叶的原因，他们选择了在最后下飞机，小助理跟同事憋了一路，终于趁着这个机会要到了签名，激动的差点晕过去。百希跟苏叶他们一起去取了行李，因为苏叶锁了行程，机票也是临时订的，粉丝们没能得到消息来接机。苏叶又打扮得像换了一个人，他们一行人得以安全出了机场。百希一眼就在出口外看见了七旬，11天不见。七旬站在那儿，长身玉立，像一束光落了下来。百希顿时顾不上什么男神不男神，同事不同事的，他匆匆跟旁边的人打了个招呼，我男朋友来接我了，我就先走了，下次再见。然后他就迅速奔向了出口。苏叶在他身后望着他的背影。他很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电影最后有一句台词，是女主对男主说的，如果是去见你，我一定跑着去。他眼睁睁看着百希一路跑过去，撞进了七旬怀里。而七旬在看见百希的那一刻，眉眼间像冰雪消融，神色都变得温柔缱绻。他稳稳地接住了博希，然后在百希脸上落下一吻。机场里行人匆匆，他们抱在一起，眼中只能看见彼此，像一出爱情电影里最完美的结局。百希抱住七旬就不太想撒手，要不是在机场，他现在就能化身牛皮糖粘在七旬身上。但他仅存的理智还是阻止了他，他不甘不愿的把自己从七旬身上撕了下来，又转过身跟才刚出门口的同事还有苏叶挥了挥手，意思是我走了。俩同事一脸揶揄的看着他，笑眯眯的也挥手哦。然后两人推着行李箱往另一个方向去，准备去买个冰淇淋。而苏叶也对他笑了笑，用口型无声的说了句再见。七旬跟苏叶的视线相撞了一瞬，经纪人在旁边看着，总觉得空气里像是噼里啪啦溅起了火花。好在这只是很短的几秒，七旬很快就牵着百希的手离开了。苏叶看了一会儿，才移开了视线，压了压帽子，也说我们也走吧。百希跟七旬坐到了车上，行李箱也放进了后备箱里，四周都贴了防窥膜，车里完全变成了一个隐秘的角落。车门一关上，七旬跟百希就亲在了一起。
七旬以前不知道自己也是会这样冲动的人，但是百西勾着他的脖子，被他亲得昏头转向，发出轻轻的鼻音和呜咽声，眼神也迷茫又湿润，满是依赖的看着他。这一切都像火星，顷刻间引爆了空气里的热度。百西被吻得神魂颠倒，他觉得七旬身上好热，又觉得是自己的血液在发烫。他有时候甚至想不通，自己怎么会这么喜欢七旬呢？七旬这样抱一抱他，他都觉得自己要融化了。在接吻的间隙里，他含含糊糊的对七旬说：“我好想你。”冬天的时候，他刚跟七旬在一起，他去洛海市找出差的七旬。两个人见面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对七旬说：“我好想你。”那时候七旬回答他：“我知道。”而这一次，七旬抱着他，从他的嘴唇吻到鼻尖，又不轻易的蹭了蹭他的额头，低声道：“我也想你。”从我知道到我也想你，经过了7个月，经历了寒来暑往，但百西被吻得昏昏沉沉，还没察觉到这其中的区别。七旬抓住了百西的手，手指插进百西的指缝里，十指相扣。他低声道：“要不是你工作实在太忙了，我可能就要把你抓回来了。”他说的很温柔，但还是掩盖不住话里的占有欲。百西扑哧笑了一声，他哑着嗓子：“抓回来，然后呢？你想干什么？”七旬看着他，像是开玩笑，眼神却又有点认真。官家里金屋藏娇。百西挑了挑眉，提醒道：“拘禁可是犯法的。”但仅仅是过了几秒，他又对七旬笑了笑：“但如果我是自愿的，就构不成犯罪。如果七旬是个匪徒，那他也甘愿成为共犯。”两个人在车内腻呼了一会儿，还是慢慢的分开了。虽然贴了防窥膜，但这毕竟还是公共场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旁边的车辆就会来人。等车开到了主街道上，百西把车窗降下来，晚风柔和的吹在了脸上，降低了他脸颊的热度。现在已经是6点，华灯初上，但今天的路况还不算太糟糕。1个小时后，百西跟七旬就到了家。因为知道百西今天要回来，丁阿姨特地做了一桌百西喜欢吃的菜，并且非常识趣的早早就去休息了。百西吃的简直热泪盈眶，他都好久没吃到这么合口味的家常菜了。他跟七旬抱怨，晚宴上的东西就不是给人吃的，每个就拿一小份，喂猫呢，大胖都不止吃这么点。七旬笑了笑，给百西包着虾。他确实觉得百西瘦了一点，仿佛在外面被人虐待了。而这些天百西不在，他也没什么胃口，倒也不至于思念成疾吃不下饭。只是餐桌旁只有他一个人，总觉得空空荡荡的，不太习惯。明明家里再没有人乱丢东西，沙发上也不会挂着外套，卧室里永远整整齐齐，一切都是按照他从前的习惯来摆布的，可他却觉得缺了点什么。如今望着百西穿着宽松 T 恤坐在对面，刘海用夹子夹起来，他才终于感觉到他心口丢失的那块拼图被拼接上了。百西还在抱着小碗，吃着最后的甜品，是双皮奶，加了蜂蜜。见七旬看过来，他还挖了一勺递过去，问：“要吗？”七旬摇了摇头，他确实准备吃甜品，但不是百西手里那碗。伯西就一个人把双皮奶都吃完了。他幸福的躺在座椅上，摸着小肚子，眯着眼说：“还是回家好，出差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明天我想吃椰子鸡，还想吃火锅。”七旬走到他身边：“椰子鸡可以，但火锅最好不要。你会不舒服？”百西眨巴眨巴眼睛看他。七旬把他抱起来往房间里走，很好心的提醒他：“你还记得你刚出差那2天在电话里对我说什么吗？”百西一脸茫然，他纯属管聊不管埋，自己欠下的风流债一笔都不记得了。七旬把他放到床上，慢条斯理的开始解扣子。百西洗完澡以后，只穿了一件宽松的大 T 恤，
堪堪盖住了大腿，现在就很像一条案板上的鱼。见百熙一副不想认账的样子，七旬单膝跪在床上，手撑着床，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在他耳边一字不差的重复了那天的话。晴天一道霹雳，伯熙差点没圆点实话。当初隔着手机屏幕，他使劲浪，爸爸也叫了，请在床上，教训我也说了，仗着的就是七旬不能冲过来把他就地正法。如今可好了，七旬似笑非笑的看着他，手臂牢牢撑在他两侧，像个囚笼一样把他锁在里面。百熙艰难的咽了咽口水，君子动口不动手，他试图跟七旬讲道理，撒娇卖乖，男人床上说的话听听就得了，不能当真。七旬微微一笑，晚了。他把百熙身上那件 T 恤推了上去，伯熙被迫露出细瘦柔韧的腰肢，皮肤雪白，稍微一用力就会留下印子。更何况我也从来不是君子。七旬慢悠悠补充了后半句。百熙彻头彻尾的领教了一下什么叫祸从口出，以及有些词汇是不能乱叫的。起码今天他就当了一晚上儿子。洗完澡，百熙重新躺在换过床单的床上，已经累得不想动弹了，但是脑子又好像还很清醒。他抬头看了看钟，还有一会儿就要到12点了。他的生日快到了。七旬也一直注意着时间，他把百熙抱进了怀里。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当指针指向12点的时候，他低头吻了吻百熙的额头。生日快乐。他望着百熙，眼神既温柔又溺爱，几乎都要不像他了。那个冷硬从容永远克制的七旬，在这一刻似乎被敲碎了外壳，重塑了人格。他从床头柜拿出了那个小小的颈带，从里面抽出了那根平安绳，扣在了百熙的手上。细细的几根丝线编织在一起，中间一枚圆圆的小金扣。我的西西又长大1岁了，他说道，愿你岁岁平安。百熙低头看着手腕上的平安绳，他当然能认出，这和他外婆曾经送给他的一模一样。当初他外婆送他，也求的是他岁岁平安。百若也有一个，但跟他的不一样，穿的是梅玉扣。大抵只有至亲至爱之人才会别无所求，只要他们平安喜乐。他抬头望着七旬，忍不住笑起来。这是我今天收到的第一个生日礼物。他对七旬说道。那你喜欢吗？七旬问。喜欢。百熙傻乐，他抬起手欣赏了一会儿，就是看见这平安绳，总觉得你跟我外婆一样慈祥。七旬低眉看他，那我要不要让你体验一下我不慈祥的样子？百熙一个机灵，头摇得像拨浪鼓。他屁股可还疼着呢，经不起再来一遭。七旬也就是吓唬吓唬他。他拖着百熙的手腕，摩挲着他手腕上的细绳。百熙手腕细且白，不管戴什么都很好看。他又说道，绳子是我自己编的，可能不太好，别嫌弃。百熙瞪大了眼睛，嚯，这倒是他从没敢想过的。想到七旬一身精英打扮，却可能在办公室里编平安绳，他就觉得这世界有点魔幻。他心想，七总，看不出你还挺贤惠。但是考虑到七旬刚威胁过他，他十分识趣的把这句夸赞咽了下去。他捧着七旬的脸巴巴亲了一口，那我太感动了。我现在就宣布，这是我今年最喜欢的礼物。七旬搂住了他的腰。话不要说的太早，这只是我送你的第一个礼物。七旬望着他，剩下的明天再给你。他对着百熙笑了笑，也许你会更喜欢那一个。百熙的胃口被吊了起来。还有什么？他好奇的看着七旬，为什么要明天送啊？你现在给我不行吗？他像小猫一样在七旬身上蹭了蹭，你要不先透露一点？七旬温柔的摸了摸他的头，心如磐石，不能。百熙顿时垮了脸。什么人啊？怎么礼物还要分批给？
他眼巴巴的看着七旬，挠了挠七旬的掌心，试图软化自己的未婚夫。但七旬不为所动。睡觉吧，七旬把他往被子里塞。明天不是还要去你爸妈那儿吃饭吗？当心起不来。百熙撒娇无望，只能安静的躺进被窝里。我决定不喜欢你1分钟。他闷闷道。七旬波澜不惊，没关系，你很快又会爱我。连威胁都只有1分钟，天底下再没有人比薄熙更心软嘴笨的人了。百熙一觉睡到了中午。这2天百熙都不用上班，又是出差刚回来，七旬也不舍得叫醒他。眼看着再不出门，百熙就要赶不上回家吃饭了，他才把百熙从被子里抱了出来。百熙一直到被七旬拿洗脸巾擦了脸，才慢慢清醒过来。他接过洗脸巾，拱了拱七旬，让他走开，自己占据了洗脸池。他刷着牙，满嘴泡泡，对七旬说：“你给百若准备东西了没？今天可不只是我的生日。”他有点担心未婚夫只想着他，把他妹给忘了。七旬道：“我给他拍了个古董折扇，贝母的，他应该喜欢。”这听着倒还不错，应该能讨得百若欢心。就是不像七旬的风格。七旬可没那么细腻。百熙从镜子里望着自己未婚夫，揶揄道：“这真的是你想到的吗？”七旬坦荡承认：“严秘书去准备的。”我就知道。百熙往脸上拍护肤品，严秘书应该加工资。七旬看他眼睛四处乱看，在找东西，很自然的把面霜递了过去。百若的心思留给她未来老公去猜吧。七旬抱着手臂，理所当然道：“我只要知道怎么讨你开心就行了。”百熙嘴角绷不住的上扬。不过说到百若未来老公，他摇摇头：“算了吧，没个10年8年，我都不可能见到我妹夫。”用百若的话说，一家有一个恋爱脑就够了。他可是坚定的晚婚主义。穿戴整齐后，百熙就跟七旬一起出了门，回了他爸妈那儿。他跟百若早就长大了，家里也不会像小时候一样给他们过什么生日宴，就是一家人吃个饭，送个礼物，最后切个蛋糕。百若跟他是互相不送礼物的，2人生日就在同一天，差了1分钟，有什么好送的？他们爸妈这些年大概也是送烦了，给儿子女儿一人打了笔钱。简单粗暴道：“想要什么自己买去吧。”百熙跟百若一起无语。百若吃着蛋糕吐槽道：“我感受到了敷衍，果然人越长大，在家的地位就越一落千丈。”百熙深表赞同。放眼望去，他发现还是自己未婚夫最贴心。百熙跟七旬一直在家待到了傍晚，吃过了晚饭，才出门去看电影。百若也跟着一起溜了，去跟她的闺蜜聚会。在幽暗的电影院里，百熙喝着奶茶，隐约觉得自己像忘记了什么。等到男女主在雨中拥吻在一起，他才猛然想起，七旬还欠着他第2份生日礼物。他顿时目光灼灼的盯着七旬。讲道理，他虽然贪图七旬的美色，但并不贪财。但人说话得算话，七旬把他好奇心都吊起来了。可现在都快10点了，他的生日眼看着就要过去了，他却还没收到礼物。总不能告诉他这场电影就是第2份礼物吧？七旬又没包场。百熙扁了扁嘴，心想再收不到礼物，他就要闹了。但他盯了七旬一会儿，七旬却像是感应失败，半天也没有反应。百熙又泄了气，重新倒在了座位上。他咬着吸管，心想他又要有1分钟不太喜欢七旬了。怎么还6人玩呢？看完电影已经快要11点了。七旬牵着百熙出来，问他要不要去散步，今晚月色还不错。百熙想了想，也可以。他也没有问要散步去哪儿，就这样被七旬牵着手，漫无目的的走。如今已经快半夜了，路上行人稀少，他们走着走着，百熙却觉得路边的风景有点眼熟。他们今天看电影的地方不在市中心，七旬像是特地找了个人流量小的电影院。
百西还以为是为了避开人群，但如今他望着眼前的广场，终于想起了这是哪里。这是他6年前离家出走遇见七旬的地方，也是他爱上七旬的开始。这6年里，他其实也数次路过这个地方。6年中，这里早就改头换面，附近成了商城，那个小公园也早就消失不见。但奇迹般的，这个广场还留着，格局也几乎没变，像是被时光遗忘在了原地。七旬牵着他的手，一步步走到了他们曾经偶遇的地方。路灯下，还是一张长椅，长椅旁也放着一个红色的贩卖机，只是不再是曾经的那一个。百西被七旬按在了长椅上，他懵里懵懂的抬起头，灯光下，七旬一身黑衣，眼神温柔。他望着七旬的脸，有一刹那几乎以为自己又回到了6年多前的那个雪夜。20岁的七旬，18岁的他，少年人的怦然心动像雪落无声。他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紧张，抬起头，傻兮兮的问：“你带我来这儿干嘛？我们不回家吗？”七旬也低头望着百西，他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记得自己在6、7年多以前曾经送过百西回家。他听百西讲过细节，听百西说过如何情动，那天的他又有多么美好，但他的记忆始终模糊，像隔了一层水雾。直到前阵子，他偶然开车经过这里，他从车窗里看见这个广场，突然想起了那个夜晚的一切，想起了18岁的百西，青涩稚嫩，被冻得鼻尖红红，满脸委屈的抬头看他。想起百西站在自家的花园边，月色明朗，素雪如霜，薄皙白色的毛衣上有颗爱心。他当时送百西回家，只是作为一个兄长的本分。说来其实无足轻重，可是百西却糊里糊涂的爱上了他，一见就是6年。他屈膝半跪下来，跟百西的目光平齐。在他面前的是已经25岁的百西。6年多的时间过去，百西好像一直没有变，望着他的眼神还是澄澈如水，满怀依赖。先不回家了，我有些话想跟你说。他温声说道。百西隐约猜了七旬想跟他说什么，但他又不敢肯定，心里有种摸不着底的恐慌。他摸了摸手上的平安绳，圆圆的小金扣因为贴着皮肤，已经染上了他的体温。他咽了咽口水，你说。看他这么紧张，七旬反而笑了笑。他握住了百西的手，像握住了什么举世罕见的宝贝。他抬头看着百西，眼中倒映着路灯的亮光，也落着满天星火。他说：“我这是人生第一次表白，说的不好，请你原谅。”百西瞪大了眼睛，呼吸都停了一瞬。这其实不算个浪漫的开场，但就像七旬自己说的那样，他是第一次告白，没什么经验。他这27年都是被人簇拥仰望的，这是他第一次低下头去祈求另一个人的垂怜。七旬看着百西，西西，我不知道我到底什么时候爱上你的，也许是你来洛海市找我，我打开车门看见你的一瞬间，也许是在情人节，我开车来找你，在你家花园里抬头看见你的那一刻，但也有可能比这些都要早，在我们阴差阳错开始交往前，你对我就是特别的了。他们认识了太多年，大学里百西对他还只是一个面目模糊的学弟，是到毕业以后，百西才慢慢融入了他的生活圈里。他们一起旅行过，在海滩上度假，爬山看过星星，也一起熬夜看过球赛。他为百西戒了烟，也半夜去给百西买过夜宵。百西发烧的时候，他守了一晚上，早上才又赶去开会。他天生对情感不敏感，他以为他只是在照顾一个比他年幼的朋友，但如果只是朋友，为什么偏偏是百西而不是其他人？他从来没有细想过这个问题。他抬头望着百西，你知道吗？梁宋偷偷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
如果那天喝醉后，我身边躺着的不是你，而是其他人，我还会愿意跟他交往吗？我不愿意。如果不是百西，那么这一切都不成立。这世界上只有一个百西，在他的世界里来回穿梭，得到特许。他看见百西哭了，这眼泪让他心软。百西眼皮很浅，很容易红，但是泪盈盈的时候又格外好看，像一颗藏在暗室的明珠，也像锁在高塔里的小王子。而他是守在塔外的巨龙，他看守着自己的宝藏，因为太熟悉了，所以他意识不到自己对小王子的感情里藏着不一样的情绪。他也没有想过，明明高塔没有锁，这个小王子为什么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伸手帮百西擦掉了眼泪。他说，西西，在和你交往的过程里，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你让我变得嫉妒、吃醋，你滋生了我的占有欲，也助长了我的偏执，这都是我曾经痛恨的东西。我以为我一辈子都不会这样爱一个人，我习惯了把一切都掌握在我的手中，习惯了克制，习惯了理性对待所有人，但唯独爱你不受我控制。爱人是无法理性的，再冷静的人在所爱之人面前也会变得笨拙。你不在我身边的每一天，我都在想你，你把我变得都不像我了。七旬说到这里，心脏也难得不安的砰砰乱跳起来。这确实是他人生里第一次告白。他抬头看了看百西，夜凉如水，路灯下寂静无声，红色的贩卖机上还贴着孩童的贴纸。今天是百西的生日，他的西西等了他6年，才终于走到了他面前，成为了他的爱人。他闭了闭眼，将百西的手放在了心口，他们两个的手交握在一起。无名指上戴着2枚一模一样的戒指，在夜色中明亮如星。他说出了埋藏最深的话，除了你，我也不能再这样爱其他人了。他望着百西，笑了一下。他已经不是20岁的模样，他今年27岁，变得成熟从容，却还是一个感情上的初学者。但他愿意用一生去成为与百西匹配的爱人。百西啪嗒啪嗒的往下掉眼泪。他在七旬开口前，在看到这个广场、路灯、长椅之后，他就隐约猜到了七旬要说什么。他不是毫无所觉，在跟七旬交往的这几个月，他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七旬对他的喜爱、不舍。深夜里辗转反侧，他也猜测过七旬是不是爱他，又不自知。如今他真的听到了，七旬爱他，七旬原来爱他，七旬真的爱他。他的世界像在瞬间被点亮了。他泪眼朦胧的看着七旬，哽咽着问：这就是你给我的第2份礼物吗？对。七旬点了头。你愿意收下我吗？他问。这第2份礼物可能太俗套了点。我也跟你求过婚了，但我还是想再问一次，西西，你愿意参与我今后的人生吗？百西控制不住的哭出了声，他泣不成声，却还是拼命点头。我愿意的。他张开手要七旬抱他，而七旬也确实站起来，紧紧的把他抱进了怀里。6年多以前也是这样的夜晚，20岁的七旬跟18岁的百西没有拥抱，也没有牵手，只有一件黑色的外套，带着佛手柑的气息将百西笼罩在里面。但是6年多过去，他们还是成为了爱人。七旬说：抱歉，让你等了这么多年。他太迟钝，也太自负，才会忽视了百西这一腔爱意。百西埋在七旬的怀里，眼泪打湿了七旬的肩膀。他摇了摇头，低声说：没关系，因为你爱我，所以一切都没关系。你来的有点迟，但我还是很高兴。他抬起头，轻轻的跟七旬吻在了一起。时间又快要12点了，他的生日快要过去了。七旬又说了一次生日快乐，西西。他送的第1份生日礼物是希望他的西西岁岁平安。
而他第二份礼物是希望百熙未来的每一天都有他的参与。百熙眼睛通红的看着他，也笑了笑。他想，七旬说的对，这确实是他收到过的最满意的生日礼物。在这个他爱上七旬的地方，他又收获了七旬的爱与承诺，像一颗种子在冬天种下，如今春暖花开，这颗种子也终于发芽生根，开出了独一无二的花。百熙过了好半天才止住了眼泪。七旬带他回了家，坐在车上，百熙望着窗外，夜色如水，四下无人。他想起了过年情人节那天，七旬好像也是这样带着他在夜深人静的街道飞驰，像一场私奔。他转过头望着七旬，明月皎皎，七旬就像他心头的明月。七旬，他轻轻叫了一声。七旬开着车，却还是看了他一眼。怎么了？百熙近乎甜蜜的看着他，说出了一直盘旋在他心头的话。明天我们去领证吧，在你说爱我的第一天，我们就应该喜结连理。七旬笑了一笑，温柔的真像被明月笼罩。